飞鸟，地上石头跑，张嘴吃沙土。哎，你看那在干啥去呢？哎呀，又挖沙子又养土的，这是不是准备再开个采矿场呀？真是挖采矿场呢！你看这地都挖成啥样了？那坑挖了没填起来，咋又开始挖啥？哎，你管他呢，挣钱就行了嘛。对呀，挣钱就行了。哎，你看这个，你这高兴啥呢？就是，这一眼望去，这除了戈壁滩还是戈壁滩嘛，有啥能让你高兴的啊？在你们看来呀，这是普通的戈壁滩呀，可要我说呀，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这儿的土壤啊，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土壤啊，有了这个土壤啊，咱们就能够在这里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酿酒葡萄。就这鬼地方，连个树都不长，这除了干个采石场还能干啥嘛？啊，就是李教授，你刚刚说那个酿酒葡萄，它能挣着钱吗？就算它能挣着钱，就这，全开了荒得花多少钱啊？你知道一车煤能卖多少钱吗100多块钱吧。一车砂石呢10来块钱吧。乡亲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一瓶葡萄酒啊，能够抵上1车煤啊，做好了能够抵上10车、100车。咱们只要把这个葡萄种成了，你们看着吧，就这个荒凉的戈壁滩啊，总有一天要变成美酒飘香的金沙滩。2008年，宁夏葡萄酒产业扬帆起航。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专门的葡萄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产业统筹，打破国企单打独斗的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师傅，停下车。时隔20多年，这片土地再不是当初的戈壁荒滩，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让李国华内心无比震撼。塞上江南，我又回来了。大家都听好了，停下手上的采摘，把摘好的葡萄赶紧送到车上去啊！好，都快一点，快一点，抓紧时间啊！接一下，哎，哎呀，又增加5万亩，还是新品种。对呀，怎么还有增加呀？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别再说了啊！前些年种枸杞，今年种葡萄。种啥都卖不出去嘛！这件事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你们要放心啊！只要是葡萄挂了果，我负责卖个好价钱。你拿啥负责？我们这么多人，你就能负责呀？到时候上哪儿找你，人家门都找不着。对呀，大家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面，我去找第一酿酒厂，让他们呢跟种植户签合同，只要是质量达标了。他们一定会按照合同价来收购，你们说行不行？哎，大家伙可听着了啊！咱领导承诺了，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就是的，你别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了。俺们把葡萄种出来，别的再不收，俺们上哪找你可能嘛？上哪找你啊？陈副厅长，宁夏是欠发达地区，葡萄酒受众群比较少。红酒市场几乎被国外占领，中国的红酒市场份额极少，没有竞争力，大规模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风险太大了。我觉得，干脆给其他产区卖葡萄算了。如果实在不行，就都拉到一厂，都给弄成原汁，再卖给其他产区，这样又快，又能减少风险。各位，大家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散会。
明山兄，你真不跟我一块儿去啊？这可是咱们的希拉第一次接受检验，你就不想亲眼看着他获大奖？我就是个酿酒师，那种场合我真的不合适。可是你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没底儿啊。你说咱们俩努力了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如果这次获奖了，咱们这个酒庄名气可就打出去了。可是万一不成，哎，就算是不成，咱俩也不能放弃。那是，坚决不能放弃。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只要咱俩不放弃，这个酒庄就垮不了。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曙光。对。哎，欧阳兄，你这是……我是看出来了，我怎么劝你都不会去。那这么着，今天咱们把这瓶酒开了。哎，不行，你总得给我践行不是？欧阳兄，这个酒啊，一定要等到咱们拿到金奖，再打开来庆祝。再说了，这个酒是你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一星做的，送给自己女儿的酒，太珍贵了。行，等一星被爱乐乐团录取了，咱们再开。本届品鉴大赛特等奖的获得者是星星酒庄的希拉，有请欧阳斌庄主上台领奖。祝贺你，谢谢。欧阳啊，祝贺你呀！李博士，你当年的话我信了。了。我去给老欧打个电话。好。去。喂，喂，你听见了吗？老欧，我被录取了，我成功了。宝贝儿，太棒了！我说过你是最棒的。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掉链子啊？咱们酒庄第一瓶希拉，我给你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全家把它干掉。你的希拉得奖了，你赢了，对不对？爸，你太厉害了。你回来之前把航班信息告诉我，我开车去接你，听见没有？你这个人刚刚拿到驾照就想炫技。那是啊。恭喜你，老欧。爸爸也恭喜你呀，恭喜你，梦想成真。
仙儿，你爸接上你没有？没有啊，我打他电话打不通。他什么时候出发的呀？哎呦，他说他开车不熟，早早就走了，得有2个小时了吧？行吧，那我再打打看。咱们赶快打电话报警吧！我已经报过了，120也打了。老欧，你上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也不接，着急死我了。请问您是机主什么人？你是谁啊？我是交警队事故科的，机主刚刚出了交通意外，已经送医院了，家属赶紧过去吧。哦，师傅，帮我放一下，师傅，谢谢。我爸爸他怎么样？病人的情况不是很乐观。陈副厅长，您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当兵那会儿可是侦察兵啊。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快请进请进。哟，这瑶瑶都这么大了。哎，是，瑶瑶叫陈伯伯。陈伯伯好。瑶瑶好。陈副厅长，您请坐。好。陈副厅长，您昨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想跟你好好聊聊。我爸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们医疗组针对你父亲的情况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现在有2种情况：如果开刀取出脑中血块的话，他可能会醒，但是风险极高，病人能否顺利完成这场手术，我们不敢保证。那另外一种情况呢？病人生命体征没有重大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守治疗，等待他脑中的血块自行消退。那也就是说，如果保守治疗的话，他可能一直都醒不过来。是这么个情况。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不到3%。不行，不能做手术。一星，咱不能拿你爸的命去赌。一星，酒庄出事了，赶紧过来！你们的负责人呢？总该出来见一见吧。就是啊，你们的欧阳总病了，什么收样也不能拖欠着我们的货款，不给结吧？对呀，你们就是说破天，也要等我们小庄主来，不是吗？那你们小庄主人呢？快让他来呀！肯定会给你的，没有说不给你。各位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哎，你谁呀？我们跟你说得着吗？对呀，你说的话管用吗？我们都在这儿站了大半天了，连一个负责人都没有见着。你一个小姑娘，你说话管用吗？我说话管用，我可以负责的。我是欧阳斌的女儿，我叫欧阳艺兴。我知道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是我爸爸合作多年的供货商了，但是我爸爸现在出了一点事情，他人在医院，在重症病房里面，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们跟我说，我来解决，好不好？既然是欧阳斌的女儿，那我们跟你说话正好。我们都是酒庄的供货商，我是经销橡木桶的。你父亲欠我们的货款已经很长时间了，也该结算了吧？对呀。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样好不好？给我1天的时间，我跟财务核对完账目，做完统计之后，明天我给大家打款，好不好？姑娘，你还不知道吧？你们酒庄的资金链早就断了，
不可能！你自己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红姐啊，是我，我想问一下，酒庄现在账上有多少钱啊？什么？那就对不住了，咱们进屋搬东西吧，搬东西吧。我们计划在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葡萄酒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兼任，副组长我推荐你来担任，你觉得怎么样？我愿意。贺明啊，你知不知道咱们产区第一家私营酒庄是怎么办起来的？我知道，是石头村的欧阳斌跟邱国栋。其实原本呢是3个人，另外一个叫齐北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国家鼓励个人兴办企业，他们3个人合伙开了个采石场，同时在李国华教授的点拨下，种植酿酒葡萄，建立起贺兰山东路产区的第一家私营酒庄。您的意思是在提醒我，千万不能忘记私营酒庄。对，他们对产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是基层群众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在认知层面上要达成一致。我们发展葡萄酒产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带动群众富裕起来，让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不管今后产区发展到哪个阶段，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我记住了。师伯回来了。红梅，醒醒！石伯伯。红梅，医生有没有说老欧什么时候能出重症监护室啊？医生说，等他的生命体征平稳了，就可以出来。那他脑子里面那个血块，医生有没有办法？我刚从酒庄过来，跟药斋的供应商说好了，他们会给咱们一段时间筹集资金。秦副组长，你来不单是视察工作的吧？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有什么事儿您招呼，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办。我想在贺兰山种植5万亩葡萄。5万亩？来，吃点东西。等一下，不吃了。吃不下也要吃啊，我们2个要撑住了才行。喂，行。伯父怎么样？还在重症病房，医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老师一直打电话催。虽然我现在可以尽力的拖，可我们也要想决定，想办法呀。我现在不想办这个。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想一想，万一伯父醒了知道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他会是什么心情？别说了。哎呀，不是不帮忙啊，秦副组长，确实有难处。刘厂长啊，你们1厂现在是全自治区效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厂，你们1厂要是不带头收葡萄，那这件事我可太难办了。
秦副组长，一厂效益为啥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规模控制得好。二厂为啥经营困难？我可不能成一厂的千古罪人呐！我上回跟您说过，这事儿得从长计议。怎么回事啊？大夫，刚才我爸爸是什么情况？你父亲的生命体征不是很稳定，所以会出现这种突发症状。不过我们已经做好急救了，但是他脑中这个血块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刚从酒庄过来，那边一大摊子事儿。老庄主这突然出事儿了，酒庄也没有一个主事儿的人。要不星星，您能把酒庄接过来吗？我想把酒庄卖了，给爸爸治病，还要把欠的外债还上。那红梅，你也是这个意思？明山呐，我知道你对酒庄有感情，但是孩子也有他的理想，咱可不能耽误孩子呀。懂了，这样吧，明天让星星到酒庄来一趟，我把一些事情交代给他。种下这片园子不容易啊，种下的第1年赶上了马蜂，葡萄的皮儿薄，毁了一半。第2年又赶上了霜冻，又冻死了一半。第3年我们才收到葡萄，算下来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正是酿酒的好年份啊。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这个园子不是都要卖掉了吗？说一些你感兴趣的吧。咱们这片园子呀，大概有200多亩地，要是按经济价值来算的话，180万还是值的。石伯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也不是图钱，要卖了这个酒庄，我心里也舍不得。但是，我不懂酿酒，不懂酒庄，我也不懂得经营，我喜欢音乐，您知道的。我知道。星星，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你父亲不干涉你，我也不会干涉你。啊，让你到这儿来没别的意思，多看看。主要是想着园子要卖掉了，咱们总得心里有数吧。先停下，别剪了。停下，停一下！先别剪了，先别剪了！大家停一下！你干啥？师傅，你先别剪了，我有话说，千万别再剪了。停一下！大家停一下！咱们不能这么修剪下去了，得控产，一根藤上留2串葡萄就行。谢师傅可不是这样说的。对呀，现在这片园子归我管。小齐师傅，咱这是国有厂。咱都是厂里的老革命了，这园子怎么就归你管了？哎，你啊，要么回车间去，要么去办公室里凉快凉快，别耽误我们干活。好了。这是当年我和你爸一起做的希腊，尝尝看。怎么样？好喝。原本我从维也纳回来的时候，我就要和爸爸喝这款酒的，真的好喝。
好好又怎么样？可惜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款酒谁会在乎？我在乎。这是我爸全部的梦想，是他最大的骄傲。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酒庄要渡过难关，否则的话，我们这新兴酒庄就完蛋了。所以我才要把酒庄卖了，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样才可以解决酒庄的危机，也可以解决我爸爸治病用钱的问题。星星，你还是太天真。对呀，这款酒它得过奖，它又那么好喝，为什么不能把它卖了呢？这样，酒庄的危机不就解决了吗？这款酒是好酒，但是在顾客当中认知度不够，一款没有认知度的酒，怎么销售？你放心吧，我爸已经跟院长说好了，叔叔这边他们会集中所有的医疗条件，尽力的救治的。对了，我听说有人去叔叔的酒庄要债了，是有怎么回事？你说我把酒庄卖了行吗？卖酒庄啊？哎呦，卖酒庄可是大事儿。你不在这一行，你不太了解情况。像你们家这样的酒庄，不是很好找下家的。但是呢，你们家酒庄现在负债累累，你父亲欠下的货款，我先帮你解决。只是关于这个下家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好。有打算卖给谁吗？要不姐帮你参谋参谋。先不用，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呢。行，不急，你慢慢考虑。有想好了告诉姐，我帮你把关。谢谢你啊，也帮我谢谢邱伯伯。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我告诉你啊，现在新兴酒庄的债务危机算是解决了。欧阳叔叔一倒，一心撑不下去了，他想要卖掉新兴酒庄，这是我最好的机会。既然你提到这个呀，我也想问问你，咱爸跟欧阳叔叔这个关系，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合适。市场经济适者生存。现在但凡有点脑子的，全都盯着新兴酒庄了。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一块肥肉拱手让人。再说了，就算我没把新兴酒庄吃掉，那我也得等他最弱的时候，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不然等他强大了，跟我对着干，我找谁顾去？欧阳庄主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惋惜。这次也是自治区领导让我代表政府来看看您，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感谢政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酒庄的将来怎么办？欧阳倒下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这酒庄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总要找一个能托付的人才行啊。来，谢师傅，现在有时间吗？谢师傅。你看这个，这是什么呀？我做的新产品规划建议书。好嘛，你这是要让咱们厂脱胎换骨啊！谢老啊，这批数据我还希望能够尽快拿到。邱总，您客气了。您帮我们一厂赞助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仪器，帮您做个数据化验，不是小事情吗？应该是我们感谢您啊。是你太客气了。对了，刘厂长在厂里吗？应该在。您去他办公室看看吧。行。哎，坐。
还适应吗？不适应。厂长，我千里迢迢来到贺兰山脚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酿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可眼下这个情况，我根本施展不开。再忍忍，办法总会有的。你可是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对你是很重视的。那您给我一片葡萄园，再给我个酿造罐，1间酒窖。你是想给自己划一片实验区啊？是。这个事儿怕没那么容易啊。不是厂长，您要知道，我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好的，不是吗？如果不是您当时答应我可以自主的去酿造葡萄酒以及创新，我根本不会来一厂的。我现在只希望您能够遵守当时的承诺。我没有要求整个一厂按照我的想法走，但起码得给我一个用武之地吧。你先别着急，小齐，放心，我会想办法帮你。明天我就召集大伙开会讨论你的想法。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咱们是国有企业，办事都要慎重嘛。虽然齐路师从巴尔博士，而且也在咱们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他毕竟只是一个助理酿酒师，他能不能担得起？这园子、发酵罐都给了他，搞砸了怎么办？是不是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啊？是不是属于咱们决策上的失误？我看这个事儿啊，老谢，你是最有发言权的。齐路一直给你做助理酿酒师，你谈谈。再历练历练吧，啊。要不这样，今天这个会就先到这儿啊，大家先散了。老谢，你留一下。我可听说了，这个齐路个性很强，你想好了？爸，您是怕我驾驭不了他？实话跟您说啊，齐路他师从巴尔博士，他的酿酒技术在别人之上，名气还大，多好的卖点！爸，你想啊，那国外随随便便一找，他都是100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我们呢？我们最多不过20年。就在酒庄名气这一点上，我说实话啊，咱们确确实实没办法跟别人竞争。如果我再不从酿酒师的身份上面我去做那么点文章，您觉得我们的酒，它能卖得好吗？你说的呀，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你找一个好的酿酒师，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重要的还是酒的质量。爸，你放心吧，质量上面呢，我是肯定会保证的。反正呢，我也说不过你，酒庄已经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行了，现在就咱们俩人，我太了解你了，老谢，你痛痛快快的把刚才没说的话说出来。哎，老刘，我觉得齐路的想法可以试一试，如果行了啊，那咱们厂可就活了。这葡萄园子怎么办？那么多眼睛都盯着呢。厂里的园子恐怕不行，在外面想想办法。现在自治区鼓励农民开展标准化种植，很多老园子也在进行技术改造。咱们这一片啊，是秦副组长牵头，咱们可以找他商量商量，一举两得的事儿。对于咱们厂来说，原料问题解决了；对秦副组长来说，农民的销路也解决了。前段时间他不还找你签了一个采购合同吗？老刘，相信我，车到山前必有路。行，那这个事儿你来牵头，你知我知，千万别传出去。老同学，辛苦你过来帮我。你说你这整宿的熬着，别到时候叔叔还没好，你自己先累倒了。听说供应商吵着上门要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要不我拿钱给你垫上？不用，一涵姐帮我解决了。要不我留下来帮帮你？你留下来能干什么呢？瞧不起我？那我实在不行，我端个茶递个水，我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你留下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也不懂葡萄酒啊。
我不知道呀，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行了行了，你先别着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看，我们公司我爸走了这么久了，我跟我妈从来不管，不照样好好的照常运营吗？那你的意思是找个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对，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你该干嘛干嘛。而且你忘了，你当初为了拉琴付出过什么了？星星酒庄。你看，那一片就是赤霞珠。秦副组长，这片园子是谁的？我的。您的？确切的说啊，是我号召整个石头村的村民集体种植的。那您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你在厂里的事情呢，老谢都跟我说了。国企啊，人多摊子大，方方面面的事情呢都要考虑周到。他拦着你，其实是为了保护你。你说你跟厂子里要这要那的，干成了，没人会说什么。万一出点岔子，你说怎么办呢？我有信心。我知道你有信心，但是你作为一名酿酒师，你更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行业7分种3分酿，像什么霜冻啊、暴雨啊、虫灾害，都有可能对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不仅要跟自己较劲，还得跟天要运。您的意思是，让我用这片园子的葡萄？工人能听我的？能。怎么种，怎么采收，我能说了算？都是你说了算。石头村的村民肯定比一厂的那些老师傅更加尊重你这位大专家呀。但是话说回来啊，事情没成之前，你必须要保密。咱们也算是曲线救国嘛。谢谢您，秦副组长，我绝对保密。好。云涵，我说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安南已经在帮我找职业经理人了。不是我不给你时间，而是报道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一拖再拖了。可我爸现在还在重症病房里面，让我怎么走啊？是，伯父现在的情况没有人能改变。难道伯父一天不醒来，你就一天不来维也纳吗？再给我一点时间，总会有办法的。没几天了，一星，我可以永远等你，但是爱乐乐团他不会等你，你懂吗？爱乐乐团这个机会难得，有多少人争抢着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员？你现在都已经有了他们的 offer， 你不能因为你的犹豫就放弃你的梦想。我没有想过要放弃。你现在迟迟不做决定和放弃有什么区别？你自己想想吧。这完全就是无中生有嘛！据说各级纪检部门也都收到了举报，3人成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咱们都清楚。上级领导牵头，咱们首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根本不存在吃空饷嘛。咱们清楚，人家职工们清楚吗？人家就清楚咱们惯着宠着这个齐路，他天天不到厂里打卡上班，倒是在外头乱转悠，这悠悠众口，嘴都长在别人脑袋上。谁也没有办法。咱们厂已经连续3年缺席国际葡萄酒大赛了，可惜了。事已至此，就先停下吧。哎，老刘，你叫我来，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吗？那你倒是说呀。以厂党委的名义，给上级领导写一个情况说明。另外啊，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说明情况。齐路啊，是为了给咱们厂里趟出一条新路子。现在出了问题，咱们应该保护好它，不能让一个想干事儿有冲劲儿的年轻人蒙受不白之冤。怎么样了，苏珊？师傅，新菜单，请您过目。出来了。我呢根据这份 menu 也搭配了酒水饮品，就等您试过之后觉得 OK， 就可以正式加入到菜单里了。行，那今天晚上客人走了以后，咱们一块试一试。师傅，你昨晚没睡好吧？
怎么了？黑眼圈有点重哦。哎呀，齐路。妈，有事吗？哎呦，儿子，你总算接电话了。妈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啊？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问你要张照片，你就随便给我发一张就应付了。哎呦，妈，最近真的太忙了，千万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您儿子气啊。你忙什么呢？主要是这次那个教授啊，带我去研究一个新的课题。然后呢，你真是不知道，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真是从早忙到晚，都不给我休息，我都快累死了，妈。是汤姆教授？哎，那个汤姆教授不是平时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吗？怎么都这么努力了？不是汤姆教授，这次是中国教授。中国教授？放心吧，妈妈，我现在马上去开会了。晚上打算吃点什么？不知道，晚上去食堂看看吧。妈，改天聊。哎，齐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爸酒庄的老员工了。按辈分呢，我应该叫你们叔叔伯伯、阿姨婶婶。这些年，你们为了这个酒庄付出了很多，你们辛苦了。一星，这些老员工都在干着活，忙着呢，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好吧？好。今天我把大家招到这里来，是想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为我们酒庄找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孙经理。感谢欧阳小姐对我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将会做好酒庄的运营工作，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全力配合。谢谢。啥叫职业经理人啊？我咋知道呢？这谁嘛来管我们？不是，现在酒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说整这么个人，不能把咱大伙撵走。凭啥了？孙先生，咱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我还是得冒昧的问一下，你和你的团队懂葡萄酒吗？我不懂葡萄酒，但我懂企业管理，懂市场营销。有什么问题吗，这位老师傅？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欧阳小姐请我来是管理酒庄，而不是酿葡萄酒的，对吧？石伯伯，我请孙经理来是让他管理酒庄的，和懂葡萄酒是两回事吧？毕竟他只要负责经营酒庄就好了，其他的酿酒什么的都是各位你们来负责的。这怎么就是两回事呢？不懂葡萄酒的人，他怎么来管理好葡萄酒的酒庄呢？这不是个笑话吗？一星，你不觉得你这个决定过于草率吗？就是嘛，是不懂葡酒这管理什么呢？你这是干啥？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不是给你一个胡来的机会。不懂可以，酒庄可以卖掉。师傅，一星啊，我觉得石老说的非常在理，你再好好想想吧。哎，孙经理，孙经理，刚才在会上有些个话不方便说，咱们聊聊。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刚才在会上，魏经理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刚才在会上呢，你也都看到，老石和张东宝他们几个仗着跟老庄主创业的时候有些个交情，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人家才是一条心呐。人家？你的意思是你跟他们不是一条心啊？当然不是一条心呐！你看，
我是市场部经理，您呢是职业经理人，说白了，咱都是外人。哼，那又怎么样？我呢，得对销售业绩负责吧？您呢，得对酒庄经营负责。这追根结底，咱得懂市场，你说是不是？那是当然。我刚才开会就是这个目的。说实话，你们这个酒庄的财务报表我已经看过了，很不乐观。谁说不是啊？魏经理，我孙伟强盘活过很多烂摊子，像你们酒庄里，孙经理，你的这些事迹呢，我都听说过，确实干得不错。不过呢，咱们这个酒庄跟其他的酒庄不一样，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孙经理，你要知道的。那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想法肯定是有，就看你敢不敢干。还没见过。一辈子干这个靠牌的，学什么洋开始。齐路对吧？你是？自我介绍一下，爱的宝酒庄庄主邱一涵。找我有事吗？你在一厂的事儿我听说了，开个价吧。什么意思啊？良禽择木而栖，一厂不适合你。你是从法国回来的优秀酿酒师，那你就应该知道，葡萄酒追求的就是个性和张扬。你看看这里，好几万人呢。那如果人人都追求个性张扬，那不乱了套了。所以，这里只能做出来工厂酒，做不出来你想要的高品质葡萄酒。秦副组长已经给我承诺。秦副组长是给了你承诺，但是你好好想一想，你的新品试制是不是夭折了？所以，他只护得了你一时，护不了你长远。再说了，你站在秦副组长的角度上，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给人家增添了很多麻烦？但是我那儿就不一样了，我是自己的园子，自己的设备，随便你怎么折腾，我一句话的事儿，谁也管不着。其他酿酒师，好好考虑一下。慢！你瞧瞧，你喝这么多，喝点水，漱一漱。来，坐下。你呀，回去好好休息，好好的想一想，等想好了呢，告诉我。我要让酒庄脱胎换骨。那你可想好了，那片20年的老藤园子，可是石明山的心头肉啊！我不管石明山，不管是20年、50年，统统铲掉它！住手！住手！住手！毛叔怎么了？医生，你在哪儿呢吧？赶紧来趟酒庄！哎呀，出大事了！都在这儿！哎，停下来！停下！干什么呢？我要把这片院皮铲掉。你有什么
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听不出来的挖呀！就是啊，各位，我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着，这个酒庄所有的事情我都有决策权。你的决策权要经过大家伙同意。就是你现在是在胡闹。这是我们的作业。胡闹！这片园林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更新换代，都是为了酒庄好。我告诉你，这是20多年的老藤了，酿酒最好的材料，你懂不懂？我不管这个藤是20年、30年还是50年，我必须铲掉它们。你凭什么铲？凭什么？石师傅，论葡萄酒我不如您，但是您不懂市场，我懂。我太知道现在年轻人要什么。赤霞珠口感太正了，什么单宁，什么酸甜度，这些都太复杂了。现在的人喝酒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图的就是心里痛苦。我不懂你这些快乐，我就知道你要挖葡萄藤，我们所有人都不快乐。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只要有我石明山在，你休想动。石师傅，我尊敬您，称您一句石老。石老，请您让开。所有人听好，从现在开始，石明山不再担任这个酒庄的酿酒师。你什么意思啊？啥意思啊？他被解雇了。哦，对了，这个酒庄里还有您3%的股份，对吧？您放心，每年的分红会如期到账，1分钱都不会少。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到财务室去结算您的工资，别跟钱过不去。动工！小子，我看你敢！欧阳一兴，你可真行啊！这个是你请来的人吗？啊？他要挖我们的葡萄园子，现在都不是卖，是直接挖。孙经理，你在干什么？庄主，是这样的，我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这片园子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土地需要翻新，而且需要加入大量的新型的肥料。我这么做，把它们都铲掉，种上新的品种，就是要更新换代，这都是为咱们酒庄好啊。什么叫老化？你懂葡萄酒吗？啊？20多年前这块地方荒无人烟，那是戈壁滩啊！我跟星星他爸爸一棵一棵葡萄藤，一棵一棵种到现在，这么多年来遇到了多少困难，多少挫折，我们从来没有退步过，因为我们心里知道会有今天丰收的日子。当时为了酿出最好的葡萄酒，最天然的、没有污染的葡萄酒，不管是减产还是有病虫害，我们没有撒过1滴的农药啊！记得有一年初夏，天旱，整整1个月没有下过1滴的雨，所有的葡萄都打蔫，都旱得不行，都快要渴死了。你的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推着小车，一桶一桶的水啊！在这个地方浇了1个星期，把所有的葡萄藤全给救活了。你父亲在床上一直躺了3天，我现在说起来都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怎么就要铲这个园子了呢？星星，你想一想，你父亲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如果他醒过来，他会怎么样？他能让你推着这些推土机过来铲葡萄园吗？你挖的不是葡萄藤，你挖的是他的心，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大家伙都在这儿呢，我的话也都说完了。你跟你这个经理人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算我们求你了。专主，他的观点太老了，都是错的。他们没有错，错的人是我。石伯伯刚才说的对，你在这里没有根，所以你不懂这些葡萄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懂什么叫初心不改，更不会理解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为这里付出的所有心血。所以错的人是我，我不应该请你来。我们的合同到此为止。欧阳小姐，你听我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酒庄好。如果你执意按照他的老观念去做，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如果我今天不尊重他们，不保护他们的心血，我才会后悔。孙经理，你走吧，带着你的挖掘机，一起离开这里。欧阳小姐。祝你们好运吧。对不起大家，是我错了。对不起，是我不懂事，我不知道这片土地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你们可以相信我，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再拿新京酒庄冒险了。叔叔、阿姨、伯伯、婶婶，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不出国了，我就留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守护我爸爸的梦想。如果你们愿意帮我，这个庄主，我自己来当。怎么样？处分的事，心里面是不是还是有疙瘩？处不处分的，我真的无所谓。我就是心疼这50亩葡萄园。这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技术人员跟进的。其实这次来啊，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表达歉意。别，秦副组长，您言重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不，这件事我有责任。原本呢，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好好保护好你的，结果呢，反而把你弄成了厂里的负面典型。秦副组长，您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一厂，您会管我吗？只要你不离开咱们产区，你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像你在一厂那样支持你。当然了，你要是敢跑走了，我秦鹤鸣天涯海角都把你逮回来。那绝对不会，我很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土地，这里的阳光，还有晚上的星空。哦，还有雄伟的贺兰山。哎，铁路啊，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回答的话，就当我没问过。您讲。爱德堡酒庄的邱一涵是不是找过你啊？是，他想让我去他那里跟他干。正好，我也想问问您的意见。你想了解哪方面？关于酒的一切，设备啊，葡萄园，诸如此类的。实话讲，设备一流，可以这么说，整个贺兰山东部产区没有哪家的设备敢跟他比。即便是一厂去年购进的新设备，都比不过他们家。为什么呀？不惜成本。那葡萄园呢？同样是一流，他们有最好的葡萄、
最好的管理、最好的设施。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条件都这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慎重考虑啊？也许他不是你最理想的合作伙伴。那总比一厂强吧？不一定，一厂马上就要改革了。这是小庄主刚上任，到我这个老头子的办公室里面来视察工作了吧？您别这么说，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伤您的心。星星，你想听我说一句真话吗？你现在做这个小庄主，不合格。我知道我不合格，我对酒一无所知的。可是您不一样啊，您懂酒，您爱酒，您也爱这个酒庄，您是我和我爸爸最信任的人，所以您能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星星，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心里面那点小心思，其实你石伯伯能看出来。你还没有完全放弃你内心的那种音乐梦想，我说的没错吧？您总是说，您和我爸爸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一片葡萄园，能酿出美酒佳酿。那我的梦想，我的人生，就是当一个音乐家。您能理解吗？我当然理解，但是刚才是你当着众人的面，你自己承诺要来当这个小庄主，没有任何人逼你。是，刚才那些话是我发自内心的心里话。可是酒庄它经不起折腾了。我已经做错过一次，万一我再做一些什么错误的判断呀、决定呀，那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石伯伯，这片江山是当年您和我爸爸一起打下的，从无到有，你们一点点的看着这个酒庄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论经验，论能力，我觉得您才是这个酒庄最合适的庄主。哎，别，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老师就是一个酿酒师，坦率地说，在酿酒这个方面，我不会输给任何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我有我的缺点。你让我当这个庄主，对不起，我不接受。和齐路谈过了，谈过了。您猜的没错，邱一涵确实想挖走齐路。齐路本人什么态度啊？我觉得他已经动心了。动心了？这么说，还没拿定主意？虽然没表态吧，但是依我的判断，他应该会离开一厂。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爱德堡酒庄的实力非常强，再加上呢，我更了解邱一涵，这个人呢，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看来啊，一厂的改革迫在眉睫了，再不动，人都跑光了。陈副厅长，您觉得需不需要我再去找齐路谈一次？不必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们不能做行政干预，只要人家不违法不违规，我们就尊重他的选择吧。行吧，那我跟一厂打个招呼，让他们在程序问题上也别太为难人家。这个很有必要。我们已经伤过人家一次心了，不能再伤第二次了，否则人家拍屁股一去了法国，那可就是我们贺兰山东路产区的损失了。您这担心啊，还真有可能。齐路没有避讳啊，他直接告诉我了，他的老师巴尔博士已经向他发出邀请了。你看看，我们不用，人家其他地方就抢走了。喂，苏莎，你小子到底在哪儿呢？我能在哪儿呢？我在学校啊。哼，我可告诉你啊，你家皇太后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要是不告诉我呢，可能也就没有人能帮你了。我在银川。银川？银川？你疯了是不是？你跑那儿去干嘛？你不知道你妈对那儿有心结呀？我来这里当酿酒师。本
来吧就想回国发展，这不正好吗？服，我真是不服别人就服你，七大公子。你说你在国外待得好好的，干嘛要跑去银川酿酒？不作不会死。我只能靠你帮我了。这还差不多。照顾好自己啊！真欠。干嘛呢？你在这儿？我接客户电话。找你半天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咱们这报表上目前有2款国外的名庄酒卖的还不错哦，但是不够，还得再去找一找。最近我们有一批重要的客人要来。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哎，等等，齐路的电话打了吗？嗨，我这忙，我忘了，我忙完就给他打啊，师傅。去吧。啊。一星，还有2天的时间，报道就要截止了。如果你要放弃你的大提琴，放弃我们的梦想，放弃我们的人生规划，你直接可以告诉我。汉，你为了梦想，能付出多少？我能付出我的全部。任何的人、事，只要阻碍到我的梦想，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把他们去除掉。一心，你不会真的准备放弃了吧？你不能因为你爸的事情轻易动摇啊！我没有动摇，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到大我为了梦想付出过什么。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我懂。说白了，因为你的父亲，你就不想离开银川，不愿意去维也纳，对吧？但是我也告诉你，你不是爱乐乐团唯一的选择。除了你，他们可以选择其他人。只要你不来报道，你随时会被顶掉的。一星，你不能再犹豫了。雨涵，如果我这次真的放弃爱乐乐团的 offer， 留在银川接手我爸的酒庄，你能理解我吗？我不理解。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留下，放弃这次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分手。分手？欣欣啊，我之前说过你不懂葡萄酒，咱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好吗？嗯。这是一款红葡萄酒，你尝一口。嗯，味道怎么样？有一点点甜。对，干红的特点就是闻起来香，喝到嘴巴里面有一些甜。但是如何判断一个干红是不是好的酒，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如果说一款干红做出来，必须在它新鲜的时候尽快的喝掉，那这款酒就不是一款好葡萄酒。记下，那白葡萄酒呢？这款干白可大有来头了，这是当时啊，星星酒庄在这个贺兰山下酿制出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当时我还特别的不理解，因为这个干白，它售价便宜，但是在酿制过程中你花费的心血不比干红少。后来老欧就告诉我，说干白喝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非常清雅的感觉，很适合女孩子。你尝尝。嗯，真的。是吧？嗯，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款酒啊，是你父亲为你做的。为我做的？对。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这个酒庄是以你的名字星星命名的呢？
在闲聊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起来过。其实他最大的梦想，是想让你来继承这个酒庄。欣欣，你看啊，国外的那些酒庄，大多都是家族式的，传承了百十年，甚至是几百年，那是一代一代人心血的结晶啊。老吴白手起家，在戈壁滩上建造了这个酒庄，他也希望这个酒庄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你是他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我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是，那是因为这款干白葡萄酒酿造好的时候，你正好得到了一个大提琴比赛的金奖。这件事情让他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你热爱音乐，他不想打断你追求音乐的梦想。你看这个人生啊，就像葡萄酒一样，就是这么奇妙。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可以坐在这儿喝到你父亲为你酿造的干白葡萄酒，而你今天呢，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已经当上了星星酒庄的小庄主。我在想，其实对于你父亲来说，这也是一种梦想成真，对吗？国外音乐学院的学费那么贵，怎么办呢？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呀。你看星星，对大提琴、对音乐的热爱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了，咱得支持他，不能因为学费问题断了孩子的梦想，否则我这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过往的回忆和现在的一切，都让他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和期许。这一刻，他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的自私。如今，他也必须坚定地守护好酒庄，这是他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也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对不起，音乐之路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妈，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一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没事啊，我把东西收拾一下。挂的挺好的，你收起来干什么呀？我决定了，我要接手老欧的酒庄，所以这些东西该收的都收一下吧，不然以后看到了容易动摇。你真的想好了要放弃吗？我没有放弃，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守护我爸的梦想。我闺女长大了，你爸爸要是知道了，该有多心疼你。妈，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虽然我爸出事儿了，但酒庄不会出事，我们家更不会倒下。小庄主早，早上好，石伯伯，早上好。哎，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今天第一天上班，我想把全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哎呀，我说小庄主啊，你这不像是来上班的，你像是来观光的。不合适吗？你穿着这个高跟鞋，你怎么下葡萄地呀？还要下地呀？当然啊。那要不我今天凑合一下，我明天换？不行。我现在回去时间太晚，来不及了吧？工作服在房间里边，现在去换。我给你10分钟啊，我在葡萄地里等你。真是，穿成这样就来了。
怎么样？想通了是吧？对，我们厂。你们厂要换新领导了，对吧？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厂的这个领导呢，跟我还是有一点渊源的。但是这件事儿啊，我回头再跟你细说。我现在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们厂的改革不会那么快的一步到位。你想一想，齐武，一厂是一家国营老厂，那么人际关系就错综复杂。新领导呢是空降兵，懂经营、懂管理是事实，有能力、有魄力也是事实。但是你好好考虑一下，泥牛入海，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是我还想再等等。行啊，我不要求你马上辞职。你这样吧，你找个时间到我这边来参观一下，看过之后你再做决定，如何？行。石伯伯，哎，星星，我换好了。正好。来，星星，拿着。这干什么？下地摘葡萄。我是跟您学酒庄管理的。学酒庄管理不是说管理那些房子或者管理这些人，要首先学会管理葡萄园。管理葡萄园首先要学会采摘葡萄。拿着。别没学会走就想学着跑，啊！一厂的情况我们也清楚，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呢，我今天来啊，是以个人身份，属于私人会面。好啊，那一定是带着宝贵建议来的，但说无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葡萄酒产业高度重视，有关领导指示，要在我们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将来还会成立正式的管理机构。但是目前的现状呢，这担子都压在我这肩上了，是责任，也是荣誉。发展葡萄酒产业，一厂的责任重大呀。市里也多次开会，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承担起国企责任。那就更需要一个内行来领导一厂了。老刘是个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好干部。比如一心为公，不贪不腐，在职工面前从不摆官架子。但从另一个方面呢，他不懂专业，这外行领导内行啊，深了不行，浅了也不是，这就是一厂目前的现状。我听说在党委会上，他这个党委书记被动得很呐。您那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们双手欢迎。您推荐的人选，我们一定会优先向组织部门推荐。当然，老刘同志，我们也会跟组织部门沟通，妥善安置。哎，我秦鹤鸣。什么？齐路不见了？好，我知道了。请进，坐吧。怎么样？现在可以开价了吧？
只要能让我酿出好的葡萄酒，其他无所谓。你不肯开价，这让我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踏实啊。这样吧，咱们都是痛快人，不管是股份还是分成，只要合理，我们都可以谈嘛。这些我都不要。我呢，要酒窖和发酵车间的管理权。给我个理由。我要酿出一流的葡萄酒。好，我答应你，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地香，三婶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摘葡萄啊？石老让我摘的呀。哎，不对，你们俩为什么不摘呀？嗨，这时候我们都已经……那个一香，我们弄完得赶紧走啊！这个石老让你摘，是有原因的啊。那个，我们走了啊。哦，石老，哎，石老，哎，哎哥，这才下地多长时间呀，就坚持不住了，还怎么管理酒庄？要不就把这个葡萄园给卖了吧，反正你爸现在也不知道，回家继续拉你的琴，多舒服。秦副组长，齐路，您怎么来了？你出来怎么不请个假呢？行了，该上车说。秦副组长，您是来劝我的吧？我为什么要劝你啊？您呢想劝我留下，您给一厂换了新领导。哎呀，一厂要大变样喽。秦路啊，这么跟你说吧，一厂的大门永远会对像你这样的人才敞开着，但是同时呢，我们绝对不会剥夺你离开的权利。如果说你真的想好了，我不仅不会拦着你，我还会为了你开个欢送会，会真诚地祝福你，在爱德堡酒庄能够得偿所愿。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不离开贺兰山产区就行。但凡你要是离开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让你回心转意的。秦副组长，谢谢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因为陈副厅长担心你在离开一厂的手续上会繁琐，特地派我来帮助你的。谢谢您。这种伤口呀，要先消毒才能贴创可贴，要不然会越来越严重。怎么样？还坚持下去吗？唉，坚持不下去也得继续啊，总得要坚持才能看到希望，不是吗？那你不出国了？你的演奏家梦想就这样放弃了吗？没有，只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吧。一星，师傅这么对你，你怨他吗？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我反而要谢谢他，让我知道我爸一直以来的心愿。伤口这几天不能沾水啊，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谢了，不客气。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这演奏家的手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哎呀，没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就是小伤嘛，我已经消了毒，贴上创可贴了。那你自己多注意点。你来干什么？来，营业执照？你弄营业执照是吗？正式的通知你，我准备在银川安营扎寨了。什么意思啊？我在市里开了一家葡萄酒专卖店，以后就是你的酒庄直营店。你说真的吗 ？Of course。
师傅啊，你怎么还吃葡萄呀？这都吃了1天了，你不怕你血糖升高啊？我也不想吃，扔了可惜。哎，你来一串，很甜。哦，我不能吃，我都被您逼着吃了1上午了。我再吃啊，我胃都反酸了。我要早知道您让一星摘了1天这葡萄都是过来给您吃的，我一早就给您全扔了。那怎么行呢？这作业呀，你这是。再吃2颗，吃2颗。哎，对了，我让你给一星拿的那个要涂的手的送过去了吗？师傅，这个我得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你说。我去那儿看见一星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的，然后那一双拉大提琴的小手啊，上面全是小口子。我就在想，你说您心里心疼吗？这不是心疼不心疼的问题，年轻人总要历练。你现在不吃点苦，以后怎么能成才，是吧？哎呀，别是吧，师傅，关键您对他，您稍微温柔点，你别对他那么凶啊，万一他恨你呢？我不怕他恨我。这孩子的性格你知道了，吃软不吃硬。我就采用激将法，把他内心的潜质给逼出来，他反而成长得快。这是我故意的。啊，您故意的。哎，停，您不是刚刚吃2颗吗？吃完了，我给您换杯茶去。哎，嗨，葡萄多的是啊。老欧，等你醒了，我一定要给你来一首听。真的要走啊？对。还是因为上次举报那个事儿？厂长，我来这里是想实实在在做事，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不想就被人挂在宣传栏里，写进企业宣传册，变成一串数字，一个符号。那想好去哪儿了吗？爱德堡酒庄。哦，老邱那个地方，还好，人家那个地方设备是一流的呀。我尊重你的选择。齐洛，你是我们1厂招来的人，不管你走到哪儿，随时欢迎回来，1厂就是你的娘家。谢谢您，厂长。一定要做出好酒，为你自己，为咱们1厂争口气，为贺兰山东路产区争口气。人事和财务我都交代过了，手续今天就能办好。真的谢谢您。那我先走了。哎呀，我这个老东西也在这混了这么多年了。拜拜喽。对不起，我知道了。干啥去了？怎么才过来？我睡过了，对不起。记着啊，破损的、干瘪的都要挑出来。好。哎，手套。手套。戴好啊。哎。来啦。你这2天是怎么得罪石老了？我看他怎么老说你了。他想锻炼锻炼我吧。不对，他这个人啊，就是要求比较严。你呢，就多顺着他点啊。
谢师傅，我是来跟您告别的，这段时间麻烦您了。什么时候走啊？明天一早。不管去哪儿，好好干。脾气啊，收一收。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土。跟咱们酿酒一样啊，掌握好分寸。哎，谢师傅，今天刘厂长看起来怪怪的。今天啊，是他最后一天上班了。啊？他也要走？一厂啊，要脱胎换骨了。同志们啊，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我宣布个决定：经市国资委研究，报请市委同意，刘子玉同志不再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任命魏学成同志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学成同志，你讲两句吧。就一句话：改革，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改革，我们一厂才有出路。谢谢大家。这人都说啊，人走茶凉，没想到，到最后是你来送的我。瞧你这话说的，老厂长，只要我魏学成在啊，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保证都有一杯热茶喝。这厂里头有人说啊，我这位置是被你挤走的。说实话，我是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我到一厂上任这5年来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心里头都是事儿。要说是人尽其用，哎，我也不是不懂企业管理的人。你看，咱们这是几万人的老国企大厂，这里边情况极其复杂，我真是心有余力不足，有劲儿使不上啊。我知道，当初您接手一厂的时候啊，2厂刚好在葡萄酒上啊栽了跟头，厂子垮了，人心散了，反对继续发展葡萄酒的声音更大了。是您抵住了压力啊，让一厂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些年，你又为厂里引进了一些高端人才，想让咱们的一厂啊更上一个台阶。你对一厂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一厂的人啊是不会忘的。谢谢谢谢，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重任在肩，不敢懈怠呀，老厂长。一厂的优势啊，就是产业体系比较齐全，体量大，人才队伍也相对完整，这是其他个体酒庄所无法比肩的。但是问题也很突出，体量重，灵活性就差点。想要干出点名堂，还就得在这灵活性上下大功夫。这点上，我做的不够，你得加把劲儿啊！谢谢你，老厂长。就送到这儿吧。再会。再会。那祝几位用餐愉快。师傅，您有什么吩咐？齐路联系上了吗？联系了，联系了。他在学校？对呀，他最近挺忙的。确定？在学校？我确定啊，他确实是在学校。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听见他和同学、老师讨论什么问题来着。行，他在学校就好啊。哎，你来看，那个我最近呀，我发现法国起了好几个新酒庄，酒特别好，我想去跑一跑，正好啊，去看看齐路。您要去他学校？嗯。嗨，不用了吧？您看您这么大老远去趟国外酒庄，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要绕路去他学校，那也太麻烦了。
而且他又那么忙。再说了，他已经长大了，独立了，你不要那么担心。有什么麻烦的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了，还不去看看他呀？再说我多长时间没见他了，我当然要去看他。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哎呀，我想就最近2天吧。进来看看吧，这又是你的宿舍，怎么样？挺好的。满意就好。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给你配了台车，就停在地下车库，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开出去。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酒庄开始工作？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行，那明天酒庄见。喂，苏莎。你现在是不是在银川第一酿酒厂呢？我在银川是在银川，但不在一厂了。现在在爱德堡酒庄。哎呀，我不管你换到哪儿了，我告诉你，我帮你瞒不住了。你妈现在要去国外。不是，你怎么不帮我拦着点儿，大姐？我倒是想拦，那我拦得住吗？行吧，你先帮我拖我妈几天，我想想办法。行，我尽量吧。但是能不能拖得住你妈，我不敢保证啊。我工作呢，不说了。说，他在哪儿？说。他在银川。银川？约翰，你怎么来了？你不去跟我会合，那我就来找你了。行，你刚醒，还是吃点东西吧。小鱼人家来了有一会儿了，看你睡得正香，也没好吵醒你。这不，刚跟我去买了点你爱吃的。阿姨，我想跟艺兴聊一下，可以吗？你们去聊吧，这有我守着，去吧。你是不是下了飞机就过来了？累不累啊？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是你说的，如果我决定留在银川的话，我们就分手。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那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维也纳，你全不要了？没有不要。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扛起我爸酒庄的责任。而且现在就算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报道时间都已经过了。报道的时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帮你跟爱乐乐团的团长沟通过了，他们了解了你的情况，已经答应，破例让你延迟1个星期报道。延迟1个星期？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跟我走吧。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酒庄现在不能没有我。我求求你，你想一想，想想我们这些年奋斗的艰辛，我们一起熬过的夜，一起背过的曲谱，一起为了语言奋斗到天明的日子。最难的那一步我们已经迈出去了，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
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跟我走。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我没有忘。我真的没有忘。谢谢你来陪我，再等等我好不好？医生说，我爸爸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没准，明天、后天，我觉得他1个星期之内一定会醒。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啊？欧阳一心，为什么你总是那么理想主义化？小的时候你爸护着你，出国了我照顾你，没有我们你能干什么？是，你除了在音乐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以外，别的你什么都不会。你还妄想养活一个酒庄？你不会天真的认为爱乐乐团的这个魄力是谁都能碰到的吧？那是我拼了命求来的。你爸爸躺在那边，有你妈妈照顾，这么大一个酒庄有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是你欧阳一心留着劲儿呢？你别说，你不会非得要等到一事无成、酒庄倒了、梦想没了，你才后悔吧？你爸爸现在躺在那里就是一个植物人，你还妄想1天2天1个星期他能醒过来？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醒不过来。别说了，不许你这么说我爸。是我冲动了，看来我们的路应该就到这儿了吧？很遗憾，我应该是没有足够的运气陪你走到最后。往后希望你一切都顺利，也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这个决定。剪的时候小心点，去拿轻放。好的。轻一点，剪的时候轻一点。嗯，好的。破了它就没用了。这边请。我们爱德堡酒庄占地大约5000亩，您现在看到的这片园子只是我们其中一个葡萄园。我听说这巴尔博士对弟子的要求可是很苛刻的。我们齐公对于葡萄酒有非常高的天赋，他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口感是非常丰富的。是吗？对于酿酒师而言，灵敏的嗅觉和味觉对我们保证葡萄酒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分离，什么时候陈酿，都是由我们的酿酒师来进行判断的。这简直太神奇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葡萄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的。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刻送往那边的储梗车间，但是这中间的过程不能超过15分钟，因为我们要保证葡萄足够新鲜，而且香味不被流失。那边的品种是希拉，是比较晚熟的产品。怎么样？星星，哎，几点了5点35。啊？大家都听好了，把新鲜采摘的葡萄赶紧装车，送到储梗车间。啊，都快一点，快一点，抓紧时间啊！快一点，都快一点啊！接一下，接一下，来接着。来，给我。谢谢啊，往这边，往这边，慢点，慢点，慢点。
一心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看着酒庄里勤劳工作的乡亲们，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的努力，才不负大家的期盼。而此刻，进入了爱德堡酒庄的齐路，也满怀希望地沉浸在酿酒世界中。他更加坚定了酿造出属于中国优质葡萄酒的信念。迎着初升的朝阳，一心相信，等父亲醒来的那一天，星星酒庄一定会变得更好。别站了，送车间。别站了，别站了，装车运车间。怎么了？别站！出什么事儿了？邱总，让大家运车间吧，温度上来了。启功，这边说话吧。温度上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采摘了？糖分太高。酸度不够，没有立体感，对吗？是。那片园子，看过了吗？那边是希腊晚熟品种，还没到采摘时间。酸度太高，对吗？是。一边糖分高，一边酸度高，互相勾兑一下，普通的消费者是辨别不出来的。如果一个酿酒师他的水平得当，调配适中，即便是专业的品酒师也非常难辨别出来。可是邱总，没什么可是的，我们的葡萄，真葡萄。酒，真酒，到时候我会在标签上注明这叫混酿，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您说对吧？抓紧时间干活啊！停车！哎，停车！停车！从哪儿拉来的？不知道。你拉来的，你不知道？领导让拉的。启功要问起来该怎么办呢？就说不知道，实在不行就往我这推。我明白了，那我先去了。告诉工人们加快速度，今天的葡萄得赶紧入罐，否则。进来吧。葡萄从哪儿来的？重要吗？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坐吧。你应该把格局打开，只要它是酿酒葡萄，能够酿葡萄酒，从哪里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客户指定要咱们酒庄的葡萄酿的酒，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客户的要求。齐路，你相信我，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酒庄更快地打开局面，所以我的做法以及决定叫尊重市场。巴尔博士说过，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一流产品的引导，需要教育。我可没有时间去引导教育消费者，那是要花很多精力和很多金钱的。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欧洲，这里是中国，中国的消费者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我承认你说的都对，可我是一名酿酒师，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才是我的使命。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消费者一定能分辨出好东西。那我们就拭目以待。Allô? Comment allez-vous? Vous semblez perdre. Rédacteur occupé, je suis désolé. Et vous? Les raisins de Porto sont déjà mûrs. J'aime parler franchement. Dites-moi,
Le vin est le prêt. Presque. Pas encore. Je vous invite à Bordeaux d'après le propriétaire pour une autre fois. Faites-moi confiance. La Chine ne peut pas faire le vin. Ou votre rêve, c'est disparaître. Allez, vous êtes le chef dans le restaurant de votre mère. C'est du gaspillage du talent. Merci. Je vais réfléchir. Sérieusement. Mais Roudre. Quand même, donnez ma chance. D'accord. Mais il faut savoir qu'il y a toujours une place pour vous. Merci. Bonne chance.老魏，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那当时为什么没把农民的土地租赁下来啊？资金短缺的问题啊，你也知道，一厂盘子大，负担重。这样，资金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但村里的工作还需要你和厅里的支持啊。放心吧，一定支持。哎，有没有思路啊？据我所知啊，一厂现在有大量的库存酒，这些酒啊可都是20年以上老藤酿造的，品质特别好。你的意思是把库存的酒消化掉，解决一厂的资金缺口？对，这些酒我都看过，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工作，1个月之内销完，没问题。另外呢，我想借这次机会统一一下厂领导班子的思想，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咱们一厂啊改革才能成功啊！老魏啊，老魏啊，看来把你推荐来是对的呀！加油！加油！今天的议题很简单，厂里要把10多寸的葡萄园租赁下来，规范管理，同时带动农民增收。但是呢，我们的现金流又不够，怎么办？请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厂里还有什么资源或者渠道，可以合法合规并且高效的筹措资金？魏厂长，高效筹作是指多长时间？3天。3天？这不可能啊！3天这不可能啊！能销售的话，这么一大笔资金，我倒是有个办法。酒窖里有一部分橡木桶的陈酿，品质一流，价格不菲。只要销出去，别说是租赁土地的钱，就是买设备的钱也绰绰有余。大家的意见呢？行是行，可3天不太可能。我觉得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就立个军令状，这样，我个人领30桶的销售任务，其他同志啊，到谢总师这报名，就3天，1天都不能多。散会。这么大一批酒，是一厂几年来销售不出去，才积压下来的。他3天就能卖出，也许这小子有办法呀。小秦啊，人是你推荐来的，你可不能护短，小魏也不能乱来，不能违法，不能违规，这是组织原则。您放心吧，这就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好处。首先允许我先卖卖关子，您就等着瞧好吧。石伯伯，您找我？星星，来坐下。几天下来了，感觉怎么样？哎呀，这些天呢，我跟着东宝叔他们呀，学了剪枝、留芽、斩藤，辛苦是辛苦了一点，但是呢，每天看着自己照顾的那些葡萄啊，一天天的在变化，心里特别有成就感。好啊，你看
现在种植葡萄的技术你已经初步掌握了，非常好啊。就是离一个合格的庄主还差得很远。那接下来我应该再学什么？其实啊，醒醒，你作为一个庄主，不见得万事非要亲力亲为啊。但是呢，这个行业里面所有的门道，你必须要清楚。可是酿酒，我完全不懂，我这从哪儿开始学呀？我都替你准备好了，这是我做酿酒师20年记录的一些心得，这是笔记。没事的时候你拿回去看一看，对你会有帮助的。谢谢石伯伯。来了。妈。妈，你怎么来了？齐路，可以啊，胆子不小啊。收拾东西，跟我回上海。妈，够试试。不好意思，打扰了。您是齐路的妈妈吧？是。你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吕总，久仰了。啊，你好，邱总。抱歉，我儿子不能在你的酒庄工作了，这次我要把他带走。齐路，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你必须离开这儿。要是喜欢葡萄酒，咱们可以继续到法国学习深造，完成你的梦想啊！不是妈，你根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我是喜欢酿造葡萄酒，可是我想酿一款属于中国的优质葡萄酒。难道你要我一直努力为别人做嫁衣吗？怎么叫为别人做嫁衣了？儿子，你知道吗？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现在只算个新生儿。他们自己本身都在摸爬滚打，你觉得你在中国能学到好的技术？妈，我的梦想，我的付出，包括我的努力，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不想和你说了。这又是谁把我们家邱总给得罪了？咱家酒庄新请回来的那个酿酒师齐路，今天他妈来了。哎，您可违约也要把他带走。我们酒庄有酿酒师呀，非齐路不可吗？你们不是有合同的吗？哎，他妈是个啥人，还能把我们家邱总给拿捏了？他妈叫吕小英，华人侍酒师大师。哎呦，这侍酒师大师，在葡萄酒界有很高的地位，一直都是全世界顶级的酒庄和酒店邀约的合作对象。你说说，这样的人我得罪得起吗？怎么样，老谢？分配给你的销售任务如何了？来，喝茶。领导给每个部门下发的任务很艰巨呀，不过已经卖了2桶，我总算有点成绩了。大哥，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啊，对你啊有一些压力，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站出来，表明改革的姿态，依厂改制就会变成空谈啊。我明白。放心吧，领导，我打算今天跑一跑东路市面上所有的葡萄酒经销点儿。我要是连领导分配的任务都完成不了的话，那就没脸待在一厂了，不是？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不管是谁，
只要是他认真、努力、踏实，愿意放手去干的，最后没有完成任务没关系啊，后果我来扛，责任我来负。口感还不错。这酒啊，如果在橡木桶里再搁一段时间，感觉会更好。我也这么觉得。这就是那个齐路酿出来的，是吧？就是他酿造的。爸，我觉得咱们酒庄啊，什么？这个酿酒师啊，他不光要手艺好，最重要的是呢，他得有名气。那如果这两者不能兼顾的话，我先要那个名气高的。不对，你没听那个老话讲吗？酒好不怕巷子深。这酿酒师有没有名气，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手艺，他的手艺决定着酒的品质。所以说，品质才是最重要的。瑶瑶，不好意思啊，爸爸回来晚了，马上给你做饭啊。爸，赶紧洗我吃饭呢。爸，你还愣着干什么？爸，没事儿，以后我会小心的。快尝尝我的手艺。妈，医生，没有严重了，不是说已经稳定了，可以转病房了吗？大夫，求求你，救救我老公！患者家属，对不起，现在需要你们冷静下来，听我说。现在患者的大脑的血块已经严重的压迫了他的大脑神经。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做开颅手术。不是不能做手术吗？那之前不能做，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做手术风险依旧存在，如果不动手术的话，他可能坚持不到今天晚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做决定啊！行。爸，我知道齐路把你搬来是什么意思，没用。哎，这次呀。我必须带他走。行了，这孩子都大了，他自己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你真要把他弄到国外去，1年半的再见不着一面，你不担心呐？我怎么不担心呀？我现在答应他，让他回法国继续的学习深造，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了。我承认啊。我就是不想让他留在这里。妈，我知道这个地方你有心结，可你不能因为这个断送我的前程。啊？什么叫断送你的前程？爸，你看这小子他是来跟我解决问题的吗？他就这种态度，他就没把我这个妈放在眼里，他这是在逼我。是你在逼我，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你俩别吵了。什么叫你的人生？你妈是在用自己有经验的人生指导你，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别吵了。哎呦，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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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雪糕。好的，师傅，我过去了。哎。哎，东宝叔啊，爷爷。哎，东宝，石老，您真不去了？厂里需要有人在这照应着。东宝，你替大家过去看看，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好吧？行，您放心。哎，那我先走了。哎。李强，你爸怎么样了？还在里面抢救。哎呀，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老先生，您到底是哪不舒服呀？肚子，我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哎呀，那你疼吗？哎呦，疼！医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先生不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样子呀。哎呦！哎呦，齐洛，我的大孙子！哎，爷爷，大孙子，爷爷，爷爷快不行了！你别乱说话呀！哎呦，好，那我们就做个检查吧。那我去看看吧。哎呀，疼死我了！你说我爸爸怎么样了？好消息是，病人脑部的血块已经清除了，顺利的完成了手术。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那血块清除了之后，我爸爸是不是就可以醒了？不过还有个坏消息，因为病人的脑部受损比较严重，很可能陷入永久性昏迷，再也醒不过来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不是说手术成功了吗？为啥还是醒不过来嘛？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稍后我们会把病人送入 ICU， 如果这2天情况稳定的话，不会出现并发症，就会转到特后病房了。别跟着我去照顾你爷爷去。妈，爷爷的状况现在根本离不了人，需要人照顾。我觉得我留这儿挺好的。你看，我能一边发展自己事业，还能照顾他，你也能放心，是不是？齐洛，你觉得你妈傻呀？我没看出来你爷爷在装病啊。没当面揭穿他，是考虑他的情绪。还是那句话，离开这儿，没商量。还好吧？擦一擦。赔我红酒。你怎么又跟来了？你打碎了我的红酒。是你啊？嗯，是我。我叫齐路。我叫一星。一星？哎，我知道你，是不是你家酒庄出问题了？你父亲现在身体好一些了吗？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难过的时候发泄出来能好一点，不然你就哭出来。没关系，你想一个人静静，我现在就撤。你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有，我现在就很绝望。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就特别的绝望。你有没有过那种感受？当你在非常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你母亲咔的一下就把你的梦想按在地上，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给你。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
我不一样，我爸他特别支持我的梦想。我从小练琴，我想成为一名大提琴手，他让最好的老师来教我。他给我买最贵的大提琴，他努力经营酒庄，供我去伯克利读书。然后呢？然后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得到了爱乐乐团的 offer， 他也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在希腊得了金奖，再然后他就出了车祸。如果那天我没有让他去机场接我，他就不会出车祸，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吧，这事儿真不能怪你，他就是个意外。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嘛。对不起啊，把你吓到了。我欠你的酒，你有时间的话到新兴酒庄，我拿我爸得奖的希腊还给你。小英，红梅，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哦，你还不知道吧？一星他爸爸出车祸了。哦，那你辛苦了啊，小英。难道没事儿？都过去了，这么多年。小英，当年的事，你还没放下吗？换了你，你能放下吗？当年，如果不是欧阳斌，齐北山能死吗？小英，老欧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爷爷，吃得开心吗？你妈不在这儿，我吃的当然开心。喂，你妈松口了吗？爷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脾气，这回啊，是想不回去都难喽。哎呀，你说你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多理解吧，啊！哎，爷爷，我刚在楼下碰见一个人。碰见谁了？星星酒庄的易星。对，他还跟我说医生下结论了，说他爸再也醒不过来了。你再倒补2句。
什么酒庄？星星酒庄的一星。可惜了，可惜了。爷爷，您认识他爸？认识。他爸爸是个最有理想的人。当初啊，欧阳斌、邱国栋和你爸，他们三个好的像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加油干！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没错，采石场建起来了，心里就激动得很。加油吧，兄弟们！让我们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等这片地开出来，我们就可以试种新品种了。是啊，咱们园子里的葡萄终于可以酿酒了。说真的，这几年咱们又是整地又是种葡萄，真是花钱如流水。要是没有这片采石场撑着呀，真是没办法跟乡亲们交代了。是啊，哎，不过我有个想法啊，等我们新酒酿出来了，我想把这个采石场关了，建酒庄。这个采石场虽然说是赚钱，但是毕竟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你这个意见呀，我特别同意。等咱们赚了钱，给石头村修条新路，到时候皆大欢喜。哎，聊这么长时间，北山干嘛去了？怎么不来吃饭啊？北山你还不知道吗？工作认真，晚上有2车砂石要运走，这山脚下的爆破点还没埋好呢，他哪有心思吃饭呀？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去叫他去。行。北山，北山，北山！大妹子，北山兄弟的事儿是个意外，我这个当哥的心里也很难受。这点钱是大家伙凑的，是个心意。你们走，我不想看见你们。我明天就带着孩子去上海，我恨你们一辈子。你爸爸就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从此呢，你妈妈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心结，无法释怀。谁呀？妈，您哭了？爷爷安顿好了。啊，那个，我爸的事，爷爷和我说了。妈。我爸的事是和欧阳叔叔有关系，但您看，欧阳叔叔他都那样了，我们能不能？不能。我可以不再记恨他们，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是小米他们。
哎，叔叔好。你好，你好，来，快进来，进来，进来。请，小米。这孩子非得为了找秦瑶玩。秦瑶，我待会儿和我爸去游乐园玩，你去不去？哎，你们这是准备要出去旅游吗？什么旅游啊？我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出国待几天，这不刚瑶瑶一直在帮我收拾行李吗？你准备去多久啊？那你走了以后，瑶瑶怎么办？我就去1周，瑶瑶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行，她也习惯了。那怎么行？瑶瑶还是个孩子，你把她一个人在家，你安心啊？要不这样吧，让瑶瑶去我家住2天。一呢，她跟张小米2个人有个伴儿；二来你也安心。哎，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叔叔，我觉得秦瑶到我们家住，这多好呀，挺好的呀。没事儿，张叔叔，我在家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秦阳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麻烦的啊。平时我也是要照顾张小米上下学的，1只羊我是放，2只羊我也是放。关键的问题是，咱们大人受点委屈没关系，但不能委屈了孩子。那就麻烦你们了。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们一家吃饭。行。那个瑶瑶，你跟小米2个人去收拾一下你这2天的换洗衣服，跟叔叔回家。好。老邱啊，我真的是没办法，人手不够，对不住你了。你说怎么办？这附近大大小小的酒庄我全跑遍了。要不跟秦副组长？别说了，秦副组长我找过了，带队准备去欧洲呢。哎呀，那就真没辙了，真没辙了，对不起你。行，那我自己想辙去。我先走了。哎，邱伯伯再见。慢点啊！为什么不帮邱伯伯？我说了，酒庄忙啊，抽不开人。我觉得您是不愿意。您明明就认识那个1厂的新厂长，跟谢勇师傅他们又是一拨人，非要让那个邱伯伯去找秦副组长。你这孩子，我跟你说，有些忙能帮，有些忙他不能帮。我不觉得，如果有一天一涵姐让我帮忙，我一定会帮她的。那邱一涵他得领你的情啊，啊，就说老邱这个事儿，这个炸季我过去了，下个炸季怎么办？下个炸季怎么办？咱们自己有酒庄，咱们自己也得生产啊。真要公开竞聘？老哥，要想脱胎换骨，那就得刮骨疗伤。这3天呀，我不光是在卖酒，我还研究了咱们的领导班子和整个中层的人员档案。准确的说呀，来1厂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研究了。人浮于事，这是事实，可我就怕引起动荡。人浮于事只是表面，咱们是企业呀，专业技术人才就是咱们的保障。这外行领导内行，那不是瞎指挥吗？我是实在给你找不着合适的人了。我喜欢的，你又看不上，嫌人家没名气。那你想找名气的，我又给你找不着，你说这怎么办呀？要不这么着，你找老秦，让他给你想想办法。那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就去秦副组长家里。今儿晚上你别找他，他这个出国访问去了。你要找他，也得等他回来以后，知道吧？哦，好，知道了。臭小子，你妈妈早就看出来了，也不告诉我，害得我在医院住了2个晚上。爷爷，我看你演的不挺高兴的，再演会儿呗。爷爷，爷爷你喝茶。还有正好，也可以做个全身检查，不是坏事。检查什么？我又没病，我要出院。哎，爷爷，别拦着我！爷爷，哎，老爷子，老爷子，您不能出院啊，不能出院，听见没？您不能出院，快逃！医生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演成真的了吧，爷爷？检测报告啊出来了，之前的晕倒是因为老先生患了急性糖尿病。你说什么？急性糖尿病？我爷爷？对。严重吗？对于老人家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还好啊，咱们这次发现的比较及时，现在住院还能得到控制。
欧阳现在怎么样了？医生说可以转到特护病房，只是还是原来的说法。老板他估计是醒不来了。只是可怜了一星那个孩子。东波，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唉，妈，您真的要走了？路上注意安全。上海那边事情太多了，我必须要赶回去。爷爷这边也需要人照顾，你先暂时留下来吧。您放心，有我在，一定照顾好爷爷。齐路，收起你的小心思啊！你想在银川酿葡萄酒这件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哎，妈，那个爷爷都把我爸的事告诉我了，这事儿吧，真怨不得别人，您怎么就放不下？对，我就是放不下，所以你就死了心吧。齐路，如果你坚持要留在这里，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知道。我在上海等你，我说到做到。妈，你听我说。是这样的，一涵姐，多亏你上次帮我们周转资金，石老说这几天能回一批款，你放心，我会尽快还给你。不急，你慢慢来。谢谢姐。Monsieur Qing, en fait, nous savons pas où se trouve Ningxia, ni ce qu'est le Ningxia.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 mais il n'y a rien d'entendre plus discuter. 主席的意思是说 There, Mr. Chairman, could we talk in English? Why? Because I believe this will help me understand you better and help me to express my true intentions. It's because you don't trust your translator? No, I trust and I respect her. But I think language is dynamic. A bit like a wine has a vitality. Translation work is like putting awakened wine back into a bottle. The wine is still the original wine, but the taste has changed. You know, I like this metaphor. Sure, we can talk in English. Thank you very much. I have one small request that I hope you can consider. I'd like to suggest we talk at your vineyard. Why? I guess your vineyard must be gorgeous and make you very proud. You know, I'm not sure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it truth or not, but I like it. I like it. 师傅，您真的打算让齐路回来？那你觉得我是开玩笑呀？不是，就是觉得，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宁夏还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些年，他们的葡萄酒产业发展得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让齐路留下来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呀。不错在哪儿啊？难道它还能好过国外那些老牌的、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吗？哎呀，你这话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呀。是像您说的，宁夏的葡萄酒可能没那些老牌产区历史悠久，但是这些年他们在国际葡萄酒品鉴会上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齐路想留在那儿，并不是脑袋一热的想法。苏莎，我们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只是一个新生儿。哎呀，行了，这事儿不争了，我决定了。齐路。喂，齐路。喂，妈。爷爷怎么样了？早上测血糖还6点多，结果趁着我去打水又偷吃蛋糕。刚才护士测完都20.6了，稍微不看着他就背着我和医生吃甜食。这老人啊，有时候老了就像个孩子一样，你多哄哄他。医生怎么说呀？
还是要他管住嘴，绝对不能再吃甜的了。照顾好你爷爷。我给你卡上转了5万块钱，回头不够的时候你再跟我说。不用了，妈，我有钱。那你就给你爷爷。好。齐路，我这次没有强行的把你带回来，是因为顾及你爷爷的情绪和身体。你不要以为我说话是开玩笑的。等你爷爷出院以后啊，你就赶紧离开那里，回到上海。妈，我感觉我其实还没商量，你也别想在那儿故意拖延时间。我告诉你啊，等你爷爷出院以后，我要打电话知道了，你还不回来，后果自负。这次欧洲考察非常重要啊，陈副厅长亲自带队，还特地委派贺明同志提前去打了前站，这说明啊，自治区党委政府极为重视啊。李主任，来进来。你请听我。哎，好。厂长，李主任，有事吗？我，哎呦，您自己看吧。这什么呀？这怎么这么多病假呀？是啊，都是厂里的劳苦干。星星，哎，石伯伯，罐子的情况怎么样？我都已经打过循环了。啊，打了几次啊？按您说的，每天2次。时间呢？每次15分钟。罐的温度多少？啊，16.7、16.8、16.6、16.2，我在那都调好了。好，太好了。真香。星星，哎，你在医院里面都熬了一夜了，抓紧时间赶紧睡会儿。我没事儿，我坚持得住。一定要注意身体。李主任，哎，待会儿一定不要着急啊。好，哎，厂长，就是这家。这家？对。走。哎，你看吧。哎，行，别乱动了，别。别去。你们好。哎呦，魏厂长，听说您病了，我代表厂里啊来看您。你们几个不是请了病假了吗？哎呦，李主任，您这一说，我这肚子又开始疼了。哎呦，我这头疼啊！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李主任，这生病不由人呐，这医生都说了，让我们放松放松。您这一来，我们这一紧张，哎呦，我这又犯病。哎呦，我说，好了，李主任，各位师傅们，让我说2句呗。这疼着呢，没工夫听你唱高调。你们可是我们医厂的技术骨干啊！你别给我们戴高帽子，我们啊不吃你那一套。信不过你。老师傅，您信不过我，能说出什么原因吗？我们进厂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抗击霜冻、修水渠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老先生，您92年进厂，先是跟李如老先生学习葡萄种植，后来又跟赵俊老先生学习酿酒。抗击霜冻那回，您为了护着那200亩老藤，熬了2天3夜，最后身体不适昏倒在葡萄园里，被送进了厂医院进行抢救。您说我说的对吗？你认识我？当然认识，您是医车间的张明老师傅。您是冯斌师傅吧？修引水渠的时候，您吃住在工地上，1个月没换衣服、没洗澡，最后回家的时候啊，连你家孩子都没认出来，是不是？我知道，大家对厂里新出台的考核制度啊有意见。刚才在李守德师傅家，有人说我呀是打感情牌，说我说的话是含鱼炮弹。那我现在就跟大伙说点实实在在的吧。大家都知道，2厂困难，现在只能勉强支撑。大伙都说是因为那场霜冻，可真是这样吗？
一个拥有2万人、资产几10亿的大型国企，扛不住一次霜冻吗？为什么？我刚下飞机，你先别着急，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一会儿啊，先上你家去见瑶瑶，这段时间麻烦你了啊，我真得好好请你吃顿饭。哎，再见。哎，齐路，你这是去哪儿啊？齐大公子，你是不是疯了？我在机场等你2小时，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你跟我妈说，我不回上海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多少年的老葡萄酒人了，应该知道，葡萄酒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如果还走老路子，用老办法论资排辈儿，那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改制以后啊，只要好好干，你们的收入啊只会高不会低。这老话说了，这锅里满了，这碗里自然就有了。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既然魏厂长说了这么多，那我也给您掏心掏肺的说一下。您说，我来一厂啊，也有个15、16年了，这送走了5、6位厂长了。像您这个提着果篮子到我们职工家的，您呢是第一个。这一厂啊有5、6万个工人，能记住我们1线工人名字的，您呢还是第一个，头一个。冲这个，我服您。我们呀，现在就准备下车间。对，我们一起下车间。谢谢，谢谢大家。马尔贝克。对，刚刚培育成功。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忍不住想要看他赶紧长大的样子。啊，雪松、丁香、甘草、烟熏的味道，可可、牛奶、巧克力、咖啡、摩卡咖啡、皮革、黑胡椒，还有青草的味道，太迷人了。你说的没错，是个痴人。王教授，王教授，您绝对是我们贺兰山的功臣。可不能这么说，这批优质种苗可是秦副组长亲自引进来的。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下一步啊，我们打算把它移栽到1厂的育苗大棚里，批量培育。他要去1厂啊？可我不想回1厂。为什么？太大。厂子大有什么不好呢？一点也不好。你看，我要汇报，要申请，还要开会，我还要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我呢，更习惯精品小酒庄的工作模式，简单、直接。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自己有没有想去的酒庄？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当然了，你可以直接回爱德堡，反正他们也说过，随时欢迎你回去。新鲜酒庄。如果我没记错，你们2家算世交吧？以前算吧，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怎么，你们2家还有渊源？说来话长。齐路的父亲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事故发生的地点啊，大约就在今天星星酒庄的葡萄园里。从那以后呢，我们2家就没有再来往了。我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带我去了上海，不愿意让我回来，说这里是她的伤心地，有心结什么的。听你这么说，那你现在去星星酒庄合适吗？总要有人面对吧。没准我处理好了我们这一代，那上一代的心结就解开了，不是？
糖葡萄呢？嗯，感觉怎么样？酸度还有点高，应该再过1个礼拜就差不多了。内行啊，懂酒，懂点儿。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齐禄。齐禄，法国回来的。我知道，我听一厂的谢勇说过，爱德堡那边的事情也知道一些。其实这个酒啊，就和人一样，酸度过高的话，酒酿出来苦，它的细腻感和优雅感就会差很多。如果甜度过高的话呢，酒的厚度就会差一些。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度，对吧？这些谢师傅也跟我说过。啊，我的意思是，就像这个葡萄啊，它的酸甜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但是采摘葡萄是由酿酒师来决定的。其实酿酒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选择，就像年轻人的成长一样，有道理吗？您也是酿酒师？是，我姓石。您就是石老？幸会。幸会。谁呀？哦，这是法国回来的酿酒师齐禄，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葡萄酒经销商安南。你好。哎，你好。这么热情啊！你不会真的要加入我们酒庄吧？有什么问题吗？我跟石老已经商量过，他呢，同意了。石老同意了。我们酒庄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是啊，有什么好处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我就是挺想加入你们的。我算是听明白了，大哥你是这个呀？明知道火坑还往里跳，是不是很贵？火坑不火坑的我真不知道啊。但我的的确确是被欧阳叔叔的匠人精神所打动了。一个能把10几年时光都倾注在酿造一支酒上的人所建立的酒庄，肯定不会差。而你为了保护这个酒庄放弃了什么，我也是有所耳闻的。都是执着的人，我也是。所以，我来了。好吧，执着的人，那我以星星酒庄庄主的身份欢迎你，希望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我坚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顺利。有事啊，厂长，进来。老张，还是你说。坐吧。有事就说呗。厂长，我们竞聘的这个事儿还有缓吗？这个事儿，厂党委会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厂长，再给我们3天，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哎呀，这个估计难了。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呀，我估摸着明后2天就该批下来了。魏厂长，我们都是厂子的元老了。对呀，我们都是老员工了。你总得手下留点情吧？这样，再给你们3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一定能完成任务。一定。那这样，我不打保票啊，我打个电话试试，看能不能把报告给撤回来，好吧？好。喂，刘秘书，我是一厂魏学成啊，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报告交上去了吗？什么刘秘书啊？老魏你在搞什么鬼？什么？主任出差？我跟你说啊，都是一个班子的同事，吓唬吓唬得了。啊，那太好了。是这样，刘秘书，那我们那个报告啊就不用交了。对，我们商量了一下，
毕竟好多呀都是厂里的老员工了，这点面子我魏学成还是要给的吧？对，谢谢刘秘书啊，再见。这老魏，厂长，还有活儿。好了，哎，任务保证完成，必须完成。去吧，走，快。魏学成上任后，对一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一厂在魏学成的带领下，正如初升的朝阳一般，开始散发出璀璨的光芒。石伯伯，石伯伯，我来了。哎呀，石伯伯，对不起，我来晚了。没事儿，醒醒。你看，阳光透过葡萄架，照射到地面上，又通过地面反射到了葡萄藤上。这个时候啊，就像是日月交替、阴阳轮转一样。这是最美妙的时候。糖分在慢慢的上升，酸度在缓缓的下降。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葡萄，花香和果香交织在一起，放在橡木桶里面，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作用，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父亲的梦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我的梦会被一些事情打碎。什么意思啊，石伯伯？发生什么事儿了？本来我一直不想说，但是可能现在不得不说了。我们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你自己看看吧。银行让我们1个月后还款。500万。对，这个钱是当时我跟你父亲商量好，向银行贷的款。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如果3年之内我们顺利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钱偿还出来的。但是第1年，我们的葡萄皮儿薄，被马蜂给蛰了；第2年又遇上霜冻，颗粒无收；第3年是勉强还了一部分，又赶上你父亲突然出了意外，所以这个偿还一直没有兑现完。爸，银行信贷部的李军打电话跟我说，一心家的酒庄贷款逾期了，而且银行已经发了律师函，准备要起诉了。早料到了，这欧阳一倒下，所有的这些麻烦事儿都会压到星星身上。我这银行贷款的事儿要是不解决，酒庄就完蛋了。爸，你也不希望欧阳叔叔的酒庄就这么倒闭了吧？所以你得赶紧去找一心谈一谈。谈什么？谈酒庄啊。你还不想放弃？爸，不是我不想放弃，是一心他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一行，他太单纯了。那酒庄给了我们，总比这样被银行拿去，或者给了别人强吧？玉涵，听老爸的话，万事过犹不及。喂，秦副组长吗？哎，我是，请问您是？我是星星酒庄的老石啊。哦，是石老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你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想当面感谢你一下，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星星酒庄啊，最近的确遇见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想跟你当面说一下，
问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现在酒庄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银行的500万贷款，当时约定好是3年偿还。秦副组长，这3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啊。但是天灾人祸，我知道，这个我可以去找银行去协商一下，能不能把还款的期限延长一下？银行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一直在努力的沟通。我们酒庄里面剩余的这些酒啊，我也盘了一下，按照市场的价值呢，大概是200多万。但是你要是超过这个期限吧，人家不答应，律师函都发过来了，银行那边有银行的规矩。我心里是这么想，我们这个酒庄已经存在24年了。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美国的企业呢，平均寿命是8年多，日本的企业呢，平均寿命12年多。我们这24年怎么走过来的？秦副组长，你最清楚。如果现在我们垮下了，太可惜呀。这件事你就放心吧，交给我。赵行长，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呢，需要按照程序来办，我也只是希望啊，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里里外外的都靠一个丫头顶着，看上去挺让人难受的。哎，不，这绝对啊不是听你的意思，完完全全是我个人拜托您。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我就希望啊，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宽限一些日子，把律师函先撤回来。好，那我等您电话。哎，好，谢谢，再见，张行长，再见。爸，你的袜子怎么又乱塞呀？哎呦，对不起。瑶瑶，爸爸太忙了，也没时间收拾。你别动，爸爸空了之后呢，爸爸自己收拾。你歇着，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你歇着，我来做。这段时间我跟张叔叔学了可乐鸡翅，我做给你吃，等着。那我今天是享福了。我昨天和张行长联系过了，他刚刚给我回了电话。目前来说，银行那边态度还是挺坚决的，他们没有办法帮咱们撤回律师函，想要解决问题，还得完成还款。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不是不能谈，毕竟银行得向储户做交代。如果说啊，咱们这边能完成60%的还款，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和张行长去沟通沟通。秦副组长，这件事情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前后你已经跑了几趟，那这样吧，我把库房里面那点希拉拿出来，让销售部门想办法赶紧给卖了。不管怎么说，还值些钱。可是希拉的认知度不够高，能行吗？但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如果真的能卖掉，把这钱回来，能够兑现你说的那个60%，那星星酒庄不是还有希望吗？现在是我们酒庄最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具体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把酒庄的酒都销售出去，回笼资金，完成银行的还款。肖庄主，您也看到了，不是大家不努力啊，只是现在这个市场就这么一个状况，这销售没那么容易完成啊。现在呢是非常时期，大家自然应该多辛苦一些。在座的都是咱们这酒庄的老人了，总不至于坐视不管吧？魏经理，你说呢？哎，石老，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销售部呢，在努力，再加把劲儿。只是这任务这么紧，那提成……这个魏军，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老好处他？正是因为现在到了困难的时候，才更加需要我们的销售发挥作用。我觉得石伯伯说的对，魏军这个人虽然贪钱，但我们销售这一块少不了他的团队。再说了，能者多劳，他提的要求也算是合理。
但从今往后，我们销售这一块不能只指望他的团队了，还得找别的办法。所以我打算呢，这2天跟着安南去跑一跑市场，毕竟多个人多条路，多一份希望嘛。好，我刚从银行回来，现在酒庄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面，扶上马再送一场。您看，一般修复土地需要1到2年的时间，每亩的成本大概2万元左右。接下来还要引进苗木，种植防护林，3年以后挂果，7年以后的葡萄才能够酿出好酒。这样一来的话，平均每个酒庄至少需要10年的纯投入期。小青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建议咱们分头行动，把整个贺兰山沿线的酒庄做一次摸底调查，搞清底数，以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我们不能让任何一家有发展潜力、老老实实做事的酒庄，因为贷款的问题倒在起跑线上。太好了，我要抓紧时间拟定一份调研报告。这次调研我要亲自参与。巨额贷款的事情，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一心面前。这沉甸甸的压力，让他不知如何是好。一心和石明山想尽各种办法，也看不到一点希望。他的内心越发的焦虑起来。秦副组长，哎，齐洛，见过一星了？见了，状态还行。那就好。现在老庄主还在医院躺着呢，一星呢也没什么经验，每天一睁眼就是钱。我们父辈都是有渊源的，我父亲、欧阳叔叔、邱叔叔，他们3个不都是亲如兄弟的吗？那这个酒庄不仅仅有欧阳叔叔的梦想，还有我父亲的期望啊，所以我的确想帮他。就目前来看，不太好办。你打算怎么帮？找我妈。你为了留下来啊，都已经跟你妈闹翻了，能行吗？能不能行？那试试呗，毕竟虎毒不食子。有那么急吗？就是这么急。时间不能拖久了，时间太长我怕有变数。你确定吗？我很确定。你给我个理由。爸，我们跟欧阳叔叔家是世交吧？嗯。那给了我们，总比被银行拿去让法院拍卖了强吧？那我们毕竟是自家人啊！我跟你保证，我肯定会打理好欧阳叔叔的酒庄的，你相信我。你跟人家谈价钱的时候，让着点人。我知道了。但是爸，说实话啊，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啊。虽然我不应该这样评价欧阳叔叔啊，但是你想想，那欧阳叔叔的酒庄，他为什么走到今天？那还不是因为他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里面吗？什么梦想啊、情节呀，那些都是虚的，只有生意才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要尊重市场，控制成本，你说对吧？哎，行，你该怎么做生意怎么做生意，我不管了，这行吧？但有一条件，年底分红的时候，从我的钱里拿出50万补偿给星星。你要拿出去多少？爸，你这不是又是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你答应也得答应，你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我的条件。答应，您高兴就成。爸，有事吗？哦，没啥事儿，我就是问你还好吗？齐路在你旁边吧？在，要么你跟他说。人家翅膀硬了，长本事了啊！你告诉他，信用卡我给他停了。他眼里既然没我这个妈，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别，妈，我错了，我给您道歉，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妈，爷爷带我去我爸的坟前看过了，我们呢，除了草，添了新土。我还在他坟前发过誓了，我说我要用他守护的这片园子里的葡萄
酿出世界上最好的酒，我也给您带到上海，让您尝尝这瓶。妈，哎，行了，没听出来吗？你妈正在气头上呢。我了解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缓2天就好了啊。哎，这爷爷今年刚摘的苹果，吃一个。星星，别再往银行跑了，你都去了那么多趟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不行吗？酒庄这么多事情，我不会放弃的。今天我没有见到，那我就明天去，大不了我天天去，我一定能够见到银行领导的。你见了银行领导能怎么样？银行是让咱们还钱呀。但凡他给我松一点口，我就能够抓住机会。我知道，现在我这么一次一次的跑，几乎看不到效果，但起码在每次跑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能够燃起一些希望。石伯伯，在我爸出事之前，这个酒庄还在我们手里。那如果万一有一天我爸他醒了，这个酒庄没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呀？老邱啊，刚才星星跟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吧？嗯，都听见了。我今天来呀，我就是为这俩孩子。闺女呢是3番5次的跟我说，你说我不跑一趟，好像是我不近人情。再有呢就是星星，我是真心疼这孩子。这孩子从小咱们看着长大的呀，是那练琴练得多苦啊，好不容易看着点希望，谁想到这老欧又倒下了。我是想着呢，把这酒庄收了，这酒庄在我手里，给他们的分红只多不少，也能让他们娘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老邱啊，你这个想法糊涂啊！怎么呢？老欧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把这个酒庄立起来，那是他的心血。老欧现在出事躺在医院里边，那孩子现在如果把这酒庄给卖了，老欧醒过来他怎么交代？孩子虽然是不懂葡萄酒，但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必须得把这个酒庄给撑住才行。那不是还有我吗？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再苦再难，我也得帮着孩子一起把这个酒庄给重新打理起来。我还是真没想到这一层。这星星啊，肯干，有点像当年老欧那劲头。是啊，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我实在是舍不得看着她再受罪。行了，你这话也说明白了，我也听明白了。哎，那咱就这么着，好吧？这样，这里有点钱，你帮我给星星我的一点心意。哎，老邱，这不行，你想多了，你就拿着，老邱，好吧？你听我说，这样，我一定把你这个好意转告给星星。酒庄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真的是运转不下去了，我自然会给你开口。你那边酒庄里边也得做生意，也需要资金周转。你这样，你先把这个钱收了，回去啊，你跟一涵说一声，这个事得让行吧？这你放心，我回家就跟他说，打消他这念头。你就带着星星，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咱就这么说好吗？好，好。老板，外面来了一位外国客人，我看着挺像莱诺先生。Mr. Lin？ 我看苏经理挺谨慎的，亲自去服务了。好，你去忙吧。I recommend you can choose a new one, carbonate, or the Bordeaux is great. Mr. Leno? Yes. Nice to meet you. I am Li Xiaoying. This is my restaurant. Do you like it? Yes, it's quite good. Thank you. And this is gift. 这是你给我出的题目吧？ No, this is gift to you. Enjoy it. 谢谢。
Hard body？这可是 MT 先生的手笔，这种酒我只喝过一次，但是印象深刻。这种酒它很难把握，氧化不够就会很酸很涩，氧化过了呢就会没有什么味道，必须掌握的恰到好处，才能释放出迷人的香气。啊，你是在我们这个餐厅第一个品尝出这款酒的人。谢谢谢谢。小米，妈妈给你热了杯。什么意思呀？来，给妈妈看看。给我。写什么嘛，还这样？你这写的什么呀？可我写的是事实啊。重写。哎，干嘛去？出去！哎，你等等，老爷子他想让我劝劝你。劝我什么？劝一劝一心酒庄就归我们了吗？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我能指望上谁？老爸他当时张不开嘴。张伯饶，有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没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成事儿。这咋了？这吃枪药了？这是？爸！爸！哎，我妈把我作业死了。这你妈干的？嗯。下车。张伯饶，你到底想干嘛？不是我要干嘛，是我想问问你想干嘛。我知道你因为新兴酒庄的事情，你心里憋着火呢。但就咱两家那个关系，咱爸当时真的张不开嘴呀。你有什么火，你冲我来。你为什么要把邪火发在孩子身上？我跟孩子发邪火。张伯饶，既然你们都帮不上我，那就给我让开，别烦我。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不思进取是吧？我今天回家本来就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升我做葡萄酒网站的主编。但是你给我机会说了吗？我一回家你就在发火呀。还有孩子，你为什么要把张小米的作业本给撕了？你作为一个妈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张伯饶，你回家好好看看你的女儿，都是怎么写的她的妈妈。让开！师傅，我觉得这个莱诺先生不像是来单纯吃饭的。他当然不是来吃饭的。最近咱们这个圈都在传，这个叫莱诺的，现在是波尔多名庄酒的中国区总代理。我在想，他会不会是来考察咱们餐厅的？考察咱们？啊？那他是想跟咱们合作？当然有可能啊。我的妈妈是别人嘴里很厉害的酒庄庄主，可是她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她经常不回家，就算是回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到家后会冲着我发脾气。我以为所有的妈妈都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只有我的妈妈是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人。全都不理解我，都不让我省心，也不知道我累死累活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这谁把你给惹了？你不是去找一星跟石老签合同去了吗？签个屁呀！
石明山死咬着100万不放，我拿什么钱？100万，这可比我们跟王总承诺的价格高出的不止2倍呀！何况咱们定金都收了。这样，你赶紧买点礼品，找王总赔礼道歉去。哎，不是，那定金还有中间。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中间呢？这生意都没了，王总不怪罪咱们，就算不错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寸呢？啊，早不给希拉定价，偏偏咱把订单拉来了才说，是不是故意的？是啊，哼，我算是看明白了，石明山也好，一星也好，这都防着咱们呢。别让我逮着机会，一旦有机会，我非出这口恶气不行。一星，如果你能信得过我，酒庄那边我可以入一些股份。你要买下星星酒庄吗？你误会了啊，姐怎么可能干得出来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呢？酒庄不是卖给我，更不是姐要霸占这个酒庄啊，我只是帮你渡过难关。这么跟你说吧，姐是要还欧阳叔叔一个人情，当年要不是他挺着我，姐的酒庄不可能那么快的站稳脚跟，所以欧阳叔叔必须还是这个酒庄的主人。只要他能醒过来，姐随时完璧归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傻丫头，咱们是一家人嘛。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你是欧阳斌的家属吗？嗯，我是。啊，这是昨天的清单啊，该缴费了。那个我一会儿去缴可以吗？没问题的。嗯，当然搞定了。一个小姑娘哪知道什么深浅？酒庄嘛，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能赚钱呢就留下，不能赚钱就卖了，一把套现。生意就是生意，永远不要谈感情。叶安姐，你都听见了？听见了。那些话都是跟外人说的，别当真。这个股份，我还是不出手了吧。一星，姐都是为了你。姐，魏经理，找我什么事儿？听说你对星星酒庄感兴趣啊？有什么话，请直说。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在星星酒庄干了10几年了，轻车熟路。本来呢不想挪地方，可是星星酒庄这条船就要沉了。所以，你想到我爱的宝酒庄来？没错。但是在我来之前呢，我先纳个投名状。什么意思呢？星星酒庄的销售数据全在我这儿，大客户呢也全在我这儿。我给你做个内应，加速星星酒庄的灭亡，怎么样？魏经理，你这样做可是卖主求荣。
爸爸，今天期中考试，祝我好运吧。好，爸爸，祝你考100分。不，我要200分。有志气。那考好了，爸爸奖励你。奖品是什么呢？奖品，爸爸送你一个大大的奖杯，金光闪闪的那种，怎么样？不好。那你想要什么？我要大提琴。大提琴？那不行，你现在呀还太小了，你背不动。不嘛不嘛，我就要。好，爸爸答应你。爸爸，星星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呀？让妈妈看一看。真棒！爸爸呀，累了一天了，咱们让他歇会儿，好不好？我爸爸说要给我买大提琴的。大提琴？爸，我的大提琴呢？大提琴过2天给你买，好不好？你骗我！星星，星星。老板，您好好看看，这可是纯手工大提琴。5万，我收了。不是，您再看看嘛，这当时买的时候我爸花了20万呢，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要不是急用钱，我不会卖的。最多8万，你要是愿意，你就留下。我现在就能给你拿钱。成交。一座10强，对不对？一座10强。欣欣，爸爸回来了。欣欣，来，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看看。大提琴。那这个呀，就送给欣欣啦。谢谢爸爸。还有这个。怎么都是9万？麻烦你给他找一个好主人。放心吧。不然啊，我一会儿要去一趟星星酒庄，咱们长话短说啊。我出差之前就跟你们主编沟通过，我想搞一个网站，专门宣传咱们产区。主编已经跟我聊过了，既然您提到这个，我就给您表个态，我乐意。那也太好了。我这次开会的时候，就跟李霍华教授还有国内一些同行们都交流过。大家普遍认为，说咱们国内的葡萄酒市场认知度还远远不够，而那些红酒的爱好者呢，又只认外国酒，这种现象啊非常突出。当然了，人家酒呢确实也好，咱们得认，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啊，人家对于消费者的教育所做的功课，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教育我们的消费者，比方说什么。老藤上结的葡萄好啊，什么一定要用橡木桶啊，还有什么喝酒的时候一招一式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标准，这就是影响力。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这个网站不仅是一个外宣的窗口，还是一个科普的网站，一个具有我们中国元素价值标准的输出窗口。对，就是这个意思。李经理，是这样的。我这儿呢，我正在筹钱，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可以延长借款期限，分期还款？如果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那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起诉通常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延期还款是可能的，但有一个前提。您说。我们需要一个担保人。还需要一份详尽的还款计划。好，我明白了，谢谢您啊，李经理。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了担保人，
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还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就可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了。是的，银行信贷部的李经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之前张行长没跟我提供过这个情况啊。哎，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了，不管怎么说，算是有转机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和张行长去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延期还款的具体情况。哎，也麻烦你们呀，把这个酒庄的具体的什么证明材料呀，给我准备一下。好。啊，那个还款计划就交给我吧，2天就给你们搞定。那一厂那边我也帮你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做担保。担保需要一份财务报表，这个是我来解决。那一厂要是能做担保，那太好了，我陪你一块儿去一趟一厂。好，谢谢你们的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秦副组长，延迟还款的事情，真的？没错，其实张行长啊一直在帮我们争取，只是没有时间告诉我。刚才疫情不是去银行了吗？顺道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你怎么想到让一厂做担保的？你之前跟他们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呀，其实也没有闹得很不愉快吧。我们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产生了一点分歧和误会。再说了，一厂它的公信力还是很大的。只不过能不能说服他们给我做担保，我没什么把握。试试看吧，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你轻点儿。我也想轻点啊，秦副组长，可你这车太高档了。你是拿话讽刺我是不是？我哪儿敢？再说了，您好歹也是个领导，应该换个像样点的车才对。不是这车有什么不好啊？你别小看它啊，别看它又小又旧的，它可是陪着我跑遍贺兰山东路的大功臣。哎，大家，厂长来了！厂长来了！大家挺热闹啊！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伙都看明白了吗？没有。这是要干什么呀？是这样啊，厂党委经过研究啊，决定对全体的种植工人呀进行一次比赛。这个园区啊，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我们一厂的宝贝疙瘩呀。这里面啊都是树龄超过20年以上的老藤。一会儿呢，大家去厂办呀抽签，谁抽到哪个园子呀，哪个园子就由谁负责。等到明年采摘季的时候啊，我们对产量啊进行统计，统计产量最精准的获胜。抽签，厂长，你得给个参考吧？参考嘛，亩产200公斤。200公斤。我不明白了。这为啥把产量加得这么低呀？大家想啊，我们种的是什么葡萄啊？我们种的是酿酒葡萄。要想酿出好的葡萄酒，那就必须严格控制产量，必须科学种植啊。哦，对。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去厂办，抽签吧。好。老魏啊，真有你的啊！你看那边刚刚改造完领导班子，你这边就开始纠正起工人的生产理念了。秦大副处长啊，你给我的那可是火焰山呀，这芭蕉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任重道远呀。老秦，你这是把人才给我送回来了是吧？好好好，欢迎欢迎。不是的，魏厂长，我和秦副组长过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不是回来呀？老魏啊，的确有件事情想麻烦你。办公室聊，走。这次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这个给你。这是什么？这是星星酒庄的大秘密，只有老庄主和我知道。如果说这回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就可以专心回去酿你的葡萄酒了。
我相信一定会的。但是你别忘了啊，你为了帮兴宁酒庄，可答应了魏厂长，帮他们酿制2款新葡萄酒。接下来的日子你得连轴转了。没事儿，不管我在哪个酒庄里酿酒，都在贺兰山，都是一家人。觉悟够高的呀！啊，这个事情能不能不和一兴说？为什么不说啊？你牺牲这么大，如果说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可是大功臣呢。因为我希望他们用我，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酿酒师，而不是念这份情。我没看错你可以啊，银川第一酿酒厂担保书。不是我啊，魏厂长给秦副组长面子，秦副组长的功劳。也是，秦副组长说话比我们都好使。这下好了，就剩下文件、还款计划，还有首批还款的问题。首批还款。哎，老魏，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老秦，老魏，哎，老秦，你别太过分了，好吧？你说你杀个回马枪吧，我当你是来感谢我的，你居然让我给宁夏其他的酒庄都做担保，哎，你知道那是多少家吗？你是嫌银川第一酿酒厂过得太好了，是不是？老魏，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呢？行，我冷静，我听你说，好吧？说呀。我问你啊，为什么短短10几年的时间，你们一厂就能积压1000多桶葡萄酒？很简单呀，内部机制不健全，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的调动起来。你只知其一。我还听说啊，你为了改变你们厂领导班子一而不决的风气，你差点给人乌纱帽摘了，有这回事吧？有啊，每人领取任务，限期完成，效果怎么样？效果是相当好啊，任务都完成了，积压的葡萄酒也都卖出去了。现在我的账上啊，躺着2000万呢。你还挺满意的。那我问你，你能保证今年不会再积压了？如果再出现积压的问题，你觉得你这招还管用吗？那你的意思，根本原因不在内部，在外部了？你说的太对了。那咱们打个比方啊，我们就从贺兰山出发，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往前走出200里地去，去问问有谁知道第一酿酒厂。如果说我们走得再远一点，你别说你们一厂了，都没人知道我们这儿产葡萄酒。你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考虑过。这宣传方面我也在引进人才呀，还加大了营销的投入。太慢了，老魏。无论你们一厂再大，实力再强，也只是你们一家企业。要抱团儿，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哎，你说的都有道理。那抱团这么多家，哪有这么容易呀？你是想通过产区来发声，对不对？所以说你是内行嘛。你想想，如果人们以后想到葡萄酒，除了国外的那些老牌酒庄，就能想到咱们产区。再如果我们产区能够被载入世界葡萄酒地图，你再想想，你们一厂每年生产1000多桶葡萄酒，那卖出去不跟玩儿似的？老秦啊，老秦，要不说你沾了毛比猴都精呢。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别，来，坐。那你说说你的想法，怎么个担保法？我想啊，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协会，然后在产业协会内部呢，我们弄一个担保基金，专门用于解决葡萄酒企业成长过程当中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石伯伯，兴兴，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什么呀？一只珍珠鸡就在那儿，真美，像做梦一样。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块地方
就是乱石滩，不毛之地，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可是现在完全都变了。要放在之前，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美的一个葡萄园出现在我眼前。石伯伯，您别发愁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会有办法的。您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酒庄的。孩子，挺对不住你的，让你承受这么多。这个钱是当时你爸和我一起向银行贷的款，现在却需要你来偿还。我都听说了，你把你的琴，还有你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有秦副组长，为了我们这个贷款的事情，替我们四处奔走。大家都在想办法。这是我的钱。您干嘛呀？我不要。哎呀，这是您的养老钱。星星，这片葡萄园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命，所以这个钱给你是救命钱，它不是养老钱。钱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的。再说了，父债子偿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的钱您收好，我不会要的。哎，这样吧，星星，这个钱算我借的。等到酒庄经营好了，有收益了，以后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啊，拿着。一星，他们怎么来了？哎呀，大家伙都来了。是啊，是啊叔婶儿，你们怎么都来了？一星，那酒庄里遇到点困难，俺们就想来帮个忙。是啊，一星，那以前我们有事的时候，老庄主没少帮衬我们。现在酒庄有困难，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理。俺家花说的对，尽一份微薄之力。拿着。谢谢东阳叔，拿着啊！谢谢二婶，拿着。谢谢东宝叔，谢谢。来，一点心意，请收下。谢谢。谢谢。你心意收下。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所以我认为这家酒庄啊，还是很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能够帮他度过眼下的危机，我相信未来的回报一定会很丰厚。李经理，去拿一下星星酒庄的资料。好嘞。齐副组长，稍等一下，我先了解点情况。好。喂，你好。喂，秋姐，自治区林业厅的秦副组长来了，和我们行长在一块儿呢。是为一星说情来的。是啊，行长让我现在去拿一星的资料。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政府出面，延期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能证明一星他没有还款能力，并且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危机，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如果是这样，那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好，我一会儿给你邮箱发份资料。好嘞。老，这么多年酒庄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咱们都挺过来了。希望这次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不通过，
为什么不通过？你们向银行隐瞒了潜在风险。潜在风险？不可能啊！我们的还款计划和证明材料都是真实的，我可以保证。这是风控部门调查出来的，你自己看吧。虽然借条上没有约定的还款利率，但我们调查过，这些债权人跟你父亲根本不认识，所以风控部门有理由怀疑这批借款是高利贷。高利贷？回去准备罂粟吧。高利贷，确凿吗？银行的信贷部门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证据，包括借条和证人证言。借条上有欧阳斌亲笔签名，还有笔迹鉴定报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难为人家银行了。我就是有点不甘心。市场竞争，适者生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酒庄进来，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个情况，欧阳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每天花费不菲。我打算联系一下产业协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到他们。好。这可是一把好琴啊！那是啊，爸爸希望你无论做任何事情，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爸爸这个酒庄能到今天这规模，就是2个字：坚持。你拉琴也一样。老欧，对不起，你别怪我，我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叶安姐，你说说你，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来找我呢？都结束了。别灰心，他们不是还没有起诉吗？再说了，就算他们起诉了，咱们应诉就是了。姐给你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叶安姐，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事情。你知道高利贷的事情是谁捅出去的吗？我不知道。你怀疑姐？没有，不知道。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跟我说实话。如果酒庄到了你手里，你能保护好它吗？一星，你说什么呢？咱们2家是世交，是一家人，那别人不知道，姐还不知道吗？欧阳叔叔用你的名字给酒庄起名，那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酒庄就是他的命根子，和他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放弃梦想，拼了命的保护酒庄，也是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你也把酒庄当成欧阳叔叔了。明天早上来酒庄，咱们把合同签了。
什么情况？你要卖掉酒庄？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官司是打不赢的。算了，都已经尽力了。叶寒姐怎么说也是自己人。邱一涵是什么人，我可知道。你不能给他。我已经决定了。对不起啊，本来想邀请你当酿酒师的，结果连自己的酒庄都保不住。走吧，带你去酒窖看看，你还没见过呢。顺便陪你的酒，跟我来吧。你不知道，小时候我多讨厌这个地方，又阴又冷又暗，还有酒精的味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怎么了？你在闻什么？波特酒啊？也是波特酒。有救了，一心，我告诉你，酒庄有救了。有救了！喂，叶涵姐，一心啊，你肯定想不到，我爸在酒庄里面存了波特酒整整10个橡木桶。你说什么？我说波特酒。今天早上我们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齐路说这是一种特别名贵的陈年波特，完全可以偿还我们的债务。啊，是啊，那好事儿啊，天大的好事儿，恭喜你呀！嗯。波特酒，波特酒。看看，快看看这个，波特酒啊！我知道这种酒。怎么，你想做？对，咱们呀来个陈年波特，我还得存着，存到一心出嫁那天，我再把它拿出来。不是我泼你冷水啊，这种酒咱们做不出来。为什么？第一，葡萄，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呢？有国产多瑞加、卡奥红、巴罗卡红，还有法国多瑞加和罗丽红，而这些品种啊，咱们一个也没有。没有，咱可以种呀。好，就算你引进了葡萄，种下去了，酿造技术呢？这种酒要求对发酵过程的精准掌握，怎么精准？温度控制，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啊。咱们现在的温度控制就是眼观手摸，可以说是处于石器时代。我相信你，明山，你可以的，你可是流苏的高材生啊！
青山，前2天说的那个波特酒，我想试试。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趁早放弃，真的，赶紧打消这个念头，不然你会害了你自己，害了酒庄。没错，陈年的波特酒。欧阳大哥成功了，成功了！这么些年，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碰这几桶酒。这是他自己做的普通葡萄酒，他想留着。我原以为他的实验没有成功，没想到真的成了。您这速度真够快的啊，秦副组长。石老在里面等着您呢，我们去吧。走，你看看。这个就是波特酒啊？对，这是极其珍贵的茶色波特酒，整整10桶，全部都是陈酿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我听说这种波特酒啊，算得上真品了，在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格。你是怎么发现的？哎呀，这些酒放在这很多年了，我自己都忘了。这小子一来，就靠他那只鼻子给闻出来了，厉害吧？凑巧，今天我跟艺兴逛酒窖的时候发现了。齐洛，你是我们酒庄的大福星。齐洛，必须留在这儿，这是你和星星酒庄的缘分啊！这小子不错啊，为了酒庄上上下下帮了不少忙，我挺看好他的。您过奖了，我没做什么。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你已经是我们酒庄的人了，好像还没有给你办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呢。哎，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是不是？秦副组长也在嘛。好啊。哎，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不是师傅，我跟你说，齐兔今天特高兴，他们发现了一款葡萄酒，星星酒庄的人还说要给他办入职仪式呢。是吗？啊，这么说，他还真要留在那儿了。这些天啊，我知道大家对于酒庄的情况都很担心、很着急，所以呢，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小庄主。现在酒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他就是发现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请大家先不要着急，让小庄主把话说完。怪我卖了一个关子，我想说的是，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波特酒是什么？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有了这10桶波特酒，我们的酒庄有救了。你听说过咱们酒庄有波特酒吗？不知道啊。你一个助理酿酒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齐心协力把这些波特酒都给卖出去，完成银行的还款，这样我们的酒庄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小庄主，怕是不行吧？之前咱这个希拉就因为咱们不肯降价钱，才导致没有卖出去。那这波特酒就能卖到咱们想要卖的价钱吗？哎，波特酒不能随便降价。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高，我想也是老庄主费尽了心血，才保存到今天的。如果波特酒随便降价的话，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的不尊重。石老，现在咱们都活不成了，你还要什么尊严呀？先填饱肚子再说吧。韦经理，之前希拉的事情呢，是我的疏忽，我没有及时的跟您沟通，让您得罪了客户。但是波特酒不一样，我同意石老说的。我们的酒是有品质保证的。如果一款好的酒配上一个低廉的价格，那就好比说，您见过标价100块钱的名表吗？这怎么能一样呢？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自降身价的话，那会影响到我们酒庄的市场定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酒庄今后的发展。当然了，我不懂销售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您在葡萄酒经商领域的地位能力，所以这10桶波特酒应该难不倒你们销售部吧？行吧
上次降价卖希拉，把客户都得罪光了。我们再想想办法，但是不敢打保票。他们怎么就突然找到波特酒了呢？我怎么知道啊？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这酒倒真是好东西，但咱们怎么卖啊？卖什么卖？这波特酒的市场标价谁不知道啊？卖出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明码标价的东西，确实不好从中间。中间？什么中间？就没有中间。而且这波特酒是有产区限制的，啊，到时候没有卖出去，反倒惹了一身骚啊。那怎么办呀？回去呢，告诉兄弟们，该出去跑出去跑，把样子呢给他做足了。这能不能卖出去，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前几天我还唉声叹气的，当时觉得已经到谷底了，真是想把酒庄卖了，一走了之。谢谢你的帮助，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说要加入酒庄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我还跟石老说呢，但凡不是个傻子，都不会往火坑里跳。他不光是跳了啊，为了能够留下来，跟他母亲都闹翻了。啊？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妈会理解我的。齐鲁，我告诉你，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一香，赶紧把聘书给人家。谢谢你，为了帮我们酒庄走出困境而努力。我以代理庄主的身份，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们。收到，庄主大人。齐路意外发现的波特酒，为陷入绝境的酒庄带来了一线生机。大家终于能从令人窒息的压力中暂时松一口气。都是口的眼泪。有话快说。爸，您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哦，是小英啊。你说你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呢？我关心你嘛，问问您最近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你是想齐路了吧？谁想他了？他那个白眼狼。你说你们两个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般见识。爸，那齐路最近怎么样啊？哦，齐路现在在星星酒庄都累瘦了。你要有时间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来，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认识吗？在厅里的办公室。是，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小科员。那天我去办事情，我想找陈副厅长，但是他正好去出差去了，我正好遇到你了，没办法，我就找你。结果呢，你还真把这个事情给揽下来了。不瞒您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啊！我们一圈同事啊就开始骂我，说你傻不傻？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事儿。我当时啊是看着您特别着急，我心里面有点不落忍，我才应下来的。结果啊，我人到2场，差一点大门都没进去。哎呦，后来我还是打着陈副厅长的旗号，才把这件事给办了。回去之后呢，我只老老实实的当着陈副厅长的面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但是你没想到啊，陈副厅长当着我的面就把检讨给撕了，他还批评我呢，说你替葡萄酒产业办事儿，写什么检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真正的对葡萄酒产业上心了。哎呀，你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啊，我把你给拖下水的。不能这么说，我得谢谢您，是您让我在琐碎的办公室事务当中找到了人生目标。你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遇到的干部要是都是像你这样，多好啊！哎，这些年我也是看着你从那个办公室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现在也是扛起了我们这个葡萄酒行业的一面大旗。不敢当啊，
石老啊，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以前我对您感觉您是那种严肃古板，但是今天这么一聊天，不是，这只是您的表面。您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靠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干部，靠的是您这样一门心思扑在酒庄事业上的前辈。你们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辛酸，承受了多少委屈，那都是常人不敢想象的。齐大酿酒师，庄主，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不会刚刚正式加入酒庄就反悔了吧？没有，我就是在犹豫要不要给我妈打个电话。你跟阿姨，你想问我和我妈为什么闹这么僵，是不是？怕你尴尬没敢问。没什么好尴尬的。庄主啊，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你爸。欧阳叔叔以前是不是特别支持你拉大提琴？你知道学艺术要花很多钱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我爸有多困难，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放弃大提琴的话，所以后来会有那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爸。所以欧阳叔叔出事以后，你才会为了保护他的梦想去放弃自己的理想。这相互的嘛，毕竟我们是一家人，那家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为了彼此做出让步和牺牲吗？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羡慕你和你爸呀。我老妈呢，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我，一次都没有。那你跟阿姨是母子，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去跟她说明白了，我相信她会理解的。秦副组长，银行给我们延期还贷的事情，还真得感谢你。石老，您太客气了，我先走了。哎，好，您留步。好。这小心情怎么样了？我不甘心。你看，听老爸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爸，我做错什么了？我需要回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家的酒庄好，您不帮我也就算了，我为什么要回头啊？你还是沉不住气。老话讲得好，每逢大事有静气，懂吗？爸，你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连着喝了半个月的酒，喝到胃出血，我才签下投资人。我堂堂一个酒庄老板，我要铁着脸的去讨好一个银行小职员，还要跟那些别有用心的男人们逢场作戏，到最后了，临门一脚了，我让一个小丫头片子给我涮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告诉你爸，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听说了你对一兴做的那些事情，这贺兰山下这么多酒庄，你怎么就和他过不去呢？那还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了？当年要不是您大方，200亩老藤都给了他们家，没有老藤我酿不出来高端酒，没有高端酒我们就只能挣这些辛苦钱。
我不服气吧？凭什么？我们邱家哪一样不如他们？你现在这样子让我很担心。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邱一涵自己走的路，我自己认。后悔？不可能。 老欧，谢谢你给我留的波特酒，酒庄就快要渡过难关了，你要快点醒过来。妈，对不起，我一定要留在银川的事情让你生气了。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听爷爷说过，你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梦想，并且为之锲而不舍的人。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别人说起葡萄酒酒界华人侍酒师大师吕小英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光荣，我有多么的庆幸，能成为你的儿子。妈，这段时间待在这里。 我经历了很多，我加入了新兴酒庄，我看到了他们为了保住酒庄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啊，老妈，李姐万岁！您是魏厂长啊，我是。您二位是？我是二厂内造车间的工人，这位呢是种植师。哈，原来是二厂的老工人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听说厂里积压那批酒已经卖掉了，您呢可能还不知道，那批酒里啊有300桶是二厂的，当时领导答应过，只要酒销出去就给我们奖金。二厂还有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俩呀是大伙推荐出来的职工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个人先表个态啊，咱们一厂二厂啊是兄弟单位，不管有没有那300桶酒，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呀，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好，太好了。不过呢，你们也清楚，一厂二厂啊是国有企业，我这个厂长呢只是一个大管家，我不是推卸责任啊，但是组织原则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的。魏厂长。 您的这些官话，我听也听不明白。您就说我们的事儿，您管还是不管？管，你放心，我管到底，好吧？但是你们得容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再看怎么解决，是吧？好，你们放心。先说好啊，我没有在跟踪你。 只是那天凑巧看到你在卖这个琴，我觉得它应该对你挺重要的。这是纯手工大提琴，我很爱惜，麻烦您帮我给它找个好主人。哎，你放心。怕你尴尬，没敢露面。你离开后，我去找了老板，起初老板还不愿意让我原价赎回。后来我跟他讲了你和你父亲，还有这把琴的故事，他很是感动。
我这才顺利的带回这把琴。我一直在怕我好心办坏事，所以没敢拿过来。怎么会呢？你知道吗？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但是酒庄是我爸的生命，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让他离开我。反正你别生气，我自作主张就行了。谢谢你，晴。钱我会尽快还你。其实从卖掉它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它，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又毁了酒庄。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啊？挺喜欢你性格的。请领导放心，2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会妥善处置。再见。张天长，我刚刚接到1厂电话。坐。哦。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儿。这件事你知道了？不光咱们知道，自治区单位政府主要领导都知道了。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妥善处置，合理合法解决工人的诉求。既然你也知道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吧。我明天呢会跟国资委同志一块去趟2厂，见一下工人代表。不管事情的经过怎么样吧，有一点毋庸置疑，2厂是对咱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上级领导也是这个意见，切记见面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倾听为主，解释为辅，不要跟工人代表起冲突。有什么疑难点，把问题带回来，咱们集体研究。石伯伯，我爸借高利贷这个事情都有谁知道？没什么人知道。那有没有可能邱伯伯知道这个事情？这不太可能吧？你爸爸借钱那个时候啊，你邱伯伯已经有了自己的酒庄，而且手上也有一定的资产。你想想看，你爸爸没跟邱伯伯开口，却在外面跟别人借钱，那就很明显，他是不想让借钱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那叔叔借高利贷，会不会是邱一涵告诉李军的？一涵姐，李经理，一星，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跟朋友约了谈事儿，在这儿，他可能还没到呢。啊，我是不是打搅你们聊正事儿了？啊，没有，刚好我们酒庄需要借贷一部分钱，所以我约李经理出来聊一聊。啊，邱总是我们老客户了，偶尔有些往来。有这个可能。今天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上楼啊，他们看到我，表情挺惊讶的，尤其是那个李经理，表情特别不自然。会不会是你听错了？应该不会，他甚至啊都有点不太敢看我的眼睛。那照理说，银行借贷部的客户经理见客户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他见到我心虚什么呢？那真是邱一涵干的？哎，但是你们俩私下关系挺好的呀，天天姐姐长妹妹短的，那他心机也太重了吧？也不是，你看啊，邱一涵是个职业女强人，又很有经商头脑，如果这件事情是她做的，不奇怪。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啊，酒庄的财务报表里面没有我爸爸借高利贷的相关信息啊。如果像石伯伯说的，邱伯伯也不知道的话，那一涵姐是怎么知道的呢？各位工人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国资委的同志也在这儿，我们是2个部门联合调查、联合解决，今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来就是要解决1厂与你们2厂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制后大家的工作问题。魏厂长为什么没来见我们？大家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呢？一个一个的说，好不好？我看呢，领导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不谈了，不谈了。
找魏学成说理去。不要冲动！不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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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们就这么走，你们甘心吗？秦副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各位都是为产区做过贡献的人，党和政府铭记在心。我想，你们当初种下的那些葡萄，就像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呀。你们当年在荒芜的戈壁上，战天斗地，筛石头抗风沙，一把沙子一口土，引进了黄河水，这才把那些风吹石头跑的荒滩变成了金沙滩。二厂的确经营困难，我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可是你们当年种下的那些葡萄藤还在开花结果呢，星星之火尚可以燎原，一厂这艘大船也正在乘风破浪，而你们是咱们产区里面最优秀的种植工人，业务熟练，技术精湛，难道说你们就愿意荒废自己这门手艺吗？秦副组长，您的意思，我们二厂还有希望？为什么没希望呢？可能各位还不知道，产区已经规划了5万亩葡萄园，这个园子里面都是10年以上的老藤，但是遗憾的是，树种老化，种植技术也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大批像你们这样的懂技术、业务强的种植工人，去手把手教会那些农民怎样管理葡萄园。咱们大家伙一起把咱们的葡萄酒事业做大做强，不好吗？教会了农民，我们还能有活干？对呀，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你们不仅有活干，还会成为最抢手的高级技术人员。这还是不明白。对，我也不明白。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各位工人朋友们先坐下好不好？我给你们详细解答，行不行？那行，大家伙先坐下，听人家秦副组长给咱们怎么说，好不好？好，坐。看着这些为生计发愁的工人，秦鹤鸣内心感慨。他一定要帮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找回葡萄酒人的归属感。老魏，出事了！怎么了？秦副组长没藏拢？不是，是石头村，咱们的技术员啊给拦下了，建不了园子。这怎么回事啊？不是签了合同吗？种植户们啊，听说厂里要剪枝子上芽子，担心会减少产量，跟技术员们呛起来了。刚才老张打来电话，担心冲突升级。快走，赶去看看，赶紧的。秦副组长，真有你的，早就听说你有魄力，今天我算见识了。其实工人的本性还是很淳朴的，咱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走吧。秦副组长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好，陈副厅长。怎么样，沟通顺利吗？顺利，工人已经在报名表上签字了，接下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就在刚刚，石头村的种植户们拒绝一厂委派的技术人员进园工作。魏学成同志已经到场协调，不过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这样吧，这2天我安排一下，对包括石头村在内的村庄进行一次集中的调研。好，就这样。魏经理呢？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些应酬，可以理解。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是我。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会议时间是9点钟。你看，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是吧？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对吧？是。我给他打个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关机了。人都到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先开会？石伯伯，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要不你看这样行吗？酒呢是齐路发现的，齐路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齐路啊，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咱们市场部的人啊，做好记录。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个记录的情况跟他讲一下，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好，咱们开始吧。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魏军他就是故意的，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的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一星，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可是我着急呀，石伯伯，银行只给我们延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我去找他呢，他就给我打官腔，根本不切入正题。这个魏军滑得很，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像他这样的人，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10几年。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所以你要对付他，得有自己的策略。那我应该怎么做呀？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儆猴。我明白了。秦洛，哎，秦副组长，干嘛呀？那么早找我啊？走，吃口饭去。哎，别，咱就在这说吧。啊？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想麻烦你帮个忙。你就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你看，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在国外呢，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对吗？是。您看，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需要各种酒类，高端的、中端的都要有。你这个酒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我想保住酒庄。您看，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想到最后，因为无法销售，再面对绝望。我明白了，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好。李军啊，星星酒庄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知道了。昨天我跟风控部门做了实地调研，情况属实。那你有什么方案吗？我们已经给了1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延期还款。对了，我听说你最近和爱德堡酒庄邱总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吗？啊，对，邱总想贷款，但流程上不太熟悉，所以就见了几面。贷款？据我所知，邱总可是不缺投资啊，他贷什么款？你是我招进来的，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信贷部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容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知道吗？那您刚刚说的是贺兰山品鉴网？对，其实负责人你也认识，邱一涵丈夫，张伯饶。没错，我打算呢，让他帮你们波特酒啊出一个专题，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太感谢您了。不过，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张伯饶和邱一涵虽然是夫妻俩，但是他们2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啊，对了，回头啊，网站可能会采访你一下，让你帮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波特酒。没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魏经理早上好。早上好。经常。
将就也白纸在。哎，早上好。干嘛呢，都？小庄主，这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拼命地帮你卖酒，你可倒好，背后捅刀子。这徐静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吧？您处理他，是不是得事先跟我说一声？您这么做不合适吧？魏经理，您别生气，坐下慢慢说。不了，你给我一个解释吧，不然我辞职。李经理，您不能这样，这可是咱们事前说好的。邱总，他们手续齐全，第一笔还款也已经到位了。我之前替你做的事儿，我们行长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抱歉，我只能按照流程走，没办法帮你了。李经理，你听我，李经理。您拿着徐静的通报来找我，说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要我给一个说法。那今天我就给您给市场部一个说法。好啊，魏某洗耳恭听。您看，这是安南为我们酒庄拿到的第一笔订单，他没有收我1分钱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小庄主的意思是要砍掉我们的营销费用？哦，不，您误会了。我想说的是啊，现在酒庄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波特酒卖出去，上到我本人，下到酒庄的所有工人，包括保洁、亲戚、朋友，只要能帮我卖酒的，都能得到重赏。当然了，他们这些啊都是打边鼓的角色，市场部才是酒庄的中坚力量。营销费用全额报销。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但前提是刀下见财。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本月15号之前清空库存，还清贷款。这个是这样啊，安总呢背后人也有大集团撑腰，自然呢神通广大。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销售部呢肯定全力以赴。好，不过还有一点啊。徐静的处分呢？对不起，我不能撤回。原因很简单，您的面子我可以帮您维护，但酒庄的面子我也需要维护。所以，魏经理，您是聪明人，我就不用把话说透了吧？哎，你看你怎么来了？起来！哎，不是你，给我一个解释。我做的是葡萄酒的品鉴网站，这一篇新闻现在是我们整个产区最重要的新闻，我肯定要关注啊。别人可以关注你，张伯饶不可以。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是你老婆。张伯饶，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网站不许再出现任何关于新兴酒庄的东西。你起开！我现在就是人家不给人说不给钱，人家讲了以后，我说不中吧，你非要中非要中，现在好了，吓我一跳。哎呀，行了，人家魏厂长也没说不给钱呀。这个技术员帮咱们这个捡枝子，为啥嘛？还不是为了让咱葡萄长得好，能酿出好酒嘛？不是哥，我说你现在倒是觉悟高了啊。那魏厂长说给钱，那钱呢呀？说两句。那你说牙都抹了，那接什么葡萄啊？接的是优质葡萄啊！不对，领导好。各位乡亲们，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的。你们有什么担心、顾虑、要求，尽管提出来，我能当面答复的，我立刻就答复。如果说我当面答复不了的，
我会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尽快给广大种植户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我们什么都能说？你别瞎说。谁瞎说了？那葡萄都这样了，再说了，那人家秦副主任说了，我们什么都能说。什么都可以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只要能把葡萄种得好，你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怎么说，哪怕你们各位啊指着我鼻子骂娘都行。啊，这个不能骂嘛！哎，领导，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坐，你先坐这儿，大伙儿都过来啊！大伙儿都过到领导这儿来嘛！哎呀，让领导知道咱们心里咋想，有啥意见都畅所欲言，都说一说嘛。对，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啊。那我先说了啊。哎，不是，这芽都抹了，那葡萄肯定就变少了呀。那芽少了，产量就减少了呀。那成本呢？本钱怎么办呀？还有，那我的钱啥时候能到账呀？是呢，种了这么些年葡萄，也没见把那个芽就抽了那抽。对呀，钱少了怎么办？有啥解决办法没？不懂这方面技术，有没有人教我们呀？领导，那产量上不去，那又怎么办呢呀？这产量得管呀。对呀。空杯啊，哦。好。行了吧？1、2、3、4、5、6，你让我过来就是给你打下手、递杯子啊？没有啊，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让你下来尝尝酒，放松一下。谢谢你啊。石郎每天逼着我背跟葡萄酒有关的书，我头已经很大了。你现在又让我来尝酒，一会儿又跟我说什么单宁啊、立体感啊，这哪是放松啊？这简直是折磨！啊，我就是单纯的让你尝尝酒。这样，你说的那些，只字不提。你说的啊？嗯。怎么样？你刚说不提专业的问题。我也没提专业的问题啊，我在问你感受，感受怎么样？什么感受？闭上眼睛，感受不同的酒，用心去体会葡萄，这样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试试。不就是味道不一样吗？其实啊，每一颗葡萄呢，它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算是同一串葡萄呢，也会因为经历的光照不同，还有所经历的阳光、雨露、风霜不同，会产生一些差别。就这些差别，就能让它们拥有自己最独特的个性。而我们呢，根据这些葡萄的不同，给它们搭配最合适的酿造工序，去放大它们的特点。你说的也太神奇了吧！口感不同呢，我承认，但是不一样的葡萄酿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总而言之，都是葡萄酒，喝了都会醉，感受能有什么不同？不信我说的是不是？来，试这个。来，闭上眼睛。慢慢感受。把你脑子里所有的数据都给忘了，然后去感受葡萄它成为葡萄酒之前所经历的阳光、雨露、风霜。我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葡萄沐浴在阳光底下，被温暖包围着，幸福成长的样子。好厉害啊！这就是我老师教的，一个酿酒师呢，不能光只有技术，他还要去感受葡萄的本质，了解葡萄的所需。只有认真感受和了解了，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感受本质，了解所需，
才能酿出一瓶好酒。我明白了。魏经理，这是给市场部同事们的销售提成，这是给您的。小庄主，这也太少了吧？哦，您看看这个，这是我的病历。本人魏军，胃出血，病因呢是饮酒过量。不光是我呀，我们销售部每一个人，为了陪客户喝酒，哪一个都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魏经理，我代表星星酒庄感谢您，您和市场部所有同事的医药费、营养费，包括补贴，星星酒庄全额报销。另外呢，从今天起，出货价降到7折，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小庄主是这样啊，最近呢，该挖的客户我们都挖了，以后再去上哪儿挖，我也不知道。您这是什么意思呢？拿货价5折，提成嘛，再加2个点。我觉得就不应该答应魏军那些条件，他就是在借机抬价。我知道他胃口大，可是目前再找销售他不现实，只能先稳着他，再另外想办法。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通过他把我们酒卖出去，侮辱了我们酒。我知道你对那些酒有感情，你跟我说过，酒是有生命的，尤其是那种陈酿了很多年的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在感受。可是呢，现在我们酒庄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魏军又是酒庄的元老，就连我爸老欧都得让他几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那如果我能卖出所有的波特酒呢？等等，你要卖酒？怎么不信？不是，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魏军呢？他身上有铜臭味。他是销售呀。那又怎么样？你放心吧，发酵罐那儿一切正常，我也跟下面的工人叮嘱过了，每天打2个循环，温度不用变。你要走啊？对，明天就回上海，剩下的波特酒，一桶不许给我动，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咱今儿都已经跑了3家了，这国产的波特酒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小庄主给这么高的提成，是有他的道理的。吃不到嘴里的肉，说到底还是别人锅里的。军哥，你得想想办法呀，咱不能像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跑销售啊。这个小丫头跟咱市场部是憋着劲儿呢。我魏军干这个行业也干了10几年了，要是输给这个小丫头，我以后也就甭混了。要不咱们去找找虎哥？虎子办不成，我自有办法，放心吧。哎呦，石老，您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一直在。你这是？哦，我这是给客户带点样酒。魏军，哎，想问你件事儿。您说。老张主借高利贷的事情，是谁告诉银行的？我怎么知道？他借高利贷的事情。之前你知道吗？
石老，您什么意思啊？这小庄主跟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知道？老二的嘴是比较严，是吧？哎，石老，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嗨，魏军，我相信咱们酒庄的老人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对呀，都是酒庄的老人了，懂规矩。石老，那我先走。哎。想不到啊，魏经理还好这一口。哼，我可没那本事。不过呢，魏某人喜欢交朋友，想要打听点消息，还是有路子的。说吧，什么目的？之前呢，你答应过我，把星星酒庄交给我管理。我呢，也纳了投名状，结果出了点岔子，所以你得补偿我。想要什么补偿？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忙完就回去呗。这么急？你不打算多陪陪你家皇太后啊？我也想，那边事儿太多了。哎呀，你娘俩真是一模一样，嘴硬心软，尤其是师傅。本来之前让我帮你那么多，就不肯跟你好好沟通一次。你是说，之前都是我妈让你帮我的？当然了，你以为呢？那我说呢，你俩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雷诺 ，What you meaning？ 你是要跟我玩盲品呀那你有信心玩吗 ？Why not？ 你确定 I can try。那开始。雷诺，既然是盲品，我们要观察颜色，感受它的气息和味道。戴上眼罩太不专业了吧？李女士，给你增加点难度，闭上眼睛会更困难，行吧 ？OK，I can try。雷诺，意图酒庄的次等酒，哇，你也敢拿来？你再试试这个。曼德酒庄的维拉，没错吧？一星，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欧阳叔叔贷款的事情是我告诉的银行啊？我只是不明白，我们2家是世交，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们家酒庄呢？
可能是不服气吧。也许你觉得我的手段很卑鄙，但是我不过就是在商言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的酒庄能够更好更大。但是好几次，就在我差一点把酒庄托付给你的时候，都让你落了空。你应该很烦我吧？我何止是烦你，我很讨厌你。跟你开玩笑的啊。但说实话，可能我是嫉妒你吧，嫉妒你刚入行，虽然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帮你。我也很感动，身边一直有很多贵人。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能不能也跟我说句实话？我老给你们家酒庄使绊子，你不恨我吗？但是会很难受，有时候真的很生气。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跟我的立场不一样，从你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关键是我相信你。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你不会做违法的事情。真是没想到啊，到最后，能理解我的人，反而是你。越来越像一个庄主了。李女士，你真的非常厉害。现在我要为你准备另外一个，你试试看怎么样？Wonderful， 波特酒。但是我怎么觉得有一股独特的味道？是葡萄的产区不一样吗？好吧，雷诺，我输了。告诉我，这款酒你齐洛？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妈，这款酒是中国的波特酒。中国？是的。哇，太棒了！你今天特意来找我，开诚布公的又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我就直说了，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怎么样？齐洛，你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拿着一瓶不是波特酒的波特酒，你是来考你妈的吗？你觉得我喝不出来？我当然知道你喝得出来。那你就更应该知道，我的餐厅里除了那些老牌的法国名庄酒以外的其他的产品，我都不要。
妈，你刚刚明明被这款酒惊艳到了，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个机会啊？我承认，我刚才那一刻确实被惊艳到了。但是那酒是你酿的吗？要是我没有品错的话，那瓶酒应该有15年了吧？就你现在工作的星星酒庄，只有2个人有可能做出这款酒：石明山、欧阳斌。石明山不可能。他太传统，那就只有欧阳斌，对吧？是不是欧阳斌？你拿着欧阳斌做的这款酒来给我喝，你要干什么？妈，我在想，我爸当初为什么要留在家乡？还有。欧阳叔叔为什么要在我爸倒下的地方建立那个葡萄酒庄园？你为什么要这些波特酒呢？你知道的，当初咱们的爸爸分道扬镳，老藤全部给了你们家，我爸带着钱另起了炉灶，所以我们家的园子全是10年以下的老藤，原料上面卡了脖子。我就酿不出高端酒。这些年，在外人眼里，我爱德堡酒庄虽然建得很漂亮，却酿不出来高端酒。说出来呢，也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酒，已经成了廉价酒的代名词。所以你希望用这些波特酒改变大家对爱德堡的成见？对，人活脸，树活皮，这是我的尊严，也是爱德堡的荣誉之争。你觉得我特别容易是不是？邱一涵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他3番5次的针对我们的酒庄，你现在就因为他2、3句话心软啊？不是的，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聊了一次，他已经向我保证了，这次之后他不会再对我们酒庄下手了。你凭什么相信他不会再对我们的酒庄下手了？凭你的天真吗？凭我们2家是世交的关系，我愿意再相信他一次。而且他已经拿出诚意了，我没有办法拒绝。你还是把我们的努力当成理所应当。你把我们辛辛苦苦的努力就踩在你的脚底下，去成就你的愚昧。我没有。行了，本来我以为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都不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齐路，不是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不然呢？我可真咽不下这口气。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军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我什么风格啊？我向来是指哪儿打哪儿，服从命令，听指挥。好了，该下班了，别哭丧着个脸。等过了春节呀，这新酒一下来，有你受的。嗯。各位，下班了，早点回家，明天继续。走了，走了，走了。邱一涵，我跟你没完。哎，虎哥，哎，对，君子，对，那咱们就老地方。和星星吵架了，因为波特酒销售的事情。石老，您别跟我说这事儿，太气人了。哎呀，吵架是正常的，你为波特酒的销售也受了不少委屈，但是别和小姑娘一般见识嘛，是吧？我可没跟她一般见识啊。我就是气他，他怎么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他居然要把剩下的波特酒都给邱一涵，邱一涵的话也能信？可不是吗？他就是傻呀！这孩子多单纯啊！
20岁以前就是一个学音乐的理想主义者。再说了，他跟邱一涵合作未必全是坏事。酒都已经被邱一涵全部拿走了，您跟我说这不是坏事？哎，齐路，我跟你说，有一种可能啊，邱一涵是真的跟星星、跟我们酒庄彻底和解了。石老，不会连您也相信邱一涵了吧？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担心的邱一涵是一个白眼狼。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人这一生呢，都要经历一些磨难，对吧？你们还年轻，星星也年轻，要经历的事情很多。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给他的人生经历汲取一些教训，未必是件坏事。哎，您可别劝我，以8桶波特酒为代价换来的教训，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理解了。这什么是波特酒啊？其实就是高度的葡萄酒，拿酒精给它兑一兑，颜色嘛给它调一调，这味道弄它个8、9不离10，这就行了。据我所知，这陈年的波特酒可是名贵酒，能买这种酒的人，非富即贵，而且懂酒。胡哥，我魏军什么人？我卖葡萄酒10几年了，什么果香浓郁啊，20年老藤啊，那都是骗人的，那都是糊弄咱们中国人的。胡哥，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调配，再到海关转一圈，那到了北上广，那肯定就是抢手货。志哥，不是兄弟不帮你，这事风险太大。这跟咱们之前倒腾的贴牌酒不一样，这是假酒，抓住要判刑的。5分行了吧？不是钱的事儿，菊哥。3七，胡哥，你7我3，你我合作，什么时候失手啊？你好好想一想。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哎，石伯伯，快了快了，这里弄完我就回去。刚才遇到齐路了，你把酒给邱一涵的事情，他很生气。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咱们现在酒庄遇到了一些困难，咱们就得相互理解。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吧。正好您来了，我想问问您啊，这个酒庄的高利贷您知道多少？高利贷的事情不是已经了了吗？是，钱是还上了，现在账对不上。怎么回事？借条上呢是220万，但是财务报表里面体现的只有20万。啊，差200万。是啊，我刚刚就在查这个，从借款时间那一天往后所有的支出项目我都算了，加在一起不多不少，就差200万。那你现在怀疑谁？我觉得是魏经理。有没有证据？一涵姐说魏经理把借条的复印件给他了。要这么说的话，这里面真的有问题。咱们一起想一个办法，现在还先不能打草惊蛇。老欧，对不起啊，我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波特酒都卖给一涵姐了。酒庄的贷款已经还清了，但是账目对不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老欧，老欧，你是不是醒了？老欧，老欧，医生，医生，快来！他是不是要醒了？您的心情我能理解，病人处于无意识觉醒状态。不是无意识，他刚才手动了，他动了2次呢。手指动不能代表他有意识。
分尸是个好现象，只能等待观察。对不起。星星好累啊，老欧。嘿，来涮羊肉，哎，谢谢啊。好，我也再来点儿。你说这大过年的啊，齐路这小子也不留下来好好陪着我，一到上海就不回来了。老爷子啊，年轻人现在忙，所以这不我过来陪您吗？有什么不好？好，哎呀，要说咱俩孤家寡人的，在一起过年正合适。是，走一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来，干杯！来。好。哦。哎，这莱诺可挺有意思的啊，天天往咱这餐厅跑，而且还非要跟咱一块儿过春节。你说，他会不会真看上你家皇太后了？老欧，新年快乐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在宁夏这片土地也奋斗了将近30年。爸爸，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呀？今天啊是大年30，我们星星又长大了1岁，是不是？来，闭上眼睛，看看爸爸给星星准备了什么。哇，压岁钱！高兴吗？高兴，谢谢爸爸。不客气，那我们回家跟妈妈吃饺子去。好，走，吃饺子去喽。小时候都是你给我包红包，今年我当家，我给你压岁钱，塞在你枕头底下啦。老欧，新的一年，我希望你可以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是我的新年愿望。过年喽！祝老爷喜气洋洋，万事如意。好孩子，我就愿意听你说话，你小嘴甜的。我跟你说，嘴甜有好处。谢谢老爷。哎，爸，祝你牛年大吉，牛气冲天。你也一样。好，哎，好了吧，到我了。祝你新年快乐，事事顺心，长命百岁。你呀，等等吧。只要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别老一天到晚跟人吵架，我就长命百岁了啊！哎呀，爸，我们那叫吵一阵子，好一辈子，能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爸，好着呢。那人家性子好，老让着你，你换一个人你试试。行了，咱们不说了，过年喽，新年快乐！臭小子，说曹操曹操到。喂，爷爷，臭小子，这大年30想爷爷了吧？啊？对啊，爷爷，爷爷，新年快乐！我妈跳舞忙着呢，她让我跟你也说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哎，你们也快乐啊！爷爷，您啊就该跟我一起来上海的，您现在自己一个人待着吧。放心吧，我呀挺好的。你们猜，我跟谁在一起？谁啊？
你石伯伯和我一起喝酒过年来了。我们有涮羊肉、火锅、饺子。你们不在呀，我们2个倒清闲。是啊，爷爷让石老接个电话。齐路，新年快乐！跟家里人问好啊！咱们好好吃年夜饭，来年更上一层楼。好嘞，吃好喝好啊！好，行了，我们开喝了啊！好，拜拜。齐路，新年快乐呀！新年快乐。怎么样，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啊？酒庄可不能没有你啊！哟，这过个年都不让我好好放个假。哎，你说你这个庄主当的是不是有点太剥削员工了？我这个叫重视你。行，你说的对。我过完年就回来。那你跟安娜一块儿回来？怎么你没跟他联系啊？没有，他一回上海啊，就像鱿鱼入海一样，我可不大叫他欢欢。再说，他不重要，重要的是齐大娘有事能够回来。要不说你是庄主呢，还是庄主会说话啊？等你回来哦。行，新年快乐，挂了。年终奖刚刚给你们发完，过个年你们就给我放松了是吧？说说吧，怎么回事？好好的客户为什么就能跑了？邱总，我们真的努力了。当时跟那家公司过合同的时候你也看了，可是到签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不做这笔买卖了。突然间违约，总得有个原因吧？这不是1瓶酒2瓶酒，这是100箱波特酒。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办事儿的？后来我去问了，为什么谈好的合同突然毁约？开始他们不愿意说，后来我听说，他们联系到了一家国外的名庄酒，价格还比我们低，所以就毁约了。好，那你们就好好给我查查，截断咱们这笔生意的酒从哪儿来的。这种错误我不允许你们再犯第2次。这怎么查呀？你这销售经理是白干的是吧？红酒的进出口渠道总共就这么几个，怎么查？要我教你啊？我知道了。知道还不干活？干活！走！眼下酿酒葡萄标准化种植已经全面落地了，今年榨季，第一批改造后的老园子就能够分红了。不过呢，葡萄酒产业归根结底还得依附于农业。你是想说担保基金的事儿，对吧？对。一厂啊，在春节之后呢，召开了厂党委会，全票通过，就在等着国资委批准，就能全面实施了。所以我在想啊，咱们政府财政这一块能不能再拿出一部分来？来看看这个。这可太好了，领导英明。别急着拍马屁，这个报告需要你再完善完善。去年你不是拉着一厂给星星酒庄做过担保吗？啊，好好总结一下，上次担保实验中，双方的得失在哪里？整件事情的利弊、风险在什么地方？这些啊，都形成一个书面的总结。保证完成任务。何总，谈好的合作你突然间违约，你这让我有点难办啊。没有，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有更低的价格、更合适的酒，你考虑人家也是正常的嘛。可是何哥，咱们俩这可是第1次合作，这件事情你总得给妹妹一个说法吧？好，
那我就直说了，我就想知道这批酒是谁给你的。行，我不为难你。那这样，下一次呢，你还得找我合作，你得弥补我的损失呀。好，再见。这老狐狸，有了新的卖家了，就开始跟我打哈哈。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给你的这批酒？你闻到的波特酒的味道找着了吗？没有，咱们酒庄发酵车间、酒窖都找了，没找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真的闻错了？难道我真的闻错了？哎呀，不管了，反正没找着就不去想了。他刚才说的那个收藏家，你有了解吗？阿南说的那个收藏家，我听说过，他呢在葡萄酒圈很有知名度。个人观点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只要他认可了咱们酒庄的葡萄酒，那不仅仅对安南家的生意有好处，对咱们打开国内市场也有很大帮助。嗯，我也这么想。只不过，这个人比较挑剔，对酒的品质也比较苛刻，所以我认为这单生意是把双刃剑。双刃剑？就凭你们家那20年的老藤，再加上齐路和石老的酿造水平，这应该不是事儿吧？哎，我可是跟我妈打包票了。知道了，你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们2个会盯着的，不会让你丢面子的。这还差不多。你看，哄不好了，不就是一单生意吗？至于吗？那全国那么多葡萄酒的经销商，一样公司人一家一家的查，你查到猴年马月，这你也查不过来呀。那生意不做了。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经销商的合同多难缠啊！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我才把它给谈下来。现在倒好，啊，莫名其妙来了一批酒，就这样把我的生意给结了。我要查不出来，我以后我还有什么脸啊？我还是那句话，没那么严重。我知道，李自增接手了咱们家的酒庄以后，我心气儿比较高。一心一意的想把它经营好，但你没必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有些事情呢，哎，尽人事知天命，你越是强求，有的时候结果反而越不好。爸，我就是让你帮我查查是谁结了咱们的生意，怎么我就强求了呢？我还是那句话，把你的压力啊释放一点，你听老爸的，多回家，多陪陪爱人。多带带孩子，一家3口出去多玩一玩，把压力释放掉，好不好？哎，你听我的，这事儿到时候我那什么，哎，这事儿没有先例啊！如果事事遵循先例，谈什么创新啊？给葡萄酒担保，那其他行业呢？枸杞要不要政府担保？滩羊要不要担保？行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散会吧。王教授，瞧你这张苦瓜脸，担保的事行不通吧？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贺明，我要劝一劝你，太超前的想法在体制内很难得到支持。我可听说了啊，因为这个担保的事儿，陈副厅长那边也顶着雷呢。哎，
您来厅里，不是给谁当说客来了吧？我是来找支持的。您要设立葡萄酒学院？对，所以啊，咱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太好了，你就说吧，想让我做什么，我全力支持。东边不亮西边亮。我听说你跟国家葡萄酒专家委员会的李国华教授有交情。对，我时不时的会向他请教一些有关葡萄酒的知识。您是打算请李国华教授给你们学院背书？是这样的。我的学院筹建方案草案已经出来了，我想请李教授给把关。没问题，交给我了，我来安排。行了行了，够了。来尝尝。不是，这酒有问题，你哪儿弄来的？中午我和一个经销商吃饭，他说他新进了一批希拉，我一喝就感觉不对劲儿。可是酒标和酒瓶就是星星酒庄的呀，只是酒不对而已。所以我才来问你啊，这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你们今年酿造的希拉出了问题？不可能，我们每年酿造的酒都有严格的配方配比，而且灌装之前都会再检查一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怎么样？这可不是小礼物啊！除非怎么说呀？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帮我打听一下，最近的经销商都有哪一些进了这款希拉？等我查清楚了再告诉你。邱总，我们昨天把做进口酒的老板都联系了一遍，他们出货挺频繁的，但就是不肯透露销售渠道，所以实在查不到啊。邱总，我们真的没有推卸责任。昨天我还到何总的公司跟他们采购部门的人专门沟通过，可是人家说是直接和您交接的，他们也不知道来路。这事儿不用查了，接下来单子跟紧点儿。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你们的绩效奖不用考虑了。我怀疑市场部作假。这话可不能乱说，得有证据啊。你这个话跟小庄主说过没有？这倒没有，不过我告诉过他酒窖里有波特的味道。的确，波特酒的处理方案市场部意见很大，但是魏军这个人呢，我还算是了解的，爱占些小便宜。但是要说到造假，性质就变了。这个月的销售很不乐观，市场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春节刚过，销量掉一点儿是正常现象。是吗？可是我查了我们过去10年的销售数据，只有今年是下跌了。小庄主，首先呢，我绝对尊重你，不过呢，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要是单凭销售数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建议您呢，去查一下10年前咱们贺兰山区有多少家酒庄，产量是多少，现在又有多少家酒庄，产量又是多少呢？庄主，请坐，请坐。我觉着市场部说的不无道理。10年前酒庄少，销售团队更是零。当时咱们这全是靠着老庄主一个人在跑销售，现在这个酒庄是10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上去了，也有专业的销售团队了，所以市场的份额自然就减少了。咱们现在不是遇到问题了吗？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我觉着大家说一说，好吧？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吗？那我先说吧，我认为呢，品种单一、缺乏创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因。葡萄酒是什么？是一款酒精饮料吗？它是一件艺术品，
讲究独特口感。之所以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所有人观念太落后。我反对。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我是酿酒师，我们的产品讲究的就是经典和传承，我们因为锁定的是特定人群嘛。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您锁定的特定人群，才导致了销量下降呢？我认为需要创新才能改变现状。你怎么改变，小子？我酿酒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你有办法改变吗？可以啊，你来啊。可以啊，只要庄主给我这个权利，我来改变。庄主，请你表个态好吗？那个，经典和传承呢是根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要考虑市场的因素。现在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认为呢，适当的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呢是必要的。行了，明白你的道理了，就是我的观念落后了，我妨碍了你们的发展，不符合咱们酒厂的发展规律了，是不是这意思？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嘛。商量什么呀？我在这碍事儿啊！现在酒厂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就是你们现在要发展，你们要搞创新。但是我不合适了，我这把老骨头留在这儿就妨碍了你们，对不对？不是，石老您误会了。我没有误会，可以走嘛，没有问题。不是，石老，石老您，石老，我去劝劝他啊。石老，您别生气呀，跟一个小丫头犯不上。我能不生气吗？啊，刚才他明明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这是逼着我走呢。那可以啊。那您也不能走啊，您可是股东啊。您这一走，那我们怎么办？魏军啊，刚才开会你也看见了，名义上说的是销售的问题，事实上是冲着我来的。我无非就是多了一句话。齐路这小子，自打他来了以后，一直撺掇这个小庄主排挤我。你说我是一个长辈，我这跟这2个小辈，我怎么计较？但既然这样，好，我让位，我走。石老，听您这个意思，是去意已决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您那后面有什么打算呢？魏军兄弟，实话不瞒你说吧，刚才这场会是彻底把我给开清醒了。前半辈子我是为了理想，我后半辈子得为了现实的生活。老庄主现在在医院里面躺着，咱们酒庄现在这经营状况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小股东，我能分到什么？我一个孤老头子，后半辈子靠谁啊？我得把我自己养老的钱给挣到手，是不是？石老，既然您的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您的事儿我魏军不能不管。就凭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您要是信得过我魏军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就凭您的本事，这后半辈子还用愁吗？包您满意。秦副组长，邱总啊，瑶瑶现在还在你家吧？对，我去接她。哎，秦副组长，我们家伯饶在家呢，您放心，孩子饿不着。那邱总，您是找我有事儿是吧？啊，对，那我就不跟您兜圈子了，我是为了担保基金的事来的。邱总消息够灵通的呀，但是据我所知，邱总的酒庄背后有资本支持，应该不需要担保吧？啊，您误会了，我是想给担保基金投一部分钱。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鲜的。你有什么要求？啊，没要求。一呢，也是想
给秦副组长排忧解难嘛；二呢，我也是想回报社会。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不是庄主，这事儿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我先跟你表个态，如果魏经理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我第一个跟他划清界限。我怎么相信你呢？你总得有一点行动证明给我看吧。我确实是知道一点点情况。高利贷的事儿您知道吧？当初老庄主说想融点钱进来，魏经理说他有路子，就让老庄主打了借条，结果弄来一堆高利贷。本来这钱是要入账的，后面具体的情况只有魏经理一个人最清楚了。那证据呢？证据我是没有。军哥，你回来了。啊，你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哦，好。你很热吗？啊，没有，我这2天有点没休息好。差不多可以倒桶了。不行。为什么？酒已经发酵好了，不信你们尝尝。我不用尝，这是我师傅负责的酒。我师傅说什么时候倒桶才能倒桶。不是，石老跟庄主吵架，他出去了，你们不是没看见？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我师傅绝对不会因为人情而影响工作的。大家都听好了，在我师傅回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动这批酒。怎么了？我哪知道？我说倒桶就生气了。算了，玉洁跟石老的感情最深，以前我爸就打趣说，半个徒弟半个女儿，再好办吧。我有事跟你说。去忙吧，谢谢啊。怎么了？徐静松口了？但是我刚跟他聊完，魏经理就来了，然后他们俩就一块出去了，我心里有点慌哎。魏经理应该是带徐静去黑作坊了。你怎么知道？他身上味道最浓。你说魏军，他会不会上钩啊？这个我也不能确定。魏军他这个人小心思挺多的，一般不会把他的底牌露在外面。先按石老的方法试一试吧，希望他能够相信。如果连石老的办法都不行，要查他更难。我倒是觉得他会相信的。石老，您看，这就是我的酒庄，这不挺像样的吗？啊！哎，魏军，你这个酒庄已经正式开始生产了吧？已经开始生产了，但是设备呢有一些个老化，我又新进了一批，在路上，马上就到了。哎，我说魏军，你酒庄里边怎么一股酱油味儿啊？哎，徐静，你闻到了没有？哎，还真是有酱油的味道啊！石老，不瞒您说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酱油厂，让我给收了。石老，您请。好好。忙时酿酒，闲时打酱油啊。军哥，你这可是大手笔啊！我这儿是要渠道有渠道，要设备有设备。石老，我这除了没有葡萄园，别的是应有尽有啊。这进口的原酒我论吨卖，我干嘛要种那葡萄啊？我傻呀！魏军，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个脑子要比他们灵活。行了，魏军，
你既然把我带过来了，说吧，咱们怎么干？石老，其实我早就想把您请过来了，可是一时我又说不出口。现在好了，水到渠成了。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石老终于答应跟咱们合作了。徐静啊，好好干。石老毕竟是老了，干不了几年了。只要你拿到他的配方，今后就是你我之间的合作了。你放心，军哥，我一定好好干。咱们酒庄的客户资料全在我电脑里，明天一早我就去办公室把它拷出来。不用，全在这儿了。啊，要么说您厉害呢，就凭这个，小庄主拿什么跟你斗啊？秦鹤鸣、魏学成那都是什么人？你那些理由在他们那儿根本就站不住脚。爸，怎么连你也不信我呢？知女莫若父，对吧？我这不是想着……我劝过你，什么都别想，老老实实的把酒做好。好，知道了。哎，对了，爸，你听说了没有？一心和石老闹翻了。唉，全是麻烦事儿。我们已经得到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支持，担保金的本金全部由自治区财政提供。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担保基金的本金出了问题怎么办？您就放心吧，资金使用方案正在做专家论证，一定会把方案落到实处。你的担子不轻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出现闪失，就让党纪国法拿我质问。哎，慢点儿，你知道，这都是钱啊，别给我磕了碰了。到年底我给你们发奖金，好吧？轻拿轻放，好吧？别毛手毛脚的啊！你们谁看到秦酿酒师了吗？下午一直没看见人。哦，我已找到仓库，这次一定能拿到证据。到时候给你们发奖金。停！别跑！追！别再跑了，追！赶紧找，这造假的事要闹出来。哎，是。应该走了。那个刚才是特殊情况，别介绍。走吧。你们俩都是废物，连个人都跟不上啊！
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老板，实在是那小子跑得太快了。那看清楚他长什么样了吗？没有，跑得太快了，没看清。你还躲？你还躲？这个地儿不能待了，赶紧换地方，快点搬！快点，赶紧搬，快点！快点！快点！齐路，你怎么就那么冒失呢？怎么那么冲动行事呢？要不是一星及时赶到，我担心你连回都回不来。可他这个是违法的，他胆子也太大了，我必须找到他的证据。你找到证据了吗？你没有啊，你还打草惊蛇了。要是魏军怀疑上我，那情况就变得糟糕透了。我相信现在魏军正在忙着转移他的货物呢。师伯，您别生气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能不生气吗？好不容易打到他那里面去，还没有完全取得他的信任，这一下又完了，又得花时间，再从头开始，再取得他的信任。您这样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我也觉得，还是报警比较稳妥。这个你们就放心吧，这个魏军再疯狂，也不至于拿我这把老骨头开刀。最近几天啊，我就不到酒庄来了。咱们尽量的避免接触，省得被魏军知道了以后开始怀疑我。徐静那边，你们还要争取一下，毕竟咱们的客户资料都在人家那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又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是不是？魏总，您怎么来了？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吧，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总有一些个问题，像销售问题啊、酿酒问题啊，让咱们俩产生了一些隔阂。正好呢，今天我也没什么事儿，找你聊一聊。毕竟咱俩以后还得在一起工作，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嘛。您看，魏总，您这话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对吧？齐老师，我看你天天围着发酵车间转，有什么兴趣爱好吗？这下了班都干什么去啊？我呀，我这个人比较无聊，平时没什么兴趣爱好，下了班就陪爷爷说说话，散散步。哦。哎，昨天在西郊家属院附近，我好像看见你了。你们家住那儿吗？昨天？啊？您看错人了吧？我昨天压根儿没去那儿。哦。陪你鉴别了一晚上的酒还不够你。哦，小庄主。魏经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也没什么事儿，我找齐老师聊一聊。啊，那你好好跟他聊一聊。昨天快12点了，非拖着我把这里的酒都过一遍才行，我都快烦死他了。要不你带他出去聊，我现在不想看到他。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你作为一个庄主，不是应该比我更应了解这些葡萄酒的品质吗？魏经理，你说是不是？评评理，你看他这庄主当的。庄主很忙的，不是帮着你完成你的工作好吗？怎么一聊葡萄酒你就忙了？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忙呢？哎，你怎么说话了？哎呀，把你厉害的，到底我是庄主还是你是庄主啊？这跟庄主有关系。小庄主跟齐老师都非常忙，也非常敬业。你们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了。齐老师，改天咱喝一杯。行，改天约。好，庄主，哎，那我就先走了。你不是要找他聊吗？不聊了。慢走啊。我来的是不是很及时啊？咱们现在要外松内紧，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加大对咱们产区的小作坊、小酒庄的排查力度。但是要切记，千万不能够打草惊蛇，我们要给他来一个连根拔起。还有啊，石老那边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一旦出现危险，立即把人撤出来。爸，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哎呀，你前2天不是让我帮你打听那事儿吗？啊，我给你打听出来了。
你不是说让我不要那么贪心吗？怎么现在你又管上这事儿了？哼，谁让你是我亲闺女？还是我爸对我好呀？哎呀怎么样？打听到什么？何总那儿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外的名庄酒，是星星他们酒庄的波特酒。不仅如此，目前市场上出了好多他们星星酒庄的酒，量还不小。不可能啊！一心家的波特酒全都给了我了，他没必要骗我的。再说了，如果真是星星酒庄的酒，我不可能查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星星酒庄能出多少酒，咱们算它葡萄园的葡萄产量都能算得出来，满打满算超不过300桶。可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数量要远远大过这个数。你是说，有人在造假？很有这可能。这事儿一旦要捅出去，星星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你有什么想法？我得给一心打电话呀，他必须得知道这事儿啊。你不是一心想吃掉他的酒庄吗？这对你来讲可是好机会。爸，我就是在商言商，那免不了要尔虞我诈嘛。但是用这种手段收了星星酒庄，我还不稀罕呢。喂，一星，你在哪儿啊？易安姐，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是这样的，之前呢，我们酒庄有一单生意被人给劫走了。我爸呢，就通过关系了解到，劫走我们那单生意的酒，是你们家酒庄的波特酒。不仅如此，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你们家的葡萄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们家酒庄出事儿了？有些事情，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明白，我有我的难处，希望你理解。我这个人呢，一向都不介意商场上面的任何手段，但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品质是我的底线。对内，咱们俩是竞争关系，但是对外，人家可不管咱们是哪个酒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需要我再跟你说明白了吧？如果你不赶紧解决这件事情，今天出事的是你家酒庄，那么明天出事的就是我爱德堡酒庄。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参与，我会解决的。你怎么解决？一星，难道说你是？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我接个电话。请副组长。一星啊，大概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这些假酒已经流到市场上了，不但安南知道了，一涵姐那儿也得到了消息，我们要抓紧了。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儿，关系到咱们整个产区的声誉，所以领导已经批准了相关部门同时介入。酿酒厂那边，公安已经派人盯着了，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之前我以为魏军只是贪心，想要多拿点钱。没想到他干这么黑心的事情。你放心吧，这些丧良心的人，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全抓起来，给他们一锅端了。好。进，请进。麻烦问一下，刚才有人敲门吗？我也没注意。谢谢啊。这照片就放在病房门口，我一开门人就不见了。只有2种可能，
第一是我们的朋友，第二，魏军的仇人。如果是魏军的仇人，那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刀杀人。借刀杀人？来，虎哥，喝一个。哥，回来了。照片送到了？送过去了，放心。魏军自己开了酒厂，把我甩掉自己单干，没那么容易。我想应该是魏军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要报他的老底。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想我们还是按照计划行事。虎哥，你怎么在这儿啊？不该问的别问，我问你，星星酒庄的礼物收到了吗？那张照片是你寄的？没错，他们相信了吗？半信半疑吧。上车，给我捎你一段。不用，虎哥，我自己可以回家。不麻烦你了，拜拜，拜拜。石头，到了，到了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的房子。哦，石头，您请。这是2楼，上2楼。这不是梅洛吗？这还有希拉。石头啊，不瞒您说，这些都是铁板货。哎呀，魏军，你这个胆子太大了。石头，胆子不大，能挣着钱吗？也是。哎呀，这还有，连波特酒都有啊。不错，我这儿的品种比星星酒庄都要齐全。哦，只不过呢，酿酒配方不行，口感太差，所以请您出山，你我2人的合作，那才叫珠联璧合。只要您同意，我保您后半生无忧。哪来的？有人匿名快递给我的，那背后就写了一个字儿“魏”。假酒仓库已经找到，可以收网了。秦副组长，石明山那边怎么样？石老那边你就放心吧，我也跟相关的部门打过招呼了。这件事在咱们产区还是头一回，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做好了，可以有效震慑正在蠢蠢欲动的投机分子。自治区单位极为重视，政法委为此专门开过协调会。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破坏贺兰山东路产区的声誉。对违法乱纪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非常手段，露头就打。哎呀，先生，先生，先生，哎，您干什么的？哎，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放开我！借条是假的。
你确定那个放高利贷的没有撒谎？我是去还钱的，他为什么要撒谎？那个魏军弄一堆假的借条，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有，欧阳叔叔都没有见到钱，他为什么就那么相信魏军，还签了200万的借条？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可是银行他委托的鉴定专家鉴定出来，那个签名就是我爸亲手签的。我可听说，魏军家里以前开过酒庄。石老说过，他的库房里全是假冒咱们酒庄的酒。那你的意思是，魏军的目的是我们家的酒庄？有这可能。为什么？钱，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干嘛要回到这个酒庄呢？好好的拉你的大提琴不好吗？你要不回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就是我的了。你能告诉我高利贷是怎么回事？那是你爸爸借的钱，啊，是我牵的线，你应该感谢我。借条是假的，那笔钱根本不存在。我爸爸的签名是怎么回事？跟你说实话，你爸爸太老实，也太笨，这一点你跟他很像。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呀？你是说我爸爸没有见到钱，就在借条上签了字？对呀，不可思议吧？跟你说实话，这个酒庄没有落到我的手里头，所以我恨你们，我也恨这个酒庄啊。这个酒庄在你手里头，它长久不了。走着瞧。你们网站现在人事关系虽然还在杂志社，但是我正在跟上面争取，打算把你们网站变成咱们产区的对外窗口，让你独立出来，直接归我们领导小组管理。那可太好了！快坐，快坐，快坐！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啊，我给瑶瑶啊报了一个托管班，以后呢就不用麻烦你去接她了。您对我有意见？哎，别误会，别误会，不是那个意思。不让你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让你来搞这个网站？那肯定不是因为你帮我接孩子啊，是因为你跟齐路是一路人，你们俩都是痴人，一个酒痴，一个文痴。我看过你在杂志上面发表过的文章，观点独到，逻辑严密，论据详实，很有说服力。酒好，产区好，空喊口号没有用，需要真凭实据。哎，这就是你们网站最大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出去走走看啊，满大街都是那种高情商的聪明人，他们会来事儿，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里面游刃有余。但是这样的人我不喜欢。葡萄酒它代表时尚，代表文化，它代表很多东西。但是种葡萄酿酒却是苦差事，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咱们产区想要踏踏实实的发展，中国的葡萄酒想要得到世界的承认，就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痴人。这次魏军能被绳之以法，多亏了石老您的功劳。石老，这第一杯酒，我敬您。这样，我借着这杯酒，我跟大家再啰嗦两句。您说。我记得，当时星星的父亲倒下的时候啊，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无人与我把酒分，无人与我立黄昏。但是今天，我和大家坐在一起，我心里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又让我找回了自我。第一次认识星星的父亲，还是1989年的时候，在火车上。当时啊，欧阳大哥背了一个大包，
里面塞了好多的这个葡萄酒，到广州去开广交会。我们就在火车上面认识了，聊了一路。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儿，我就把2厂的工作给辞了，到了咱们的星星酒庄，这一干就是20多年。这第一杯酒呢，敬星星酒庄走过的这20多年。谢谢石老。谢谢石老。大家请坐，请坐。第2杯酒，齐路啊，我得跟你喝。石老，我敬你。哎，你看这孩子，我还没说话呢，你看他就把酒给喝完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有一个提议，小庄主，咱们这个星星酒庄的总酿酒师这个位置，从现在开始，应该由齐路担当。石伯伯，那您呢？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总这就是，这太怪了吧？啊，小高。啊，小高啊，一进厂就跟着我，他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而且负责的。虽然小高身上有一些不足，但是我希望，小庄主、齐路，你们大家能够跟他好好的相处。小高，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酿酒师。石伯伯，您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玉姐的。齐路，你的优点是敢于创新，但是你的缺点是太想创新。希望你尊重客户，尊重市场。你是从法国学习回来的，你应该清楚，在波尔多，创新是一件多么艰难，又是多么谨慎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石老，您的话我铭记于心。好。夜空流星划过美丽。庄队长，理解。同志们，从今往后，我们葡萄酒庄融资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你的脚步生活，曾经彩霞飘动万里晴空。何明啊，产区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做得好啊！不仅打掉了黑作坊，还成立了担保公司，这就等于牵住了葡萄酒产业的牛鼻子呀！说来惭愧啊，这回最多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了。我将来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看来筹建葡萄酒学院是你要主动出击的第一拳呀！这个我可不敢贪功啊，这完全是王荣斌教授一手操持的，我最多也是敲敲边鼓。李教授是国内葡萄酒界的泰斗，也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奠基人。我早就想来拜访，方案必有不足，还请您指正。王教授啊，你们的方案啊，我看过了，很好啊。无论从专业设置还是教学规划来讲啊，都非常的科学，非常合理呀。一看就是花了心思，很有水准啊。如果一定要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吧。您请讲。
这个葡萄酒啊，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产业。我建议你们呀，开门办学，利用毗邻产区的优势呢，多开设一些校外实践课程，鼓励学生们呢，以志愿者、实习生的身份呢，参与到葡萄酒的实际生产和营销过程当中去。还有呢，就是以产区为主，但不限定于产区内部，去聘请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去充当你们的客座讲师，比如像酒庄庄主、酿酒师、经销商等等，让他们不定期的给同学们上课，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提升同学们的专业水准。这个好啊，李教授，我之前啊总觉得似乎有些遗憾，您这么一点啊，全通了，感谢，太感谢了。何明啊，这个事儿啊，你以后就要多多支持了。您放心吧，王荣明教授是在为我们产区培养生力军，我一定会支持他的。在您专业的指导下，我和王荣明教授呢一定会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众望所归的葡萄酒学院给办起来。好。你看班长这刚辛苦苦的牙说给咱们吧，我们老师齐洛，我们之前一直是留2个牙的，而且这么多年都好好的，你是不是针对我？过一个过不去啊？高玉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针对你，这是黑比诺，很有潜力。抹掉多余的牙，就是为了控制产量，能够酿造出高端酒。勃艮第都是这么做的。勃艮第是勃艮第，这里是中国的宁夏。师傅当年留下2个牙，就是为了控制产量。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总要推翻师傅的经验呢？你在国外学的那套理论，在这儿就真的行吗？二叔，我觉得我跟他无法沟通，你们跟他聊吧。七公，我们都知道你是大专家啊，肚子里面有知识。可洋人那一套，他有他那一套的路，咱们中国人有咱们中国人的道，不是吗？是吧？这么多年都就是嘛。你说那牙长得好好的，你把它一下全抹了，那多可惜嘛！就是嘛。可惜。齐洛，我劝你做事不要太武断了，你听听，公道自在人心。行了，我跟你们我说不清楚，等庄主来了让他做决定啊。哎，你闪开他们家！干啥去？走了呀！是不是要跟我们解释不清楚？人家有庄主撑腰，我们的意见不重要。我呸！你看看这片葡萄园子，哪棵苗子没经过我张督宝的手，跟我栽谱呢？你还那点小子？不是这一星也真是的，你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懂这葡萄园的事儿，这又整了个奇功，你看他像能当总酿酒师的样子吗？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让我说，还是把老石，把石老的请来得了。对，我这一星啊，我得跟他说道这个事儿。哎，咱大伙一块儿去。走，咱一块儿去。走。哪有这样的？哪个都不懂。我都去找了他3回了，连面我都没见着。爸，我不管啊，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请他也好，求他也好，哪怕是拽，你也把他给我拽过来。除非他当面拒绝我，否则我是不会甘心的。以我对明山的了解呀，他肯定是有什么新想法，要不我打死他也不会离开星星酒庄。那我就更得去找他了。你为什么呀？那我得知道他有什么新打算啊。爸，我可是听说了啊，石明山这个人一辈子两袖清风，他没有什么存款。那你说他万一要另起炉灶呢？我是不是得投啊？哪怕他不开酒庄，哎，他开个茶楼饭馆，那我都得投呀。他哪怕是开个烧烤摊儿，我都得投。哎呦，你是铁了心要把他拽到爱德堡这条船上来。那谁不想呢？石明山毕竟是咱们产区的金字招牌呀，只要我能跟他搭上线儿，就算我拿不到他酿酒的配方，哪怕他这一辈子都不再踏进我的发酵车间半步，只要在外人眼中看起来，
他石明山是我们爱得饱的人，有这个效果就够了。我试试吧。刚才的事呢，我都看到了。怎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咱们俩呢，现在是同病相怜。酿造车间的呢，觉得你逼走了石老，还抢了高玉洁的位子。市场部的人呢，觉得我是魏经理的人，明里暗里的和我划清界限，给庄主表忠心。我现在呢，是里外不是人。其实吧，我对张总酿没什么兴趣。我的心里只有酒，只要能做出好酒，干什么都行。你这么想的，别人可不是这么想的。世界上最大的痛苦，不是痛苦本身，是你的痛苦。没有人可以理解。那就顺其自然好了。我做好我的酿酒，你做好你的市场。时间久了，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了吧？但愿如此。加油吧！舒婶儿，快进来，进来！真想找你们呢。没影响你工作吧？没事没事，快坐快坐快坐！来，正好我们一块聊一聊。坐，来，我给你们倒点水。你坐，你快坐吧。哎呀，快坐！哎呀，你记得你小时候吧？可喜欢去豆腐坊找我玩了。新做出来的豆腐，第一个就给你吃。你说的我现在都馋了。这两天去家里吃，那个你张罗。哎，你找我是有事要说吧？那个，有。对，那婶儿就跟你直说了啊。说嘛，二婶。我们都觉得吧，这个齐总是瞎指挥着呢。就是啊，你按理说，这是酒庄的这个经营呀，你们决策的大事，你轮不到我们这个说三道四的。但咱们不是一个村子的，你又从小叫我一声二婶，这该操的心还得操上。我们真的是觉得人家高玉洁真的不错，你要不信，你上园子里你自己去问问去，那不是我们几个人说，那园子里的老工人，人家个个都觉得那真的不错嘛。对，就是这样。我信，您说的我当然信。我知道你们呀都是为了我好，为了酒庄好，但是呢，哎，那天吃饭的时候说婶儿你们都在，对不对？那是石老他亲口说的，把总酿的位置交给齐路的。那既然石老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对不对？我是觉得呢，每个人的工作方式啊，他不太一样。那玉洁有玉洁的好，齐路啊也很优秀。大家之前呢已经习惯了这个玉洁的工作方式，是不是？对。那凡事都有个磨合期嘛，我们再观察观察，没准儿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哎，齐路的工作也很好，效果也很出色，是不是？观察观察，好不好？一星，我们主要是担心啊，你说你这么年轻，你不懂这里的人情世故。那酒庄上上下下谁不知道？那高玉洁是石老的徒弟，那人家什么关系？像亲父女一样。那你说哎呀，不说你说石老，那当时人家就是想把总酿这个位置给高玉洁，人家石老自己不好意思开口。是呀，一星，这石老是个文化人，爱面子。人家为啥要提这齐路？还不是因为齐路是你招进来的吗？人家这是给你递话呢，心里头肯定想着这个高玉洁上。俺哥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对，我也是，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呢，一星，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啊，不着急嘛。这考虑，就再考虑。那我再考虑考虑。哎，考虑。高玉洁娃娃不错，再考虑考虑。
没想到一场动作这么快啊！这还得感谢王教授和咱们农学院的大力支持啊！我听说那魏厂长啊，种了一些宝贝，能不能当着大伙的面跟我们交个实电？秦副组长，这消息就是灵通啊！是，我们厂新培育了一个品种，叫黑比诺。黑比诺，了不起啊！这在勃艮第是最高贵的品种。对。那我们可以引种吗？欧阳庄主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大棚里的种苗啊，各位庄主但凡看上了，有意引种，我们一厂啊按成本价给大家提供。那我在这儿呢，也可以做一个保证啊。只要大家积极的改良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总之就一句话，只要产区做起来了，我们的葡萄酒就有出路了。这个刚才转了一圈，心里已经有数了，是不是？咱们找个地方再好好聊聊。行，走。铁路，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们就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吗？天天往这跑。在下面待久了太闷了，上来透透气。你看这儿多好，视野开阔，眼前有葡萄园，远处贺兰山。哎，在这里看久了，心情就会变得特别好。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一星呢？他去一厂参观了，找他有事啊？啊，我是来找你们俩的。我有个小兄弟开了个酒吧，让我叫几个朋友去热闹热闹。我看你们最近挺累的，要不跟我去放松放松啊？你们去吧，我不去了。你怎么回事？好像不是很高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工作没忙完呢。哎呀，满脑子工作。哎，走吧。走。哎，走。哎呀，走吧，走吧。不去，走吧。我真不去。秦副组长。哎，邱总。秦副组长，我想引种2000株黑比诺。这是好事啊！啊，对了，我觉得大家好像似乎对于跟一厂的合作都有顾虑。正好，邱总能不能帮我从酒庄的角度分析分析？我就别说了，我说了也说不好。你看，能喝酒的人都说自己不会喝。行，那我就说2句。一厂呢，为大家提供一系列的种苗和技术支持。那从一厂的角度看呢，是在履行国企担当；但是从酒庄的角度看呢，那是不是对一厂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邱总，你分析的还是很对的。想要产区形成合力，我们任重而道远。你担心什么呢？我不担心，我就知道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走，错不了。邱总，你带了一个好头啊！我要替魏厂长谢谢你的支持。其实想让产区扩大影响力，我们是有很大决心的。一厂呢也表达出了充分的诚意，但是就上午的情形来看呢，大家似乎观望的意味还是很浓，所以我们很需要像邱总这样支持决策的民营企业家。你放心，秦副组长，我们爱德堡酒庄肯定全力支持。秦副组长的格局就是不一样。你说我吧，就是想趁着种苗便宜，节约一点成本，结果从您嘴里这么一说出来，哎，我就成了先进模范了。说到先进啊，我真打算在产区里面树立几个优秀典型。魏军虽然被抓了，但是影响很恶劣。嗯，可不，昨天晚上我们家伯饶还在加班跟网友互动呢。是吗？都聊了什么话题？伯饶那个人你也知道。人老实执着，非要跟人家说我们产区好酒好，而且一定要说到人家信服了，他才肯睡觉。你就是一星吧？啊，我叫谢勇。啊，您好，您好，久仰大名，石老经常提到你。这个老石啊，倒是会享福。哎，我刚才看你在看种苗，可刚才的认购会上，你一棵苗都没有定，能跟我说说吗？我还没想好。20年前啊，去苏联留学的时候，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做好葡萄酒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吗？我说葡萄，老师摇头。我又说酿造技术，老师还是摇头。接着我又说了设备、气候、土壤等等，老师啊始终给予否定。最后我辞求了，老师
只说了2个字：直觉。当时不理解啊，后来的20年里，我越来越相信这2个字。我现在甚至觉得，不只是酿酒，人生许多时候，再多的理由都不如直觉2字。其实我刚才在看那边的雷司令，但是我又想到石老跟我说过的，干红才是一个酒庄的立命之本，所以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的建议还是那2个字：直觉。直觉告诉我，可以引进5000株。那就尊重你的直觉。什么？5000株？这个异性真是翅膀硬了啊！开始学会跟我抢风头了。秦副组长还特意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明天去新兴酒庄采访，还建议把这条消息置顶。不准去！这是我的工作呀。哎，你不是也让我跟秦副组长多交流吗？张伯饶，我让你多跟他交流，是帮着咱们自己家，不是让你去帮别人。我就不明白了，你跟欣欣2个人本来就是姐妹，2家呢也都是世交，你干嘛老针对她？生意是生意，别跟我扯感情。那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秦副组长对引进种苗的事情那么重视吗？不知道。这就是我让你为什么要多跟他交流。说白了，第一呢是让他多看到你的长处，有机会想着你点，多提拔提拔你；第二是让你多从他嘴里套一点有用的内部消息回家告诉我。老婆，这样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喂，赵姐，哎呀，你别这么叫我，叫我一涵就行。小心，小心！哎呀，我哪管你是个疯啊！你为什么要让他喝那么多酒？哎呀，我怎么知道他个酿酒师酒量这么差呀？再说我也没灌他，他自己往里喝的呀。快！交给他吧。小心，小心他的头，小心头，小心头！哎呀！半条命都快没了。哎呀，拿起口，吐。他想不想吐啊？啊？酒醒了？头晕不晕呀？那个，我昨天怎么回来的？安娜和我把你扛回来的。你都不知道你昨天那个样子，都醉得不省人事了，喝那么多酒，是因为之前葡萄园的事情吗？你都知道了？那天村民们跟我说的。哎呀，你不用放在心上，叔叔婶婶他们呢就是这样的，说话有口无心的。回头我帮你跟他们好好谈谈。之前石老定下的规矩是石老定的，但是现在的总酿是你。他们对我敌意很大，没那么容易。没事啊，我去帮你做工作。干嘛？信不过本庄主啊？不是信不过你，我就是觉得高玉洁跟石老这么多年，比我更容易让他们相信。确实，玉洁在酒庄的时间
比我和你加在一起都长。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最终石老把总酿的位置给了你，而不是他呢？相信你自己。那个，我昨天晚上应该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对吧？那你做的过分的事情可太多了，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不用回忆想听哪一段？什么都不想听，不好的回忆就忘掉。谢谢你照顾我一晚上。石伯伯，石伯伯，留步。一涵啊，你还是来找我去你们酒庄吧。是。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你父亲也找我谈过，还是另请高明吧。石伯伯，您都已经退下来了，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我们那儿呢？我和我爸爸真心实意的想要邀请您。你放心，石伯伯，您到了我们那儿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的。一涵，哎，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您说。你对好的葡萄酒怎么理解？消费者的喜欢和专家的认可。那是匠人，那不是匠心。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年轻时的那份激情和冲动，怎么就随着年龄，渐渐的消磨掉了？谢谢你，给我一些时间，我想去把这种感觉再找回来。哎，早就跟你说过吧，石明山他不可能答应。哎，你还不信？我心里也知道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不争取一下，我就这么放弃，我不甘心。哎，这也好啊，撞了南墙，死了心了。哎呀，不过照你这么说呀，这石老以后这几年都不会酿酒了，可惜了这点手艺。可不吗？太可惜了。高玉洁，怎么了？石老是咱们产区最优秀的酿酒师，嗯，高玉洁是他的徒弟，谁都知道啊。他把高玉洁当亲姑娘一样对待，一直在培养她，准备接自己的班。那就算高玉洁她现在的手艺不如石老吧，那也比咱们酒庄的酿酒师要强很多吧。如果我把高玉洁给弄过来，你说多好。你也说了，高玉洁是石老的徒弟，他心里装的也是星星酒庄，咱别找这麻烦。爸，我都听说了。石老退下来的时候，把总酿师的位置给了齐路。那他高玉洁是圣人吗？那他不是圣人，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舒服吧？这就是我的机会。还是不好。你这么做不是等于是挖墙脚吗？我挖墙脚怎么了？我这是正大光明的挖墙脚。爸，你想一想，咱们整个产区谁家不为了请到好的酿酒师而努力啊？有能者得之，无能者失之嘛。我凭我自己本事强的人，谁还能说得着我什么？那一心他要真有本事，我也抢不走，不是吗？谁动温度了？高玉洁，我们昨天开会不是说好了吗？温度定在16摄氏度。是吗？我没听到啊。调下来多久了1个小时吧。你知不知道1个小时可能会影响到酒的品质？你什么意思？我要对酒庄里的每一桶酒负责。我也要对这里边的每一桶酒负责。你的意思是说，只有你一个人懂酒，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混吃混喝呗？我没说过这个。那你什么意思呀？这里的温度是师傅和我们大家经过酿造环境、数据分析，并且多次实践才得来的。
怎么你说改就要改吗？你以为你从国外回来就了不起啊？师傅在这个酒庄整整待了20年了，国际大奖也是拿过的，凭什么你一来就要把一切重来啊？你要辞职？庄主，我真的干不下去了，真的。来，不着急，先坐下，慢慢说。怎么回事啊？昨天您说让梳理一下1季度的销售数据，我一早就召集大家来开会，我在会议室等了10分钟，没有一个人来，然后我又去办公室一个个请，要么不理我，要么就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什么难听的话？你说给我听听。有的说我跟魏经理是一伙的，有的说我是假酒贩子，还有的说我是双面叛徒。徐静，只要我还是这个庄主一天，你就是我的市场部经理。我向你保证，今天之内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先回到你的办公室，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吗？你是我的前战大将军，你怎么能够这么脆弱呢？打起精神来，抗压能力强一点。好了，我知道你委屈，我答应你一定帮你解决。先回去，别多想啊。庄主，启功跟高师傅吵起来了。只要我当一天总酿，你们就得听我的。你什么态度？你在这摆什么官威？齐鲁，我告诉你，我高玉洁今天就是不听你的。你有本事你让庄主开了我！拿庄主压我是吧？行。石老当总酿的时候，大家就知道，酿造车间所有的事情由总酿负责。今天就算是庄主进了酿造车间，也不能越过总酿做任何决定。怎么了？我当了总酿，规矩全忘了？规矩我没有忘，但是我师傅当总酿的时候，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你不配提我师傅。高玉洁，就算你是石老的徒弟，我不可能无原则再容忍你。你容忍我什么了？别吵了。工作都做完了吗？庄主，你来了，你评评理吧。玉姐，石老呢是酒庄的大恩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酒庄的今天。他的话我始终放在心上，不管石老还是不是总酿，我对他的尊重不会有丝毫的变化。既然你提到尊重，我就想问一句：一行，齐路刚当上总酿，他就把师傅这么多年的数据给推翻了，这叫尊重吗？我们就事论事，好不好？我就是在就事论事啊。这个温度这么多年一点问题就没有，为什么要修改呢？一行，今天你必须做个选择。齐路跟我之间，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今天，只要这个地方还是我一心说了算，你们两个谁都不会走。你们两个是我的左膀右臂，少了谁都是断臂之痛。这样吧，虽然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我不懂，但如果你们任务这个庄主今天就听我的，酒窖的中控系统按照石老之前定下的数据执行。你再说一遍。只是今天，明天你们把技术争议形成书面材料，我会请专人来评判。好。一行，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信没信任过我？我当然信任你啊。信任我的是石老，不是你。齐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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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齐路，你慢一点。哎呦，我跑不动了，齐路，齐路，起来，你听我说。怎么了？刚刚那下面威风还没耍够啊？说，让我怎么配合你？
你别这么说话行不行？我们好好聊聊。我怎么说话了？我就是你聘请的一个酿酒师，还不是你聘请的，是我自己倒贴，我自己愿意来的。所以呢，你可以完全不用尊重我的决定，也不用管酒庄的规矩，把我这个总酿的决定就扔在一边。我是总酿吗？我不是，我就是个摆设。所以麻烦你让一下。不是，齐路，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可是我答应过石老的。我都明白，你答应过石老要好好照顾高玉洁吗？你照顾得非常好。你作为庄主，你通情达理，你讲仁义，你也做得非常好。可我呢？我答应石老要管好酿酒。我算个什么东西啊？下面的人不服我就算了，连你这庄主都跟我不是一条心。为了维护人情，可以随随便便拿酒的品质跟我开玩笑，推翻我的决定。我不是摆设是什么呀？不用你赶，我自己走。齐路，你别说反话。不要跟着我。齐路，秦副组长，下回您再过来的时候啊，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好派车去接你。哎呀，可不敢，我这次造访，主要是有事相求。秦副组长，你看你还跟我那么见外，有事儿您吩咐就是了，我肯定照办。是这样的，我打算在我们产区呢搞一个庄主沙龙，方便大家相互交流、互相切磋。您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这是好事儿啊。那您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吗？我是希望能把这次沙龙的举办地设在你们酒庄，当然了，政府肯定会支付一定的场地费。哎，别，秦副组长，我的场地政府随便用，不用支付场地费。邱总啊，你听我把话说完。这次是政府的活动，咱们公事公办。您有这样的配合度，这个人情，我个人领了。秦副组长还是老样子，原则性强。那咱们事先声明啊，这次呢，政府呢经费不多，场地费呢肯定不会太高。但是啊，活动期间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我们会全部承担。好，我全力配合，一切听您安排。那就谢谢您了。别喝，来。我说你们两个是真有意思。齐路前几天来我这喝个大醉，今天你又来，不是怎么你们跑我这打卡来了？我心里难受啊，大哥。我跟他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啊，他说我不信任他，那他信任过我吗？他连话都不听我说完，你也来一点。这，多来一点。齐路不就那个脾气吗？那有什么事情你俩说开了，你把你的想法表达了，不就行了吗？你看，你也知道沟通的重要性吧？他就不听。呀，李莫愁醒啦？来，喝水吧。我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那我要是再帮您回忆回忆，昨天晚上还发生了什么？你都得跳黄河了吧？还发生了什么？全忘了哈？行，我再帮你回忆回忆。赶紧把他送走，图我一力。哎，行，松手，来，别动啊！喂，这怎么还上手了呢？真爆啊！安南，不是这。松手，待在我身边。安南，聋了，安南。安南，我松手啊！你就差没撕了那齐路的衣服了。知道的以为你是舍不得他这个总酿酒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为什么不拦着我呢？我拦得住你吗？
你那如狼似虎的样子按不住你了。啊，丢死人了！不要再说了。该，自己想办法解决。昨天是他把我送回来的，对吧？哎，那你说他还生我气吗？还是说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更加不想回酒庄了？我怎么知道？那但凡是个正常人，看你这个样子的，都得吓跑吧？也是，爹也不希望有一个酒疯子庄主。哎，这一点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哦。哎呀，你就别说了。那现在怎么办呀？他要是不回来，就没有人帮我酿酒了。南瓜，干什么？你帮我去问问他好不好？不问，自己问。那他现在躲着我，我怎么找他呀？自己看着办吧。他这个是原谅我了。这就原谅你啦。他要是不原谅我，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你看看你那忍不住上扬的嘴角，你出息吧你就。我的总要保住了。邱总，您找我啊？帮我约几位葡萄酒的发烧友，晚上7点，凯宾饭店贺兰山包厢。好的，邱总。你呢，可以提前给他们透个信儿，就说秦副组长要举办一个葡萄酒庄主沙龙活动，场地选在了我们爱德堡酒庄。我要提前跟他们商量出一个活动策划案来。这一次的活动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失了礼数。好的，邱总，我这就去办了。去吧。谁干的？有本事干没种认识吧？别让我知道是谁，我让他吃饭我兜着走。哟，好大的官威呀！可不是嘛，这才是个代理经理，就如此嚣张跋扈。这要真当上经理了，还不得要把我们生吞了？你怎么回事？庄主。谁干的？没有，他们都在开玩笑呢。我说谁干的？没人承认是吧？行，等我查出来，就没那么好处理了。杯子里的水呢？庄主，我喝了。喝的红茶呀，色儿不错啊。宣布一件事情啊，从今天开始，市场部的经理由徐静担任。庄主，我错了，是我干的。但是，只要您不让我走，您怎么处罚我都行。你现在归徐经理管，怎么处罚由他来处理，我概不干涉。还有你们，这间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一样。徐经理，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是跟您开了个玩笑。只要您不让我走，您怎么处罚我都成。
行了，大家以后不要再开玩笑了啊，都好好工作吧。哎，都好好工作啊，都好好工作。谢谢徐经理。一涵姐，艺兴，下午的活动你早点到啊。哎呀，我这边都乱套了，我下午肯定去不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玉洁，她跟齐路2个人顶起来了，叔婶他们呢也跟着起哄。我是哄完这边哄那边，两边现在都不满意。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婶他们又去医院跟我妈告状了，我现在得赶紧往医院赶。婶儿，哎，他们走了。星，你快点告诉妈，到底怎么回事儿？哎呀，没事儿，就是有些事情吧，他们没有想明白。你放心，明天我跟他们好好说说。哎呀，你坐。酒庄呀，现在已经基本理顺了。等过阵子，我给老欧找个护工，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你可别骗妈，外面的事儿妈虽然不懂，但这么多年，你这些叔叔婶子们从来没有因为酒庄的事儿来过咱们家。妈说话不好听，那个齐路，你让他走。不行，你看看，怪不得别人都说你护着他呢，你怎么知道他就是真心帮你的？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齐路是我们酒庄的大功臣，我们酒庄能够渡过难关，全都靠他。哎呀，酒庄的事情你不懂，我不跟你说，但是用谁不用谁，我心里很清楚。你，那个住院费我交过了，我先走。这个孩子。各位庄主，大家好。下面我们有请林业厅葡萄酒产业领导小组秦副组长给大家讲话，大家掌声有请。各位庄主，各位亲爱的来宾，你们好啊！这是我们产区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庄主沙龙。首先呢，我们要感谢邱总对我们的鼎力支持。另外呢，我还要感谢各位庄主能够拨冗到场。其实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沙龙呢，目的只有2个：一来呢是给各位庄主提供一个互动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二来呢是给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一个轻松的、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谢谢。秦副组长，请。秦副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于庄主、蔡庄主、刘庄主。哎，你好。秦副组长好。这是王庄主和易庄主。哎，你好。秦副组长好。您好，请多指教。这个是齐路的方案，我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把您请回来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吧，我也不懂。可是这2个人矛盾越来越大，越闹越僵，再这样下去，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了。哎，一兴啊，这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是2个人在斗气呢。一个是故意找茬，另外一个呢一根筋，不懂变通，这是在弄矛盾。我说小庄主啊，你看你到这也有一段时间了，不能说只懂生产，人际关系这方面，你也得学会帮他们调解。怎么调解啊？玉洁这孩子吧，从进厂就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难免他会产生一些误会，觉得自己在厂里面威望高，就不把齐路放在眼里。这个齐路呢，初来乍到，恃才傲物，一点都不变通，这不就矛盾产生了吗？那我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他们的粘合剂，做他们的润滑剂。哎呀，我太难了，我一直在努力，他们又不听我的。
你放心，不是还有我吗？咱们到车间里面去，我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谢谢石伯伯。这些应该还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数据是当时我制定下来的，对，它没有动。那齐路这个呢？这个地方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可以吗？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些个数据参数我都看了，他修改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师傅，我们的数据是有时间支撑的，而齐路他的数据是没有时间依据的呀。现场的酿造情况就是我的依据，时间可以证明一切。那好，齐总酿，我问你，如果时间过去了，酒出来了不行，谁负这个责任？我负这个责任。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小高，行了，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可是师傅，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是总酿师后的数据来执行的呀。我定的依据不是圣旨，不是说不能改，因为当时我是总酿，这个规矩我来定。但是现在齐路是总酿，这个规矩他来定，所以大家听他的没有问题。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行业，我们的生产是有规矩的，这个规矩就是听总酿的。大家都听好了，我们这个酒庄好比是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一定有领头人。咱们这个酒庄领头人是谁呢？是小庄主，是咱们的总酿师齐路。如果大家都不听话，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不就乱了吗？谢谢石老。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再见。你好，邱总。秦副组长，敬您一杯，感谢你为我们爱德堡酒庄提供这样的机会。邱总啊，看得出来你为了这场活动费了不少心思，我代表政府向你表示感谢。别客气，我应该做的。这不是不客气的事情啊。我这个人呢，向来喜欢直来直去。接下来这些话呢，有可能会让您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还是得说。没关系，秦副组长，我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你尽管提。你放心，我一定虚心的接受，并且改进，为咱们沙龙提供一流的服务和支持。是这样，邱总，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我呢，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沙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说话的地方。秦副组长，那我就必须得解释一下，我呢就是想把咱们这个活动啊办得上档次一些。你也知道，毕竟我们葡萄酒行业和别的行业它是不同的。为这件事情呢，我还专门咨询了葡萄酒的发烧友。邱总啊，你看现在，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您办这样一场沙龙应该花费不菲吧？可是我们的产区现在只是刚刚起步，你说要是外人看见了之后，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呢？没关系，秦副组长，所有的费用我们爱德堡酒庄承担。邱总，您误会了，费用，政府1分都不会少。齐路，我们做酿酒师的，不仅仅要给顾客带来一个美好的口腔感受，这个葡萄酒啊，最重要的是要给顾客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你说对吗？石老，您说什么才是优质的酿造工序啊？它的关键点是平衡，葡萄的酸度和甜度要达到一个平衡，酿造的过程和发酵的程度也要达到一个平衡。只有完美的把握住这个平衡，才是酿出一瓶好葡萄酒的基础。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调整数据。刚才说的只是酿造，其实我们做人也是一样。你想想看，在一个团队当中，我们把个体不同的人，等于是放在了一个容器罐里面。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平衡点？那就必须要求你团结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这个团队才有力量，才能更好的往前走。你说对吗？我知道了，石老。谢谢您相信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哎呀，终于成了！是啊，终于成了，不容易啊。
欧阳兄，你经常跟我们说，葡萄酒行业一定要做成一个100年的酒庄。是。你是不是考虑过咱们这个酒庄未来的继承人会是谁？我石明山啊，就是个孤家寡人，啊，你呢，家里边还有一个女儿艺兴。那星星现在在学音乐，你有没有考虑过，让艺兴放弃一下她的音乐，学习一些葡萄酒的知识，最后来接手咱们这个酒庄呢？明山，何必去为难星星呢？欧阳兄，就算是我们干30年，终会有退休的那一天。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吗？那既然有星星这个孩子在，咱们为什么不能够提前让他介入，对吧？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把这些交给孩子吗？这样我们也放心啊。明山，你的心思我明白。按理说，星星应该继承这个酒庄，但是她是我女儿，我希望她幸福，希望她快乐，我希望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她，所以我才支持她去拉琴，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你明白吗？明白。欧阳啊，艺兴如今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合格的庄主了。他没有让大家失望，而齐路对于酿酒的认知，也让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着执着和创新精神的人。我相信，在他俩的配合下，咱们的酒庄会越来越好。我这个老古董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我想，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我也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秦鹤鸣，你的党性呢？你的原则呢？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不好？陈副厅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有责任，要打要罚我都认。鹤鸣啊，鹤鸣，我就不明白了，一场那么大的地方，你在哪儿不能办沙龙，非要跑到那个什么邱一涵的酒庄去？是，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我原本只是想让大家打消对一厂的顾虑，让整个产区拧成一股绳。我没想到这个邱一涵，他搞得那么铺张浪费。您放心吧，回去之后我会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写一个说明，然后附上我的检讨，等待组织上的下一步处理。先把情况写清楚，至于处理意见嘛，等我向上级汇报完了之后再说。我早就说了，让你低调一点。结果你看看现在，害得人家秦副组长都挨批评了。哎呀，我叫你来是让你帮我想想办法，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设性的意见？要依我说呀，你主动退出吧。凭什么？哎，媳妇儿。你要站在人家秦副组长的角度想一想，他不过是过来找你租了一块场地，现在弄得满城风雨，你说人家冤不冤呀？如果你真的想和秦鹤鸣搞好关系呀，我建议你大大方方的站出来，发个声明，把责任都揽过来，并且通过这个声明将这个沙龙的意义阐述清楚，也让外界的质疑能够得到答案。此消彼长，秦鹤鸣那边的压力不就小了吗？行，你说的这个办法行。那你看这样，你呢，就在你那网站上给我发个声明，以酒庄的名义发，就说爱德堡从即日起，因为内部装修问题，退出酒庄沙龙活动。
待装修结束之后，愿意继续无偿的赞助葡萄酒产区各类活动，怎么样？意思是那么个意思，但话不能这么说。怎么组织？那不是你的强项吗？今天中午啊，必须得给我发出来。好的，老婆大人。还有，不许给我放那犄角旮旯里，抠烂了电脑屏幕都看不见。放头条，放头条。好。好，我明白了。再见。你小子，连主要领导都惊动了。本来领导要亲自跟你谈的，但是北京有个会，出发前专门让肖秘书转告我，让我给你宽宽心，别有什么思想包袱。领导的原话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干事创业就不要怕那些流言蜚语，只要问心无愧，就任他东西南北风。记住，这是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最大的党性。石老要离开了，他说他要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但我和齐路都知道，他是在给我们腾地方。他怕只要他在一天，我这个庄主就会被当成摆设。刚进酒庄的时候呢，我什么都不懂，是石老教我、栽培我，教我酿酒，教我经营，教我管理，教我用人。有他在，我就安心。可是他现在突然要离开，就好像少了一点依靠，也不知道今后我自己能不能面对这一切。不过你放心，既然我当初选择了放下一切来当这个庄主，我就一定要做好。小高，你怎么来了？师傅，我要送送您。小高，不许哭啊！我不愿意告诉大家，就是不想大家来送我。人在相聚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的，一到离别的时候，都伤感。师傅现在年纪大了，见不得这个。不哭。啊，小高啊，师傅没把酿酒师的位置让给你，你心里不要怨恨师傅，啊。师傅，你是我最亲的人，我会的。其实你的工作一直很认真，也很努力。师傅离开以后有什么事儿，要发信息给我啊。师傅，我能抱您一下吗？好，好，好了，师傅走了。师傅，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嗯，会加油的。好，回吧，回吧。石伯伯。哎呀，星星、齐路，你看你们还是来了。舍不得你。石老，您去哪儿啊？大家会想你的。啊，咱们的酒庄一天天发展起来了，小庄主现在也成熟了，又有齐路、小高，还有你们大家伙的扶持，这里一切我都放心了。趁着我现在还有一些精力，我想找一块新的土地，重新开发一个地方。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啊！嗯。通过这次沙龙，让全国各地的葡萄酒人看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发展前景，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当地政府
对于葡萄酒产业不遗余力推动发展的态度，吸引了越来越多有识商人来到这片土地。各位企业家朋友，这边请。这里呢，就是贺兰山东路产区规划的起点，就从这儿一直往北，打算拿出一大批地来，兼顾开发和环境生态保护，就是为了支持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啊，季副组长，你们这里都是这种土壤吗？没错，农大教授说，这里的土壤啊最适合种植葡萄了。太好了，富矿物质，透气性好，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我喜欢。给我10万亩地。多少？10万亩，我要把这里啊全部种上葡萄啊。还有啊，那边是不是黄河呀？啊，对对，从这儿过去大概8公里就是黄河。啊，季副组长，请政府帮我解决电力供应和路的问题，其他的事情我自己解决。太好了，那可是10万亩啊！他说买就买了？可不是，坚决不做，要一次性买断。10万亩的戈壁荒滩呀，胡建民这个闽商还真够有魄力的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如今这些外地的投资商们一进来，咱们产区的格局都不一样了。有了他们的加入啊，咱们的产区会越来越壮大。这蛋糕做大了呀，大家都有饭吃嘛。想当年，谢勇师傅从河北的沙城怀来，引来了第1颗藤。为了保护这颗珍贵的藤啊，谢师傅和几个技术员用棉被捂着，一路临水保湿，这才有了我们一厂这片老藤园在。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没让你给我备场地。话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一厂这么大，这么多人，这情况复杂呀。有工人，有移民，还有打短工的农民，外加刚接收的2厂的老工人。这国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让我学呀，所以我给1厂的定位啊，就是用扩大规模来体现效益。你是想扩大生产规模？对啊，我们厂有6.6万亩优质葡萄呢。你想啊，我们厂拿奖吧，拿了不少，这国内的、国际的应有尽有啊。但从今往后啊，我们不再冲拿奖去做产品了。我们要做普通消费者喝得起的葡萄酒。你这个想法特别好，这才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有的路子。走，我请你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吃顿饭。呀，到我这来了，我请，好吧？一会儿食堂啊？对，食堂。打10点每个。停！谁让你们这么画的？高工啊！高工啊！高玉洁，高玉洁，干嘛？为什么要这么画？这不做厂子型结构吗？你这2个间隔只有0.5米，怎么做厂子型结构？齐工，你做不了，不代表别人做不了。拔了，重新画，按1.5米画。你还要再扩种？我要再开5000亩园子。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以咱们现在葡萄园的产量，完全能够保证咱们的生产。你再开园子，你得知道，这葡萄7年内是不能用的。爸，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你想过没有？如今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招商引资。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是，我们现在的园子呢是能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那日后呢，随着越来越多的酒庄的建立，你相信我的判断啊，我们产区的葡萄一定会越来越紧俏的。那我就得以备不时之需。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毕竟酿酒葡萄是根本。与其将来面对购买的压力，不如咱们自己早有准备。而且如果有需要呢，咱们到时候还可以帮一帮其他的酒庄。
是，那帮忙嘛，那也不是白帮的，对吧？总要给咱们酒庄创收不是？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你可别到时候借机哄抬物价，咱可不干这缺德事儿。我是那种缺德的人吗？那我不能挣这种黑心钱呀，我就是要个市场行情价，不过分吧？真是老了呀，没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使了。哎，这剑阁怎么这么吵啊？这太远了呀！齐公让我们这么干的。齐公，不是那个齐公，怎么了？你过来一下。你这不行啊！你这画错了呀！怎么就画错了？不是这苗种的太远了，这多浪费土地啊！你知道这1亩地多少钱吗？我当然知道。不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要隔这么长呀？因为我要做厂字形结构。哎，我不懂你这个厂字形啊！当时人家石老带领我们用独龙珠结构的时候，整这么一大亩园子，哎，那每年都结老多葡萄了。到你这儿凭啥就给换了呢？跟你解释不通，我是总工，听我的好吗？不行，你等会儿。哎，你们都停下来，不许干！哎，东阳，你去把那柴子重新整。你靠边，我这过，你别挡我。别瞎指挥。齐公打人了！媳妇，你这吗？媳妇，哎，怎么了，媳妇？没事。他打咋回事？没事吧，三傻？不要住手！冷静！媳妇，大老爷们欺负上女人呢！你是不是疯了你？你凭什么打人呀？我没有打他，就拉了他一下，自己摔地上的。就是你打的我！你没打他，他能躺在地上；你没打他，能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得给我做主啊！你先来，正好，你给评评理。他推俺家花，你得给我做主啊！起来！哎呀啊！哎呀！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儿？你问他。我就拉了他一下，他自己摔地上了。就是你打了我，要不我能摔地下吗？不是我。好，我给你道歉，对不起，我下回会注意的。各位，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就像当初信任石老一样。你别没理的时候把我师傅搬出来行吗？叔叔婶婶，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石老才刚刚走，他当初在酿造车间说过的话，你们都忘了吗？石老说了，一个酒庄只能有一个总酿。当初石老是总酿没有错，但石老说的话不是圣旨啊。现在齐路是石老认可的总酿，他有权利根据现在的情况做出调整和修改。玉姐。你当初也在现场，你听到了对不对？你就算不相信齐路，那你师傅说的话，你总应该听吧？我相信我师傅说的话，但是齐路他一再推翻师傅的经验，而且今天他打人了。就是他确实能打人。一星，你看看这些人，他们是在咱们庄子里边干了10几年的老果农啊，他们是咱们的家人啊。你说齐路他今天这么打人，我们能信任他吗？我没有动手打人，我刚刚打住！齐路，我告诉你，石老是石老，我们大家跟着他啊，酿酒这么多年，他的话我们绝对听。但是你的话，我还真不服。大不了不干了，走！都莫说，都莫说。你们听我说，都莫说了，他打人！三婶儿、二婶儿。那真的，反正你腿没事吧？我看你这心里下不住。就是你不能这样，你一个男人家嘛，你咋能这么的？高高，我们今儿可是豁出去了呀！我明白，大家都是为了庄子好嘛。齐路今天这么做呀，就不对。我说一句，是不是有点过？过啥过？那他不推我能倒吗？再说了，咱们之前苦口婆心跟一星说那么长时间，一点用没有啊！
过啥过？不过。不，我就觉得吧，师傅这一走，咱们这庄子仿佛没有了主心骨。这齐路说什么，咱们就得听什么了。对，哎呀，好像没？没事吧？哟。 好像也没啥事儿了。傻呀，老舅！哎，你说刚才看那个齐路跟我道歉的样，你们说过不过瘾？过瘾。我觉得不管齐路怎么样，他都得听庄主的，是吧？对。是啊，庄主刚刚跟咱们大家都道歉了，而且平时对咱们都不错，那咱们大家得给他面子呀。 接着干活呗！那是，没给庄主面子。接着干活，好，走，婶子，走。这瓶就是。想做点事情怎么这么难呢？怎么样？ 人劝住了吗？劝是劝住了，可是，哎呀，如果石老在就好。石老说要让我学会平衡，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可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啊！我提出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我们酒庄能够更长远的发展。我是道歉了。 可现在根本不是我要如何团结的问题，是高玉洁他们压根不想跟我团结的问题。我知道在这方面让你受委屈了，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他们随时可能会撂挑子的。我觉得我们之前就是太好说话了。他们不想干了，是不是？可以，那我们就从外面再找人。我就不信了，当他们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的时候，还能闹事吗？不行。 你这样明摆着就是把他们赶走。我不是要赶走他们，我想要说服他们。我说不行就不行。齐路，我觉得呢，我们还是应该去跟玉洁他们聊一聊。聊什么？高玉洁他已经明摆着在反对我了，你还希望我跟他聊什么？难不成要我求他们回来吗？这只是一种挽回的方式啊。 只要他们肯继续回来种葡萄，那我们退一步又怎么样呢？我已经退一步了，还有，你说要让我再退一步，怎么退？你告诉我，难道要我所有的决定都被他们否决，再按之前的重新来？一心，我告诉你啊，你要让我毫无作为，让高玉洁他们牵我鼻子走，不可能，我宁可不干。 成功！啊，有您这句话，我们总算是没白忙活呀。汪叔不愧是在米其林3星干过3年的 chef 呀。但是呢，师傅你不知道啊，汪叔这段时间在厨房忙前忙后的。不过呢，有您一句夸奖，汪叔能高兴一整天。大可，谢谢你，这段时间你辛苦了。这人怎么又来了？美丽的吕小英女士。 这是送给你的花。给我？不知我是否有幸能约你出去？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我会很难过的。啊，对不起，对不起，莱诺，我有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是男朋友。我看他只是个厨子。然后呢？ 吕女士，你确定是他？我明白了。我希望你们2个在一起能够幸福。小英，你什么意思呀？ 师傅，你说的是真的？啊，天然
不是咱们村的吧？没见过，瞅瞅去。看啥呢？看葡萄。啊，看葡萄，你挺逗啊！看葡萄园不看葡萄，还能看苹果呀？幽默。我想问一下，这个葡萄藤为什么距离那么近呢？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叫独龙株，这是我们这独有的架型。哎，不是，你不是我们村的吧？啊，不是你们村的。这种架型有什么优点呀？优点啊，优点肯定是有，但是我们说不出来呀。但是这都是人大学里边的教授研究出来的，那个一厂的技术人员过来手把手的教的我们。我们那个村里人虽然没啥文化，但听人专家的准没错。对，听专家的。对。我再问一下，你们这里冬天有多少度啊？冬天。哎呦，那最冷的时候得达到零下20多度嘞。那霜冻是什么时候来呀？霜冻那应该就是每年的10月中旬。去年是10月底。哎呀，还有一点，有一年10月初就来了，把那2厂葡萄都冻坏了，因为这事儿都经营困难了。是吗？啊。这就是民商，敢想敢干，有魄力，有想法。那天返程回来的路上，跟他聊了2个来小时，我发现他不是一时冲动，思路非常清晰。哦，对了，您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这是胡建明随手画的规划图。这是防风林。对，这是车间，这2个是酒窖，还有员工宿舍。那这里呢？这是泵站。柯敏同志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投资商。葡萄酒是100年产业，对于那些滥竽充数、想赚快钱的投机分子，一律不要。别人是招商，我们贺兰山产区是选商。自治区党委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把那些有实力、有想法、懂专业、懂市场、有情怀的优质投资商遴选出来。这是对投资商负责，也是对咱们产区负责啊。这批货经销商缺的比较急，得你签个字，马上发出。最近咱们的酒在市场上反响特别好，很多经销商都主动联系咱们呢。辛苦你们了，要不是因为有你们，我们的酒也不会卖得这么好。你给的提成这么高，我们卖酒也相当于是给自己赚钱，怎么会辛苦呢？好好干，年底根据你们的业务量再给奖励。那我要替大家好好谢谢庄主了，我先去忙了哈。好。哎，你好，小兄弟。啊，您好，您是？我叫胡建明。听口音，您是南方人吧？是啊，我是福建人。您是那个买了10万亩地的闽商？这么快就知道了？产区都传遍了。您这次来是考察考察？是啊。怎么称呼你啊？我叫齐禄，新兴酒庄酿酒师。哦，你好，你好，你好。秦副组长，请进。谢谢，谢谢。请坐。秦副组长，上回那事儿啊，我一直想着要跟你的门道歉，但是呢，又怕越描越黑。今天您亲自来了，要打要罚我都认。邱总啊，您何错之有？秦副组长，上回这事儿吧，确确实实是我好心办了坏事儿。听说还连累了您受了批评，这社会上还有些风言风语。我说实话，我这心里真的……哎呀，邱总啊，不瞒您说啊，我这回来呢是想跟您商量一下下一次庄主沙龙的具体安排。下一次？秦副组长的意思是说，下一次还在我们爱德堡酒庄办吗？
怎么了，邱总？您不欢迎吗？没有，欢迎。我就是有点意外。邱总，您以为就这几句闲言碎语就能把我打倒了？实话跟您说吧，由于这次沙龙的举办，吸引了大批国内的投资商来咱们产区投资建厂，大大促进了产区的良性循环。所以呢，经大家推选决定，不光下一次会在您这儿举办，如果邱总愿意的话，将爱乐宝酒庄定为庄主沙龙的永久举办地。愿意，我当然愿意了。请副组长，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就一句话，我对产区充满信心。下面有请我们产区的新朋友建民酒庄的庄主胡建明先生发言，大家掌声有请。大家好，我叫福建明，古乐福的福，我来自福建。虽然去过很多地方呢，但是参加庄主沙龙这还是第一次。我来讲几句，和大家讨论。这几天呢，我去了产区的大部分葡萄园，也查阅了产区的天气资料，但是我有几个不明白。一是种植，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独龙株这样的家型？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到底合不合适我们贺兰山产区呢？第二是产品，我觉得太单一了，并且我们有很多酒庄只盯着传统的干白、干红两种品类。第三是销售。我们除了那几个经销商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玩法了吗？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呀，我们为什么不能引入互联网的思维呢？如果我们永远不做新的尝试，那我们的葡萄酒希望在哪里？就讲到这里。讲得好。胡建明先生的发言真的发人深省。其实这就是我们搞庄主沙龙的根本意义。只有大家呢说真话，说掏心窝子的话，政府才能有的放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胡建明先生。下面有请星星酒庄庄主发言。我是星星酒庄的欧阳一星，大家好。其实坐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我能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自己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庄主。我就给大家说说我的经历吧。在我人生的前24年里，我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为举世著名的大提琴手。可是世事无常，我父亲出了车祸，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人生来接手酒庄。那个时候，就算我有再多的不甘和不舍，也必须要认清现实，学着长大。所以，我回到星星酒庄，从零开始学习。从摘葡萄开始学习，每天跟着石老在大太阳底下摘葡萄，一直晒到脱皮了，才发现，原来葡萄是应该在凌晨才摘的。我也曾经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差点毁掉了我爸爸千辛万苦种下的20年的老藤。我为了保住酒庄，学会了放下骄傲，学会了应酬喝酒。但是让我特别感激的是，即便在我最难、最绝望的时候，身边依然有很多朋友，他们无条件的帮我，不离不弃的陪着我。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放弃，让我学会了坚强。曾经有人问过我，你放弃了维也纳的音乐梦，来这里种葡萄，你后不后悔？说实话，当时我可后悔了。我不仅后悔，我不安、彷徨、焦躁，甚至是害怕。但现在不会了，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明白了我父亲有多辛苦才走到今天。我不能让我父亲一生的心血就毁在我的手上，我不能让自己放弃梦想而换来的一切，变成别人眼中的可笑和不值得。所以我一定会坚持到底。我要坚持到我父亲醒来的那一天，然后亲口告诉他：老欧，我做到了。我不仅做到了，我还做得很好。我没有丢你的脸。谢谢。今天这个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精彩，也很成功。说心里话，我自己也挺受启发的。在活动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自治区林业厅葡萄酒领导小组将会和宁夏大学农学院联合参加澳洲葡萄酒品鉴大赛。我们可以带着我们产区最优秀的葡萄酒，走出国门，去给国外的同行一个惊喜。国际葡萄酒大赛的消息，如一阵东风，吹入了贺兰山东路产区。所有的酒庄都为了这个消息而欢欣鼓舞。义兴和齐路也在此刻意识到，只要酒庄的酒能在国际上获得奖项，石头村的乡亲们就会认可齐路。回到酒庄。现在我宣布，这次澳洲比赛用酒由总酿酒师齐路全权负责，请大家按照齐路的要求全力配合。庄主，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我相信齐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感谢大家配合，希望大家支持。那个一兴，你也知道，我们家还有10亩葡萄呢。那个一厂说来人给我们干什么？那个一厂说来人给我们指导指导。我跟东阳就先不在这儿了，回去了啊，回去了。别伤和气。哎，一兴啊，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啊！你这摆明了是跟所有人过不去嘛。既然你信不过我们就走了啊，也不留着了。一兴，那咱们也走了。这下我可是为了你，把全村的人都给得罪了。你会发现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值得的。齐路，你会开挖掘机吗？巧了，我也不会。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么大一片地，几天之内要把它弄完，你觉得可能吗？死南瓜，让你来是想办法，不是涣散军心呢。谁惹的麻烦自己想办法呗。种地我又搞不定了。明白了，我现在去石头村找人。哎呀，行了行了，现在全村的人都以为你是恃才傲物、祸乱酒庄来了，谁愿意帮你啊？我又没说我去。我去找我爷爷试试，他德高望重。不行，爷爷都多大了，让他为了这点小事求人不合适。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搞不好你们酒庄会损失很大的。行，
咱们现在就算延长这次展藤的时间，那以后怎么办呢？啊，那剪枝、施肥、除草，这些事情你会吗？啊，反正我不会。谢谢邱总的抬爱。新兴酒庄是我师父毕生的心血，我是不可能离开的。据我所知，你现在在新兴酒庄的处境很尴尬吧？那又怎么样呢？酒庄又不是齐洛跟一兴2个人的，没有了大家的帮忙，他们2个又能做什么呢？何必闹得那么不痛快了？只要你过来，我会给你比这个还要丰厚的待遇，总比在那儿受气强吧。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邱总，您还是管好自己的酒庄吧。高玉洁，我得提醒你，现在新兴酒庄的酿酒师是齐路，所以你觉得你在新兴酒庄还有任何空间可以发展吗？你一直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但是梦想要有合适的地方才能够实现。人嘛，总要为自己考虑，你说对吧？没关系，不着急啊，你可以慢慢想。如果你动心了，可以随时过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你尽快。毕竟你现在不是最优秀的酿酒师。哎，各种真好见。他又不咋地，对吧？这色儿他不穿不穿。我就说这色儿，兄弟，这用场用暗点的颜色。哎呦，今天人这么全呐，都在这儿呢。二婶子，那几双鞋底了？大梅，总嗑瓜子儿啊？哎，巧巧，光顾着织毛衣，没看见我来呀？那看着你又能咋样呀？咋了？咋了？你去问你们女儿可。啊？酒庄有事儿啊？那不然呢？哎呦，现在翅膀硬了，把俺们一石头葱的人都踹了，瞧不上俺们了吗？不可能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吧？哎呀，行了，大姐，误会什么呀？你看我们大伙不都在这儿呢吗？让人家扫地出门了。嗨呀，你还有个磨豆腐的手艺呢，那俺们呢？哎呦，俺们迟早是要喝西北风的。不可能！你们等着啊，我回酒庄问问去。都等着，谁也别走，等着。听这意思啊，以后谁也不上咱们家酒庄了。这快到榨季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别着急了，一会儿我再去请，一回不行我就请2回，我一定把他们请回来，还不行吗？你看你来就来，还拿东西。一兴，你今儿来吃饭的呢，我给你做顿好的。要是劝我回去，我不去。哎呀，三婶儿，我知道的，您是出了名的刀子嘴豆腐心。行了啊，你今儿就算说破大天儿，我也不去啊。你看我这手里一堆活儿呢，你要没事就回去吧。哎，我帮你干活。不用，你都不会，你这那个。我知道您跟二婶儿都是为了我好，其实我心里都知道，我感激着呢。我可没看出来。不管您信不信吧，反正这是我的心里话。我这人呢，不看别人咋说，就看别人咋做。那你说我们现在一个个都滚蛋了，都在家呢，人齐路在酒庄好好的当他的总酿酒师呢，是不是？就你这水平跟我下棋呢。哎呀，大义失青州啊！说，跟您聊2句。
哎呀，我就说嘛，今儿还能输给老张了，原来除了你小子都没头了啊！我给您重新摆上。搁那儿，谁让你动的？叔，5分钟，就聊5分钟，行不行？一星他不懂事儿，你还跟他一般见识，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啦。人家一星现在多厉害呀！啊，我们不识抬举，捧个热脸贴了人家老屁股。我凭什么相信你呢？叔，我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一星的。证据呢？啊？哎，你们不是参加什么比赛了吗？啊？昨天你爷爷找我的时候，我可是有言在先呐。你齐路要是给酒庄能捧回一个奖杯，我就信。啊，叔，决定比赛的因素它有很多，别说那么多啊！我就是认奖杯，你哪怕是个银的，不是铜的，我也认。你这样，齐路这回要能在这个大赛中给我们酒庄拿个金奖回来，我这个炸鸡1分钱不要。哎，不仅这个炸鸡，我这活儿我都不干了，我一心一意上酒庄给你干去。别，三婶，该给的工钱我1分钱都不会少您的。不是，你这孩子没听懂我说啥意思吗？那我为啥该许这么大愿啊？您不相信我们能得奖呀？对喽，我这从头到脚我都不信，不仅我不信，那全石头村的人都不信。回头啊，等你把奖杯往我面前一放，哎，你一个字都不用说，我张东宝给你负荆请罪，下半辈子听候星星酒庄的差遣，啊，还愣着干啥？忙去，忙去，忙去！来，老张，继续。现在这种情况，我真怕连累了星星酒庄，不如自己回上海算了。电话。喂，妈。之前你老师的那款酒卖给了银川的一个收藏家，你还记得吗？嗯。是这样啊，周先生现在在机场，他要出国带的酒出了问题。你不是说你们的希拉得过大奖吗？我就想呀，你赶紧去趟机场，给他带几瓶去。他是3点的航班，赶紧啊，别耽误。行，知道了。哎，你干嘛去？回酒庄拿东西，去机场。拿东西？拿什么东西啊？哎，你去机场干嘛呀？哎，齐路，你干嘛去？我现在有点事，回来跟你说。嗯，好。徐静，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哎，庄主，你看到齐公没有啊？我找他一圈也没找着人，打他电话也不接。我刚才看见他拿个行李箱走了。拿行李箱？干嘛去啊？不知道，挺着急的样子还。喂，喂，一香，刚才齐路接了个电话，说要拿东西去机场，他要走。啊，行，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去机场。你车借我开一下。怎么了？齐路要走，他现在去机场。可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给我送来这些酒，我见客户可就要丢脸了。这都是应该的。您之前帮了我这么多忙，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联系我。我要去趟卫生间，你等我一下。那这样，我先帮您去办托运，您先去洗手间。齐路，一星，跟我回去。哎，不，我还得托运呢。不许走！哎呀，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
点啊！不就是吵了2句吗？不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忍让了吗？那也不能说走就走呀！我知道你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啊！那我都追那么老远了，你还想干什么？我先把托运办完，我再跟你解释好。你都要办托运了，还没想走？你就会骗我！我告诉你，今天要不跟我回去，要不然你把我托运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管，不许！你俩这是干什么呢？要你管啊！姑娘，我不管你跟齐鲁有什么恩怨，但你坐的是我的箱子。真是丢死人！还好意思笑，还笑？齐路，哎，可以，你就是故意的。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完蛋了你！让你笑话我，很好笑吗？很好笑啊！你还在这儿等着是吧？哎，抓不到，抓不到！来，抓！哎，错了！这么多人面前出手，我打你，抓到了吧？抓到了吧？抓！那个，你头上有东西。放心吧，我不会放弃的。园区里现在有多少工人？30-50人吧。都叫上，跟我走。去哪儿啊，爸？星星那儿出麻烦了，你边走边说吧。什么麻烦啊？你就是贺兰山品鉴论坛里的金豆豆。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以金豆豆的号召力，组织100-200个义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不是，你们到底说什么呢？什么品鉴论坛，什么金豆豆、银豆豆的？就你还号称是贺兰山最牛葡萄酒代理商，连品鉴论坛都不知道啊？这个品鉴论坛是不是品鉴网旗下的？啊，对，最近所有人都在看。啊，那我知道了，就是博饶哥的。邱一涵老公啊？对呀。那不完蛋了吗？啊？邱一涵和你是死对头，那她老公的网站能帮你召集义工啊？谁说是死对头？你看来电话了，一涵姐，你们到了，邱伯伯也来了。真是的，说说这个齐路啊，把石头村的工人都给弄走了。这多大矛盾啊！这是一涵姐，哎，一星，哎，我可是把园子里的工人都给你招呼过来了啊！怎么干？你说句话。谢谢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家人，别这么客气。邱伯伯，谢谢你。不用你谢我，是应该我谢谢你。你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前途，能留下来守住这片园子，我真不知道。哪天你爸爸醒来，我怎么面对他？啊，咱不说了，干活去。哎，对，来，大家抓紧。喂，东宝说我是玉洁。哎呀，求什么？人家正在葡萄园干得热火朝天呢。什么？怎么回事？这邱一涵带了一批工人过来了。东宝叔，你说这把咱晾这儿了，要不咱们大家集体去跟一星道个歉？你说这人在屋檐下，哎呦不低头啊！我跟你说，不可能。东宝叔，喂。
哎呀，告诉你，我们将成为这一片园区第一个使用厂字形结构的葡萄园。这边就是我送你的第一份大礼。你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坚持要用厂字形结构？看这边，你看这个糖，是不是很容易弯？试试。哦，轻点啊。知道。啊，真的哎。你看看这个树，厂字形。哦，我明白了。从前我们使用独龙珠结构的时候，每年到了冬季埋土，就很容易压到树。你说对喽。春季展藤的时候，每次挖出来再扶正，对这些宝贝啊，那可全都是2次伤害。酿酒葡萄最看重的就是老藤，可这些老藤偏偏每次在结果的最佳状态的时候，就被折腾个半死。你这就是立足于长远啊！这不就是我爸爸曾经说的100年产业吗？为什么你在做对的事情，不把这些道理告诉高玉洁他们呢？没有信任基础的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行了，不说这个了，继续看展藤。喂，邱总吗？对，我是高玉洁。我想跟您见一面。好的，那我等您安排。你是要去找一涵姐吗？不可以吗？我知道你跟齐路之间有一些误会，但那都是工作层面上的问题，没必要因为一些小小的争吵和意见不合就离开酒庄吧。庄主，在您的心里，我跟齐路之间只是些许的小小意见不合吗？我理解，之前石老离开的时候没有把总酿的位置给你，你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跟了师傅这么多年，可为什么总酿不是我呢？我承认，我有很多不足，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有能力，我一定能干好的。可是一星，你给过我机会吗？师傅离开酒庄以后，我心里很难受。可是我在努力的排解，我要努力的去适应。可是齐路他是怎么做的？现在在齐路的面前，我连发表意见的权利我都没有。我对酒庄的倾注，我对师傅一生心血的守候，在你们眼里都是错的，对吗？而齐路呢，他一次又一次的推翻了师傅全部的经验，他就是对的，对吗？玉姐，你先别激动好不好？我们就事论事嘛。就比如说齐路这次采用的厂字形结构，你也看到了，它确实是有效的。那至少说明到目前为止，齐路他说的、做的都是对的，这一点石老也同意了，对不对？是啊。所以这才是我最可悲的地方，不是吗？连师傅都在支持齐路。不是，石老他不是支持齐路，他是在依据事实说话。什么事实啊？他们所谓的事实就一定是真理吗？师傅是我最亲的人，无论他怎么做，我都不会怪他。可是一星，你不一样呀，你现在是这个庄的庄主。如果连你都这么想的话，那我觉得我真的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你真的要用高玉洁？要用。爸，那即便我们家不用，那别人家也是会要用的。话虽然这么说，但咱也看到了，他这一个人把人家酒庄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到现在，你二叔还跟一星置气呢，还不肯回去上班。再有，要不是咱们及时出手，他那些老藤早就枯死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爸，你放心吧，一个小小的高玉洁，在我手里翻不起什么浪来。我都想好了怎么用它了。
喂，啊，行，那一会儿我过去。一星，知道高玉洁要过来了，打电话约我见面呢。去呗，好好跟他说。爸，你放心，我是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高玉洁就和一星闹翻脸的。我都要把高玉洁挖走了，你还来找我，让我好好对她。石伯伯离开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待她的，结果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辜负了石伯伯，也对不起玉洁。一星，你是高玉洁什么人啊？所以我才把你找来，让你帮帮我嘛。你好好待她，也算是我完成了石老对我的托付了，对不对？我可跟你说啊，我跟高玉洁呢就是合作关系，说白了，这个就是等价交换。她付出她的劳动所学，我给她相应的报酬。你放心，只要她好好工作，我肯定不会亏待了她。但是，如果她到了我这边，还是那么好高骛远，还有小心思不断的话，我不介意替石老教训徒弟。毕竟我不是你，我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且我不会像你那样心软。我一直都知道你比我更有能力，更有决断，所以没准玉洁去了你那边会发展得更好。我不是比你有能力，我只是比你看得清楚现状，比你下得了狠心。我跟齐路不一样，我听说了齐路在爱德堡的事情。如果我去了爱德堡，我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听的一定不听。高玉洁，你把我爱德堡酒庄当什么了？什么叫不该听、不该看的？我告诉你，齐路跟我之间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是他妈妈强行把他带走的。如果没有他妈妈，到现在为止，齐路还是我爱德堡酒庄的总酿酒师。我明白了，那是我误解了。邱总，我就先走了。着什么急？坐下。石老的面子嘛，我是一定要给的。如果我不想用你，我干嘛出来见你呢？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您说，我一定照办。别着急答应，等我把话说完。我这个人呢，一向丑话说在前头，我会给你最丰厚的待遇，但是，你不许去发酵车间、葡萄园，还有酒窖。为什么？不用去想为什么，你只需要花1个晚上的时间告诉我你来还是不来。明天早上10点之前，给我答复。你说，高玉洁，考虑清楚了？好，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爱德堡酒庄。喂，老公，今天不买菜做饭了啊，带上小米，咱们出去吃，庆祝一下呀。嗯，好，一会儿见。迟到了。其他人呢？小高酿酒师呢？辞职了。什么？去哪儿了？爱德堡酒庄。庄主，这邱一涵就是明摆着在挖你墙角，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客气呢？之前一涵姐带着她家的工人来帮我们斩藤，你忘了吗？再说了，玉洁她缺一绝，强留也留不住。就算她不去爱德堡，也会去别的酒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人，咱们酒庄、发酵车间、酒窖还有灌装线上，工人数量都严重不足。所以我才要请徐经理来帮忙。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需要向石头村的所有人证明，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技术之争，不掺杂任何的外在因素。
您说让我怎么做，我一定全力配合。第一，我需要你组织市场部的人策划一场义工的活动，要求简单大方，但是要有档次。第二，我需要你稳住经销商。接下来的2周，我们要全力备赛，但人手严重不足，必然会影响出货量。好，我马上动员市场部的人，明天一早就把方案交给你。义工那边我也会储备足够的人员。各位叔叔阿姨，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新津酒庄。我是这里的庄主，我叫艺兴。你们大家呀，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精兵强将，是懂葡萄酒、爱葡萄酒、愿意为了葡萄酒奉献力量的爱心人士。我看过你们的资料，你们当中有超过1半的人有年均300小时的义工服务，所以我代表新兴酒庄欢迎你们。谢谢你们的到来，因为你们的到来，让我看到了希望。谢谢大家。下面由我呢介绍一下义工活动的安排。本次活动呢为期3天，内容有葡萄采摘、立选，还有御书等主要科目。这次活动呢会进行一个全程视频拍摄，到时候剪辑完成会做成光碟送给大家，留作纪念，好不好？好。你知不知道那义兴找了一堆城里人过来摘葡萄？哎，都是那齐路撺掇的，你就等着瞧吧。比赛这事情闹不成。你说这义兴，就听人齐路撺呢，这不是中了齐路的邪了？这欧阳大哥再能有这事儿？哎，可惜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美美的睡上一觉。我要睡到个3点睡。这好像才完成了1/10吧。你能不能不要说那么令人绝望的现实？把这放我办公室。What's your luggage here, sir? 咱们这箱子里面，这整个产区的希望啊。谁说不是呢？你看看我，这手心都出汗了，这一路上生怕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成了产区的千古罪人。都一样，都一样。Hello. Welcome, sir. Put your luggage in here. Okay.自己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没想什么，看看天，看看地，看看葡萄园，看看酒庄，放空一下。你是不是紧张啊？是有一点，毕竟我们的酒第一次出国，又是参加这么大的比赛，说不紧张是假的。也不知道秦副组长他们到了没有。
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吧？你倒是挺淡定的，我就不相信你作为酿酒师一点都不着急知道结果。我怎么可能不着急知道结果啊？急有用吗？只不过我坚信，我们的酒不论放到哪里，它都不会差。哼，你倒是有信心。有信心是好事。嗯，你想想啊，你有这么好的酒庄，这么优质的葡萄园，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你，最重要的是，有我这么努力认真的酿酒师给你当总酿，你应该比谁都有信心才对。你这哪里是在给我加油啊？你分明是在借机表扬自己啊！低调低调。虽然我们已经按照葡萄酒比赛主办方的参赛要求，如实申报了参赛用酒，但我们却因为经验不足，没有将所有的葡萄酒提前寄给比赛方，而超量随身携带，导致产区的许多瓶酒无法带出海关。我是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我叫刘成。你好，刘先生。你好，我是宁夏自治区林业厅的秦鹤鸣，这位是宁夏大学的王荣斌教授。教授您好。你好。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根据澳洲的法律规定，每一位成年人最多可带2.25升酒精饮品，包括烈酒、葡萄酒、香槟等免试入境。您2位携带的葡萄酒确实超量了，所以很抱歉。可是我们这是比赛用酒啊，已经如实申报了。我明白，我也能理解您2位的心情。可是刘先生啊，您看见了吗？这些酒每瓶酒的背后是一个酒庄，每个酒庄的背后是成百双渴望期盼的眼神。我们这回来代表的不仅仅是贺兰山产区，更是第一次成规模的组团来参赛。拜托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好吧，我再去试着沟通一下。谢谢啊，谢谢。鹤鸣啊，我看这件事啊，不好办。它就是火焰山，我也得硬闯过去。我可不愿就这么回去，海关都没入呢，我可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齐路，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次比赛呢，的确很重要，关系到整个酒庄的命运。我呢，已经用尽了我毕生所学。如果这样还拿不到奖，那只能说明我还不够努力。反正我是不会因为这个认输被打倒的。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担忧，不如更加努力。就算这次没有成功，也绝不放弃。一星，你曾经告诉过我要相信自己，同时呢，我也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属于我们的荣耀不会缺席。您好，还有一条来自中国的航班马上到港，我们争取去和中国游客做一下沟通工作，一人帮你们带一瓶。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from Beijing, China to Adelaide has now arrived.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from Beijing, China to Adelaide has now arrived. Thank you. 谢谢啊，感谢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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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感谢感谢，谢谢，感谢感谢。通过领事馆的努力协调，下一趟航班上的中国同胞明白了我们的困境，谢谢。他们主动一人一瓶，帮助我们把比赛用酒顺利带出了海关。
这手怎么了？王教授，您赶紧来看看。怎么了？您看，这手怎么回事啊？密封性不好，可能是酒体泄漏。你看包装都损坏了。我的建议是啊，处理掉它。那不行啊！我出来的时候当众答应过的，一个都不能少，要安全的把每一瓶酒送到评委的面前。可这不是你的问题啊，封装不合格。再说，这酒拿到国际比赛上，会影响中国葡萄酒的声誉。声誉也是靠日积月累出来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来比赛？我更愿意称之为是切磋。好了，冷静冷静，明天早晨再做决定。秦副组长那边你就没点内部消息吗？他们不是刚到澳洲吗？总得先安顿下来吧。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对一个比赛那么关心啊。那当然了，这是咱们产区第一次的集体比赛，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可都憋着劲儿呢。哎，我听说高玉洁来咱们家酒庄了。嗯，高玉洁的事情我可听说了啊。你在这个时候把她挖过来，会不会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作为一家企业，最要紧的不是产品，也不是人脉，而是故事。但我可听说石老和一星都是支持齐路的，这个高玉洁的技术真的不如齐路吗？你要单论技术的话，高玉洁的技术肯定是不如齐路的。但是你别忘了，他的师傅是石老，他是石明山唯一的弟子。当年流苏的8大酿酒师，如今只剩下1厂的谢总师了。到时候谢总师再一退，那8大酿酒师的手艺是不是就失传了？你从这个角度想，高玉洁，他的酿酒技术赶不上齐路，重要吗？还不决定啊？决定了。王教授，我们的责任是把红酒送到评委的面前，至于什么结果，让评委来决定嘛。好，你既然决定了，那咱们就出发。我跟凯西教授已经约好了，他会在阿德莱德大学跟咱们对接。好。老欧，今天是我们参赛的日子，我把这款参赛酒给你带来，你闻闻。怎么样？这款酒啊，我可是参与酿造了，不比你酿的差吧？老欧，你是不是听见我说什么了？怎么样啊，大夫？从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似乎恢复了一部分的自主意识。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爸他要醒了吗？现在距离苏醒还为时尚早，不过他应该能听见你们2位说话，但是现在还很难做出反应。
喂，几台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我爸可以听见我们说话了。是吗？太好了，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的消息了。你在外面吗？嗯。怎么了？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我不太想破坏你的好心情，但是今天早上我去葡萄园看了，葡萄已经大面积成熟。我现在去人力市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招着工人。先不跟你说了。贺明，咱们俩有点秀才赶考的意思啊。王教授啊，我在庄主沙龙的时候听过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他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像是一个信使，将风土的信息封存在瓶子里，等待懂得欣赏的人。好，这句话太妙了。Hello everyone, please come in. 宠媳妇儿终究是要见公婆的。你觉得怎么样？来不及了。那我去找徐静，让他再招一些义工来帮忙。一星，上回我们做的是比赛用酒，我只需要一点点新鲜发酵的新酒来配置。这回不一样，你看看周围，葡萄园已经大面积成熟了，要尽快采摘，要不然甜度上去了，酸度下来了，会很影响酒的口感的。是，义工是有情怀，但远远比不上石头村那些熟练工人熟练。秦副组长说，专家组对于这个比赛的评分有争议，需要再复核一次，所以推迟公布比赛结果。那争议点在哪？这肯定是保密的，我哪知道呀？哦，那肯定就是咱们拿了高分，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才需要复核。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个可能。不是可能，肯定是这样。赶紧给秦副组长打电话。太晚了，他肯定睡了。他肯定没睡。打。部长，你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其实我跟王教授也是这个观念。但是吧，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好像除了等待之外，我们做什么其他的都不合适。你说呢？我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啊。什么意思啊？你说来听听。你们在机场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个人觉得可以如法炮制。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发动中国留学生，然后给赛事的主办方施加一些舆论压力，是吗？对对对，就这个意思。部长，邱总是不是在你身边啊？啊，在。那就对了，我相信这不是你的主意，那就麻烦你转告一下邱总，我们既是来参赛的，更是来学习的。参赛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是加深跟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增进理解互信，才是来参赛的根本目的。葡萄酒呢，它既是一种酒精饮料，更是一种文化载体，所以无论是参赛也好，论坛也罢，都应该本着文化交流的目的，否则的话，这味道就变了。你说呢？
好吧，就这样，再见。怎么说，王教授？你知道这次复核的人是谁吗？谁啊？巴尔博士。齐路的老师，波尔多的巴尔博士。对，不过你放心，这次还是蒙皮。就是星星酒庄那瓶莘漏的酒，我还是不大放心。要不，把一星的酒撤下来吧。我再想想吧。叶涵姐，我知道我是与天借伞，搁谁谁都为难，但我真的是没办法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求你的。主要是我这儿也真的不好办。哎，对了，我听婶子他们说，比赛拿奖了就会回去干活的，要不然我们再等等。我等不了了。这比赛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出，就算我等得了，那葡萄也等不了啊！我可不敢把赌注压在时间上。这怎么办呀？不是姐不帮你，你也看到了，我园子里的工人熟练的也是石头村的。你说我逼着他们去，他们不肯去，我也说不动他们。我理解，行吧，那我自己再想想办法。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啊。那我不送你了。不用，快坐快坐。文心，我听说星星酒庄的事情了。如果你现在让齐路离开，我愿意无条件回来帮忙。我相信东宝叔他们也会回来帮助的。别想了，不可能。喂，你那边什么情况？不怎么样，叶涵姐她也没有办法。一场我刚从这边出来，他们这边着实也调不出人来了。那怎么办呀？葡萄等不了了。谢师傅说，陈副厅长说过，他那边有收葡萄的机器。先别着急，我去那边看看什么情况。你先回酒庄等我信儿啊。对，是我。你们那2台机器还能运出来1台吗？好，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再见。哎呀，这次啊，你们需要那么多的人，我是变不出来呀。我也不能强迫石头村的老乡去帮你们收葡萄呀。不过，你们的运气不错，二厂那边有2台全自动葡萄采收机，可以运出来1台给你们用。谢谢领导，麻烦领导了，麻烦领导。吉人自有天相。一心和齐路都没想到，采摘机的到来没能解决工人短缺的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二厂的机器和葡萄藤的高度不匹配，采摘下来的葡萄因此大量破损。你赶快过来看看咱们这葡萄，看看这葡萄。不能再摘了，让他们都停下来。停啊！我说停！快去快去！快把设备停下来！快啊！现在不摘，葡萄就彻底烂地里了。这是酿酒的葡萄，如果不能保证完整度，香气全跑了，摘了都白摘。不能让他们毁在我手里。机器也不能用，现在只能把东宝叔他们请回来人工采摘。把这个图片换个背景吧，换个干净一点的，好不好？好。争取10点前上线。好的。哦，对了，半个小时前王荣斌教授来过电话，说复审结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太好了，消息一出，马上通知报社。好。那贺支书，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见。哪里话，欧阳总是给我们贺家沟村创造就业岗位呢。该说谢谢的是我。就是还有一个小事儿。您说还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再加5个人？没问题，再加10个都行。越多越好。好，那可太好了。新加的人这个工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算。谢谢，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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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哎，你怎么想到来这儿办救兵呢？我今天早上联系了秦副组长，他帮我联系了贺支书，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真好啊，问题都解决了，终于能松口气了。嗯。一星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啊，立刻就赶过去了，双方谈得很顺利。贺家沟村那边呢，派过去50个人。是，我现在啊，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地了。您放心，放心。好，陈副警长，哎，再见。怎么了？我刚才接到秦副组长的电话，光顾着高兴，忘记加油了。我看一下。离开贺家沟村得有50、60公里了吧？这是不是就是刚才贺支书说的那个地方？毛窟岭。对，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猫走到这儿都会哭。荒无人烟，一片死寂啊！他说什么来着？哎，地上连只活耗子都没有。打电话叫救援吧。我也要哭了，没有信号啊！怎么办？没有信号。我上去试试啊。你慢点啊，慢点，慢点，小心。有了吧？哎，有了！啊，一哥，快打电话！通了！喂，安南，是我，齐路，听得到吗？喂。啊，我们那个回来。猫窟岭。我们回来的路上车没有了，在猫窟岭，赶紧帮忙叫下救援。喂，安南，我是。喂。这一星那边啊，能帮一把还是帮一把吧？爸，那我们园子里的工人也都是石头村的，我是真的有心无力。要不给点葡萄吧？行，说到底，一心也是我妹子，我这就给一心打电话啊。无法接通。那个电瓶应该快没电了，先把灯关了。别走，我怕黑。啊。冷啊。我去找点柴火。不要了。那个，你刚才不是说的吗？100里之内，除了苍蝇，什么活物都没有。而且天黑路陡的，万一你再摔一跤，多危险！哎，
多美啊！想到小时候跟我爸就是这么看星空。你干嘛？啊？那你不冷吗？不冷，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冷啊？谢谢你，谢什么？谢什么呀？一件衣服嘛。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过来帮我。虽然我们两个人争过吵过，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所以不管村里那些人他们怎么看你，我相信你。你这么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该和他们一起争执，一有矛盾，就选择离开。你还有检讨的自觉呢。你说实话，是不是真的想走？怎么会呢？我只是觉得给你惹了太多麻烦了。你刚刚说谢谢我，其实我也要谢谢你。谢我什么？是你在鼓励我、支持我，让我坚持下去，让我可以在这里完成我的梦想。谢谢啊。不客气啊。真的不冷吗？不冷，我热。怎么样了？查到了，去贺家沟去了。这俩人，这么晚了，这贺家沟山高路远的，别出什么事儿吧？酒庄值班的说，他俩车没油了，但是安南已经过去了。那就好。其实有时候想想，人生还真是又残酷，又具有戏剧性。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那天的航班回国，我也不会在机场遇到你。如果不是你打碎我那瓶酒，我也不会得到现在这片天空。你是说？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放心，我现在可坚强了。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我相信一定可以接手好我爸的酒庄，当一名好庄主的。你当初为了保住你爸的酒庄，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真的不后悔吗？遗憾吧，谁都会有的，但遗憾未必是残缺的，它也可能是美好的。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做了选择，我就不后悔。一夏，你知道吗？你为了保住酒庄，努力认真的样子，真的很耀眼。没在跟你开玩笑。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就像我刚刚看的这片星空。
翔，其实我想说那个，是不是南瓜来了？肯定是他，南瓜来了！南瓜，我来救你们啦！你怎么才来啊？我快冻死了。路上不用时间的。有呢？有？什么有？你要死啊！你来干什么来了？我的车怎么办呀？我跟你们开玩笑呢，我早就准备好了。走。要不，我给你俩讲个笑话吧。不想听。不想听。挺有默契啊，现在。哎，你说他们怎么还没来啊？哎呀，着急也没用。不如趁着现在聊一聊你俩昨晚的山谷之夜吧。啊，有没有发生一点英雄救美？不对，应该是美女与野兽。哎，这个我也不想听，不如给我讲一讲星星的故事吧。我跟你讲，烦人！让你来是想办法，谁让你臭贫嘴？不是一星，你这就有点为难我了。你要是缺钱，那兄弟我有，酒销不出去，兄弟也可以帮你。你这摘葡萄找不到人，那我这手是摘葡萄的手吗？快！你们快去葡萄园看看，快！怎么了？去了就知道了。走。什么情况？哎，花儿，一星他们来了。东阳叔，你说，你怎么来了？一星，齐公，你们得奖了！得奖了！一星，你看，上报纸了，我们获奖了！金奖！金奖！我们获金奖成功了！成功了！雷诺，你好，你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来，请坐。谢谢。你在看什么？这是我儿子。你的儿子？啊？让我看看。OK。也许这篇文章你看了以后呢，会觉得对你有威胁。那让我好好看一下。紧张啦？你要用中国葡萄酒？雷诺，你可不要小看中国葡萄酒。现在我们中国的葡萄酒已经走向世界。你看，我儿子已经拿了国际大奖，你们高高在上的法国名庄酒是不是该打点折了？怎么样？开什么玩笑？法国葡萄酒是最好的。放弃法国酒不是我的损失，而是你的损失。不用我们的酒，你的餐厅品味会下降的。出去！你说什么？请你出去！这可是你说的。出去！你不要后悔。
怎么去了贺家村接了个人，就把你留下来了？我吧，一直觉得自己惹了这么大的事情，挺对不起酒庄的。我就觉得只有我走了，才能解决艺兴眼下的麻烦。看似是我扛着压力迫不得已离开，其实就是在逃避。艺兴就不一样了，他一直都在直面困难，积极想办法，所以你觉得自惭形秽，打算以艺兴为目标努力奋斗，誓死捍卫酒庄？哎，对，你说的都对，誓死捍卫酒庄，跟庄主共进退。那行了吧你，和庄主共进退，你不就看上我们家艺兴了吗？还死不承认？哎，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哈。据我对艺兴的了解，别看艺兴嘴上什么都不说，但是他一定被于汉伤得不轻。于汉，前男友。哎，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哎，你没听说过也正常。这个事情呢，说来话就长了。这个于汉呢，和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也算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大才子。我说你跟艺兴都这么长时间了，也算是患难与共了。这个时候是艺兴最需要照顾、最需要依靠的时候，这个时候得有人往前迈一步啊！啊，你总不能再看着那个于汉回来再伤害艺兴吧？老欧，这是我们的金奖奖杯，你快摸摸。秦副组长刚送来的，人家连家都没有回，直接从机场就到病房了。艺兴啊，得祝贺你们，你们星星酒庄为中国葡萄酒事业争了光啊！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今后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奖杯。妈，我想在病房里给爸爸做一个陈列柜，这样他一睁眼就能看到我们的成就。星星酒庄获奖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国内葡萄酒发烧友中产生巨大反响。贺兰山东路产区顺势而为，引导酒庄积极进行口碑营销，引入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强化人才与技术投入。整个产区在这几年进入飞跃式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程厅长，您请吧。一块儿吧。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风雨，但是终于迎来了阳光。我们经历过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凭借自己的拼搏、热血和梦想，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老欧，咱们星星酒庄的酒又得奖了，给你摸摸，厉害吧？你放心，这些年啊，每酿造一款酒，手持灌装我都给你留着，和你当年给我的希拉放在一起，等你醒的那一天，我们俩一起喝，好不好？这些年呢，酒庄越来越好，也得了很多国内外的大奖。老欧，我做的那么好，你起来夸夸我好不好？
你们早来了！终于有些了，快要等你们呢。哎，每年的今天啊，都是我们葡萄酒人最幸福的日子。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经历了埋土、展藤、萌芽、花序、盛花、修剪幼果、转色，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日子。今天呢，我要代表星星酒庄的所有员工，感谢我们石头村的乡亲们。谢谢你们！德胜爷爷，您是我们石头村最德高望重的，今年啊，请您为我们的葡萄园祈福。来，叔，您回去。叔，去吧，爷爷。哎呀，叔，您快去。哎呀，您说两句吧。你这个一兴让我说两句啊，我就倚老卖老的说两句。以前呢，咱们每年开园的时候啊，都要敬天地、敬神灵，祈祷他们保佑平安。今儿啊，我提个建议，您说。从今往后，咱们要改一改，变一变。变一变？怎么改呀？咱们葡萄酒产业能有今天，靠的是3样。这一是这方得天独厚的好风土，是。二啊，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这3呢，是咱们这双勤劳致富的手。你们说对不对呀？爷爷，您说的太对了。那今年您打算怎么变呢？哎呦，叔儿，您这是早有准备，还带着稿来的，您快给念念。就瞎写了几句啊，你们听着啊。一泻贺兰父亲山，山有灵犀挡风寒。哎呦，叔，您还会写诗呢。二谢脚下母亲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地有灵犀万物生。这3谢党的好政策，带领咱们把好日子过。哎，乡亲们，那咱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庄主和总酿酒师鸣锣开园。开园喽！这葡萄真甜啊！是啊，可以啊，真好天气，大海，这个长岛收的真不错。来慢点吧。齐路这孩子真不错。是挺不错的。你觉得？来，这下好吧。多甜！哎，我们这还有一箱，来吧。还有一箱。
哎哎。 来，累了吧？嗯。歇会儿。哎呀。星空好美啊！其实，我对石头村还是有印象的。是吗？那你说说看啊。人家都说啊，童年的记忆跟他的性格有关。积极乐观的人呢，回忆就特别美好；悲观消极的人呢，就正好相反。这话谁说的？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我欧阳一兴说的，怎么了？靠谱。其实，我只记得一些片段。那时候，在爷爷的小院里，应该是夏天，大人们扇着蒲扇聊着天，我呢，就在中间跑来跑去。一抬头啊，满天的星星对着我眨眼睛。我第一次看星空的时候，就在前面那片葡萄园里。我还记得我爸跟我说：“天上一片星，地上一片星。”这里看星星好美啊，又闪又亮，感觉离我们很近的样子。真想试试，这可行。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你的名字出自一首诗。什么诗啊？岁易星辰转，天君雨露同。哇，我名字还有出处呢，是什么意思啊？大概意思是，岁月更迭，星辰流转。但是，老天对大地的雨露滋润大致相同。爸爸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一生平安，希望咱们的酒庄风调雨顺。多美啊！你到底在怕什么呀？我没有怕呀。既然你没有怕，为什么总躲着我呢？一星，是你让我学会打开自己，接受别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对着我打开自己？不愿意尝试接受我了？齐路，你很好，真的特别好。如果没有你，酒庄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呢，行了。唉，我还真挺想看看，到最后是我把你这颗星星摘下来，还是你这颗星星永远留在天上，让我只能痴痴地望着你。慢点啊！大家不要搞错了啊！
北京的货是这边，深圳的货是这边啊，来，放心吧，没问题。好，大家小心一点啊！来这边，徐经理，哎，你来了，怎么样？都挺好的，最近咱们的销售情况不错，酒庄今年的酒也都出的差不多了。辛苦你们，这都是应该的嘛。只是我现在有一些担心后续啊，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产量跟库存慢慢也就跟不上了。如果出现断货现象，扩展的商业局面有可能会缩水。确实应该要增产了。其实你们酒庄面临的问题呢，我们家酒庄也存在。这2年，咱们贺兰山东路因为招商引资，出现了很多新的葡萄园酒庄，但是真正拥有达到酿造标准的葡萄园酒庄，也就咱们10几家。其他的酒庄，它要么就是新来的，种下的园子呢远远达不到酿造水平，要么就是没有能力去费心种葡萄的小酒庄。不管是园子没有种起来的，还是没有园子的，这些酒庄全都只能够通过果农去购买葡萄。可是果农也是有限的呀，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就是狼多肉少的局面，我担心。你担心各大酒庄会为了抢葡萄而出现恶意竞争？毕竟大家都要生存嘛。酿葡萄酒的关键就是葡萄，如果葡萄都没有了，那整个葡萄酒产业都会遭受动荡。恶意竞争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政府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会尽力的去平衡协调，保证每一个酒庄都有葡萄。对于像我们这样要扩大生产量的，就的确是个问题了。那怎么办呀？产区葡萄不够，可是外边有呀。徐经理，别来无恙啊！今天晚上7点，手抓羊肉馆338包间，咱们见一面。虎哥，我晚上有应酬，要不改天我请您吃饭呢？徐静，虎哥，我请你吃饭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我手里有什么，你心里清楚。好的，虎哥。齐工，你怎么来了？这是我老师给我的，国外合作商想要咱们的酒，具体情况你跟他们联系一下吧。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联系一下。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有啊，我可能这2天没有休息好。好，那你没事就好。如果有事的话跟我说啊，咱们都是朋友。走了。这样行吗？酿出来的还是咱们宁夏的酒吗？怎么不行呀，爸？那我不偷也不抢，我也不会以次充好啊。那现在我们葡萄不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吗？你放心啊，我一定会保证那个原料它是最佳的。那用咱们自己的酿造办法、自己的工艺酿造出来的酒，怎么还不是咱们自己家酒了？还是别扭。爸，我们前2年呢是增加了种植，但是园子里的葡萄你也看到了，它远远达不到酿造要求嘛。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开了市场，如果现在不增加产量，爸，你相信我的判断，我们的市场很快就会被别人占领的。爸，我告诉你啊，这种把饭送到人家嘴里的事儿，我不干啊。爸，葡萄短缺的压力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有，就连宜兴
也为这件事情过来找我商量办法。你跟他说了？我当然跟他说了，你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多帮帮他。你放心吧。 从外地引进葡萄酿酒这事儿，早就有别的酒庄干过了。我和艺兴只是跟风而已，不会有问题的。坐。放心，这不是鸿门宴。我跟你直说吧，要不然你连筷子都不敢动。我跟你说，别人搞不到的葡萄，我可以。这么晚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聊的，没事我就先走了。齐总工还这么性急啊？我既然让你来，肯定是有事情要跟你说。你说。 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深得庄主信任？你跟艺兴之间，是不是还是无话不谈？我跟艺兴互相帮助了这么多年，关系怎么样，有明眼人看得出来。不用你挑拨离间。我不屑于挑拨你们俩的关系，只是有些事儿你向他坦白，他不一定向你坦白。高玉姐。 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跟你在这里阴阳怪气的。如果你想在我身上找平衡感，省省心吧。艺兴跟邱意涵准备从外地买葡萄酿葡萄酒，这件事你知道吗？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没有没有，我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许静，我们一起共事那么久了，我希望你不仅仅把我当成你的庄主，还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所以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讲。没有啊，我挺好的。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怎么了？哦，是这样，这2年我们酒庄的销售一直都是你在负责。 你也知道，生意越来越好了，但是库存和产量慢慢跟不上了，所以我想跟你聊一聊增产的问题。增产，关于酿造的问题，你应该跟齐公说这个事儿啊，跟我可能就……我就是怕他不同意，所以先找你聊一聊，看看你怎么想。你说。我呢，之前找过意涵姐，她告诉我呀，可以从产区以外的地方采购葡萄，拿回来酿造。 你怎么看？怪不得你没有跟齐公说这个事儿。如果他要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他和石老一样，对家乡的葡萄很执着。那如果单从销售的层面来分析，你觉得可行吗？从我的角度来看，完全可行。只要我们建立一套收购标准，另外控制成本，给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他们会接受的。 那太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部。好啊，我会去研究一下，把市场部的人撒出去，全力以赴收购酿酒葡萄。不过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跟齐路说，你先不要告诉他。你放心，我知道。高玉洁，你去找齐路的事儿，我早就知道。我之所以选择不说。 是因为我想看看你到底会怎么做。你今天能来找我，说明你心里还有一丝坦荡。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因为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的酒庄造成任何损失。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不要把你的本事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有些事情，该放则放。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我自然是愿意给你机会的。 谢谢邱总，谢谢。如果不是别人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什么呀？你打算酒酿出来再告诉我吗？哦，你别着急啊，我只是觉得这是条路子。一星，我原来以为你只是单纯，现在看来不是。
你是愚蠢，连邱一涵的提议你都能同意。从外地进葡萄，齐洛，我知道你对葡萄的品质是有要求的，但这不代表从外地进葡萄就一定是残次品。我们依然会好好把握葡萄的品质。我的话你没听明白是吗？外地的葡萄和本地的葡萄能一样吗？除了产地不同，都是酿酒葡萄，有什么不一样呢？行，那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明了，只要我在酒庄1天，我就坚决不同意用外地的葡萄酿酒。为什么呀？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原因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星，只要我还是你的酿酒师，我就要对酒庄里的每一瓶酒负责。就因为你是我的酿酒师，我一直很尊重你，我以你为主，给你最大的发挥空间。之前我听了你的建议，买了地，扩大了葡萄园。你说要品丽珠，我二话不说的中了。你又说要黑比诺，我把刚刚挂过的雷司令铲掉了50亩。研发新品是酿酒师的职责，可是我的职业道德和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去做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如果你连这点都没有办法跟我统一战线的话，我跟你没话说了。外地葡萄和我，你选一个。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啊。没得商量。行，看来我是劝不动你了，我走。你现在从外面随便找个人过来，都比我在这里跟你对着干强。齐洛，你等一下。我自认为这些年我们2个人配合得很好。你负责酿酒，我负责管理，在专业方面你的能力无话可说。整个产区有哪个酿酒师可以在漏业的情况下依然拿到国际大奖？但就算你再厉害，没有葡萄也是白费啊！现在酒庄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市场才刚刚打开，我要考虑的是经营，是运转，是怎么让新兴酒庄的品牌越打越响。我能够理解你的坚持，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随着贺兰山东路产区葡萄酒产业的加速发展，酿酒葡萄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酒庄盯上了外来产区的葡萄，可参差不齐的品质正在侵蚀着东路产区来之不易的信誉。怎么啦？又考砸啦？中考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障碍。为什么要在中考前有这么多的模拟考试跟这么多的模拟填报志愿呢？杀了我！不至于吧？这次的测试挺简单的呀。秦阳，你一个全市前3名的学霸，跟我这个全市后30名的学渣说这考试题挺简单的，你考虑过我感受没有？你还是不是朋友？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可得想好了，要怎么跟邱阿姨交代你这成绩。98年，我们对外公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1998至2002年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纲要》，我们提出了1廊1新3城5群10镇100庄的发展思路。秦局长，今天就是把我砍了头，拖出去，我也要进办公室。胡庄主，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一会儿好不好？我采访马上结束了，结束之后上午剩余的时间全是你的，行不行？我要是能坐得住的话，我就不会进你的办公室了。大家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冲着这个机器啊，一个这样，2个这样。如果产业完蛋了，你整这些虚头巴脑的是没有用的。胡建明同志，我想跟你强调一下，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规划，不是你所谓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我秦鹤鸣从来不会做冠冕文章。好，秦局长，那您能不能跟着我，去庄主沙龙上讲？敢不敢面对葡萄种植户讲？我有什么不敢的？走，现在就走。哎，秦局长，我们这个采访还没结束呢。对不起啊，你们也看见了，人家都打上门来了，我得应战呢。既然你们是想采访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情况，那这样吧，跟我们一起去见见那些庄主们，听他们诉诉苦。这不正好是第一手的素材吗？总比我一个人坐在这干说要强吧？
好，走。我是想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你说这样子，你说怎么弄？各位庄主，各位庄主，我们有什么话能不能坐下来说？哎，各位庄主朋友，哎，听我说两句吧，听我说两句啊！你们现在呢，庄这些情况呢，我已经知道了。我今天来这儿，就说明政府是想协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搞这个庄主沙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沟通交流。你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之后，我们慢慢说，好不好？秦局长，既然您这样说呢，我们大家心里也算有点安慰了。我看秦局长态度都这么诚恳了，咱们大家不如坐下，看看秦局长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坐吧，请坐，请坐。这个秦局长啊，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了贺兰山脚下。我光整这块土地就花了5000多万，现在每年还要投入1000多万，可地里的苗苗呢，才这么一点点。现在不是我自己撑不下去了，大家伙都撑不下去了，都撑不下去了，是真的撑不下去了，难受死了。2年整地筛石头，3年不结果，6、7年以上的果子才能酿出好酒，怎么算都需要10年以上的投入期啊！我们也不是找政府来要钱，可我们确实造血无门。秦局长，现在市场上的酿酒葡萄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原来的2倍了。不瞒您说，已经有人偷偷的从外地买葡萄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外地葡萄事情再不解决，我们又没有葡萄可以酿酒，那我们也要考虑从外地买葡萄。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来，安静一下。秦局长，大家讲了这么多，既是诉苦，也是对你的期望。你想想啊，如果都到外地去买葡萄，甚至直接购买进口原酒做贴牌，那对产区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啊！那我们呢，血本无归啊！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出真招，出实招啊！出实招，真招，而不是条条框框，要真正能够帮得上我们的忙。各位庄主啊，你们想表达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有些情况我们是掌握的，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比方说购买国外的原酒，勾兑贴标；再比如说，去购买产区外的葡萄，再拿回来进行酿造。我在这儿想强调一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具体的措施，我们需要等到财政配套和相关部门协调之后，才会拿出方案来。但是我今天在这儿，我可以向大家承诺2件事情。第一，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击那些破坏产区声誉行为；第二，我们一定会虚心地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比方说出台严格的产区保护制度，并推动到立法层面。秦局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推动为产区立法？可以这么理解。那是好事儿啊！如果产区立法了的话，以后有所规律法是好事呢。保护我们是本地企业。秦鹤鸣，葡萄对于整个产业的重要性，不用我再跟你强调了吧？你怎么能任由各个酒庄为了争抢葡萄而私下哄抬价格的现象出现呢？还有，我听说有些酒庄正在使用外地的葡萄酿制我们本地的葡萄酒，这些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吧？陈副厅长，您先消消气儿啊！来，您先坐，您坐，消消气儿啊。那个，听我给您解释啊，其实对于葡萄短缺造成的问题，我们之前早就已经得到消息了，并且已经在控制了。目前呢，对那些有需求的酒庄进行了提供原料的帮助，同时呢，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对于那些破坏市场的行为，一定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得到好转的。另外啊，对于那些购买外地葡萄酿酒的事情，我们也在极力的劝阻。的确，这口子不能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产业的稳定。您就放心好了，这些事情我们都在跟进，我一定会处理好的。鹤鸣啊，不是我逼你，也不是看不到你的努力，只是我们不能拿咱们宁夏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产业开玩笑。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个产业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嘛，
您心疼，我也是，我一定会竭尽我的所能去呵护它、保护它，让它有朝一日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你有这个决心，我就踏实了。你只管往前冲，有什么事，我给你扛着。有您支持，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觉得能不能把对于葡萄酒产地的限制写进草案里。我听说老秦呢，最近在紧急处理哄抬葡萄价格的事情。另外，对那些从外地购买葡萄的酒庄，也开始了干预和制止。你之前买那些葡萄，你打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不仅不能用外地的葡萄，我还得大力的支持他们关于葡萄限地的决策，不然我不就成了靶子了吗？我怎么不信你这么老实啊？嗯，你一定有自己的后招。爸爸，说实话啊，还是你最了解我。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呢就想到了，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所以我就提前找好了下家，葡萄到我手里转手一卖，你的酒庄放心吧，略有盈余。像波尔多南岛、美国加州等等，这些世界上主要葡萄酒产区，都有着自己的严格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立法是早晚的事儿。来说说你的具体想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原料，必须使用产区内的葡萄，否则禁止使用贺兰山东路产区地理标识。然后就是质量标准，种植环节，坚决不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这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违反，纳入黑名单，终身禁入。再有就是生产环节，酿造和发酵全过程，严禁使用不必要的添加剂，严禁使用产区外的原酒进行勾兑。这2点我完全赞同。还有2个内容需要细化：一是产区保护，产区内绝不允许出现污染企业；二是执法主体必须明确，否则，即便是人大立了法，也会被束之高阁。我建议利用好紫梦荷兰品鉴网和庄主沙龙平台这2个渠道，广泛征求行业内的意见。张小米，马上就要中考了，你知不知道中考对你的重要性啊？你就这点成绩，你能考上什么好高中？你还想不想上大学了？你指望着我养你一辈子吗？说话，我问你话呢。又怎么了？我还在门口呢，听到你们吵吵。爸，你少给我搬救兵！别怕，你们俩给我分开！我不就这次没考好吗？你是这次没考好吗？张小米，你哪次给我考好过？你要不想好好上学，那你趁早跟我说，省得我在你身上浪费钱。那我就心甘情愿的让你在家当个废物。我不是废物啊！你说话有点难听了啊！怎么难听了？伤人。我伤人吗？张伯饶，我现在不骂醒他，等他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好大学，惨遭社会毒打的时候，你看他找谁哭去？还有你，你不是负责他的学习吗？他怎么就能学成这样啊？50分！人家秦瑶年年全区前2名，你说说你跟秦鹤鸣走得那么近。我不奢望你在工作上面能够帮帮我，就在教育孩子方面，你能不能好好跟人学一学？胡哥，您微信上说让我帮个小忙，我不太明白，我能做什么吗？我想要星星酒庄。什么？胡哥，慌什么？当经理的人了，一点经理的样都没有。我跟你说，
小半个产区的货源都捏在我手里。现在唯独缺一样，就是身份，一个合法的身份。给那小丫头带个话，从今天开始，她将买不到1颗产区的葡萄，她将没酒可酿。只要把酒庄给我，价钱随便她开。小米同学，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今天考试考砸了，你能跟我说说话吗？郑小米，郑小米，小米呀，爸爸知道，妈妈呢，她说话比较难听，爸爸知道，受委屈了。但是，妈妈呢，是真的在为你的未来考虑。喂，跟爸爸聊聊。徐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之前齐如还跟我说你有难处，让我多关心关心你。现在看来不是你有难处，是你给我送难处来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个传话的。传话？酒庄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吗？我为了酒庄付出过什么，你不清楚吗？我知道。你去告诉那个虎子，他就是捧一座金山来，这个酒庄也不会给他。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正阳，你抓紧时间去一趟海关，有一批进口的原酒被暂扣了。目前暂扣的理由是未如实申报货品的数量。你去之后找一下张科长，先搞清楚这批酒到底是什么人进的。局长，这批报关单上没有收货方信息吗？海关怀疑啊，这个公司只是一家皮包公司，在替别人顶雷。好，我现在就去。李所长你好，我是秦鹤鸣。魏军现在羁押在什么地方？有些情况想向他了解一下。小浩，哎，姐咋啦？再拿一瓶酒。好的，马上来。你快一点儿！来了，姐来了。姐，咱别喝了吧，喝这么多了，咱再喝。要你管，把酒给我。我喝酒，你看他干嘛？行，那你们慢慢喝，慢慢聊。哎呀，今天这什么日子呀？总酿翘班也就算了，连老板都来我这喝酒了。你跟他说，他不是要走吗？还来这儿干嘛？不是你俩离这么近，说不说？那个，他问你来干嘛？你跟他说，都可以背着我从外面进葡萄，管我在这里干嘛？他说你管他干嘛？你跟他说，我为了酒庄好，我有错吗？不是你俩这。他说有错吗？你就告诉他，本地的葡萄酿出来才是本地的酒，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跟他说，我已经很努力了，那没有葡萄怎么酿酒呀？你的坚持和气节能够当饭吃啊？你跟他说，就说说个毛线说，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怎么声音传播的速度跟不上啊？总共离得没有20厘米远，我是隔音玻璃还是电话线？
有什么事情自己说，大不了今天我不营业了，你们两个打一下吧，好不好？来，打，来。我已经很难受了。他因为葡萄的事情，他跟我生气。徐静哪有多人来递话，说什么要吞掉酒庄，我就想喝个酒，怎么了？你还要吼我？你跟他是哪一伙的？哎，行了，我当然是你这一头的了。谁要吞掉酒庄？要你管！行，我跟你道歉，对不起。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不信你掐我一下。哎，看着都疼。请进。您好，您好，我是葡萄花卉局的郑阳。您好，郑科长，您要的报关单马上给你送过来。太谢谢了。科长，这是您要的报关单。郑科长，您看看。哎。魏军怎么交代的？他说有一个叫刘双虎的，曾经跟他一起贩卖过勾兑酒，圈子里的人都叫他虎哥。根据郑阳从海关拿到的信息显示，这个刘双虎有重大嫌疑。你打算怎么做？跟公安部门联合执法，一举打掉这个犯罪集团。与此同时，联合工商质检部门在产区内开展一场针对葡萄酒产销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行动。齐路也跟我联系过了，他说他跟艺兴会全面配合我们。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也劝过，可是他们听不进去。后来我一想呢，与其让他们冒冒失失的参与进来，干脆就让他们跟公安部门合作吧。一来可以有效地保证他们的安全，二来可以增加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那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您放心吧，我会的。别担心，秦局长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就按我们说好的来。走吧。虎哥呢？虎哥怎么没来？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了见客户吗？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庄主。哎，你们干什么？不要冲动，要相信警察。抓我干嘛呀？放人，打电话，上车。
就你这样还想要我的酒庄？你凭什么？死丫头，嘴还挺硬，钱不钱？做梦！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当我虎哥是吃素？虎哥，有话好好说啊，虎哥。徐静，你去吧。没王法了，你凭什么打女人啊？打女人，我弄死你们！回头，回头，住手！你敢报警？哎，起落！起落！别动！对，别动！起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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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闹！你们怎么能让齐龙冲出去呢？还受了伤。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疏忽了，我没拦住他。以后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出现了。我知道了，我会的。那个叫徐静的怎么样了？他没有参与违法行为，就直接让他回家了。你怎么了？是不是痛啊？不用，不用，坐着吧。你是不是傻呀？为什么突然冲出来？你知不知道会没命的？我就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没想那么多就冲出来了。傻瓜！我要不是傻瓜，谁天天操心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疼不疼？不疼，不疼。早知道你像现在这样，当初就应该答应让你辞职，走了算了。让我走了算了，那谁保护你？你舍得让我走啊？你是不是饿了？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没关系，我等你。反正我们两个有大把的时间，慢慢好。我们打掉了一个魏军，又冒出个刘栓虎，以后还不知道再冒出个什么人来呢。我在想，既然酒庄的经营者们普遍反映原料供给困难，不如从根本解决问题。犯罪分子固然可恶，但如果我们工作到位，他们就不会有可乘之机。运动式的执法不可取，表面看声势浩大，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我看是要打个问号的。既然这样的话，我建议啊，对刘栓虎被捕的消息进行封锁，一举把他背后的经销商、黑作坊，以及上游的供应商全都给挖出来，一网打尽。我同意。另外呢，我已经跟魏学成同志沟通过了，他愿意拿出5万亩葡萄，以成本价支持产区内原料短缺的酒庄。好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立法草案我已经在准备了，那么你呢，也去准备相关的材料吧。什么意思？虎子的事情因我而起，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被卷进来，七公也不会受伤。我自己做错的事情，我自己认。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的客户资料，只要做好日常维护，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所谓的认错就是辞职，你给这个资料是对我、对酒庄的赔偿吗？这些是我目前能够拿出来的所有了。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提，我尽量做到。你先坐。既然你提到赔偿，那我们就来好好算一算。你也算是酒庄的老人了，从我爸当庄主那会儿，你就在酒庄。刚来的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不懂吧？对，那时候我刚毕业。酒庄培养你这么多年，把你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培养成现在年薪20万的销售部经理，还不算提成和奖金，这份栽培你打算怎么赔偿？我是酒庄业务能力最强的，这些年我给酒庄拉了那么多的业务。行，就算你拿业务相抵，那我爸突然出车祸，我临危受命扛起酒庄，即便当初你和魏军始终同一条阵线，我依然愿意相信你，把销售部经理的重任交给你。这份托付你打算怎么赔偿？自从你当上销售部经理，我给你充分的工作自由，充足的决策权，从来不干涉你们部门的其他工作。这份信任你打算怎么赔偿？还有啊，这几年下来，我不说自己是多好的老板，但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付出了真心。你们每个人在我这里不单单是员工，还是家人一样的存在。我把你当家人，当朋友，这份情谊你怎么赔偿？徐静，如果你真的想赔偿的话，那你应该做的不是辞职，而是继续留在酒庄，加倍的工作，加倍的努力，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你知道错了，你还是酒庄的一份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逃避。徐静，我知道虎子的事情，你心里觉得对不起我们，你也担心今后在酒庄很难再开展工作。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酒庄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欧阳一兴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当然，如果你听完我今天说的话依然决定要走，我绝对不会拦你，也不会影响你的前途。但如果你觉得我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留下来，我也请你留下来，我需要你。庄主，我其实不想离开你们，我没有想到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你依然愿意把我当成家人，选择原谅我。哎呀，我从今以后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干。如果我徐静再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出门就被车撞死。呸！胡说八道什么呢？把这个收回去，把眼泪也收一收，要让别的人看到了，以为我扣你工资呢。谢谢你，真的。你说的啊，死心塌地。死心塌地。来，你看看这个。我有个想法，希望你组织一个内部讨论会，就草案的具体条款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个会呢，不要局限于酒庄的经营者们，所有的从业者、关联者，比如葡萄种植户们，也应该纳入到征求意见的范围内。我明白了。
庄主，内部讨论会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不去呢？在下象棋呢，想要赢的话，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若要是只顾着眼前这一步啊，那定会是铩羽而归啦。庄主，我是说内部讨论会，你怎么看？陈副厅长和秦局长的本意是好的，想让组织听话，就要给他们必须前进的动力。想要靠他们自主行动，难了。哎，将军，这一盘你又输掉了啊！哎，爸，这次的内部会议进行的怎么样了？不怎么样，一帮人在那儿说点漂亮话，走走过场，没什么实际意义。怎么会呢？这秦局长和陈副厅长把立法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这就走走过程啊？他们呀，初心是好的，想把大伙儿呢都聚到一块儿，哎，听听大家伙儿的意见。可坏就坏在这上面了。这是为什么啊？你想想他召集的人呢，咱们酒庄的人，销售、种植户和产业所有相关的人，这些人既是一个相互依附的关系，也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张三如果说句话，可能就涉及到李四的利益；王五说一句话，赵六这买卖没法做了。又都是在宁夏地界上做葡萄酒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不对？谁也不会得罪人的。哎，所以大伙儿就说点漂亮话呀，无关紧要的话呀。可你说这些东西对老秦有什么帮助吗？那看来秦局长他们想要顺利的推进立法有难度了。反正这么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再想辙吧。这里面是安总要的酒吗？啊，对。可以。齐公怎么说呀？齐公说不着急，他要再等几天，如果前期发酵不够的话，会损伤酒的品质的。齐公人呢？啊，刚才出去了。忙你的，谢谢。怎么着，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不然还能怎么办呢？说到底，虎子的事情，徐静也是个受害者。虽然这些年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是被魏军当枪使。这些人呢，我们合作的也还算是愉快，而且这次他为了保护我挨了一巴掌，我总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啊，我听明白了。徐静挨了一巴掌，我们的大庄主心疼他，给他机会让他留在这里。那我呢？啊？看见了。头都破了，我们的大庄主能不能稍微松松口，给个机会啊？我不是把总酿酒师的职位给你了吗？不是吗？哎，没这么耍赖的啊！总酿那是石老几年前走的时候给我留下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了，你堂堂一个大庄主，新时代女性，你总不能老拿几年前定下的东西来搪塞我，抹杀我的功劳吧？丢不丢人啊你？啊？那不然你还想怎么样啊？你觉得这酒怎么样？口感、味道都很不错。虽然我没有你们懂得多啊，但是我会喝酒啊。嘿嘿，这酒呢，的确是不错，但是和我们产区在国外获过奖的酒相比呢，还是差了一点点。我希望我们的酒不仅只是不错，还要成为全产区最好的酒才行。知道了，庄主。再接再厉，只要不放弃，下一个国际金奖就是我们酒庄的了。来，
差不多可以了啊。嘿，这么快就发现我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了产区保护法的事情，你听说了吧？你怎么看？找我就为了这事儿啊？对啊，这事儿多大呀？那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得问问我的总酿有什么想法呀？你什么时候找我可以不为了工作？你就说你有什么想法呗。我觉得挺好的。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如果想要发展得更好，必须规范法规，这样呢才能做大做强。否则，就像烂根的葡萄，外表再光鲜，也阻止不了衰败。我也这么觉得。有了产区保护法呢，更加有利于咱们葡萄酒人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咱们的团结。你就这么能确定是团结啊？不怕竞争压力更大？怕什么？良性竞争是好的，我当然是欢迎的，更加帮助我们酒庄越来越好啊。万一恶性竞争呢？那我更不担心了，有秦局长他们在，怎么会允许恶性竞争的出现呢？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对所有人都挺有信心的，对我，半点信心都没有。我要是对你没有信心，我怎么会把酒窖和总酿这么重要的任务通通交给你啊？因为你懒。我这叫知人善用。庆什么功？这是谁的主意？这不是惯例吗？在我这儿没有任何的惯例，从前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局长，我呢知道您是怕大家骄傲，可是这段时间为了盯刘山虎的案子，大家都忙得没日没夜的。按道理来讲，假冒伪劣归工商和公安部门管，进口货物归海关。咱们局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专门的稽查队伍，可是大家啥也没说啊，克服了多少现实困难，通宵熬夜加班都已经成了常态了。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都无所谓，就连咱们局那个学法律专业的小姑娘，天天熬夜扒法案，一扒就是1个月，忙得连婚假都顾不上抢。这事儿好不容易现在圆满了，您就当宽慰一下大家的心。我们也不是问您要什么证书啊、奖金啊什么的，就是想单纯的大家出来吃个饭，放松放松，聚一聚。您看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何尝不知道呢？但是我告诉你，越是这样，越不能搞什么庆功宴。是，今天是抓了一个刘栓虎，但是谁敢保证明天会不会出现一个李栓虎、张栓虎？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只有一个办法，找到问题的根源，让那些犯罪分子没有可乘之机。目前咱们产区酒庄林立，看上去是挺欣欣向荣的，但是依然存在良莠不齐、大干快上等一系列亟待整改和规范的问题。我们作为管理葡萄酒产业的专设机构，责任重大。行百里者半九十，更何况我们才刚刚迈出第一步。你刚才说我们没有执法权，这一点我不同意啊。据您编发的相关文件，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机构职责，比如说品牌保护，比如说产品质量标准等等。我知道了，我错了。怎么样？可以了吧？橡木桶陈酿以后，可以发货。太好了，安南那儿已经等不及了。他呀想要提前拿货，因为这个客户呢有私人酒窖，橡木桶发酵这一部分他想自己在家完成，没问题吧？我不同意，我不允许任何不合格的酒从我们酒庄出去。
我觉得呢，一来现在酒庄正在融资的阶段，那客户就是上帝啊。我觉得客户合理的要求，我们可以合理的配合，对不对？第二呢，客户本身就是红酒的发烧友，人家自己有酒窖，橡木桶发酵的过程想要自己体验一下，我觉得很好啊。一星，你听好了。第一，我是酿酒师，我要对我的酒负责，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我不允许任何不合格的酒从我手上出去。第二，我们要做的是100年酒庄，要对每一个客户负责。如果他们操作不当，造成酒体污染怎么办？到头来还要说是酒庄的问题。那工厂酒根本不经过橡木桶的发酵，直接灌装上市，你怎么说呢？我们做的是酒庄酒，做的是精品酒。那不矛盾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兼而有之，对于酒庄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再说你在法国也待过，那波尔多的名庄不也产副牌酒吗？一星，我不管别人怎么做，我要做的是最完美的产品。你们忙你们的。齐洛，我们2个人在这儿争论，没有意义也没有结果。这样，下午我开一个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行啦，别难受了。你都说了，邱阿姨就是这个性格，你还难受？我就是难受呀，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反正我就是不想回家，也不想看见我妈。那怎么办？唉，七瑶，晚上去家吧。也行，正好给你补课。可以。哎，那张叔叔晚上放学来接你怎么办？没事儿，让我爸带着咱俩去你家，给咱俩做好吃的。行，正好我爸今天晚上加班赶不回来，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就说张叔叔来给我们做好吃的，他就不担心我。秦瑶，我就知道你最好啦。不好意思啊，回来晚了。2个孩子在屋里呢。真是不好意思，还得让你到我们家来给瑶瑶做饭。说啥呢？你们家秦瑶正在里面给我们家张小米补课呢，是我占便宜。哎，我听瑶瑶说，怎么小米又跟一涵吵架了？嗨，我们家邱一涵那个火爆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张小米呢，性格又随我，得过且过，正好赶上这模拟考又没考好，这2个人又咔咔打起来了，愁死我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哼哼，我是羡慕你啊，有个好闺女。看你们家秦瑶是又懂事又贴心，关键是成绩好，不像我们家张小米。我闺女好，我当然知道了，因为随我嘛。关键是他这个当老爸的呀不靠谱，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好好陪过他一天。你看这个啊 ，I2等于 U 比上 R， 这个是 U 比上 R1加上 R2/1 啊，等于0.66除以。哎，秦瑶，你以后想干什么呀？我也没想好。不过我对历史挺感兴趣的，说不定以后可以往这个方向上发展。你呢？我不知道呀，我妈总说我没出息，搞得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什么，我真是烦死她。哎，对了，我上回拜托你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光想着给俩孩子做饭了，把这正事给忘了。我这段时间啊，特意去找了几家酒庄，还有经销商、供应商和一些相关产业的人员，确实好好收集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啊，说不定就会对于你的法案有所帮助。那太好了。这些问题现在在哪儿呢？啊，都搁电脑里面放着呢。
我还没有整理，等明天整理好了给你，好吗？你带电脑来了？我带了。那你在干什么呢？啊，来，不是啥意思？去。哎嘿嘿，干啥呢？哎，给我。去，你干大事去。那做饭你小事小有关系。不是你会吗？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行。不过你做的好吃点儿，我这人挑食。好。今天小米说，她特别烦她妈妈，可我连妈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爸爸告诉我，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一定会飞上天空，飞到那个只要一次就好。我会把妈妈的样子牢牢地记在心中。妈妈，你也会在想我吗？来，大家都说说吧，有什么想法随便说，畅所欲言。我觉得吧，葡萄酒本身也是一种商品，我们告知客户风险，或者是后续服务，也不是不可以。那个酒我是不懂，可我做了这么多年豆腐呀，那有人喜欢吃老的，有人喜欢嫩的，那你们大伙说说，是老豆腐好还是嫩豆腐好呀？俺家花说的对，这众口难调。我觉得豆腐花说的也对，那这个对错谁来评判呢？让我说呀，打疫情回来，人家安南啊就没少帮咱们酒庄，现在人家娃娃有困难了啊，有难处了，于情于理，咱们应该帮人一把嘛，不就几桶红酒嘛，给人家算了啊，是不是？不是，给。大家看那边，为每一粒葡萄负责，为每一滴酒负责，不负这片好土地。表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是吧？秦局长，秦局长好。哎，秦局长，您来的正是时候。哎，坐。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顾及葡萄酒的品质，我听您的也信您。如果您也觉得他们说的对，那我不参与这事儿了。秦局长，您先坐。你们坐。你看看你齐洛，又开始闹小孩子脾气了吧？你这不是征求意见，只是胁迫。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来，坐下说。你要说别人不理解你，我一定能够理解你，否则啊，当年也不会把你从机场追回来了。刚才你们讨论，我听了一耳朵，关于这个对酒的评价呀。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认为啊，最起码的标准还是要有的，否则消费者那就无从判断。所以我认为你们今天的讨论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你们酒庄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而是我们整个产区所面临的大问题，那就是评价标准。我今天来呢，正好带了一样东西，一会儿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一会儿呢都可以看一看，我们讨论讨论。我觉得呢，如果我的问题讨论明白了，你们的问题就有答案了。喂，妈。那个酒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发货呀？哎妈，你别着急，我这边也催着呢。催着呢，但凡敢出半点差错，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呀妈，你都说了不下100回了，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现在正去酒庄的路上，晚上到了跟你说啊。你放心，我保证本周之内肯定发货。那就好，绝对不能耽误事儿啊！肖先生都生气了。
哎呀，我知道了，那先挂了啊。嗯。郑科长，这边请。好。这是我们1期的酒窖，当初啊，可是花大价钱请法国的设计师过来设计的。你也看到了，我们整个庄园的墙体呢，都跟卢浮宫采用的是同一色系，灯光还有刚才您看的温控系统，都是参考的帕图斯庄园。2期的酒窖呢，设计也已经完成了。我们主要突出的是科技感，未来啊，只需要在你手机上面装一个 APP， 不管你出差到哪儿，你都可以随时监控到酒窖里的各项指标。随着未来智能硬件的升级，还可以实施远程操控呢。这来之前就听说邱总您的酒庄是咱们产区数1数2的酒庄，现在看来啊，邱总您不光是个有心人，而且啊，还很有远见呢。郑科长，我们去我的品酒室坐下来慢慢聊吧，顺便还可以尝尝我们的新酒。那，恭敬不如从命。请。请。不是一星，你也太不靠谱了。来的路上，我妈还打电话催我，我跟她保证本周内要发货的。南瓜，你的心情我理解。你不理解，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你什么时候见我妈对公司的事情这么上心？你什么时候见我对你提起过公司的事情？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事情已经很着急了，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能不能听我说？不是我坐下。说嘛。一开始，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你那边，如果不是齐鲁反对，你一来就可以发货。但是后来秦局长来了嘛，他带了一个产区保护条例的征求意见稿，意见稿里面有一条，酿造、陈酿、灌装、评储这些个过程都必须在本酒庄内进行，这是产区100余家庄主达成的共识。我们要对每一瓶酒负责任。第一是声誉。每一桶从产区出去的酒都代表着整个产区的声誉。第2，负责，我们要对自己的酒负责，也要对客户负责。我们把半成品拿给客户，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呢？你说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那我怎么跟我妈交代呢？好，我妈那边我大不了去认个错，让她臭骂一顿。客户呢？客户那边谁去解释？人家愿不愿意听我们解释？说一大堆。这个酒呢，我们已经醒过了，您现在可以尝尝口感很好。哎妈，有什么需要的？你先坐，等吃饱了我再跟你好好汇报。几桶酒的事儿有什么可汇报的？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到吧。妈，你看看你，平时还说我办事毛躁。Waiter， Enjoy。2位晚上好，我是本间餐厅的首席侍酒师，需要我向2位推荐一下本餐厅的最佳餐酒搭配吗？不用了，谢谢。哎呦，怎么不用？妈，你忘了，咱们接下来要伺候的那位可是红酒发烧友，正好跟这位美丽的侍酒师小姐姐学习学习。随你吧。那我就简单的为2位介绍一下吧。Please。这个呢是本餐厅的主打肉眼牛排，那搭配的呢就是下图的这混酿。甜点我就建议可以搭配本餐厅的新品榴莲班戟。啊，是这样。我个人呢对法国的文化也是颇有研究啊。Bonjour，Merci， 脱口而出。所以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你们餐厅是以供应法国葡萄酒闻名的，但是这个榴莲班戟好像不是法式甜点吧？是这样，因为这款红酒呢，它的口感是相对浓郁的，而且它带有一些热带水果的香气，与榴莲班戟的搭配是最相得益彰的。如果换成法式可丽饼的话，那就略显逊色了。对，我就是考考你。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说正事儿。不好意思，我暴躁的母亲可能要骂我了，咱们下回再聊啊。那就不打扰2位了。舒服吗？
老公，酒局上面那个郑阳你熟吗？知道，熟悉谈不上。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人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但是前途不可限量。你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今天他来咱们家酒庄了，那话说的滴水不漏的。我告诉你，这个人不简单。倒是你要简单一点。你上回点名让人家小薇去做采访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知道你在干什么了。人都不傻，别总想着试探这个猜忌那个的。张伯让，你想穿睡衣睡沙发是不是？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话说的吗？开什么玩笑？你小点声，别人都看着呢。让他们看，都火烧眉毛了，儿子，你知不知道？知道，所以我这不特地回来吗？明天我就上门跟人家好好解释。那你儿子也干了这么多年葡萄酒了，多少还是懂一点的。那万一我俩聊成了知音，那以后不什么都好办了吗？住口！那个什么欧阳一兴的，到底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什么叫迷魂汤？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啊，一兴、齐路，我们三个是好朋友、好哥们，很纯粹的好吧？说起那个齐路，好好的法国不去，偏偏到大西北去酿酒，这不是脑子被门挤了吗？你一天到晚跟这帮人瞎掺和什么呀？对不起啊，我刚才听见你们在说齐路，请问你们认识齐路吗？你谁呀？哦，我是齐路的母亲，这家餐厅是我开的，欢迎你们啊。哦，哎好，我叫安南，和齐路是好朋友、好兄弟啊，幸会幸会。安南，你好你好，我怎么没听齐路说起过你啊？你看看，人家都不认识你，干什么？你一天净从这玩意儿身上贴什么呢你？我点上。嘘，对不起啊，我们这是餐厅，大家都在吃饭，请您坐下来好好吃饭，可以吗？还吃什么吃？妈，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呢？安南帮了一兴不少忙，他们俩是同学，你这样，他们是什么，也不能当众羞辱你呀。你要知道，你是我吕小英的儿子。别说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一滴酒都不给他。怎么着，打官司啊？你让他来，我给你请全上海最好的律师。喂，一兴，完了，我妈这回是真的生气了，怎么办呢？你说你往哪儿带不好，你非要带到齐路家的餐厅去，还在那儿说齐路的坏话，那吕阿姨能不着急吗？那我也不知道她那会儿会出现呢。那本来还想约她一块去见那个大师，聊一聊红酒什么的。那是，哎呀，不说这个了，就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妈现在要起诉你，我拦都拦不住。你这绕多大一个弯啊？要不，我去跟齐路说说，让他求求情。哎，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一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咱俩到底谁救谁呀？那当然是你救我了。你想，我妈这一起诉，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以后还怎么面对你啊？行了，挂了。成事不足败事。高总这边请，徐总、金总这边，小心啊，小心地上的石头。各位投资人，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拿到的2期的审批用地。将来这一边呢，就是我们规划当中的酒庄所在地，然后那一片就是我们要开发的1万亩的葡萄园。大家可以往那边看一看，那一片呢，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遮挡了。所以将来不会出现大家所担心的风沙的问题。然后前面的这一片呢，我们计划把筛出来的石头继续的堆积起来，然后我们会再做一个人工遮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局部的小的气候环境。邱总啊，你考虑的真是太周到了。应该的。各位投资人，因为我们贺兰山独特的地理环境，我们经纬度适宜，光照丰富，热量适中，干旱少雨，昼夜温差较大，以及我们有贺兰山的庇护，
所以在我们这儿呢，能够种植出来最好的葡萄，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世界顶级的葡萄酒。这是我们爱德堡酒庄的2期建设项目，我们预计建设的年限期限为3年。这些年呢，我们中国葡萄酒市场在总量上面已经跃居全球的前列，所以这暗示着我们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国内葡萄酒的饮用量呢，已经逐渐的升高，所以各位投资人，这一次是我们难得的机遇。各位投资人，现在可以提问了。邱总，8000万的投资款呢没有问题，我们按比例分批给你，投资回报率呢就按照我们的战略意向书执行。我呢只有一个疑问，你的选址有没有专家的论证？有的，在大家面前的可行性报告里的附件1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邱总啊，听说你们产区有8大酿酒师，你们的葡萄酒产业发展就是从这8大酿酒师开始的。的确是这样，8大酿酒师当中最有名的是石明山，那他现在的徒弟就在我们爱德堡酒庄，他是石明山石老唯一的徒弟，所以他的酿酒水平大家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想看看这8大酿酒师的资料啊，和石明山先生徒弟的相关信息啊。我们希望啊，你们能够加大对酿酒师的宣传力度，让外界知道我们酒庄的传承和酿造技术。充分展示酒庄的实力，会给投资方收益回报有非常好的预期，对融资审批啊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将来在市场，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文章啊。好，我马上让人去准备。大家去现场看看如何？好，可以。嗯。听说了吗？庄主和齐公又吵架了。是啊，齐公这次可把庄主害得不轻，听说都要吃官司了。是啊。你好，帮我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谢谢。南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既然签了合同，就要按照合同办事。是我违约在先，不怪你。对不起啊，一星，我本来想帮你的，没想到现在……行了，咱俩的关系不用说这些，挂了。庄主，怎么了？齐公不见了。怎么样？关机了。我已到达上海，肖先生的事情我会解决。喝茶。谢邱总。邱总，您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看你，别这么着急，咱俩就是随便聊聊天，说说你的以前，或者是说说你有什么梦想，诸如此类吧。我是酿酒师嘛，我的梦想自然就是葡萄酒。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想像我师傅一样，成为总酿酒师。那现在我觉得，只要我能进发酵车间，发酵车间你进不去。邱总，你还是信不过我。我都选择原谅你了，你为什么还是觉得我信不过你呢？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发酵车间？您是害怕我偷了您的配方，偷了您的技术，然后再调转枪头来对准您，对吗？高玉洁，你太小看我了。第一，我和艺兴是姐妹；第二嘛，我说句大话啊，放眼整个产区，我邱一涵不惧怕任何人。我的酿造技术就是写下来印成书送给别人，别人也学不会。这是什么表情啊？不信啊？我信。但是我个人觉得，
酿酒师才应该是一个酒庄的灵魂吧？我从来不相信这一套，我只信技术。技术永远比人可靠。人的状态有好有坏，品德有高有低，但是技术不会，机器更不会。只要设置好参数，出来的结果不会太差的。您说的也有您的道理。我就在想，您把我留在爱德堡酒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你是真心想为我做点什么吗？我真心想为爱德堡酒庄做什么。好，那就学会讲故事。讲故事？我会安排子木贺兰对你进行一期专访，你呢，就跟他们讲你和你师父石老之间的故事，重点讲你和石老之间的师徒情分。如果你能来点催泪的猛料，我会给你发奖金。请问您找谁？啊，您好，我找肖先生。有预约吗？啊，没有，但是我有急事。对不起，肖先生晚上不会客。那麻烦您转告一下肖先生，我从宁夏过来的，我是新兴酒庄的酿酒师，我叫齐禄，想跟他聊一下红酒的事情。很抱歉，肖先生在书房，不准任何人打扰。我真的有急事找他，麻烦您转告他一下行不行？你好。如果你继续这样，我可要报警了。啊，对不起啊。喂，儿子，怎么了？哎，妈，你认识红酒爱好者肖可乐吗？肖可乐？啊，对。你干什么呢？妈，先不跟你说了。哎，你干什么呢？我来找人。神奇的球赛呀！哎呀，你到底着急不着急呀？我妈那边呢，现在是基本稳住了，就怕股东那边万一闹起来，那谁也拦不住。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消息都给封锁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找那个肖先生，但愿可以说服他吧。哎，你说齐禄这小子来上海也不给我打电话，他还有没有把我当好朋友了？他应该是想自己先把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告诉你。其实这件事儿，我跟他挺对不起你的。哎，是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做好中间的沟通环节，才出了这些问题。没有，是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做的不够好，让你夹在中间为难了，对不起啊。行了行了行了，就别互相对不起了，复读机呀。哎，不过齐禄是怎么知道订酒的就是肖先生呢？我也不知道呀，以后有时间再问他吧。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要找到齐禄，把问题解决了，不能让他一个人去面对。请你不要干扰业主的正常生活，好不好？请你离开。就1个小时，1个小时，肖先生不出来，我自己走。这不是时间问题，你不要为难我们，可以吗？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走，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说了半天，肖先生，干什么呀你们？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进去告诉肖可乐，我是吕小英。走。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肖总。还麻烦你大老远跑一趟。吕姐啊，你放心，葡萄酒行业啊，您是大拿，您说什么我都信。这事儿咱们就定了。好，那这次就给你添麻烦了。您客气。著名的侍酒师大师吕小英，齐禄他妈妈，合作愉快。她就是齐禄的妈妈。我先走了。您慢点。再见。路上慢点啊。肖先生再见。哎。阿姨好。这个就是你说的欧阳立新。啊，
老公，这么晚了，不打算睡觉啊？哎呀，我有篇稿子，明天早上就要发出去，所以我得赶紧抓紧看一下。哦，那行，我陪着你，与你揉揉肩。你这是无事献殷勤啊？你是有啥事儿吗？那你非要这么说，那就是高玉洁的采访，记得上啊。嗯，好。你早点去睡吧，啊。我不睡，你不睡，我也不睡。哎，小米在楼上呢。行了，知道了。那你也早点休息啊，记得喝水。好。一星，生活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没想到今天啊，阿姨想请你评2款酒。啊，好，来，你先试试这个。果香味儿很重啊。是吗？你喝一口。好。怎么样？有蜜饯和柠檬的味道。好，那你再试一试这一款。好。怎么样？还是蜜饯和柠檬的味道。再喝一口。你感受一下，你舌尖的2侧呢？酸涩。舌根。喉咙里总有感觉吧？有点甜。一星，看来在红酒的知识上，你还需要多多的精进啊。您说的对，在专业知识方面，我确实还很薄弱。多亏了有齐路，因为在酒庄酿酒这一块都是他负责的。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爸，你这是在哪儿拍的呀？这是在北京的故宫拍的。但你这姿势摆的是真有点丑。爸爸也不会拍照啊。你这还戴了个墨镜啊，那时候流行。你看这个，这是你3岁生日的时候拍的。3岁？长得有点丑哎。但是现在好看啊，女大18变。你现在长得越来越像你妈妈了。爸，你给我讲讲我妈呗。你妈妈呀，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她非常懂我，也很支持我，让我放心的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努力的工作，在家里会把我的生活照顾得特别好，就像你一样。我们组建小家庭之后，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那就是你，我们梦想实现了。实现了。但是遗憾的是，妈妈因为难产去世了。不过还是很感激老天，会能让你一直留在我身边。
有的时候甚至我会觉得，你妈妈还陪在我们身边，一直在照顾着这个家。我们聊点开心的。爸，你和我妈是怎么在一起的？你知道爸爸和妈妈是大学同学。嗯。妈妈那时候是个学霸，在学校里啊特别受人瞩目。我知道有很多优秀的男生都在追求她，但是妈妈很高傲，谁都瞧不上。爸爸呢，好像始终也进入不到妈妈的视野里。今天你们冒冒失失的跑到肖可乐的别墅找他解决问题，就你们这种横冲直撞的解决方式，你觉得可以解决问题吗？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不会被那个保安打得半死。你觉得我能把我的儿子交给你们吗？所以，我非常希望齐路能离开银川，离开你的酒庄，可以吗？但是阿姨，今天就算我会得罪您，我也要守护齐路的梦想。不行，我妈强势习惯了，我得赶紧过去帮忙一行。哎，别去捣乱了。你妈都说了要单独跟人聊聊，那万一去了说她一句话，更麻烦了。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世界级的大提琴演奏家，所有人都希望我继承我爸的酒庄。但是老欧他说：“你们别管，我女儿一定会逐梦成功的。”他给了我最大的鼓励，给了我最大的空间，才有了我之后的成就。所以，我爸在他出事之后，我决定放弃自己的梦想，继承他的酒庄，完成他的使命。是我爸让我知道，家人之间的扶持有多重要，尊重才是最大的爱。阿姨，我真的很希望您能看一看齐路他对于葡萄酒的热爱，他对于酿酒的痴迷，他在这方面的造诣，他真的很希望得到您的认可，因为您是他的榜样。所以今天，除非齐路他亲口告诉我，说他要彻底放弃宁夏，不然的话，不管您用什么方法让他留在上海，我都会全力阻止。我要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说完了。哎呀，一星，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吗？我突然想到了酒庄里大片大片的葡萄园，咱们的那些酿酒葡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能经历1年4季的风霜检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经不起大自然的淘汰，他们最后连一颗酿酒葡萄的使命都完不成。当你和齐路选择了成为中国葡萄酒人的第一天起，你们身上是负有使命的，你们就要开始接受检验，知道吗？人是因为选择而相遇，也是因为选择而成长。不管以后你们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忘记你们选择这条道路的初心。只要你们勇敢面对，灿烂的阳光就在前方。妈妈那个时候呢，也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有一天呀，她念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幸福》。念完之后呢，她一直对这篇文章念念不忘。后来就到处打听，这文章是谁写的呀？到底是谁写的呀？
你写的？爸爸很有文学才华哦。就从那时候开始，妈妈对爸爸有了好感。你知不知道那时候爸爸呀，其实早就喜欢妈妈了，不敢说。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相互之间就有了爱慕，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妈妈有的时候还跟我念叨，说我始终记着这篇文章的第一句：秋天是金灿灿的季节，是我们最好年华的体现。爸，可是我妈都走了这么久了，你就没想过再找一个？其实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我答案是不想。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的，我不想让别人分享我对你的爱。我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你的生活。我很感激老天送给我2份礼物，一份是你妈妈，一份是你。爸爸想看着你每天快乐、幸福。我相信在远方的妈妈也是这样想。爸，谢谢你。当当当！哇，这什么？粉汤羊肉啊！对，艺兴啊，这可是你吕阿姨亲自下厨给你烧的，快尝尝。哇，我妈居然亲自给你下厨。这么多菜还堵不上你的嘴啊！你一会儿多吃点。好，好，好，大强你也多吃点。来来来，今天哈，你看这么高兴，把大家请到一块儿，到我们餐厅聚一聚。这宁夏人啊，走到哪儿都少不了一口羊肉。阿姨也是好多年都不做了，希望艺兴吃了不想家。来，敬大家，干杯！来，吃菜。吃菜。这烧了2个小时的鱼吧？差不多。艺兴，多吃点啊！哎，我妈特地给你做的。家就行了。好，阿姨，我给您加一点酒。好。少来点。阿姨，我想敬你一杯。肖总的事情麻烦你了，谢谢你。快坐下，没事儿，都过去了。啊，可以了，慢慢。呀，阿姨又没酒了。哦，那个，哎，一点点。一点点。我也提一杯。咱们2个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您真是太牛了。哎，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那个肖可乐贼眉鼠眼，嚣张至极，差点没把我们家露露给扫地出门。后来，正义的化身吕阿姨同志出现了，她就那样矗立在寒风之中，那个肖可乐就直接被吓成了小凉茶，人走茶凉了。来，阿姨，哎呀，都过去了，祝你们的酒啊，以后越卖越好。谢阿姨，我干了。少喝点。来，吃菜呀！来，这么多好吃的呢。艺兴，你多吃点啊。来，不过安总这次倒是说对了一次，我师傅那是相当的牛。这个中国葡萄酒圈啊，甭管是玩红的、白的还是波特酒的，只要是我师傅一说话，那个个都得言听计从。朱砂，你喝醉了呀？这还没开始喝呢，就胡说八道，赶紧吃。我哪儿胡说八道了？那难得今天大家那么高兴，我还不能过个嘴瘾啊！哎，你们知道我师傅的江湖称号是什么吗？什么呀？中国葡萄酒界的武林盟主。
看把你师傅给夸得乐的。那本来就是啊。那这酒好，哪个酒不好？这酒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只要是想在中国占一席之地的，那都得看我师傅脸色行事。我算是听明白了，我莎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应该再敬阿姨一杯。来，敬吕大师一杯。再加一点点吧。好，谢谢。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好，谢谢阿姨。来，谢谢。行了，就送到这里吧。这一次来给阿姨惹了不少麻烦，回去还是替我好好谢谢她。哎呀，谢来谢去的多麻烦呀！哎，我说实话，有点嫉妒你了。嫉妒我？哎呀，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没见我妈亲自下过厨呢？早饭呢，路边摊对付2口；晚饭呢，餐厅对付2口，是不是亲生的？这么说起来，阿姨还真是，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我妈是真喜欢你，真认可你，行不行？你是不知道啊，我妈这么多年生意场上下来，已经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别看她对别人都冷冷的，哎，今天啊第一次见你，就拉着你说这么多话，天哪，真没把你当外人。没把我当外人，那把我当什么？啊？走了，晚安。拜拜。嗨，好久不练了，9块腹肌也若隐若现了。跟谁瞎聊呢？妈，你进来怎么不敲门？我是你妈，我敲什么门？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没头没尾的。肖先生刚给我来电话了，他说下午可以签合同了。昨天晚饭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人还不是这态度。那不得怪你吗？生出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就你那俩瞎子，我还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懂我？啊，是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是人家吕阿姨出面了，那个肖先生是给了吕阿姨面子。吕阿姨，齐路的妈妈。就咱们上回去吃饭的那个餐厅的老板，人家可是这个圈子里有名的大师级人物。爸，咱早点啊！谢谢你昨天晚上的牛奶啊！快吃饭吧，爸。好像这么多年，都是你在照顾我。
能不能别再熬夜了？担心爸爸的身体是吧？你看爸爸现在身体多好啊，壮着呢。爸，我是担心以后我工作了，我就没时间再照顾您了。进来。主编，你找我？一涵的那篇人物专访你看了吗？咱们编辑部过了一遍，其实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头条。是，我也看了，内容是没问题，但是吧，好像跟咱们这一期的主题不太搭，是吧？的确是不太符合咱们这期的主题。下一期的主题是什么？下期主题是宁夏葡萄酒的发展历程，哎，这个倒是和一涵姐的稿子蛮搭的。那就走审批流程，把稿子拿去审核。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就放在下一期吧。要是这样的话，一涵姐那边您不好交代吧？公是公，私是私，我总不能为了跟她好交代，拿咱们的网站开玩笑吧？今天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今后咱们怎么办？我怎么向信任咱们的领导们交代呀？咱们这个网站呀，往小了说那是服务产区的，但要是往大了说呢，它承担了中国葡萄酒走向国际的使命啊。还是按流程办吧。不是苏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爱好，好好想想。乐队啊。什么乐队啊？就那个空格。空格？哦，就那个上下左右 A B A B 啪啪啪啪，那个空格啊。哎，那个乐队的那键盘手跟我是铁哥们儿，这不成了吗？陈厅长，何明啊，邮件我看了，很有创意，这是造福基层的好事啊！我建议你跟厅里交换一下意见，然后从闽宁合作项目里找个突破口，把这件事扎扎实实的搞起来。陈厅长，我现在正在去建明酒庄的路上。这个人有想法，敢说话，在闽商里边呢，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一来啊，我想听听他对于产区保护条例有什么意见；二来呢，我也想听听他对康阳小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好啊，你小子这回是找对人了。我听说胡建民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干过酒店，而且到现在为止，不少酒店仍然是当地地标性的建筑。另外一个，他那边闽商的资源，你也可以好好的谈一谈。政府这边呢，我也找一找从前的老战友。太好了，老将出马，必定马到成功。又拍马屁，挂了。喂。赵本荣，我喝多了，过来接我一下。秦局长，你看看这些防护林的树啊，
过去呀，种了又死，死了又种，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它们种活的。去年这个时候，还有给它们打营养药啊，就像打吊瓶子一样。所以说啊，一刻都不能停啊。我们产区啊，就是需要像胡总您这样的有情怀、肯付出的优秀企业家。为了给产区立法，陈厅长那边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方方面面说什么的都有。给葡萄酒产区立法，这在咱们这儿是头一次。所以，请胡总放心，咱们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我放心，秦局长。啊，我就是冲着你们政府这种魄力而来的啊！闽宁合作，闽宁合作。我们还是要依靠当地，我们呢就是外力，起到一种推助作用。只有本地的产业起来了，老百姓富起来了，我们才能达成共赢。您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来找您啊，除了想向您征求一下对产区保护条例的意见之外呢，我还有一件事。我说嘛，秦局长，无事不当三宝殿，快讲。葡萄酒酿造很具有季节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小的酒庄，忙的时候呢，用工量很大，但是到了淡季，工量就会急剧下降。所以我今天上午啊，刚刚向天宇们递交了一份关于筹建具有贺兰山东路产区特色的康阳小镇。哎，秦局长，太好了！来，他叫梁元，爸爸妈妈呢都是从南部山区移民过来，家境困难。到了我们酒庄以后，我才发现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对酒庄这些打短工的群众也摸了个底，他们很珍惜这份工作，这份收入嘛，确实解决了他们很多问题。于是我就买了20辆电动车，发展酒庄旅游。你想啊，游客来了，累了、渴了、饿了，是不是要休息、要吃饭？我又建了餐饮酒店。现在我们这个酒庄的员工全都是固定工，忙的时候就在葡萄园和车间，淡季的时候都到旅游上来了。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啊，我双手赞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这票很难搞的，你从哪儿弄的？朋友给的，知道你喜欢，给你拿来了。有良心。哎，明天晚上啊？但是明天晚上餐厅有很重要的客人要招待啊，这怎么办啊？你跟我妈请假呗，反正你必须来啊，很重要的。我是想去啊，可是客人也很重要，我怎么说呀？明天我跟艺兴表白，你来不来？谁呀？谁来不来？谁要来？啊，来！他要跟艺兴表白。表白？啊，太快了吧，儿子！咱们拿时间呀，多处处。哎呀，还处什么呀？了解什么？这种事就趁热打铁。师傅，我明天晚上请个假，这种重要的场合我得在呀，我得帮忙啊。明天啊？行，趁着艺兴在上海的时间呀，你就让苏莎好好帮你把关，多观察一下。这个假我准了。师傅英明。来，吃蛋糕，刚烤好的。妈，我不吃了。嗯，我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事。加油！哎，南瓜，音乐厅，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行，那一会儿见吧。怎么了？不好意思啊，苏莎，我没有办法给你看演出了。安南那儿非说有什么急事儿，让我去一趟音乐厅。安南？哎呦，他这么不靠谱呢，能有什么急事儿啊？不行啊，今天谁都能不去，你不能不去。啊？我那意思就是，你好没来趟上海，你不去太可惜了。这个乐队很火的，一票难求。再说齐路还在那等你呢。齐路啊？他没有跟我说呀。他没说吗？
他可能忘了吧？哎呀，这不是让我专程来接你的吗？可是……哎呀，行了，你别可是了。这样，你拿着票去看演出，安南那儿我去。他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第一时间跟你说，不就完了吗？哎呀，行了，你别不是啦，你听我的去吧啊，踏踏实实去看，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走走走，快！杨子，哎，南哥，今天晚上兄弟能不能行，全看你们的。交给我们，放心吧。兄弟 ，OK。不是你不是约了一星去看大提琴演奏会吗？票买了没有？我去，这么难买的票你都买到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大提琴演奏家是一星最喜欢的，他今天晚上肯定会被你感动。到时候看完演出，你再趁机表个白，说不定咱们俩今天晚上就可以双喜临门。同志们，加油，兄弟！加油！庄主啊，现在酒庄和这个餐饮酒店就已经大笔资金投进去了，到现在咱们酒庄的资金压力还没有完全缓解呢。你怎么又同意秦局长葡萄康阳小镇的建议了？还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啊！我跟你说过的，人不能只看着眼前这点利益。我们眼下是有困难，但是相比从南部山区过来的移民，我们是不是好的太多？若不是当初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我，那我会有今天吗？人要懂得感恩呐。我希望我们的酒庄啊，是一个给人带来温暖的地方，而不是冷冰冰的盈利机器，是不是？庄主，我明白了。哎。齐路，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应该在乐队那边等着跟一星表白吗？你怎么没去乐队那边呢？一星呢？他在乐队那边等你呢。哎呀，不是，是师傅之前担心一星在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就让我去酒店接他。那我到了那儿，安南来一电话，说什么有急事找他，让他来音乐厅。那我当时就把票给他了，我说让他去那儿找你。那安南着我就来看看什么事儿呗。不是你俩这搞什么鬼呢？哎，你干嘛去啊，齐路？哎，你等会儿我。王教授，我的秦大局长啊，总算逮着你了。你在这站什么？上楼。上什么楼？我找你好几天了，你这电话也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从厅里追到酒庄，从酒庄追到村里。实在是抱歉，王教授，我最近太忙了，一直忙着调研产区保护条例的事，对不住。我对你有意见啊，有大意见。是，专家对我有意见，一定就是我的错。当然是你的错了。你说你自己这火烧得挺旺，我那可是冰锅冷灶。您是为了葡萄酒学院事来的吧？那当然，我跟你说了好久了啊。你别着急，来，您看看这个。不瞒您说啊，成立葡萄酒学院，第一个受益人就是我。我比您着急。这报告里面呢，相关成立学院的一些专业数据啊、政策依据啊等等所需要的所有材料，我都已经请李国华教授把过关了。我原本打算下午啊亲自去拜访您这位大专家征求意见的，顺道把他带给您。你看这不巧了吗？找上门来了。走，上楼喝茶，边喝茶边聊。喝什么茶？我请你喝咖啡。今儿咱开个洋荤，那让您破费了。
你说你俩都干的什么事儿啊？安南请我就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吗？还绕那么大一圈子。赶紧找人吧。分头吧，你去那边。你说你早跟我说安南要表白不就行了？直接说了，也不用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谁知道他那么不靠谱啊？可惜了，你最喜欢的大提琴演奏家的演奏会。哎，谢谢你，齐洛。谢什么？什么都没听成，什么都没看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快忘了当初的自己了。谢谢你还替我记得。一行，其实好美啊！挺美的。那个是吗？安南什么时候回来？吕阿姨人挺好的。啊，我妈说什么了？她让我不要欺负你。可你说这干啥？跟你开玩笑的。阿姨说话特别有分寸，还说新酒出来之后让我拿给她尝一尝。好啊，挺好。我就问你，我的那篇报道为什么没有上？一涵姐，你的那篇报道我们内部碰过头了，因为不太符合这期的主题，所以主编说先不上。行了，叫张博然给我接电话。主编被领导叫去聊事情了。一涵姐，这事你别怪主编，我们都觉得你那篇报道挺好的。邱总，投资商到了。走。邱一涵为此次融资精心准备，他本以为可以借助高玉洁和石明山的师徒关系，为自己的酿酒团队增加价值，从而坚定投资人的信心。但却因为张博饶的坚持，致使高玉洁的专访无法刊登，融资计划因此中断。你自己好好想想，
懒得理你。爸，怎么样了？一涵，出去！我不想见到你。走。这怎么回事啊？爸，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不饶啊！你说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你，我也了解我女儿，我知道，生活上你很忍让的，所以不管你们俩大大小小的事儿，我都是替你说话，对吧？是是是。可今天，我得说你两句。爸，您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什么叫好丈夫？我自己觉得，就2点：第一，你的家庭责任心，对老婆呀、对孩子、对家庭，这点你没挑，好样的。但还有一点呢，你能不能真正的理解你的另一半？换句话说，你替你老婆换位思考过吗？爸，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真的不知道这篇报道对他融资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我要早知道，只要不违反我的工作原则，我一定会帮他的。不过不管怎么样，爸，我给您道个歉。我平时跟他缺乏沟通，主要是我不敢招他，我怕跟他吵架。不吵架可以，他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你不沟通、不关心，这是什么？这是冷暴力。你理解他吗？他除了是你老婆，他还是这个企业一个酒庄的老板。他每天面对那么多张嘴、那么多个员工吃饭的问题，他压力得多大？你不心疼吗？是。你自己管扔吧，我没戏了。加油！爸。喂，一星，你打我电话干嘛？一星同学，我很遗憾的通知你，兄弟这回真的是找到真爱了。以后在一起玩耍的时间可能要适当的减少了，我怕我们家莎莎误会。莎莎？哼，得了吧你，每次都这个熊样。这回可不一样，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莎莎能力强，气质好，三观很正，五官也不歪。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个有好多的共同话题。就冲这一点，我就不信你。你以为在上海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追在人家屁股后面，人家根本懒得搭理你。你知道什么叫人间不拆吗？你知道什么叫看破不说破吗？行了，不跟你说了，我今晚回去见面了再说啊。挂了，哎，老婆，你吃饭了吗？我给你做了好吃的。老婆，我们聊聊。我吧，真的不知道那篇稿子会对于你的融资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还有，你当时给我打电话，我正和我们领导开会呢，所以小薇她才融资已经黄了。我们离婚吧。怎么会搞得这么僵呢？以前呢，吵就吵吧，今天倒好，直接回家拎包就走了。临走前给我撂下一句话：离婚。唉，肯定是一时气话。
你们俩在一起都多少年了？小米都多大了？你以为他真的想跟你离婚呢？行吧，这段时间呢，你就让他好好自己静一静，等将来找个时间再跟他好好谈谈。喝茶。今天不好意思啊，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嗨，说什么呢？咱们都是朋友。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康养医院的效果图。这个是康养小镇的总体的一个空间结构，咱们讲究这个一心、两带、三合，还有多点。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葡萄康养小镇的总体的一个规划图。我的讲解完毕，请领导还有大家指正。来吧，咱们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规划设计石头村周边5个村庄，拆迁是个麻烦事儿，群众工作不好做。想法挺好，可是钱从哪儿来啊？就算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小镇建起来，游客从哪里来？这么大的规模，维持运营，每年也得不少钱呀。这样，资金的问题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大体思路是这样：政府出资投一部分，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水、电、路，以及咱们规划图上的主题公园和康养医院等；再由社会力量投一部分，主要是包括美食街区、艺术走廊、葡萄文化街区等等。咱们呢，让这些有机的板块啊，充分的结合起来，既可以统一推广宣传，又可以独立运营。独立运营，不能落地。我来说2句吧啊。葡萄酒呢是咱们的优势基础产业，但是光有酒还不够。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酒它是一个物化的东西，可是葡萄酒背后却可以深度挖掘出许多的文化来。哎，这个时候酒就不单单是酒了，而是具有宁夏风土特色的文化。像咱们康养小镇，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建设起来的。它就是葡萄酒和康养的有机结合。未来我们还打算让葡萄酒和旅游、互联网、教育、科技等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度的融合。只有这样，咱们葡萄酒产业才能够做大做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设立我们局的初衷。这个有意思啊，我喜欢。光喜欢不行啊，我有任务要派给你们2位的。什么任务啊？因为小镇的建设呢，牵涉到拆迁安置的问题。一心啊，我想啊，让你在你们酒庄的工人里面帮我做一个调研，看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他们真正关心什么，需求什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没问题，我回去就做。齐路啊，我得拜托你，看看能不能请老爷子出山。你看一下，那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艺术街区，我是想呢，能不能让老爷子把他贺兰山岩画的研究成果搬到这儿来？好，我回去转告老爷子，他一定很开心。一心啊，你跟邱一涵的关系好像不错啊。对啊，她是我姐，怎么了？一涵姐，你跟不饶哥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怎么你们都知道了？是真的呀？什么事情闹得这么大，要闹到离婚啊？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不都好好的吗？而且小米也这么大了。我知道你要强，融资失败的事情你……我今天不太想说这事儿。对不起啊。可是你跟不饶哥，你能过来找我，这份心意姐心领了。但是这件事情，我主意已定，不用劝我了。对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那我们下次再聊。
坐吧。嗯。谢谢。想什么呢？就是在想易涵姐和不饶哥的事情。你怕他们两个不能和好啊？在我眼里，他们其实一直都挺好，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感情这种事情，我就不懂了。我只懂酒。好酒呢，需要时间的沉淀，酸甜的平衡，才能酿成好的酒。也许他们像酒一样，他们需要平衡好生活中的各种坎坷、各种矛盾，才能相守到老吧。对我来说，酒就是要慢慢的品尝，慢慢的感受。刘星宇，快学！我希望欧阳一星孤独终老。你在喊什么？愿望说第二遍就不灵了，哈哈。齐路，完了，孤独终老喽！欧阳一星要孤独终老喽，是不是？站住！真要离啊？离。你呢？爸，我没想离，只是心里憋屈。你嫌跟我在一起憋屈，那你就去找不憋屈的地方去啊。那就离吧。这样，你从我那儿搬出去，小米给我来带。爸，你把这办公室赶紧给我腾干净了，以后酒庄我自己管。啊，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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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国栋强硬的态度让两人幡然醒悟，最终结束了这场离婚闹剧。不错，你说老祖先留下的东西，让你这么一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哈哈。您说，古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画画？哎呀，这个也说不上来。不过呀，爷爷想讲讲你爸的故事。爷爷，您说，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咱们石头村穷，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条件好的人家呢点油灯，一般的家庭舍不得。有一天呢，你爷爷我回来的晚，就站在你爸的后边。我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您看见什么了？哼，你爸呀，把他看到贺兰山上的岩画，他就在院子里用一根棍全给画出来。我爸还会画画啊？我妈怎么没跟我说过呢？哎呀，这也是你妈妈的伤心事儿。你妈妈人家是大上海来到咱们这儿的，你爸爸要没有两把刷子，你妈能看得上他？
哎呀，当初留下来，这一呢是你欧阳叔叔和你邱伯伯拉着你爸开砂石场，二呢是你爸爸他舍不得贺兰山上的岩画。话说到底，这才是你爸留下的根本原因。哎呀，都说这贺兰山岩画有价值，很重要。那个时候家家穷，国家也穷。每年的7月到9月是贺兰山山洪多发期，这个岩画啊，随时都会被山洪损毁。再加上风化脱落、裂隙侵蚀等等问题。可是你爸呢？他是个有枪的人，他说了，他要挣钱，他要挣很多很多的钱，要请最好的专家、最好的技术手段，把贺兰山的岩画全都保护起来。说到这儿，你妈，她也是个要强的人，她承受了女人难以承受的困难，陪着你爸。哎，你再看啊，你刚才这个点彩的这幅画，它叫《泪人手》，你看它的形似，像不像人头啊？啊，其实呢叫太阳神图腾。这个说来也怪了，咱们中国人呢有鱼虫鸟兽，偏偏对头顶上的太阳却视而不见，所以呢，太阳神岩画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好啊，谢老您看啊，这证明啊，咱们做工厂酒，做普通老百姓喝得起的葡萄酒，走平民化路线这条路上是对的呀。这还得是你力排众议呀！我是这么想的啊，这第一呢，咱们不能跟产区里的民营酒庄抢饭吃啊。民营酒庄规模小好掉头，可以不断创新，个性张扬。我们呢，规模大，人又多，张扬个性啊，那就会乱了套。标准化对咱们来说呀，是最合适不过了。这第二啊，我们是国有企业呀，得带着周边的群众一块玩啊，这才是咱们发展产业的根本目的。所以，我们不必太过于追求精细化作业，像民营酒庄那么搞啊，行不通。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套自己的标准。哎，这个我赞同啊。咱们啊，这叫保基本、保量，但不等于固步自封、放弃创新。相反啊，咱们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比如酿造设备，比如化验技术，比如废渣再利用技术的研发等等。这些事情啊，民营酒庄做不了，但是啊，我们可以。说的太好了啊，知我者，谢老爷。谢老，我有个想法啊，我想把这次的利润啊，拿出一部分来给周边的群众呀分一次红，你看怎么样？好啊，这是头一年获得收益，应该的。让大伙儿看看，咱们说话是算数的。对。哎，我觉得啊，可以邀请秦局长一块儿参加。号召群众种葡萄这事儿啊，最初可是他发起的。对，别人不来可以，他必须得来，这事我知道。他为了这事儿啊，差点丢了乌纱帽呢。来，这边看看。你怎么看钱局长提的康阳小镇的方案？我觉得挺好啊。这个康阳小镇建起来之后呢，会全面整合葡萄酒的衍生行业，包括旅游啊、民宿啊、酿造体验等等，都会有秩序的发展起来。那产业多了，用工问题就会增加，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钱局长还说啊，这个呢是政府的重点项目，以后在商户和资金方面肯定会有大力的扶持。这样一来，我们的葡萄酒产业就会越来越好。看得挺明白。怎么样，有没有加入的意向？当然要加入了，只不过以什么样的形式加入，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就不急了。你想，钱局长那边肯定刚开始实施，咱们还有的是时间。我相信，慢慢的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让咱们的酒庄更上一层楼。一星，嚯，你跑什么呀？不着急，你们干嘛谈工作了？对呀。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们两个了啊！句句不离工作，数年如一日啊！不是，我就没有见过你们这么谈恋爱的。去，瞎说什么呢？谁谈恋爱？哎，行了行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走。过来开啥会嘛？别动
忙得开会。哎，大家听我说，你们担忧呢，我能理解。这些情况啊，政府已经有考虑了，也有对策。我秦鹤鸣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们的承诺一定会兑现。哎呀，谁信呢嘛？秦局长，你说我们种了多少年葡萄了，啊，一点回头钱都没看着，现在又让我们大伙搬家，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这不欺负我们老百姓啊？哎，大家不要着急啊！豆腐花，我记得你的那个做豆腐的手艺是祖传的，是吧？啊，是啊，怎么了？等这个康阳小镇啊开起来之后，你可以把你的豆腐坊啊就开在里边。你要是愿意，你可以弄一个豆腐主题的农家乐，我敢保证你挣的比现在多。这豆腐还有主题了，谁信呢？再说卖豆腐能挣几个钱？咱们拭目以待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种葡萄分红的事是吧？我来之前啊跟魏厂长已经沟通过了，明天就分红，我说到做到啊！啊，真的假的？明日见分晓。爸，哎，接着。哎，老爸，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呀？今天刚好老爸有空，我想着接上你，咱们去接妈妈，在外面吃饭怎么样啊？呀，看来跟我妈妈和好了呀。说是不是给我妈妈的糖衣炮弹呀？个机灵鬼，嘿嘿，什么都懂。也不看看我是谁的闺女。行了，别臭贫了，赶紧上车吧你。走。小米啊，是不是马上要模拟考试了？哎呀，老爸，你能不能不要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跟我聊这么沉重的话题呀？小米，不是爸爸给你压力啊，我当然希望你能快乐的成长。但是你现在是个学生，这学生的首要任务呢，当然是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爸爸知道个人有个命，我不奢望你能像秦瑶一样啊，但是我希望你能在中考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咱们也冲一把啊！不管结果怎么样，起码爸爸妈妈也知道你努力过了。行，老爸，尽力吧。你来找我求助，这回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你们俩必须得帮我。能不能说人话？怎么了？你们也知道，我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葡萄酒经销商了，现在好不容易算是小有成绩吧。啊，等等，你的销售业务已经占领了北上广深几个重大的城市，而且还在扩大范围。就你这样还叫小有成绩？安总，你的心是比天还高啊！我现在就是因为扩张的太厉害了，所以资金方面出了一点小问题。南哥，你在跟我说你缺钱吗？我缺钱很奇怪吗？奇怪，不是，我就是因为把钱都压在了货款上了。现在这么多的经销店要运营，这么多的人工要发工资，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们家这么大的对外贸易公司，你每年光是利润分红就得好多钱吧？你到底要扩张多少店面？怎么会有经济危机呢？什么叫我们家这么大的贸易公？我除了一开始那家店是拿了家里的钱开的，后面没拿家里一分钱，好吧？哦，我以为你那些经销店都是什么？都是跟家里拿的钱。那我还有脸来找你们吗？之所以来找你们，也是因为不想让家里知道。你们是不知道我妈有多希望我失败，赶紧回去继承家业。但是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呀？大家都是年轻人，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啊！你们就说正题，你缺多少钱，我给你。我不要钱。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绕了一大圈子，你要什么呀？
我想跟你们拿一批葡萄酒，因为我现在有几个客户都需要葡萄酒。我想的是赶紧给他们出货，这样我就可以拿到钱。我拿到钱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货款的话，不能提前给你们。听明白了，就是先拿酒后付款，是这意思吧？对，就这点事儿。这不算事儿吗？这算事儿吗？我进来啦，小米。离你中招没剩几个月了啊！从今天开始，各科作业写完之后呢，再加上这些卷子。不是妈，我这作业已经够多了，你再加上这些，我得写到几点啊？我还睡不睡觉啊？不是张小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是睡觉重要还是考学重要？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你把卷子放着吧，我找时间做。不是找时间做啊，是必须得做。不行，就你爸那个性子，肯定惯着你。到你考试了，你也写不了几张卷子。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不是妈，你今天怎么了？你怎么突然间开始关心我学习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有安排，卷子放在这儿，人可以走了。张小米，但凡你这几年对学习上点心，用得着我现在这么看着你吗？那但凡这些年你多看着点我学习，我学习能这样吗？你干什么去？我找秦瑶去，这题你能看得懂啊？又怎么了？哪道题不会？秦瑶，你说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考试的人，就一定是废物吗？不好好学习的人呢，不一定是废物，但学习能增长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视野。再说了，我们是学生，不学习干什么？就是不想学习，看见我妈那样，我更不想学习了。阿姨也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你们有什么可以好好聊一聊。聊什么？我跟他有什么好聊的？我要是能聊明白，我能来你们家避难吗？再说了，他都认定我是废物了，我还好好学习干什么？小米，不至于，哪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废物？我觉得是你跟阿姨的沟通有问题。我要不要把汤再热热呀？热什么热？你知道他几点回来啊？都是给惯的。今天我真的我就只说了他2句，他门一甩，叼着书包就跑了，跟我说什么去秦瑶家写作业，那是写作业吗？那就是看见我烦。行，都烦我。媳妇儿，你别生气啊！你呢，听我一句劝，你这脾气啊，真的要改一改了。你们2个人不能好好说吗？你本来就是个火爆脾气，张小米呢，现在是叛逆期，你老这么硬碰硬啊，他啥问题也解决不了。真的，我不想跟他硬碰硬。那你脾气好呀？那他为什么不跟你好好学呢？嗨，说的啥话？啥叫给我好好学呀？张小米现在是个大孩子，他有自尊心的。我真的担心你再这样强势下去，你们俩这个母女关系呀，恐怕要变仇人了。我也不想那么强势。我现在但凡跟他说1句话，他就跟我顶起来。你说说，我每天酒庄那么忙，我要不是为了他的将来，我至于在这儿跟他生气吗？哎，小米，吃饭。妈妈今天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你要不要？吃过了。你看，看见了吧？就这个脾气，你说说能不让人上火吗？师傅，你这是打算开始
卖国产酒啊？其实啊，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了。你看啊，咱们以前一直推法国的名庄酒，中国人呢对外国的葡萄酒观念上也根深蒂固。既然现在我们要推我们国内自己的酒，我觉得咱不着急，踏踏实实的把营销方案做好，跟你汪叔好好研究一下，搭配出酒和餐的最完美的搭配，这样咱们一经推出，顾客的接受度会很高。要做，咱们就做到最好，否则不如不做。师傅，你这是被齐鲁说服了呀？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宁夏葡萄酒人深深地感动着。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酿造出了这么好品质的酒。咱们作为葡萄酒界的人，难道不应该为我们的祖国、为家乡做点事情吗？师傅就是师傅，站位就是高。少跟我皮。北山，你儿子说要在你倒下的地方种下新的希望，他做到了，你高兴吗？洋洋，抓紧时间收拾一下了啊，要出发了。爸爸今天送你去学校。真的？嗯。那我今天不用挤公交了。哎。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办公室。洋洋，对不起。起。行了，我去挤公交了。洋洋，爸爸今天一定要送你一回。小米，老爸让你再多睡5分钟，就5分钟啊，好不好？你好好说，别发火。小米，时间不早了，该起床了啊！哎，这么说好的，淡定，淡定。你请，你请啊！大家先别着急啊，秦局长答应给大家的钱一定会兑现的。而且啊，建这个康阳小镇呢，最关键的也是希望我们今后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你说一星，那能不着急吗？你怎么还能替别人说话呢？这秦局长自己红口白牙答应我们的，说今天分钱，这眼看着就要到中午，这全村人都等着，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我们种这么多年葡萄，一点回头钱看不着。还要拿我们的钱去整什么小镇？什么小镇？康阳小镇。对，你说得整那康阳小镇，你看我们大伙儿啊，这都拖家带口的，那日子也得过呀。是啊，星星，你这大饼是一个接着一个花，都搁天上挂着呢。你说够也够不见，吃也吃不着。你说我们百姓图个啥？不就是图个温饱，图个实惠吗？行，我理解，我明白。这样，我现在就给秦局长打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然后给你们一个交代，好不好？好。打，我们等你啊。秦局长，我是一心啊。行，好，我知道了，我来跟他们说。秦局长说了，下午3点钟到村头的小广场集合，他会给你们一个准信儿。这干啥呀？ 3点。
给咱们个信，那去呗，听听咋说。那咱们早点过去。行，走。小米，等会你妈妈出来，跟妈妈好好说话啊。来，合个照。小米，昨天晚上呢，你爸呢也已经批评我了。我知道，有些时候我态度不好。妈妈呢，给你承认错误，以后我尽量改正。是这样啊，你看，妈妈也知道。就你现在这个学习成绩呀，要想自己考上省重点，那几乎不可能嘛，对吧？不是，是有一些难度，所以呢，昨天晚上爸爸妈妈呢给你想了2种解决办法，你听一听，看一看，可不可行？什么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出国留学。你想想啊，你现在才15岁，正是学习语言的好时候。那你换一个学习环境，也许你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你从小到大就没怎么管过我，你现在还要让我出国呗？什么叫我不管你啊？我不管你，我能那么着急的给你想办法吗？好好说。啊，吃吧。那这样，你既然不愿意出国，那我们就说说第2种方案，好吧？那你真的就要自己下点苦功夫，好好的复习了。只要你认真了，那妈妈就去找关系，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就是硬塞，我也把你塞进省重点，好不好？省重点，省重点，你心里就只有省重点。什么叫我心里只有省重点？我是为了你的将来，好不好？说是为了我的将来，你不就是怕我考一个不好的学校，给您老人家丢脸吗？张小米，我要嫌你丢脸，我早就不管你了。你管我？你凭什么管我呀？凭什么？凭我是你妈，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任听我的。那我问你，上学是我爸接我的，生病是我爸陪着我的，这2过生日都是我妈一个人陪我过的。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在哪儿？你除了回来吼我2句，你还会干什么？你当我们班级给我开过1次家长会吗？我们班主任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我妈是谁。你现在来管我，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我从小到大有妈跟没妈没有任何区别。张小米过分了！张小米，小米，站住！各位支书，各位支书啊，各位支书，我拜托大家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好不好？秦局长，上回这事儿吧，虽然是误会，但是康阳小镇呢，已经在规划之中，大家还是担心。这祖祖辈辈都住在贺兰山下，突然要搬，故土难离呀！啊，对嘛？是啊。哎，我有一个提议，这个康阳小镇呢，咱们大家一起来设计，每个人都是这个小镇的设计师。秦局长，这什么意思？是啊，闻所未闻呐。大家放心吧，总之呢，就一句话，绝对不搞大拆大建。不拆，也不建。那这康阳小镇怎么建起来了？那咱们就因地制宜嘛，融入自己的人文历史，就地改造，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咱们就拿石头村来打个比方吧，石头村最出名的就是贺兰山的岩画，那咱们就搞岩画嘛，可以搞一个什么岩画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岩画主题的墙画，岩画故事演出等等，这都可以嘛。这样好呀，秦局长，这样一来，房子照样住，葡萄照样种，
生活水平还上去了。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各位支书啊，初步的实施方案呢，我相信各位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分头行动，回去之后先开一个会，广泛的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好啊，好，那咱们散会。好。拜托了，拜托了啊，拜托了啊！哎。齐路，齐路，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也来了？安南叫我来的。我也是。你也来找人啊？找人？对啊，他说他客户的孩子在这儿丢了，让我帮他找一找。你不是来找人的吗？安南和我说，客户带着我们的酒来这儿玩，然后发现酒有问题，发火了，让我来处理。别打了，我给他打过，没人接。去了安南，我看他生意还是不着急，钱呢？那批酒啊就不应该轻易。同意，回去就跟酒庄说压他2天。别，我随便说说，酒还是给他了。啊？给我的吗？啊。现在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们面前，若你们不珍惜，将会后悔莫及。如今，请把握住上天给予的这次机会，对你旁边的他深情地说：“我爱你。”写的什么？啊？那个没什么。南瓜请我们来一会儿。行吧，那就不要辜负他好意了。走。走。秦局，魏厂长那边来电话说，请您去一趟一厂。说什么事儿了吗？说是有重大发现。这个老魏又开始卖关子了。行，我知道了。你抓紧时间把你手头工作安排一下，下午去石头村冯一块去。好，咱们给他来一个呀，城门立木。哇哦，生日快乐，小米！哎，你许了个什么样的愿望？我希望我下次生日的时候，我妈能来陪我。哎，喂，秦局长，我是邱一涵，我想问问小米有没有去找你们家秦瑶啊？小米啊，没有啊，怎么了？陈局长是这样的，早上这孩子呢跟一涵拌了2句嘴，本以为这孩子就是闹脾气，结果他没想到他就离家出走了。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地方了，都没有找到他呀。你们先别着急啊。这样吧，你们去小米啊常去的地方看看。我马上去石头村，一会儿让瑶瑶去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一下，有消息随时打电话。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这家里面出现矛盾，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嘛。现在当下首要的问题是找到张小米。可是我们找了那么久了，你说这孩子他到底在哪儿？你平时陪他去过什么地方？陪他去过，陪他去过。游乐场，游乐场。
这没意思啊。奶奶，咱们快到了，您慢点儿，看着点儿路，奶奶。八奶奶来了，八奶奶来了，您坐，奶奶你坐下。您这生日果够硬朗的，真好。老嫂子，往后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咱们都活得精精神神的啊！好好，你奶奶身体真好。去问问，花儿，你去问问，就你会说话，你去问问。快去快去。那个小伙子，你们这是来干什么呢？是给我们大伙分钱的吗？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不知道啊。啊，不知道是啥意思啊？穿着西装革履的。谢谢。让一下，让。来，这时候你请。大家静一静，请秦局长给我们讲话。好。谢谢你啊，老支书，谢谢。来。钱4年前啊，我秦鹤鸣就是在这儿向大伙儿做出了承诺，只要种酿酒葡萄，就能够挣到钱。今天呢，我就是来兑现我的诺言的。话不多说，发钱！我念到名字的人，请上来领钱。刘巧巧。走，你打这里，巧巧。这个是8年了哦。哟，秦局长来了。老婶子，身体可好？好。哦，今年高寿啊？83。哎呦，83了！哎呀，看不出来。嗯。您看啊，他们一个个，哎呀，笑得可开心了。替他们高兴吗？高兴。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希望啊，石头村一个个都能像您一样长寿。好。谢谢秦局长。怎么样？打不到，怎么办？啊！你去那边，我去那边。好。没有。不能动手。
使不得，使不得！哎，别，使不得！这是干什么呀？钱拿着就可以了，钱都拿着了吧？那就好，那就好。秦局长，谢谢您啊！没想到您说到做到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儿都听您的。都跟着您的。谢谢，感谢信任啊！该说的爸爸都说了。小米现在也长大了，对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说了啊。姑娘，但是有一句话你要听：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你知道吗？等会儿给你妈妈好好聊聊。小米，我来呢，是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我知道，有时候你觉得我太强势了，感觉不到我关心你。可是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还记得我刚怀你的时候，去医院做产检，医生说我的子宫里边有一个肌瘤，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发育，就劝我说，孩子嘛，以后还会有的。我就在想，不会的，我的孩子一定能够感知得到，妈妈会和他一起努力。所以我不顾任何人的反对，强行的要把你生下来。我怎么能不要你呢？你是我盼了那么久才盼来的宝贝。就这样，小心翼翼、忐忐忑忑地度过了整个孕期。好在，最后你平安健康地出生了。你知道吗？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这么大。皱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可是你不知道，我把你抱在怀里，我有多开心，因为你是我拼了命才保护下来的宝贝。那个时候，你爸给你买了个婴儿床，我不用的，我就把你放在那个床头，我就甜甜的这么看着你，抱着你，我生怕你有任何的闪失。有些时候太累了就睡着了，我睡着睡着，我就会不经意之间我就惊醒了，我就赶紧看看我女儿还在不在，有没有捂住口鼻，还有没有呼吸。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真的
知不觉的你就承担。其实我挺后悔的。我知道妈妈错过了你成长当中最重要的那几年，你怨我，觉得我态度不好，我能理解。可是小米，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不会再左右你的人生了。我知道我没有尊重你的想法。让我陪着你好不好？陪着你，到你真正能够展翅高飞的时候。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做妈，你愿意原谅我？对不起。妈妈爱你。用甲醇溶解葡萄籽啊，果然是最好的方法。这果香味还挺浓啊。这事儿如果能成的话，我就请李国华教授来宁夏。太好了，我们很久没见。如果李博士能来，这项研究成果落地，就指日可待啊。哎，二位，你们是不是忘了我老魏还在这虚心求教呢啊？哎，我代表一厂啊，向二位表个态啊。我举双手欢迎葡萄籽萃取项目啊到我们一厂落地，我愿意啊举全厂之力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虽然我们一厂的硬件设施不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支持力度那一定是最大的呀。还有一点啊，我得说明，虽然我是一厂的一把手，但我主抓的是管理啊，这科研方面啊，我只会虚心求教，绝不会指手画脚。专业方面的事啊，就由王教授、齐工你们说了算，好吧？看见没有？一说为产区做事情，精神百倍。老魏，有魄力，我就喜欢你这股子劲儿。必须的。那后来怎么样了？就那样呗。反正我俩聊了聊，聊得还挺好。他说他不逼我了，我也原谅他了。我一直就觉得邱阿姨是那种言出必行的人，她既然说了不逼你，就肯定不会逼你的。希望吧。那你现在对考学怎么打算的？我想好好学习，毕竟我爸跟我妈说的对，学习嘛，是给自己学的，不是给别人学的。我先考个好高中，我再考个好大学。那我提前祝你成功。秦瑶在，帮我补课，没问题。冲！魏厂长这样的领导，实在难得。今天收获很大，我建议你啊，考虑考虑魏厂长的意见。谢工干不了几年了，一厂是求才若渴。王教授，星星酒庄也需要我。当然，这件事最终得你自己拿主意，我只是个建议。星星酒庄当然也不错，可毕竟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一厂这样的大平台上，更容易施展啊。不瞒您说啊，其实发酵罐的改良，它就是个偶然。我最大的兴趣呢，仍然是酿酒，酒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我有时候可以坐在地窖里，安安静静的整整一天。我可以跟酒说说话，也可以听酒他们唱歌，还可以听见酒通过发酵罐那最细小的缝隙，透过它，跟空气翩翩起舞。你这么说，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个建议。您请讲。做混酿。咱们产区的酒啊，目前品种仍然相对较少，不管是创新的还是传统的，混酿才是最迷人的艺术啊。悠悠黄河，巍巍贺兰，人们像蜜蜂一样辛苦酝酿，又像最敬业的工匠一样潜心酿造，
这里的酒，天然的吸取黄河与荷兰之天地精华，注定风骨独特。王教授，实话跟您说，我正打算用混酿提升新兴酒庄的希腊。哦，你打算怎么做？葛海纳。妙啊，微妙诱人的葛海纳，南罗纳河谷的经典品种，我很期待。行。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建起的防风林，将要和我们一起见证一个中国奇迹，那就是我们要把这片戈壁滩变成绿洲。我们铲起的第一锹土，就是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腾飞的起点。好，来，干！干！咱们产区第一株葡萄藤是您种下的吧？当时啊，李国华教授带着我们种防风林，摘石开荒，又领着我们3个种下了第一棵葡萄藤。现在这棵葡萄藤可了不起了，它应该算是咱们宁夏葡萄酒历史的见证者。哎，现在它在哪儿呢？这不是一厂要建一个葡萄博物馆吗？捐给他们。哦，太好了，找时间啊，真应该去看看。说到这一厂啊，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您说，这一涵呢，在一厂弄了有2000株雷司令，现在这些品种呢，基本上都培育成熟。经销商跟他说你可以试试这个起泡酒，在年轻人里面很有市场。您是打算找一个懂起泡酒的酿酒师是吧？哎，听明白了，这事交给我，一有消息我就给您去电话。不用那么费劲。就我所知，在咱们产区就有懂起泡酒的。您说的是齐路。2位尝一下，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喝的起泡酒。你看，我就说吧。来喽！哎，看这个气泡挺细密的，闻着也不错。这不是我们产区的酒吧？当然不是了，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你看啊，咱们努力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要让国人认可咱们自己的葡萄酒吗？如今虽然是小有成绩啊，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尽人意。那我们为什么不推出一款让年轻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更喜欢的起泡酒呢？你想做起泡酒？但是不是我做啊，是请我们的齐大酿酒师做。做起泡酒哪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容易我还来找你干嘛呀？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对传统干红的需求量越来越小了吧？我干了这么多年酒吧，反而是最近引进的这一批国外的起泡酒卖的最好。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不但有香槟的口感，价格还很亲民。只要齐路能酿造出来，以后咱们就是财源滚滚来。安总说的没错啊。你今天有点不像你了，你还懂这么多专业知识呢？背后有高人吧？刷刷 QQ 空间刷大奶。不过呢，这确实是一个机会，等我回去跟齐路商量商量吧。家庭地位也不高啊。哎呀，我可不像某些人还偷看别人空间呢。什么叫偷看？什么都不懂。通过一个人的空间，你能够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若他涉世未深，就带他去看世间繁华；若他心已沧桑，就带他去做旋转木马。爸爸，谢谢你啊，我爱你。你行了，你先别说这个，人家秦局长说了啊，齐路给你帮忙可以，
但不能耽误人家在星星酒庄的工作。你得给这个星星打个电话，毕竟齐路是他的人，你得跟人家打个招呼。艺兴那边嘛，我不想那么早的跟他说。为什么呀？那你想呀，我能直接跟艺兴说，那我干嘛让您去绕秦局长那么大个弯子呀？我直接找艺兴，那说不完了吗？你说这个，人家秦局长还纳闷呢，说你们两家这么熟，干嘛让我在中间传话呀？哼！爸，你们这代人呢，有你们这代人的活法，那我们这代人呢，也有我们这代人的玩法。这个经销商啊，是我喝了好几回酒，好不容易才拿下的，人家才答应了帮咱们包销这个起泡酒。但是艺兴那边呢，也可以酿造起泡酒雷司令。你是担心他抢你的生意？不会吧？你星星不是那样的人。我这么跟你说吧，爸，先前呢，我只是猜测。但是现在坐实了，艺兴的那个同学安南，最近四处帮他笼络经销商，而且他们推的就是起泡酒。太麻烦了。放心啊，你姑娘有办法。齐路想把希拉做一次升级换代，用歌海娜做混酿。那起泡酒怎么办？我再考虑考虑吧。不是，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你是庄主，他是酿酒师，这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再说了，齐路想做混酿希拉，这也不冲突啊。现在哪个酒庄不是出个10款8款酒的？齐路的习惯我知道，他要是对哪一款酒上了心，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每天不是关在实验室里，就是坐在酒窖里发呆。酒窖里那么阴冷，但是他一待能待上好几天。你这个时候要让他分心，等于要了他的命。你现在已经要了我的命了。我昨天晚上还跟莎莎吹牛呢。先缓缓好不好？我去查过了，设备也是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的酒庄还不具备马上上起泡酒的条件。这件事情看起来容易，但真的要做起来千头万绪的。如果没有齐路的帮忙，我一个人不可能的。哎，这样，你先别说不可能，我回去给你发一份资料，你看完了再做决定。喂，一星。哎，你这些数据可靠吗？当然了，一星，你打开邮箱看看，在18到25岁这个消费群体里，传统干红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不能眼睁睁的把未来市场让给别人吧？南瓜，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还有什么可想的，一星？你要是不好意思跟齐路说，那我去说。实在不行，让吕阿姨去说。吕阿姨是国内葡萄酒权威，她不可能看不懂趋势。让她去敲打齐路，把齐路敲醒。你给我2天时间，2天之后我给你答复，好吗？行吧，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啊。齐大酿酒师，这一次呢，找你过来的确是有事相求。想出新品？对，不瞒你说，我们家酒庄已经酿造出来了起泡葡萄酒，但是口感上面略微有一丝逊色，你知道的。我一直非常欣赏你的酿造水平，所以我还希望你能有时间的时候到我的团队来指点一下我们的酿酒师。你放心，这个人情我会一直记在心里的。抱歉啊，邱总，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你。秦局长的面子，你也不给吗？齐路，我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要酿造一款让你自己引以为傲的葡萄酒。如果我们合作，我们将成为整个产区第1家酿造出来起泡酒的酒庄，并且也是你的作品。我也不怕告诉你，
更加顶级的设备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这么跟你说吧，邱总，在波尔多右岸呢，有一款很小众的葡萄酒。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通常会选择地窖或者车库作为酿酒场地。因此呢，他们就被称为车库酒庄，所生产的酒呢就是车库酒。这种酒生产条件虽然很简陋啊，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品质一流、价格昂贵的葡萄酒。你是什么意思呢？道不同不相为谋。邱总，您真的什么都不缺，但是您又急于求成，这是酿酒的大忌。告辞。好，拿的真好。想考哪个学校？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想去国外留学，考一个顶尖的音乐学院。大提琴拉了就行了，干嘛非要专门跑到国外去学呀？不好。你想没想过，走那么远，万一你有什么事儿需要人照顾，那怎么办？星星啊，你有这个爱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啊，你看你的父亲千辛万苦的把酒庄给建立起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去读一个葡萄酒大学，回来以后跟你父亲做同行啊？我不喜欢葡萄酒，我就喜欢大提琴，而且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可以成功的。就是。哎，我说你们俩别打击我闺女行吗？拉大提琴挺好的，宝贝儿，你放心，爸爸永远支持你，你踏踏实实的朝着你的梦想努力。那我该怎么办呢？不能灰心丧气呀，大家都在努力。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一定能保护好酒庄。徐总，怎么样？不错。徐总，这可是我们酒庄第一款起泡酒，您得多提宝贵意见啊。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石老的嫡传弟子，也是唯一的一名徒弟。出师之后呢，又去法国深造了3年，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请回来的。这批酒呀，就是他的作品，香气和口感都是超一流品质，酒如其人啊。谢谢徐总，您过赞了。哎，晚上的饭局，高公也去吧？去，当然去了。徐总，刘董事长那里就拜托你了。你就放心吧。徐总慢走。
晚上见。徐总，您慢走。玉姐，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华南市场一打开，上回延缓投资的那些投资方就会回来找咱们的。邱总，您言重了，我做的都是我分内的工作。以后呀，别叫邱总了，叫姐吧，显得亲切。啊，不行，这使不得，使不得。您是我的老板，无论从您的能力还是职位来说，我都要尊称您一句邱总，这样我心里踏实。你呀，从今天开始，给我当助理吧。没问题，只要是为了爱德堡酒庄更好的发展，您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跟我出去应酬的时候，可不许穿高跟鞋啊，太高了。好的，没问题。我不管别人怎么想的，你是庄主，你自己怎么想的？我个人而言，我是愿意尝试起泡酒。那不就行了吗？哎，我知道你跟欧阳叔叔感情深，但是你不能一辈子活在他的影子里吧？你得走出来，你得找回你自己呀。谢公当初跟你说，做我们这一行，什么数据都不如直觉来的准。你还把这句话写在了你的博客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自己却忘了？我没有啊。那你还不下决定？实在不行，我再给你找一个酿酒师，就让齐路安安心心的去酿造希拉，这样总行了吧？咱们现在讲的呢是怎么认识葡萄的品种，不同的葡萄它的叶片、果穗、果粒、出汁率，它的抗病性、抗旱性、抗寒性，不同的葡萄，首先从外观上来说，它的颜色就不一样，它的果粒大小是不一样，它的出汁率也不一样，吃到嘴巴里以后，它的口感是不是不一样？哎，不好意思啊。哎呀，对不起啊，有点急事儿，我马上就来。喂，星星，我在忙，有什么事情赶紧说。我现在特别为难。齐路做的呢，是爸爸最喜欢的品种，但是我又怕市场不认，万一到时候产品积压，因此毁了酒庄，我心里会特别过意不去。星星，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是小庄主了，所有的事情你要自己来决断。当年我跟你父亲白手起家把这个酒庄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最后才研发出了新的品种的。您的意思是让我支持齐路？对，星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不指望你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承受所有的失败。谢谢你，我明白了。终于把合同拿下来了。高玉洁，你现在是我们酒庄的头号工程，说吧，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你真的什么都答应我吗？直接说。我想进酿造车间。不行。为什么呀？邱总，我自从来到爱德堡以后，我一天车间都没有去过。我是个酿酒师，我再这么下去，我真的会废的。高玉洁，你怎么就废了？我刚给你升职加薪，我还给你配了台车，我对你不好吗？你对我好，邱总，你对我特别好，但是我的梦想真的就是当一个酿酒师。你喝多了，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你买吧，正好，尝尝。是茴香的味道吗？歌海娜，
再试试。棉花糖，棉花糖的甜味儿。我跟你说啊，这款酒陈年以后，还会有焦糖皮革和太妃糖的香味。如果我成功了，这款酒将是我们厂里最具有潜力的酒。祝贺你，祁隆。用希拉去打开华南消费市场。对啊，希拉是我爸爸最喜欢的品种，是我们的王牌和经典。起泡酒呢，它没有基础，是一个新的领域。一行，你知不知道现在圈里人都传遍了，爱德堡酒庄要做起泡酒，设备都已经安装了。你是真不着急啊？我还是那个观点，以后是年轻人的天下，抓住年轻人就意味着抓住未来。啊，你让一群年轻人从干红里去品味什么几十年的人生，他们品得着吗？你看啊，银川不是一线的消费城市吧？嗯，可是那天你在酒吧里也看到了，那些年轻人手里拿的都是什么酒？那华南又是什么地方？一线消费城市云集，拿着一款老爷酒去打开华南市场，你这不开玩笑吗？齐路酿的不是老爷酒，是希拉的升级换代版，是歌海娜和希拉的混酿。那不还是希拉吗？你能不能别激动啊？我能不激动吗？你看，我妈总共就给了我5年时间，再这么小打小闹下去，我就要回去继承家业了。你是不知道，我一旦是回到了上海，那所有人都会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我要是做得好了，哦，那是家里铺垫的好；但凡要是出点小问题，所有的人都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纨绔子弟。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西北来？那不就是想抛开家里的光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吗？不是我说半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我当然明白。你不就想证明自己吗？啊，那为什么非要用起泡酒呢？就因为起泡酒迎合市场吗？我之所以支持齐路，我认可这款干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款干红它代表了我们酒庄的风土和历史，代表了我们酒庄的传承、执着、坚守和信仰。流行会变，但风格永存，精神更是会代代相传。就这么说吧，你认为成就一款好的葡萄酒，关键因素是什么？是葡萄的品种吗？不是吧，是酿造它的每一个人，事在人为。所以想要打开华南市场，干红也好，起泡酒也好，首先是要让经销商认可我们的团队，包括刘丽君董事长。所以我提议，我们一起去一次上海，就是要让所有的经销商都知道，我们新兴酒庄拥有一流的酿酒团队。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酿造出任何一款受到消费者追捧的葡萄酒。一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一下子跟我说这么多话，我服了。邱总，我行吗？你行，这个雷董是石老的粉丝，你呢，重点将你和石老之间的师徒情分，然后看火候，让他把投资协议给我签了。嗯，我试试啊。不是试啊，是志在必得。好，我知道了。王教授，我就是有一个想法，你要不听听看？说说你的想法。咱们贺兰山产区啊，现在是这个世界上自然条件最好的产区之一，所以我有信心在这里酿造出最好的葡萄酒。但同时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的产区现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产区，所以从种植管理、酿造技术、人员还有设备经验这些方面，跟其他的国际同行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如果要办葡萄酒学院，那我们必须从高起点出发，拥有国际视野，把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的追赶并且反超他们。你这个建议啊，我很赞同。我们正在接洽波尔多、勃艮第、澳洲等主要产区的专家教授，就课程设置等啊，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外啊，学院成立以后，我们还会聘请
具有丰富经验的酿酒师来校授课。我建议咱们的学院开门办学。你是说对产区内老百姓的培训吧？对，这个已经在我们规划中了。我们计划用5年时间，为咱们产区培养出最少2万名懂专业、懂技术、有一定水准的职业农民。这样就太好了。我现在对我们的产区越来越有信心了。没看出来啊，看来你下午跟王教授聊得不错嘛，很投机啊。我们在很多话题上呢都不谋而合。王教授答应了，他优先把他的第一批学生输送到我们新兴酒庄。哦，看不出来啊，原来你还有抢人的天分呢。一星，嗯，我要谢谢你。谢我什么呀？今天我在宁夏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很多大学生，就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当初我也和他们一样，心怀梦想，充满朝气。你知道，当我看到我的飞机落地银川机场的那一刻，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可没想到，接二连三地遭受了挫折。要不是你，我早就离开贺兰山了。真不敢想，我要是离开了这里，还能做些什么？怎么会呢？你可是巴尔博士的得意门生，你要不是为了来帮我，来当我的总酿，你可能早就在波尔多声名鹊起了。不，波尔多对创新的谨慎，对传统的执着，我一个新人，没办法改变的。可是如果我因循守旧，那我就会变成一个平庸的、熄灭了火花的酿酒匠。只有这里，年轻的贺兰山，给了我希望，给了我一张空白的画卷。一个人的梦想是星星之火，可是2个人加起来呢，就是黑暗中永不熄灭的火炬。既然是火炬，那就把它高高的举起来。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咱们产区的保护条例通过了。接下来大家一起加油，明天的头版头条就它了。 2012年12月5日，自治区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通过。这表示着，我国第一部有关葡萄酒产区保护的法规正式出台，同时也标志着，这里成为全国第一个进入依法发展的葡萄酒产区。 这2天准备一下啊，我们要去一趟上海。是约上刘董了吗？对，徐总这回可是帮咱们出了大力气。不过啊，这个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主要是邱总有办法。没有在齐路呀，咱们照样造得出来起泡酒。齐路嘛，他是靠时间让葡萄酒起泡，那我邱一涵就用钱让葡萄酒起泡。邱总，我一直有一个担心。说，从专业角度来说，静置葡萄酒的市场一定要比起泡酒的市场要大，因为起泡酒它只是餐前酒，它的消费场景非常有限。所以我担心，你担心刘丽君不会对咱们的起泡酒买账。是的，玉洁呀，你呢哪儿都好，但是有时候呢，还是跟你的师傅石明山一样保守。不管徐总跟咱们透露的消息可不可靠，
起泡酒都会是我们搭上刘丽君这条线的唯一筹码。你呀，一定要对你自己有点信心。一款足够惊艳的产品，一定会让他印象深刻的。我们才是第一家做出起泡酒的酒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实力呀。最有实力的经销商，一定是找最有实力的酒庄合作。邱总，您说的有道理。对自己有点信心。哎，对了，一星，你最近是不是也在做刘董的公关啊？我想用新品打开华南市场。那姐姐给你透个信儿啊，刘董现在呢只对起泡酒感兴趣。凡事总有例外嘛，试试总没有错的。那你跟刘董那边搭上线了吗？还没有。我跟你说啊，我已经通过刘董在西北地区的分销商徐总，跟刘董搭上线了。我下周2就会见到刘董。我告诉你，这个人绝对可靠。我再给你透个信儿，刘董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习惯，他只会在每个地区选择一家认可的合作伙伴。你听姐的，咱们俩联手，我呢负责去打通关系，你呢负责提供产品，咱们俩一起来一个共赢，怎么样？你想让我做贴牌酒？别说的那么难听，说白了，利润是你的，酒也是你的，只不过把酒装在谁家的瓶子里罢了。咱们2家是世交，在意这些吗？再说了，姐可是想着随时随地有机会都得拉你一把的。谢谢姐的提携，我还是想自己闯一闯。邱总，怎么样？他会后悔的。其实我觉得，产区这么多酒庄，要做贴牌的话，未必只找他们一家啊。齐路这个人虽然不好相处，但是才华是有的。他当年能打动巴尔博士，就凭这一点，在华人酿酒师里就是一个传奇。我听说他为了这款希拉混酿，已经整整1个月没怎么睡觉了。不是把自己关在酒窖里，就是让自己泡在实验室里。所以，您觉得这款酒会成功？不是会成功，是一定能成功。所以我们去上海的时间还得提前。这样，你再去找一趟徐总，我们一定要抢在最前面。好。这个地方也太难找了。这个人不好应付呀。怎么不好应付了？上海有的是甲级写字楼，以他刘丽君的实力，什么样的地段找不着？可他偏偏选了这么一个犄角旮旯。都说酒庄是100年产业，那葡萄酒倾销又何尝不是呢？你的意思是说，刘丽君她不只是一个经销商，她更是一个懂酒、爱酒的人。爱到骨子里的那种人。咱们一路走来，你也看到了，水榭楼台、花鸟鱼虫，处处精致，样样讲究。如果是普通的急功近利的商人，谁会花那么大的力气打造这么大的一个园子呢？进去吧。今天是一场硬仗。丽君这个人我是知道的，懂酒，挑人。只要是你们的酒好，我觉得他那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妈，我对我的酒有绝对的信心。不过说实话，我对说服刘董没什么把握。我可以帮忙牵个线，但是能不能谈成，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阿姨，您刚才也说了，刘董这个人呢，他懂酒挑人。我是担心，如果通过您去帮我们说话，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他。好，你看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一心啊，慢慢的就成长起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我在这儿等你们消息。邱总，这都半个小时了，也没人理咱们呀。几点了？10点10分了。咱们走。就这么走吗？咱们是有求于人，可是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这么着急走啊？刘董你好。才等这么一会儿就生气了？啊，没有，我们想找一个卫生间来着。刘董，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爱德堡酒庄庄主邱一涵。实话跟你说吧，我1分钟都没有迟到，只是没有进来。您的意思是说，刚才您一直站在门口？是。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先看人，再品酒。什么样的人酿什么样的酒。刚才等我的这段时间，你这个酿酒师看了7次表，你问了2次时间，你们的脸上写满了急功近利和浮躁。刘董事长，如果您是这么判断人的话，恐怕就有些武断了。王尔明教授啊，我可是头一次见您这么兴奋。你要是见到这个人啊，会比我还要兴奋。有你说那么传神吗？你说葡萄酒圈这些大咖们呢，咱们多多少少都见过不少，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咱们上回从澳洲拿大奖回来，你似乎感觉都有点反应冷淡。哎，这可你自己说了啊。实话跟你说吧，澳洲那回啊，我是有预判。哦，咱们肯定会拿奖。至于什么奖，我可能不一定说得准。所以啊，最后拿到奖杯，只是说明我的预判应验了。但是这回不一样。我很赞同您的观点，想要打开国际市场，首先得守住国内市场。这可不是我的观点啊，这句话就是刘立军董事长说的。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兴趣见见呢。邱庄主，你太小看我刘立军了，以为在外面打听打听我的喜好，就可以拿下订单，太可笑了。刘董事长，我们是已经和徐总那边签好了，他只是分公司的一个小代理商，还做不了我的主。你们之间的事儿他已经跟我汇报过了。再说，你们之间签的是战略协议，不是代理合同。今天就到这儿吧。邱总，怎么办？拿不下刘立军，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既然他不行，就从他身边的人下手，打听打听，在这个公司里，他最信任的人是谁。2位稍等，余柱马上就来。谢谢啊。秦征啊，你不是对我们酒很有信心的吗？还不是被阿南给吓的。这一次来，不仅仅代表我们酒庄，还关系到他的生意和你的酒是不是能被市场所认可，确实有一点点紧张。
行了，放松放松啊，可以的。好久不见。约翰，一星，一个连工作和私人感情都分不清的人，难成气候。酒带来了吗？我们真的要跟他谈吗？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他是我们见到刘董的关键。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必须要过到这一关。但是你放心，我现在跟他只有一种关系，就是工作关系。他在我这里就是宇助理。我只是担心你会……别担心了，我知道你怕我会受二次伤害。那我不在工作以外的地方跟他见面，他就不会有机可乘了。我敬你。邱总见谅啊，于某不胜酒力。没关系，您随意就好。于柱，我也敬你一杯。于柱，您随意，我干了。前些日子呀，朋友送了我几张黑胶唱片，说是什么限量版。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不懂音乐，放在我那儿啊纯属是糟蹋东西了。听说于助理之前是学音乐的，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了。邱总，你太客气了。邱总，音乐呢，我好多年不碰了，而且我还真不缺唱片。既然邱总知道我的过去，那应该知道我和一心的关系。咱们就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能帮我把欧阳一心约出来单独见上一面，刘立军董事长那边我可以帮忙。当然，如果邱总为难的话，那就算了。我于翰不强人所难。我答应你。来，邱总，我敬你。于翰是刘立军的助理，这太狗血了吧！你少在这儿幸灾乐祸的。天地良心，我是为你们两个着急，好不好？哎，齐路，你当时就没有吃醋？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纯粹担心一星，于翰明显不怀好意。于翰他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坏人，要我说呀，这合同就赶紧签了。大家都是老同学，他总不会为难你们了。你说的轻巧，你去试试。那于翰能憋什么坏啊？他顶多就想跟你重归于好了。咱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不给他这个机会不就完了？哎，你说，咱们不能换一个别的经销商吗？我不相信华南市场这么大，就刘立军一个经销商吗？经销商是不少，但是你知道刘立军的市场份额有多少吗？65%，其他那几十个经销商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多。而且他还是这个圈子里最懂酒的，很多发烧友都信他，这才是最可怕的，好吧？
最后一天了，再忍一忍。我就是觉得你因为这个要被他骚扰，替你着急。我明白，但是只要见到刘董，把合同一签，我们就可以回银川。二位久等了，我们刘董事长临时有事外出了，很抱歉。于助理呢？于助理一起去了。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谢谢啊。我打个电话吧。我们先走吧。对不起啊，李欣，刘东临时有事要去一趟广州，计划3天后才能回来，抱歉。怎么了？这个事儿太巧了。哎，不就是3天吗？等他3天不就完了？关键是，就算刘丽君真的在公司，那如果于汉他故意阻拦，我们也见不着啊。不可能。他不下班吗？他不回家吗？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明天就去他公司堵他。如果在他公司看到了刘董，于汉肯定有问题。啊。你找于柱的吧？稍等。啊不，我不找于柱，我找刘董。刘董，你跟刘董有预约吗？没有。那不好意思，没有预约，我没有办法让您进去。那麻烦问您一下，刘董现在在不在办公室？抱歉啊，我帮不了您。怎么说的？说是要见刘董，但没预约，您看怎么办？想见刘董的人多了，不用管他，忙去吧。邱总，书里，一心那边我帮你约好了。好，谢谢。刘董，有事吗？我今天想提前下班。什么原因？我有一个人生大事想去处理一下。你不会遇到那个念念不忘的前女友了吧？遇上了，她来上海了，所以我想重新表白。好事儿，去吧。哎，于汉，我让你接触新兴酒庄的事儿，你了解的怎么样了？他们家的酒品质还不错，但是我不想着急定下来，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酒可以合作。现在来找我们的国产酒非常多，我不想遗漏了沧海明珠。你想的正是我想的，这事交给你去办了。放心吧，刘董，我会办好的。去吧。好。祝你表白成功。好的，刘总。秦局，告诉你个好消息，葡萄酒学院的批文拿到了。恭喜你啊！这么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哎，揭幕仪式有没有什么想法？简单一点就好。我倒是有个想法，能不能趁着这次机会啊，
把刘立军董事长请到咱们产区来考察考察。行啊，这个事情我来办。好。刘董，你是？我是星星酒庄总酿酒师齐路，想跟您聊聊。你一直在这儿？是的，我上午就来了，因为没能跟您预约上，所以一直在等着您。你还挺执着。如果今天没有等到我呢？那我就明天继续来，继续等您。就算你等到我了，你怎么知道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不是您给我机会，是您给您自己一个机会。哼，还挺自信。我耽搁您几分钟行吗？就几分钟。只要您能尝一下我的酒，绝对不后悔。好吧。刘董，鉴于您员工都已经下班了，所以你是第一个敢用玻璃杯给我试酒的人。就刘董，您选酒的原则，我坚信您对酒是有执念的。好的器皿固然是可以加分，但是对于您，酒的品质大过于天。坐下聊聊吧。谢谢刘董。我到了，一涵姐。啊，看到了 V7，来了。你不是去广州了吗？我回来是为了安排明天签合同的事儿。签完合同，你就可以回银川了。再说这是上海，于情于理，我都得尽尽地主之谊。也好，趁着今天把话都说明白了，免得以后弄得大家都不好看。好，你说我听着。人这一辈子很长，会经历很多，有抓住的机会，也有错过的缘分。我跟你已经是过去式了。时间是很神奇的东西，它在我最得意的时候给我当头一棒。家人出事，梦想破碎，爱人离开。那段最煎熬的日子，是齐路陪我走过来的。不管我摔得有多痛，有多惨，只要我回头，他就在我的身后。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他有多可爱，有多值得我去爱。雨欣，我知道你是为了气我才那么说的。其实，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安南，我都可以接受，至少他还在音乐学院熏陶过几年。但齐路，他算什么？他又不懂音乐，又古板倔强，
你怎么可能委屈自己选择他呢？他很好，这就是我的选择。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我走。一心。齐洛，对不起啊，我刚才去见于翰了，但是是一涵姐约我去，我才去的，我不知道他们俩商量好了。没事儿，我知道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一星，姐是专门过来跟你道歉的。哎，这个酒很好喝哎。还挺好喝，你就放心吧。那个于翰他没有机会，你才是一星的正牌男友。你管我叫正牌男友是吧？嗯。那我告诉你，从头到尾都是我追的他，他没有答应我，我一厢情愿而已。好了，现在正主回来了，让位。什么就正主来了？不是大哥，你不会觉得一星和于翰还能怎么样吧？你跟他还能怎么样啊？你这半天了，闷闷不乐，就是为了这个呀？这简单啊，这不就是误会吗？说清楚就好了。哎呀，也怪我，我还以为于翰找你，他就是想叙叙旧呢。算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不想提了。我就是怕齐路他会误会，所以跟他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自己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很明确了，但他就是不相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你自己不都说了吗？一星现在已经不躲着你了。嗯，是不躲着我了，也许就是看我为了学习酿酒付出了那么多，感动了，同情我。同情他？我怎么可能是同情他呢？是。我之前是一直在逃避，因为酒庄没有经营好，因为我爸还没有醒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受他。但是他之前和我表白的时候，我真的心动了，我没有躲，而且在游乐场我也让他牵手了。你让他拉你手了？跟你说，至于拉手，他就更搞笑了。怎么了？拉手怎么了？你们普通人不也拉手吗？你拉不拉手？你拉不拉手？拉！你也拉手吧？和你说，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一个人傻呵呵，你知道吧？没当回事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我就是觉得是你想多了。这个事情你跟一星交流过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太在乎他了，所以你胡乱吃醋而已呢？吃醋？吃什么醋呀？我跟于翰说了几句话，就是正常的工作，从头到尾他都在身边跟着，我自认为没有做任何让他误会的事情啊。哎呀，这个恋爱中的男女吧，都是放大自己的想象，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你表达的不够明确，让他缺乏安全感了？你才缺乏安全感。行，坐。你还死不承认？你看你这患得患失的样子，那不就是因为一星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吗？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外面看起来各方面都很强大，内心怕得要死。这有什么好怕的？跟自己喜欢的人说喜欢，一点儿也不丢人啊。除非你不想跟齐路走下去。我当然想跟他走下去，我喜欢他。也是，要不然你也干不出跑到上海来千里追夫的事情。你也笑话我？
我可没笑话你啊。说实话，虽然都说劝和不劝分，大家都很看好你俩，你俩呢也想在一起，但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我必须得说句实话啊，我觉得你俩不太合适。你想跟他好，你得想清楚才行。为什么？齐路呢，专业性强，能力强，有个性也有主张。哎，当酿酒师他是很好的，但是呢，只适合做朋友、做同事，不适合谈恋爱、结婚。你想想，你们俩刚刚经历一点点小波折，他就那么玻璃心。那等你们俩在一起了，你还不得天天哄着他？如果你们俩有一天结婚了，你下半辈子就得一直受他欺压。没有这么夸张吧？你别以为我吓唬你啊！要我说嘛，谈恋爱、结婚，就得找我们家张伯饶这样的，脾气好，会疼人。你别看我对他呼来喝去的啊，人家呢一点都不生气，转过头来还是对我一个人好。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当老公过一辈子。那你还天天对伯饶哥那么凶？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我们夫妻俩之间的小情趣，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怎么了，南瓜？哎，在哪里呀？酒店房间啊，收拾东西，回银川。什么意思啊？你们要走啊？嗯，就因为一个于汉？一个遗憾就够让人闹心的了。不是你们要不想见，咱们就想办法不见呗。那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高低看看我们大上海的黄浦江嘛。一星，你怎么？你说的没错，人这一辈子会错过很多，但是我不想再次错过你。当然，还有合作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聊。合作的事情可以聊，但不是以这种私下的方式。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话可说。一星，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你还在为原来的事生气。给我个机会好不好？你放手，我不想以后见面都尴尬。哎，一心，你知道我还爱你。于汉，放开！齐路，你想干什么？齐路，齐路。齐路，这拳我不跟你计较。行，我们换个地方聊。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齐路，我们走吧。哎，不，一静，你听我说，之前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那么逼迫你。可我那是为了我们的梦想，我以为你能够理解。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喜欢的人是齐路。他凭什么？你跟他没有共同语言，我跟你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能为你做任何事情，他能吗？他能，他就是我爱的人。喂，喂，安南。什么？直接跟刘董谈？行啊，我没问题啊。哎，那就这样啊，挂了。葡萄酒独家供应，什么意思？想收买我？我给一星带去了很大的压力，带去了很大的伤害。我想要弥补他，但我知道他不会给我机会的。这不就把你请来了吗？
你跟他是那么好的朋友，你还代理着他家的葡萄酒。只要你能签了这份合同，也就变相我弥补一星了。听起来是还可以啊。我看看。那你看看，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把合同签了，因为我怕时间长了呀，这个合同我想摁都摁不住。等我先看完。不着急，你慢慢看。给我订一张去银川的机票。2013年，宁夏大学联合企业、法国高校，组建成立了中国第2家葡萄酒学院——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这标志着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熟悉当地风土的葡萄酒行业人才，将从这里走向世界。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见到刘丽君。可是上次在上海，咱们跟刘丽君闹得并不愉快，这次她能见咱们吗？在上海嘛，咱们没办法，但是宁夏是我们的地盘，她既然来了，我自然有办法能见到她。一星，我被骗了。于助理，法务部要留一份合同备案，刚才给您送过来的只有2份，还需要补签1份。你们怎么办事的？那么重要的合同还能漏一份？对不起，对不起。行了，5签1份不就完了吗？看看啊，安娜，合同的事你别着急，让刘董签完字，我亲自给你写上。啊5000呢？搞错了吧？合同呢？我哪有合同啊？一开始签完了以后，他说要给刘丽君再签一下，但是一直没给我合同。整个贺兰山跟我们关系好的酒庄全部加起来凑不齐5000桶。我觉得既然是跟刘董的公司签的合同，那我们是不是找机会找到刘董，跟他聊一聊这个事情，或许会有转机。怎么见到刘丽君是个问题。我妈跟刘董关系比较好，要不让我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这些天呀，对我也是非比寻常的。你也知道，我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代理商，这些年跟外国人做生意，钱是赚了不少。唉，可是我心中有个遗憾呀。咱们中国人，硬生生的把葡萄酒生意拱手让给了别人。以前我觉得是品质的问题，可是见到咱们产区的这帮年轻人，我有了改变。酒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接下来，我会对咱们产区做一个深度的考察。没问题啊，我可以让郑科长全程陪同。当然了，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陪同。看见了吧？你们刘董啊，打算要做一次微服私访。也可以这么理解。丽君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应该不会用这种损招。不过，他身边的那个于汉就说不清楚了。我还听说，艺兴跟于汉以前有过感情纠葛。啊？那您就直接跟刘董说呀，刘董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我们2个人的事情呢，我还没有跟我妈说。我是想等有时间就跟她说的，但是……明白。你放心吧。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准备，就这么来也不合适，对不对？等找到合适的时间，我会准备好再来拜访阿姨的。谢谢你。
凤妈，你去安排一下我们明天的参观行程。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安排。于汉，你带人去银川找个地方，面积在500平米左右，最好是商业区的房子。刘董，您真的打算在银川设立办事处啊？办事处的规格太低了，如果这次考察顺利的话，我打算把业务重心迁到银川来。秦璐，哎，妈，妈，怎么样？打电话了吗？我已经跟刘董打过电话了，别着急啊，他已经安排了，你们呀就慢慢等，该干什么干什么。来，刘董事长，这边请。我以为只有波尔多有这样最传统、有着岁月沉淀的东西，没想到在大西北也看到了。这是我今天上午最大的惊喜。看来刘董事长是一个真懂酒的人啊！哎，这话可不是恭维啊。魏厂长，您过谦了。这么大的国有企业，您经营得这么好，这些年没少花心思吧？嗨，我在厂里就干2件事：一是放权，让酿酒师和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干事创业，不必考虑我们领导的意图；二呢是担责，出了乱子由我去向上级解释。所有来自下面的问题到我这是终点，所有来自上级的压力到我这儿还是终点。魏厂长，您是我见过最有趣的国企领导。多谢刘董事长夸奖。来，我们这边请，来那边看看。刘董，请看，这就是我们刚刚投产的1200吨蒸馏酒的生产线。宁夏第1家，全国单体第2，西北最大，拥有当前技术最先进的夏朗德、薛氏、塔氏3种蒸馏设备。刘董，你这是做足了功课呀！来，我们那边看看。太棒了！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的葡萄酒有着我们独特的味道。如果再和西餐搭配，会不会是最佳选择？能不能够完全凸显出我们国产酒的品质呢？你们觉得呢？师傅要求未免太高了吧？那些客人又不是每个都像你一样，个个都是侍酒师大师，味就要灵敏。反正我觉得这几个个个绝配。那不行在我吕小英的餐厅，我一定要做到在我认知范围内的100%，绝不允许有0.1的瑕疵。这是我们厂自主研发的果香型白酒。果香型白酒我在国外见过，听说酿造工艺非常复杂，要求去梗破碎、低温发酵，没想到国内已经投产了。小张，拿个杯子来。来，请刘董事长品尝。香。味道也很醇厚。吴娇，你听我解释，不是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我是真抽不出来这个时间了。再说了，咱爸过生日，你去了，其实也代表我去了，是吧？喂。小郑，秦局还没下班呢。啊，我这个手头还有工作没忙完呢。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旁吧，咱俩聊聊。坐。哎。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耳朵，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啊。秦局，连您也觉得是我的问题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生活的话，工作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当然了，
你完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但是绝对不能对自己的家庭不管不顾。刚才吴娇只不过给你提出来，希望你跟他回个家，给父母过个生日。我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呢。是不过分，可是他家远在吴中啊，这一来一去，就折腾我半天的时间。我是真担心刘立军董事长那儿。我替你盯着。可是我在例会上已经立了军令状了。跟华南市场合作固然重要，但是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说人家不愿意跟咱们合作，只能说明是咱们自己的产品还不够好。合作从来都是双赢的，不是求来的。人家现在提出来要自行考察，那咱们就应该放开手脚嘛，让他去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咱们坦坦荡荡的，有什么好担心的？秦局长，我小张啊，说句心里话，这方面我自己做的也不够好，所以我常常心里面会觉得愧对于瑶瑶。我不希望你步我的后尘。记住我一句话，一定要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约翰，你把爱德堡酒庄的详细资料整理一下，这两天给我。好的，刘董。郭萌，新兴酒庄联系了吗？哪天去？你们对接了吗？因为您行程太紧，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不过，大后天下午您有时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来安排。可以。刘董，欧阳庄主这两天好像去广州参加了一个什么会，估计要下个星期才能回来。好吧，郭萌，你去找辆普通的轿车来，政府安排的商务车不能用了，太招眼了。好的，我马上去办。你俩回去休息吧。好的，刘董。既然我们签的合同在刘董那里，赌他。行，那咱们兵分两路，你们去赌刘董，我去找秦局长。毕竟刘董是秦局长请来的，如果你们赌不到他，我就让秦局长出面去约他。那，这个就是政府给刘立军配的车，只要跟上这辆车，咱们就能找到他。怎么还不下来呀？哎，就这辆，快，跟上，快！你们确信刘立军已经在合约上签字了吗？安南是这么说的。好，既然合约已经签了，我们暂时先不管安南是否被骗，那么这个合约就是真实有效的，除非你们能够找到于汉陷害安南的真实证据，否则如果我们政府现在介入，就等于是毁了你跟他们之间的合作。政府现在正在积极的争取刘立军帮我们打开华南市场，扩大宁夏葡萄酒在全国的影响力。所以你想啊，如果说你跟他之间的生意因为政府的介入而黄了，那你说他会怎么想？那你们的合作那不就完了吗？所以我认为啊，不能因小失大。我明白，可是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是我真的不能介入，因为会弄巧成拙。刘董呢？刘董自然是考察去了。你们一大早就猫在酒店外，真以为刘董那么好见？于汉，你这个混蛋，你居然敢陷害我啊！你拉我干什么？冷静点。安南，但凡你动一动你那猪脑，你都不至于那么蠢。真卑鄙！于汉，你恨我，你恨一星，你恨的是一星不愿意再给你机会，可你不该这么去针对安南，有什么冲我来？我是想对你下手，可一星和你形影不离，我没机会啊！我也不想伤害一星，所以只剩安南这个傻瓜了。你们要是同一阵线呢，安南有难，一星不会见死不救。只要一星行动，那酒庄就完蛋，你也就跟着完蛋。
除非你还能只剩10万。于汉，你还真是个混蛋啊！你还口口声声说不想伤害艺兴，你还要不要脸？你别得意，不要以为我没有解决办法。你要是有办法，你还会来跟踪刘董吗？行，我倒想看看，你们能有什么办法？走。邱总，有时间我们见一面吧。咱们作为朋友啊，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基于你们跟于汉之间的新仇旧恨，这件事情刘立军董事长根本不知情，而这个于汉呢又隐藏得很好，所以你们想妥善的解决这件事情，找到于汉陷害安南的证据最关键。好久不见，邱总。于助理，看来心情不错嘛，约我谈事儿，还专门找了一个这么空旷的地方。有些事儿呢，只有到那些没有人能打扰的地方，才能跟邱总好好聊嘛。那说吧，专门让我避开其他人找我，到底什么事儿？找你来，当然是好事了。这是什么意思？听听就知道了。邱总，我现在呢是在帮你。刘董之前对你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所以导致你们的合作一直迟迟进行不下去。但是现在欧阳艺兴那帮人一直在尝试和刘董接触，一旦他们见到面，我敢保证你们的合作会受到影响。那于助理有什么高见吗？高见谈不上。只要你能阻止欧阳艺兴和刘董见面，我就有办法促成你和刘董的合作。当然了，如果邱总有能力搞错星星酒庄，那你的胜算更大。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些人的确是会变的。艺兴，这个呢，就作为姐姐之前帮着于汉约你，给你赔礼道歉。我知道明天刘立军的行程，剩下的靠你们自己了。刘董您好，你是？我是星星酒庄的庄主，我叫欧阳艺兴。你就是欧阳艺兴，但我听说你去广州了，要下个星期才回来。这中间可能有一点误会吧。其实我这些天一直在约您，可是约不上，所以今天冒昧的在这儿堵您。怎么回事？于助理说您最近行程满了，所以。于汉呢？于助去爱德堡见邱总去了。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聊一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如果您愿意给我时间的话，我慢慢跟您解释。给顾庄主打个电话，把时间调到下午，跟他见面。咱们先去星星酒庄。好的，老板。于助，我们爱德堡酒庄的设备现在是目前宁夏最先进的设备，而且我们这里的酿酒师都是我们庄主专门从法国请过来的。不是，等一下，那是邱庄主吗？实在抱歉，我们庄主有急事出去一趟，但是我们庄主一再的叮嘱我说，于助您是贵宾，让我一定要带您好好参观参观。于助，这边请。啊，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这事是我疏忽了。你放心，安南合同的事儿我会处理，不会让人为难他的。啊，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我替安南对您表示感谢。这一路参观下来，对你们酒庄的规模，以及你们的能力，还有酒的品质，
还有酿酒师的专业技能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你跟齐路也很欣赏。你可以临危受命，放弃梦想，接受酒庄，是很难得的勇气啊。谢谢您的夸奖，但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命运一直很眷顾我。虽然呢，我放弃了大提琴的梦想，但却保住了我爸爸的葡萄园啊。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我这个人选择合作伙伴，酒是先决条件，其次我也要看这个酒出自于什么人的手里。而且你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庄主，不知道你对葡萄酒的热爱是出自于你自身，还是因为你的父亲。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你的父亲醒了，维也纳的大门再次向你敞开，你会怎么选择？刘董，邱一涵他陷害我。雨涵，邱一涵为什么要陷害你？邱一涵他，你陷害安南的事我早就知道了。看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一直没有拆穿你，就是给你时间醒悟。当初因为你的失误，致使乐团演出失败，你被开除。那时候我觉得你是个有才华并且执着的人，才想着拉你一把。可是你呢，太令我失望了。刘董，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不是我不给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给你自己机会。你知道我的底线在哪儿？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干杯！干杯！今天呢，既解决了安南的合同问题，又和刘丽君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值得庆祝。不对呀，我总觉得刘丽君给你们开出的条件很奇怪呢。你们想啊，他是销售商，你们两个是酿酒的，他一个销售商为什么要求你们满足200万的混酿希拉的销售任务，才肯跟你们合作呢？首先呢，他认可我们酒的品质；其次啊，他说葡萄酒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作为酿酒商，不仅要知道怎么酿出好酒，还要有市场观念。虽然任何一款酒在他那儿都不愁卖，但是他想要验证一下，我们这款希拉在没有他的支持底下，到底能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我听说刘董给你下了任务，20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能行吗？行不行的，总得试试才知道。没关系，我晚上有一个经销商的局，我带你去，帮你介绍他们认识。屋子的酒味儿，为了200万的合同，真是。星儿，醒醒，妈给熬了醒酒汤，喝几口啊，能舒服点儿。你不喝，我再睡会儿。怎么样？好点没？这帮经销商是真狠。要不是兄弟我能喝，今天我高低我爬不起来。哎，一星怎么样了？估计还睡着吧，给他打电话没人接。那你今天来找我干嘛？一星今天是不是还要去见那些经销商啊？中午2场，晚上又约了2场。这个家伙现在为了销售，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这样，你和一星说。就说那些经销商突然改时间了，不用应酬了。什么意思？你要去啊？我就是觉得
这种关键时候，我不能自己躲在酒窖里什么都不做吧，让你们两个在前面顶着。所以分头行动。兄弟，我可能是喝不动了。坚持坚持。喝，醉，把玻璃都干碎。刘董，这两天微服私访如何呀？对我们的葡萄酒产业是否有信心？这两天确实去了不少地方，没想到你们的葡萄酒产业啊发展的这么好。那是否愿意考虑一下跟我们产区合作？哎呀，对你们的提议，我确实是心动的。我跟葡萄酒打交道这么多年，跟国外的很多经销商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可是咱们国内的葡萄酒产业啊，发展晚，没有话语权。别看我做这么大的生意，照样处处受压制。可是这一次，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你们葡萄酒产业的崛起。作为一个中国的商人，我愿意为我们自己的产品服务拿回话语权。听到您这么说，我简直太高兴了。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聊一聊合作细节了？秦局长，别着急呀，你们的决心，你们的勇气，我是感动的。可是我还想再看一看，这毕竟呀，不是什么小生意。哎呀，刘董果然谨慎呐。我知道，刘董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决心，但是依然还是担心我们对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是否有恒心，对不对？是的。那这样吧，如果刘董这两天有时间的话呢，请允许我带着您去几个地方转一转看看。我相信，我能够向您证明，我们对产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各位老板，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起的星星酒庄的总酿酒师齐禄，咱们喝的这个混酿希拉就出自他之手。咱们酿酒天才都来了，今天喝不开心可不行啊！哎，那光开心也不行啊，咱们该聊合作还是得聊合作的。你放心，安总，齐公今天都来了，只要齐公给面子，今天喝得尽兴，这合同不是问题。呀，刘总都这么说了，那咱们高低得走一个呀，各位老板。我干了。是应该的。齐禄，齐禄。哎呀，怎么了？我也喝多了。这怎么行啊？赶紧送医院吧。你说，他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这不是胡闹呢吗？这是喝了多少酒？行了，这会儿这液也已经输上了。你们家属呢，今天晚上辛苦一下，盯紧点，再观察观察。如果醒来以后还疼的话，我再来看看。谢谢你。哦，对了，他喝多了，一直惦记着这些合同，我拿过来了。撤了。啊？撤走。你怎么不走呢？走，我送你，好吧？走，来，走。这里呢，就是我们葡萄酒延伸产业之一，集创意农业、生态旅游、农事体验、科普知识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和旅游业。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把葡萄酒产业的本质工作做好，更需要去考虑呢，如何把它做大，做得长久。你帮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这里发展的可真不错呀！我没想到你们把葡萄酒衍生产业发展成如此的规模，真了不起啊！看来你们宁夏为了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是下了血本啊！刘董啊，介意不介意爬爬楼啊？不介意，走啊！请。刘董啊，这个位置啊，是关上视野最佳的。你刚才说的没错，发展葡萄酒产业，的确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呢，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迫切的需要像刘董您这样的专业人士加入。这我得好好掂量掂量，感觉担子不轻呀。也正是因为担子不轻，才需要您这样的高手来嘛。您看您生意做得多大呀，天南地北到处跑，见识呢肯定要比像我们这样的常年守在宁夏这个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的人来说要强。所以您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再考察考察。齐路，阿姨呀，专门给你买的土鸡，熬了好长时间呢。一会儿你把汤都喝了，对胃好。我还给你买了牛骨，明天一大早我就给你熬牛骨汤。你要是愿意喝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做。妈，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才给我做过几回。阿姨真不用这么麻烦的，我身体已经好了，真的。好什么呀？你这胃出血可不是小事儿，你可不能大意了，要不然以后有你好受的。什么？住院了？这么严重啊？您先别急啊，师傅。齐路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一兴正照顾他呢。您先坐。不是，坐。你说他又不能喝酒，他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是刘董给一兴下的200万的销售任务，一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去陪客户喝酒。齐路也是担心他，所以就瞒着大家伙自己去陪客户喝酒，结果就喝成这样了。丽君也真是，干嘛这么为难孩子们呀？要不，师傅你去联系联系刘董。不行，那天一心也跟我说，他想自己解决问题。孩子们总是需要成长的，让他们自己面对吧。哎，你刚才说，一心一直在照顾他。对啊，安南是这么跟我说的。希望这小子这次啊，把握住机会。这个呢，您就不用担心了，机会他已经把握住了。爸，你要记得吃啊，这都对你身体好。好。最近血糖不高吧？就你们娘俩盯得我这么紧，我想高也高不起来。哎，你这次是为了齐路的事情回来的吧？啊，我是觉得我也该回来看看了。是啊，你离开的太久了。这齐路这孩子也长大了，你呀也试着该放下，啊。爸，我想去北山的墓前，我想去看看他。北山，我来看你了。这么多年没来看你一眼，你怪我了吧？对不起啊，我真的是不是不想来看你，是不敢来看你。我承认，这几年是我的执念太深了，都过去了。咱儿子啊，长大了。出息了，而且他还有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你知道吗？他喜欢的姑娘就是你的兄弟欧阳斌的女儿一兴。北山，要是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好好的保佑这2个孩子啊！
刘董事长，对我们这2天的安排还满意吗？还好。那看来就是有意见呀。客随主便，没关系的。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前2天带您去的这些地方啊，主要是出于2个目的。第一，考虑到您舟车劳顿，希望带您去一些简单轻松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西北人待客之道。第二呢，按照规划，我们葡萄酒产业将会和旅游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带您去的那些地方呢，就在我们葡萄酒庄精品旅游线路上。那今天什么安排啊？直接进入正题，带您去看看产区。先带您去看一看青铜峡子产区干橙子基地。干橙子，以前是个古堡吧？刘董事长是做了功课的呀。没错，现在呢是青铜峡3大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之一。北山，还记得这条头巾吗？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呀，你高高兴兴地从集市上给我买了这条红头巾，跟我说：“小英，我们西北的风沙大，太阳烈，出门得带上这条围巾，而且这个红色特别的衬你，你戴上一定特别的好看。”可是我死活不戴，因为我那会儿觉得这条头巾太难看、太土了。我觉得特别的遗憾，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不懂事儿？为什么不让你看看我戴围巾的样子呢？北山，好看吗？刘董事长，刚才我们看见的呢，就是葡萄种植基地了。从前这儿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风吹沙石跑，树上不落鸟。”自从引进了黄河水之后啊，种上了葡萄，整个这一片大变样。前方有多少亩葡萄？去年统计的结果有15万亩。刘总，咱们接着上车，接着走走。20多年了，咱们俩这是第一次能坐下来，好好的吃顿饭，说说话。是啊，一眨眼20几年都过去了，星星和小鹿也都长大了。一点心意，请您千万收下，这是我特意为您选的。从今天起，咱们的那些陈年老账就翻篇了。来，让咱们俩为2个孩子祝福。来，高玉洁，我从国外请回来的酿酒师马上就要到了，以后这个酒庄最不缺的就是酿酒师，你最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邱总，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了，我一直在跟徐总保持联系。刘董这次回银川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所以我这边不知道。高玉洁办事处都成立了，这么大的事情，徐总会不知道？你可真行！出去吧。好的，邱总。老婆，吓我一大跳。咋了？
高玉洁，你说说，都已经升他做助理了，他还惦记着总酿师。但我听说你都不让人家进车间了，是不是有点？老公，你忘了他是谁的人了？啊，你怀疑他会把配方给艺兴啊？艺兴没有这个道行，但是是名山，老江湖。你想的太复杂了。邱总，来，先吃饭，先吃饭，快！哎呀，真是没想到啊，酒庄这么大，这么漂亮。儿子啊，让你在医院多躺2天，你又来干什么呀？你是怕我在星星面前说你坏话呀？您说的也太对了。没有，您好不容易来趟这里，我是不想带您参观参观我努力的成果。再说了，我都好了，在医院躺着多无聊。是，妈妈这次来呀，就是想好好看看这几年你都干了什么。那我带您先看酿酒车间，那是它的主阵地。好，好好看看。师傅，我好累啊。小高啊，师傅送你8个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师傅，我可以去其他酒庄吗？不可以，不可以的。师傅，为什么呢？谢勇啊，小高快摁不住了，现在需要你帮他一下。这片园子呀，都是20年以上的老藤，是我爸爸他们当年留下的。前面那片园子呀，是我和齐路我们俩种的新品种，再有个2、3年呢，也可以达到酿造的要求了。怎么这么卖力气啊？累不累啊？不累，媳妇儿，我告诉你啊，等葡萄园建好了，日子肯定能好过。行，我等着。啊？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有点感慨，突然想到你爸爸了。齐洛，妈妈今天看了酒庄，特别的高兴。我想啊，要是你爸在的话，也会很高兴的，因为这片土地是他深爱，而且奋斗过的。星星啊，阿姨，一瓶真正的好酒，是要经过岁月的磨砺和沉淀的，要经过极其痛苦的断舍离的过程，去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成为一瓶真正的散发出岁月迷人香气的好酒。齐洛，妈妈希望你和星星携起手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们一定会成为一瓶令人趋之若鹜的好酒的。咱们等着。这个老秦啊，他这是要把我手里的资源啊吃干榨净。王教授，我们秦局长说，葡萄酒的关键啊，在于葡萄。这葡萄的关键啊，在于气候。咱们产区啊，只有广义地理单位上的气象资料，缺乏小气候的数据支撑。
咱们要想长远发展啊，还得加快脚步啊。郑科长，这是老秦的想法，你怎么想？您看啊，已知咱们贺兰山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是霜冻。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优先提高对霜冻的预警能力。小姐，坐吧。这个老石啊，自己拍拍屁股走了，哼，把那难题啊留给了我呀。谢叔啊，师傅是不是有话让您跟我说呀？当年我们师兄弟8个去苏联学酿酒这事儿，你知道吧？我知道呀，有您还有师傅嘛。其实是9个人。9个人。第9个人就是你父亲，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跟我们一起走，就出了意外。你看那边，那片葡萄啊，就是你父亲当年亲手摘下的。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他亲手种下的树都活了，可他却已经不在了。我们9个人啊，情同手足。老师这些年把你带在身边，手把手的教，就是想替你父亲尽一份责任。但他觉得对你呵护太多，反倒让你变得狭隘、懦弱。星星酒庄是爱德堡酒庄的竞争对手，所以无论你怎么做，邱一涵都不会对你放心。他会用你啊，是因为你对他而言是有价值的。你就像他的情报站一样，会把星星酒庄的秘密一点一点透露给他。但他呀，又不会对你放心，因为他担心你是老石安插到他身边的，他会对你半信半疑。这正是老石的用心良苦啊。邱一涵这个人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他不坏，至少不是那种到了骨子里的坏。所以，没有比爱德堡更适合让你成长和历练的地方了。那如果爱德堡跟星星酒庄起了冲突，我该怎么办呢？我该站在哪一边呢？人在哪里，就忠于哪里。这是我们酿酒人的职业操守。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只要练琴练不下去了，我爸就会带我去黄河边看黄河道。那天在您的办事处，我看到红军装粮食的口袋，就在想，这些年啊，我们种葡萄、建防风林，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可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说下去。所以呢，我想投资到鱼空间，一方面发展旅游，二来啊，也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根本。你指的是粮食安全？没错，现在贺兰山下的葡萄种植已经上了规模，但同时也应该有红线意识，基本农田必须保障，粮食安全不能放松。一心，你说这番话的时候不像个庄主，反倒像秦局长说的。刘董，您见笑了。葡萄酒产业要发展，粮食安全必须保证，否则凡事过了头，最终还是要走回头路，也不利于产区的发展。不过这圈下来，我还是安心的。政府对产区的规划、酒庄的审批都很规范，以荒滩戈壁改造为主，农田为辅。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严格的规则意识。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们酒庄吗？因为齐路嘛。不是，
我第一次参观你们酒庄的时候，你对我说的那番话，我特别欣赏你父亲敢为人先的那股闯劲儿，更欣赏你的勇气。你是一个不忘根本的人。葡萄酒归根到底比的是人，7分种3分酿，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我回去就跟你签协议，但有言在先，到了约定的时间，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如期交货。刘董，您放心。邱总，您找我？上午你去哪儿了？啊，我身体不太舒服。高玉洁，以前有人说你是石明山安插到我这的眼睛，我还不信。现在看起来无风不起浪啊。邱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没有去星星酒庄。那你去哪儿了？高玉洁，你消失的这半天里，一心跟刘丽君见面了，恐怕咱俩说话的这会儿功夫，人家连协议都签好了。不会，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现在就去把协议给抢过来。哎，是，您的酒钱没付呢。哎，你还看不起我是不是？没有，先生，我说的是酒钱。怕我没钱是吧？就是酒钱呗。够不够？王教授，真的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邱总客气。我们成立葡萄酒学院的首要目的啊，就是服务产区。从您刚才提供的样品来看呢，没什么大问题，您就放心吧。酒庄里的种植师啊，怀疑是灰霉病，说实话，真的吓到我了。从外观上来看啊，的确很相似。不过灰霉病啊，也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也叫低温高湿性病害。温度25度左右，湿度持续90%以上，才会发病。咱们贺兰山产区啊，理论上不会有这个病。教授，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以后啊，还少不了要麻烦您，到时候你可不许嫌我烦啊。不会的，为产区服务啊，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你看看这寻常的一句话，从教授的嘴里说出来，这境界一下就不一样了。哪里？以后我们还要派学生去酒庄实践，到时候还要请邱总给个方便。好，我随时听您吩咐。对了，教授，我听说您跟刘丽君董事长挺熟。对，我们是大学同学。啊，那不瞒您说，我们酒庄啊有一批起泡葡萄酒，想要通过刘丽君董事长的销售网络去打开华南市场，但是……看来你们谈得不顺利啊。丽君这个人呢，较真儿，但是心底善良。是。只要是认准的人啊，他会把心都掏出来。但反之，无论你利用什么商业手段对他，都无济于事。不过，我的面子他还是要给的。这样吧，我帮你们约一下。那我就先谢谢教授了。不客气。走，这边看。这眼看要过了榨季了，园子里也没啥活了，打算上哪打工去？要我说，我就想好好先缓上1个月，这再过段时间呀，就该埋土了。你说，往年这埋土这一项，啥时候不得干2、3个月？埋完土啊，就该过年了。这年一过，就得展藤剪枝，还打啥工？俺不是想多挣点钱，给俺家花改善改善吗？耶，你还钻到钱眼里了啊？忘了去年埋土的时候，谁累得跟个狗似的？哎呀，一回去，你就瘫在那炕上。
说归说，每年除了炸鸡，还就是这展腾买土挣钱了。怎么样？糖分还不够。可是天越来越冷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心老提到嗓子眼。黑比诺呢，是我们园子里最娇贵的品种。你说刘董跟我们签黑比诺，是不是在考验我们？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黑比诺香气细腻，酒质呢丰富且充实，也非常容易入口，的确比较符合华南市场的主要需求。但是这款酒的酿造过程比较困难，葡萄的采摘时间必须恰到好处，所以我决定把采摘时间推迟1周。太冒险了吧？万一……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其实我也担心霜冻。实话告诉你啊，我这几天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但其实，这就是我们酿酒人要担负的。今天我跟你签约，只签黑比诺。这个品种最考验酒庄的综合能力，只有一个要求：保证供货。只要你连续3年稳定供货黑比诺，我会跟你签一个长久的协议。您放心，刘董，我和我的团队肯定全力以赴。合同我已经签过字了，只要你签上，就可以生效了。刘董，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你不用谢我，要谢呢就谢谢王荣斌教授和你那个助理。我助理高玉洁，他去我那儿守了我好几天，人老实，手脚勤快，我就喜欢这样本本分分做事儿的人。行，那我就不打扰了，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老板，您一口气签了5家酒庄，一上来就要黑比诺，还要稳定供应，这个要求可不低啊。一是考验他们，2是尊重市场。我要用娇贵的黑比诺，为产区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黑比诺的消费者以专业人群为准，一旦获得他们的认可，将会带动整个华南的葡萄酒圈子。会让他们对贺兰山东路产区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您想得很长远啊。张扬，抓紧时间把会议室设置出来，召集所有部门集合，启动5号预案。我爸曾经跟我说，每一粒葡萄都有它的命数，霜冻、虫灾、病害、狂风暴雨，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我们。今天我们遇到的霜冻，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我们没有退路。我们不认输！不认输！辛苦大家了，离霜冻没几个小时了，麻烦大家抓点紧，能保多少是多少。
今天晚上不管结果如何，我一心在这里。谢谢大家。好，跟我进园子！进园子！我不管你花多少钱，用什么办法，就是抢，也要把工人给我抢回来。邱总，双动马上就来，黑皮诺怎么办？这样，咱们分头行动。你带着工人去抢收，我去宁夏大学找专家过来。把这数据全部都输入进去，然后分析一下。我是秦克明，双动几点到？我需要准确的时间。你们要动员更多的群众去帮助酒庄，人越多越好。好，大家注意，今天手头工作听我说。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只有一件事情，抢收。但是依靠人工太慢了，我们需要协调各个部门，调集更多的大型机械支援酒庄。听明白没有？明白。义兄，这会儿人手不够啊！义兄，齐路，听你来了。秦局长怕你们人手不够，派我们过来支援。抢收的机器啊，都在路上了。谢谢谢谢。陆马叔，哎，咱们怎么干？你跟我来，快走！谢谢这边。谢谢谢谢。谁啊？秦局长。喂，秦局长，摘着呢。什么？烟熏？烟熏。啊，知道了。黄婶儿，乔乔婶儿。哎，来一下。快看着。帮忙找点柴火，烟熏保温。烟熏保温。哎，好。多找点柴火。烟熏保温。那个大花，把手里活放一下。谁家有柴火，赶紧回来找我帮忙。对，找柴火，烟熏保暖。同志们，协调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通知局里各个部门，我们一起去一线帮忙。是。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损失已经降到了最低，你别难过了。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想到办法。人工埋土太慢了。20多年了，我们这儿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当年2厂的葡萄园就是因为一场霜冻遭到了灭顶之灾。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我会想到办法的。臭小子不接电话呀！星星啊，你们那边怎么样啊？这次教训很深刻，一场霜冻，险些葬送了我们整个产区。但是今天在这里呢，我不想批评大家，反而我想衷心的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因为在这场救灾应急的保障行动当中，没有一个掉链子。尤其是郑阳同志，为了争取抢收机，亲自跑到人家生产厂软磨硬泡的把机器要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郑阳，
同时，也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这个事情呢，算是过去了，但是事情可以过，工作不能过。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成立一个微型的气象监测站推广专班，负责联系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尽快用先进的手段来减轻天气因素对咱们产区带来的不利影响。事情经过就是这个样子。哦，好，好，好，那就好。你们要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啊。行，那我先挂了。好，好，好。回去吧，这次我们抢救及时，损失还不算大。最重要的是保住了那30亩的黑比诺。我在想，为什么要用厂字形？啊？当初你为了推广厂子形，先和玉洁闹翻了，后来整个石头村都起来反对你，你忘了？没有，我在问我自己。你在琢磨什么？能跟我说说吗？我在想，我要采用另一种。另一种？等着看吧。哎，你把话说清楚一点。很多葡萄酒庄的黑比诺都受到了影响，很可能酿出来的酒达不到市场要求，强逼着他们拿出来也是个问题。咱们要不要换一个品种，及时止损？不用换，这倒是个机会。人品见酒品，我倒是想看看，这帮酿酒师和酒庄会怎么做。您是想借此机会优胜劣汰，筛选出最值得信任的合作方啊？对，这些年没白跟我。那您说他们政府那边会不会干预这个事情？你是说秦局长？是啊，毕竟他要留下你的决心是很坚定的。咱们静观其变吧。局长，我总觉得，关于霜冻这个事儿，要不要跟刘董那边沟通一下？啊，我知道，有很多酒庄庄主都跟他签了黑比诺的合约，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些生意肯定要完。我是想，咱们好不容易把人家刘董请过来，不能让生意就这么黄了呀。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现在政府介入的话，这个生意才会黄。您说这刘董直接换一个葡萄的品种，再跟酒庄庄主重新签一份合约不就行了吗？这样而且是双赢啊！郑阳，你觉得刘立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女强人啊，品酒师出身，凭借一己之力成为了华南地区最大的红酒经销商，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对红酒的品质要求近乎苛刻，有能力，有手段，更有远见。你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会不知道霜冻要来吗？会不知道霜冻对黑比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您的意思是，这刘董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故意没有任何表示？难道他是想……我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插手，反而会适得其反。局长，现在麻烦的是，刘董他人不在银川，之前跟他合作的那些酒庄庄主啊，全部因为黑比诺的事情找到咱们这儿来了。我是真安抚不了，这怎么办啊？没事，你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来，就说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我们把人给他们请来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难道说我们还得把饭喂到他们嘴里去？局长，您明明是不能帮这个忙，那要这样讲的话，这黑锅不就是您背了吗？还不错，黑比诺的香气已经出来了。
告诉大家要抓紧啊！好的，邱总。邱总，你等我啊？是的。有事儿吗？有。那站这儿多长时间了？站了有一小会儿。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呢？因为以前师傅说过，当庄子出新酒的时候，庄主与酿酒师的沟通非常重要，不容许被打扰。对了，刘董那边有消息吗？刘董那边说2个月以后到银川，我刚刚跟欧阳庄主已经沟通过了，他马上就过来。厅里面已经批下来了，康阳小镇一期工程将会在本月中旬正式动工，包括康阳医院、道路、基础水电设施。接下来我宣布一下康阳小镇领导小组的名单，组长由我亲自担任，副组长郑阳、雷克凯。干嘛呢？做实验呢。你个酿酒师不待在发酵车间里做什么实验？浇水啊？来找一星的吗？来找你的。刘立军董事长给我打电话了，问那个黑比诺的情况怎么样了？黑比诺受霜冻影响，口感吧，比往年是差一点。就是咱们能不能跟刘立军董事长说，这批黑比诺是在霜冻之前采摘的？不行。安南，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这事儿就算一星同意了，我也不会同意的，听明白了吗？秦，我发现你就是一头倔驴，你。我这叫原则。霜浪的事情，刘董肯定知道。黑比诺的娇贵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瞒也瞒不住。瞒是肯定瞒不住的。刘立军的嘴巴多刁啊！只要他一入口，什么都知道了。那就什么都不做。实话实说，本来嘛，干我们这一行就是靠天吃饭的。我相信刘董，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会理解的。这些天呀，我一直在打听，谁家的黑比诺是霜冻以前采摘的？谁呀？你记不记得那个岷山胡建明？我记得他，他这个人很有想法的。岂止是有想法，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个人精。咱们两家非得等着全部成熟统一采摘，可是人家呢，早就分批采摘了，全都放到了冷库里面。现在咱们整个产区只有他家有霜冻之前采摘的黑比诺。但是我已经跟他说好了，葡萄来了，咱们两家一人一把。但是我担心齐路在。妹妹，什么时候了？现在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时候。刘立军只在整个产区选择5家酒庄作为合作对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5家酒庄以后就是整个产区的中流砥柱，产品可以直通华南。生意，有生路才有意义，都关门大吉了，谁还在乎你那些追求啊、原则呀、梦想呀？你说对吧？哎，你就是秦瑶。哎，郑阳，秦爵，还不下班啊？秦瑶不是上高中住校了吗？我现在回去一个人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就再待会儿。没事，你回去吧。那我先回去了。来。你好，王老师。什么？秦瑶打架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来。对不起，爸，我给你惹麻烦了。秦叔叔，不怪秦瑶啊，是他们那帮人先说你坏话的，我才先动的手。我就知道是你这个皮猴子。张叔叔，小米也是为了帮我，再加上
他们的确说话太难听，我们才没忍住。不是，行了，别批评孩子了。这件事情呢，归根结底是我让你们俩受的委屈，所以应该我向你们俩道歉，不是你们的错。爸，你说你为了产区辛辛苦苦的，可他们为什么不理解你？站的位置不同，看待事物的眼光不一样嘛。不过我相信啊，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理解的。那话说回来，你们俩现在是学习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学习重要，知道吗？老欧，黑比诺的事情我有主意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认。欣欣，爸爸希望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长大以后呢，也希望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弄虚作假，早晚是会被人发现的，知道吗？爸爸希望你记住，这个钱呢，够花就行，永远不要让它成为你生命的全部，知道吗？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小许啊，你们卫生系统动作够快的呀！上个星期才电机，你看现在就已经热火朝天的干起来了，了不起啊！主要是啊，您这个葡萄康养小镇的理念好，从卫生局到市里啊都很认可。这个康养医院建起来之后呢，将惠及周边15个村庄的5万人。太好了，小郑，配套设施得赶紧动起来。好，这条路往前是不是岛屿空间？这条路啊。东边呢是岛屿空间，西边呢是葡萄主题休闲广场。再往前一直走吧，就是咱们各个酒庄的旅游专线了。跟旅游部门多沟通，请他们把关。好，小许，咱们走走。好。大伙儿卖点力气啊！徐光说把这都挖空了。再铲几下就行。再铲几下就行。铲两下。哎，齐光。东宝叔，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吧？开始倒水吧。大伙儿准备倒水了。来，1、2。小心点儿。不是，齐光，这一会儿挖沟一会儿倒水了，这是捣鼓啥呢呀？快了，快了。快了。啥快了？你把邱一涵给拒绝了？以我对刘董的了解，他不会允许我们弄虚作假。那如果用酒庄的葡萄，齐路有把握吗？没有。没，我是真替你们着急啊！你才见过刘丽君几回，你就敢这么弄？我拒绝一涵姐的那一刻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觉得齐路说的对，要想走得长远，每一步都要走得稳。那如果出了问题，你想过怎么跟刘丽君交代吗？过2天咱们去一趟宁夏大学吧。宁夏大学？你想找王荣斌教授？行吧，总比坐以待毙强了。我再让2个点。这么优惠？如果销售增幅超过20%，我可以争取更多的优惠。我的习惯是先听条件。没有附加条件。好吧，条件是停止跟贺兰山产区的一切合作。一个新兴产区就让你这么紧张？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到嘴的肥肉换骨头，不甘心。莱诺先生，您说的是个歇后语，不是古语。
我送您一句真正的古语吧：养，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我要对得起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对你的要求，我恕难从命，请吧。怎么样，莱诺沉不住气了吧？你对他了解多少？这个人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特别会利用人际关系的人。可偏偏我就不吃他这一套。他应该是打听过我的情况，不敢跟我打感情牌，直接用利润诱惑。对，这太像是莱诺做的事儿了。当时他利用各种手段接近我，就是想利用我稳定国外名庄酒在中国的市场。打压咱们中国葡萄酒。我要提醒你一下，这个莱诺呢，可不是一个轻易能善罢甘休的人，所以，在咱们这儿碰了钉子，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使坏，你真得小心点儿。在咱们中国的地界上，我还怕一个洋鬼子不成？有本事放马过来，看我怎么教会他礼义廉耻。哎呦，你刘丽君呀！这辈子当了女人，可惜了。来，齐公，这2天了，这天天来这浇水也不干别的，这是干啥呢？这干啥呢嘛？干啥呢？搞不懂啊！就盯着水坑看，这也太奇怪了。研究是肯定是研究啥新的东西了，你能看明白吗？啥玩意儿看得明白？这能行吗？我也看不明白。这不啥呢？是啥？这图有什么问题了？有什么好？别着急，他是相信情。成功了！成功了！齐公，不是我是瞅了半天，啥成功了吗？等会儿，别跑快了！来，什么成功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来，大家看，咱们现在这沟深40公分，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独龙珠结构把葡萄埋在沟底，到时候用机器把土一推，土就能埋到这里。那齐公，你的意思，我们就不用用手一颗一颗的把这葡萄藤压下去了？没错，不仅不用手压，来年我们也不用再一根一根用手刨了，对藤条的伤害还小。下回啊，霜冻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像上次那样手足无措了。真的呀？哎呦，那我们这么一大片地呢，那改想还费劲不？一点也不费劲儿。今年冬天我们用机器推土。支持！哎呀，支持好！哎，我想起来个问题，齐公，那下雨了怎么办呀？对呀，下雨咋办？想想，我们昨天是不是做实验了？那个叫做渗水实验。我们这个地是砂石地，透水透气。再想想，倒了几桶水2桶吗？你1桶我1桶，2桶水都不会积水，是不是？真是没积水呀！齐公，你真是老厉害了，给我们省大劲儿了嘛！可不是嘛！哎呀，齐公，以后这省力气，效率还高了嘛，对不对？啊，齐公，你真有2把刷子呀！咱们给齐公鼓掌欢呼啊！王教授，哎，正好你们2个过来，这个检测报告啊已经出来了，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说实话啊，虽然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酒的口感啊，一定会有差别。我就说吧，肯定会有影响的。你听王教授把话说完，你说。不过也未必是坏事。霜冻过后啊，从目前取样的情况来看，葡萄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相反，保存得非常完好。我反倒认为啊，说不定可以酿造出一种口味独特的经典款黑皮诺。经典款黑皮诺，王教授，您是在安慰我们吧？
很多经典的葡萄酒啊，都是因为各种失误或者病害阴差阳错而成。比如著名的贵腐酒、冰酒等等。哎呀，你说说，这个启功这个办法太好了。这以后霜冻呀，咱们再也不用发愁了。可不是，咱再也不用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往地里跑了。哎，那冬天咱也不用去埋藤了嘛。对。要说咱们来年也不用斩藤了。不用埋藤，不用斩藤。再来霜冻，咱们可以安心的在被窝里睡大觉了。睡觉啊！这不神仙般的日子吗？我就是睡觉了，这是越来越好了嘛。哎，那咱干啥呀？秦爵，咱们今天的行程呢，全部都结束了。您是回局里呀，还是直接回家呀？这样吧，你陪我去看一眼陈厅长。好，我现在联系。哦，不用，直接去。这样合适吗？陈厅长的脾气呢，我知道。你要是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不让你去。他是一个特别不喜欢麻烦人的人。你知道吗？他退休的时候啊，组织上给他安排了省级领导所有的待遇，都让他婉言拒绝了，谁劝都没用。他还总跟身边的人说啊，人一旦退休了，就是一介布衣，不要总麻烦组织，也不要随便说话，给干事创业的年轻人添乱。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年轻人去打破陈规，敢闯敢干，总用一把尺子去丈量社会。何来创新？老领导，哎呦，贺明来了！哎呀，来，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陈厅长好。哦，这位是我们局里边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叫郑阳。您好。哦，郑阳，你好。啊，哎，快来坐，您请。葡萄是我的，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了。是因为价格吗？我可以加钱。加钱？当初送你葡萄纯属帮忙，你那几个钱，我福建民根本看不到眼里。胡总，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死，那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啊！你真的不明白？我明白什么呀？你都快把我绕糊涂了。自己看。看到没有？这就是你先生张伯凿的大作呀！我现在已经有2个大订单被这篇报道搅黄了。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咱们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我们的葡萄酒啊，不仅要东南飞，而且也要西北望。听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您有这么好的建议，为什么不上报给自治区党委？退下来了就得有退下来的样子。我打算把它印成小册子，感兴趣的同志可以内部传阅。金厅长，我呢倒是有一个小建议。哦，说来听听。能不能匿名的方式上传到咱们的贴吧里？匿名？对，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提出建议，这样呢，大家不会因为您的身份而感到压力，反倒啊可以关注到这个建议的本身。听上去不错，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好。你要带我看什么呀？我的新实验。嗯，对抗双动版毒龙珠。毒龙珠？你看啊，拖拉机从这边一路移过来，土就盖上了，比人工快多了。哦，我听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对抗双动版毒龙珠有了它之后，就不用这么多工人了。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我可算了一笔账，相同品质的葡萄酒，成本至少能下来20%。哦，挺好。挺好。怎么了？不高兴啊？没有啊，就是挺好的。我可能有点感冒，我先回去休息一下。感冒？那以后咱都没工作了，那这以后不至于吧？咱们跟了老庄主这么多年，怎么可能真没活干？那你跟我说咱还能干啥？专业的咱干不了，咱们种了半辈子葡萄了，那如今那葡萄园也不需要咱了。反正我是没脸在这儿待着了。哎，要不咱去别的酒庄干吧？这园子里头又不止一星一家酒庄，对吧？咱去别的地方干去，是吗？别处干，咱上哪不能干呀？就是啊，哥，对吧？对啥？说实话啊，人家齐鲁发明那个是不错，就是因为人家那个好，这个企业肯定会用的。星星酒庄用了，难道别的酒庄就不知道这个好发明？到那时候，整个产区全是机械化代替人工。迟早会推广的，各位。你再看看咱们这些人啊，你看看咱们这些人，要文化没文化，要知识没知识，能干啥？社会是往前走的。哎，与其等到那个时候人家把咱赶走，还不如现在咱们就不干了，对吧？知道是吧？丢人现眼，是吧？是哥，你这能说不干就不干吗？那不干那不失业了吗？这拖家带口的失业了，怎么挣钱吃饭呢？那总好过。哎，要不咱们出去打工？你知不知道投资人每天给我多少的压力？弄丢了刘丽君的单子，我们酒庄会有很大麻烦的。媳妇儿，我就是心疼你。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提前退休啊？这怎么办？稿子我都已经发了。我就是要酒，听不懂吗你？先生，您醉了，不能再喝了。您要有什么情绪，能不能别老在我们这发泄呀？你这是酒吧，你不卖酒你卖什么？我不是为了喝醉，我来这儿干嘛？不就是钱吗？我给你钱，把酒给我。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了？没事没事。你们先喝着，我见到一个朋友，去打个招呼。你把酒给我，我给你钱。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莱诺。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刘丽君女士的首席助理约翰先生，对吗？没事，过年就回来了。星，别教了，准备吃饭了啊！马上。星他妈，二婶子，借你家铁锹试试。铁锹啊？哎，这有一把。哎呀，这不在这儿呢吗？一把够不够？够够够。哎，我刚才呀看见东宝、豆腐花他们一群人提着行李去外地打工去了。哎，车来了，车来了！来！哎，停车！都出村了，咱过年还回来呢。停车！停车！等一下！等等我！一星！停车！你说好危险，手伸回来。一星追呢！他一会儿就不追了。那都要走了，还不能跟他说两句话呀？说啥呢吧？你说还能走吗？你说。停下！停车！停车！2婶、3婶，哎，我不走，我得去看看你们这。你们慢点儿。停！哎，别追了，傻孩子，别追！哎，别追了！别追了！你说了呢，一星，回去吧，不用追。别追！你停车！舒婶，跟我回去。你看你追这么远，追干啥呀？哎，回去吧，我们就趁暖和，去回去哪儿去？过年就回来了。不行，酒庄刚开的时候，你们不拿1分钱要来帮酒庄，酒庄遇到难处了，你们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我凑钱。不管酒庄遇到多大的困难，你们都不离不弃的。这些年，你们把酒庄当成自己的家人。现在酒庄挣钱了，稳定了，你们倒要走，你们有没有把我当家人啊？一星啊，齐公也说了，新技术今年埋藤就能用上。你说我们这些人只能干一些力气活吧？你把我留在园子里面，这不给你添乱呢吗？是啊，一星，舒婶都明白你的心思。可是那个新设备、那个新技术越来越先进了，那我们这些个人，那啥也不会，早晚要淘汰的嘛。留下来不是让你为难的吗？那你们说，当初你们跟我爸千辛万苦的种葡萄是为了什么呀？啊？
现在时老不干了。我爸他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你们要是都走了，酒庄里就没有亲人了。一香，其实我不管。今天你们谁也不许走，谁也不准掉队。只要酒庄还在，你们就是酒庄的一份子。走，跟我说走，跟我走，走。三婶来，走。走呀！你回去吧，你回去吧，回去吧。又来一下。留下来就是拖累你，走吧。不能让我们吃饭。你想走啊？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自己解决？没有啦，我就是觉得，你为了葡萄，为了酿酒，已经这么努力，这么辛苦，我不想让你再为这些事情被打搅。这些事情是我惹出来的，我躲你后面，你解决。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谁说的？你是最好的酿酒师，最好的男朋友，我支持你是应该的。嗯。其实啊，关于这项技术，我的确不该一激动就当众宣布出来，没有考虑到东宝叔他们的感受，是我的问题。今天早上，你妈告诉我你去追他们了，我就一直在想挽救的方法。我觉得这项技术可以用于那些更容易遭受霜冻袭击的晚熟品种，其他品种保持原样就好了。你看，我就知道，我男朋友啊是个天才。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就在刚刚，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葡萄花卉产业发展局也正式更名为葡萄产业发展局。这是咱们葡萄酒产业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页。从今天开始，我们也正式从林业系统当中独立出来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也充分地体现了咱们自区党委和政府对于葡萄产业发展的坚定决心。咱们为了响应党中央8项规定的有关精神，我们这次庆典呢，一切遵循从简务实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产区内有代表性的酒庄庄主和酿酒师，葡萄酒学院王荣斌院长和刘立军董事长。下面呢，我将时间交给刘立军董事长。谢谢秦局，谢谢大家。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我今天来参会，就宣布一件事儿，我选定咱们产区合作酒庄的名单。第一批入选的机构有
银川第一酿酒厂。新兴酒庄。建明酒庄。怎么样？有信心吗？刘董，非常感谢您选择我们作为第一批合作方，我一定会努力的。要不然到时候我妈都饶不了我。那我先走了，刘董。加油。刘董，刘董，请留步。刘董，您再好好考虑一下吧。邱总，你的酒庄条件非常好，但你个人急躁了一些。这些话在上海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请你好自为之。刘董，你说的问题我都听进去了，你放心，我一定改进。今天的名单只是第一批合作的酒庄，我非常看好贺兰山产区，只要你用心做事儿，你的酒够好，第二批如果没有你，第三批你还是会有机会。你想投资康阳小镇？对，我听说小镇里有一个叫钓鱼空间的地方，我很感兴趣。说说你的想法。这些天呢，我一直在想东宝叔他们的事情。我觉得他们说的对的，机械化呢是未来，可是人总要吃饭吧？如果没有了人，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产、二产已经饱和了，但是三产还有空间，所以我想把这个钓鱼空间做大，做成小镇的一张旅游名片，借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贺兰山，带动就业，也让更多像东宝叔这样的普通老百姓享受到发展的红利。一心啊，你真的成长了，你的思想境界，你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酒庄的范畴。对不起。医院的电话我接。先。喂。你说什么？我爸。一心啊，嫂子，刚才我跟医生也沟通过了啊，像这样的情况呢，过几天就可以把24小时营养管给撤了，然后不定期的补充一点就行。德胜叔说的对啊，只要能吃进去饭，这就是天大的好事，这说明他现在的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这是好事啊！啊，是好事。刘丽君公司的入驻，为整个贺兰山东路产区在华南葡萄酒销售市场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正式开启了进军海内外市场的新征程。我宣誓，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豆腐坊改成那个民宿了，了不得。哎呀，自打种了葡萄树啊，咱们石头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北山当初他们选择这个路是对的，可不是嘛？谁说不是呢嘛？哎呦，真要谢谢人家一星呀！要不是当初把我们拦着不让我们出去打工，你说我们都走了，哪还有现在这好日子嘛？大伙儿都来了，这个都差不多了，是不是？食堂，吃点啊！下酒啊！去火车站里边。哎呀，想喝啥，咱今儿管够。哎，东阳，你看看这大伙都到齐了，这开业典礼啥时候开始啊？别急啊，马上开始啊！稍等一会儿，马上开始。说，为什么没有对接好？
你们到底是怎么办事儿的？刘丽君董事长为了这批货，可是专门安排的他长期合作的物流公司跟咱们对接的，人家提前1周就来了运船了，为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批货安全的送到上海。赶紧对接，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批货安全的送到刘丽君董事长安排的货运车里。平时发货也没见你那么紧张过。不是，你不知道，这是刘董事长为咱们产区争取到的第1批总量上万只的国际订单。现在整个产区的酒庄都要按时的把酒运送到上海，然后在海关汇总出关。光咱们酒庄2000只，这事儿太重要了。如果能够顺利交付，才有希望打开国际市场。就是啊，红红火火的就得吃糖，对，吃糖甜的。来了，我去接小喜，恭喜啊！就等你们俩呢。等我干什么？等我不是错过吉时了吗？你们来了就是吉时。一星啊，你可是上宾，啥也得说2句呀。就是。那我就说2句哈。说2句。第一呢，祝我3婶的民宿红红火火。这第2呀，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产区的酒啊，正式进入海外市场了。海外是国外呀！双喜临门！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爷爷，我国外好，酒庄越来越好了，开业大吉，放鞭炮！安南，货都发了吗？新兴酒庄第1酿酒厂还有正明酒庄那边的货，明天就到港了。现在就差爱德堡酒庄那边的货了。这个邱一涵，他平时动作最快，这次怎么回事啊？哎，是您可误会他了。他这回特别重视这个订单，为了选出最好的产品，还特地办了一个品鉴会，邀请全国各地的葡萄酒发烧友来盲品打分，因为这个才耽误了时间。这就对了，证明邱一涵啊在用心做事儿了，替我谢谢他。好嘞，没问题。再见。王教授啊，看着他们充满活力的样子啊，哎呀，我这心里面真够感慨的。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当初刚刚进营业厅的时候样子。这是我的第1批毕业生啊，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几天啊，在统计就业，1半以上的孩子选择留在贺兰山产区。咱们是一天天在变老，产区的未来是他们的。说到未来，我有个想法，我想组织一批产品去参加国际比赛，您觉得怎么样？好啊，上次在阿德莱德啊，咱们是小试牛刀。这些年啊，各个酒庄自己也参加了一些国际比赛，成绩都不错。今天咱们产区已经今非昔比，在这大好时候，如果能再组团出海，一定会让世界同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可不想再出海了。你的意思是，请进来？我是想把国际比赛啊，请到咱们贺兰山脚下，请到咱们自己家门口来。我得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品酒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咱们这片独特的风土。我还得告诉全世界，贺兰山东路不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内陆小产区，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好。来，我来给大家拍个全景。有你真好。我想让你的酒庄成为世界级的名酒庄。我希望世界葡萄酒的圈子里，人们会讨论着新兴酒庄的酒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我希望……我懂了。
今天晚上的星空好美啊！贺兰山岩画记录了我们远古人类3000到1万年前放牧、狩猎、祭祀、征战、渔舞等生产生活场景，成为我们研究远古人类文化史、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哎呀，齐老师啊，这么多年，您带着乡亲们保护这岩画，没少费力气。近些年呢，贺兰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建设部列入首批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现如今呢，这国内外的学者啊，都来咱们这贺兰山考察交流，我这心呐也就知足了。你知道从前我们进军国际市场最怕的是什么？那就是橡木桶涨价。现在呢，我们有了自己的陶罐酿酒技术，就什么都不怕。所以啊，我打算下一步行了，来坐，一说起酒来就没完没了呢。酒是正事儿。代理欧洲葡萄酒，就不能同时销售中国葡萄酒？莱诺先生，你是在跟我玩2选1的游戏吗？你凭什么觉得你这样的霸王条款我会答应你呢？是你们来找我合作谈判，双方都合适了才叫生意。你拿不出诚意，我觉得不用谈了。刘女士，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准确的说，这不是谈判，这是给你的最后的通牒。如果你拒绝我们的提议，华南地区会立刻出现一个新的经销商，我们会给他最低的折扣，最好的产品。如果那样的话，你多年的销售网会迅速的瓦解。我想我势必要提醒你：一，生意是双向选择，互利互赢，没有谁施舍谁；第二，永远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低估别人。今天在座的诸位，只不过是波尔多众多产区的经销商的一部分，就算是所有人坐在这儿，也威胁不了我刘丽君。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打通波尔多名酒庄的销售通道。那咱们就比一比，是你打通通道的速度快，还是我找来新的经销商香味更快？好啊，拭目以待。被海关扣了，什么理由？说咱们未能如实申报。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是，所有的出口资料咱们全部都按时提交了，没想到物流公司那边为了节省成本，就把酒品报成了一般货物，刚好这批货就被海关给查出来了，现在又被扣下了。我第一时间去查了这家公司近3年的发货情况，都没有问题，都很好，只有这一次。邱总再见，有机会再聚啊！再见。开车慢一点儿。再见。再见。高玉洁，你别说，你这法子还挺管用的。我今天喝了那么多酒，确实没有那么难受了。管用吧？我师傅告诉我了。姐，你的包。从明天开始，你可以去爱德堡酒庄的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对。酿造车间也可以吗？对。哎，谢谢你，你安静。谢谢。好了，我这个人啊，最烦人家哭哭啼啼的，跟我搞煽情这一套。从明天开始，
好好工作。那我走了，姐。回吧。回吧。喂，邱女士，可以聊聊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莱诺，是华南最大的海外葡萄酒供应商。我想跟你聊聊合作的事情。我的货被海关扣了，你那边拿不到货。我总觉得是有人在搞鬼，故意阻碍葡萄酒的发展。我听说莱诺来找过你，具体说是威胁。他还威胁你？哈，你不知道他态度有多恶劣。不过我是谁？我才不吃他那一套。哎，你倒是提醒我，莱诺这小子很可疑。你知道他威胁我的时候提的要求就是不让我销售中国葡萄酒，被我拒绝了。莱诺。一个外国人，就算他在中国时间待得不短，凭他一己之力想影响中国的市场，难。这样吧，让孩子们都来趟上海，咱们一起捋一捋，大家一起想想，看看问题具体出现在哪。邱总今天怎么想到来我这儿了？是这样的，秦局长，我前2天接到了莱诺的电话。他明明就是法国葡萄酒的代理商，但奇怪的是，他问我对澳洲的原酒感不感兴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你是担心其他的酒庄会心动是吗？对，因为对方开出来的条件很丰厚，酒的价格很低，品质呢也还可以。秦局长，这样的酒一进一出，它就有利润。我有点好奇啊，像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邱总怎么会拒绝呢？天上掉馅饼，秦局长，你信吗？我是不信啊。我只相信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看来邱总看问题还是挺通透的。我是认为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发展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他们现在联合起来，想跟我们打价格战，企图用低价销售的方式拖垮我们。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看来我们该出击了。我妈那边果然也出问题了，莱诺已经开始对上海的高级西餐厅下手了，就剩我妈没同意，所以这些天一直在找人骚扰我妈，想让她妥协。那有什么对策吗？刘立军董事长直接去波尔多交涉，想把事情弄明白。我妈呢，也开始联合上海的西餐厅还有酒店。她还说，这是一场中国葡萄酒的保卫战。那我们明天就去上海。又有一批货被扣了。对，今天早上我接的电话，你们产区的另一个酒庄的酒。那跟我们一样，是故意把酒报成了一般货物吗？这次不是，说是添加剂超标，所以扣下了，说要检验。刘董，这不可能。您了解我们产区的酒，而且大家都很重视您的这单生意，不可能干这种砸自己招牌的事情。晴晴，你先别着急啊。丽君不是怀疑你的酒，合作方是他自己选的，应该没问题。我们就是觉得这件事情蹊跷。不对，太巧了有点。先是艺兴的货出了问题，接着产区别的酒庄也出了问题，2个批次的货，不同的时间到的港，不太像是巧合，更像是人为的。那刘董、阿姨，你们有怀疑的对象吗？师傅怀疑是莱诺搞鬼。莱诺？对，我觉得他的嫌疑最大。但是我一直没弄明白，莱诺只是法国葡萄酒的代理商，丽君这批货是发往澳洲的，他为什么要掺和我们和澳洲的生意呢？他在这中间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我的货被扣了，另一个酒庄的酒也被扣了，还都是在上海的海关。可是要知道货轮编号、货单信息还有出港时间，除了货主之外，其他人不可能得到的。这样的话，出问题的只可能是物流公司。物流公司？那咱们就先查查物流公司。家人们，咱们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据我收到的一手情报啊，咱们产区出现了一颗老鼠屎。至于这个老鼠屎是怎么坏的呢？我来给大家讲讲。他们要用根本不过关的酒来毁掉咱们产区好不容易打开的国外市场。至于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咱们得跟上去看看。家人们，现在是早上的5点40，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哎，家人们，如果说他们车上这批酒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要一大早？街上连个人都没有，还偷偷摸摸的，一定有问题。家人们，你们说他们干这些事儿就不亏心吗？不过，我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来，下车。上车。哎，有什么事儿，同志？给我把门打开。哎，好。给我站住！喂，邱总，咱们的酒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就是咱们的酒在运输途中被工商给查了，说咱们这里边有假酒，你赶紧过来看看。怎么了？快点出台啊！请问邱总，那些有问题的产品真的是你们酒庄的吗？还在了解当中，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从我们爱德堡出去的酒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人在网上直播了那辆厢式货车从你们酒庄开出去的整个经过。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您的意思是直播过程有什么问题吗？等我核实清楚，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的。可是泽文酒庄有没有出货，您作为庄主难道不知情吗？抱歉啊，我还有事，大家让一让。哎，邱总，一会儿，不知情，作为庄主。
这个图片在居中，帮我打印一份。早上的数据呢？好，早上打印的数据。好的，小龙。好，谢谢。主编。这是从昨天晚上事发到今天早上8点的搜索数据。贺兰山、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贺兰山红酒、爱德堡。 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在 PC 端和移动端都呈指数级上升，自媒体、传统媒体都在关注。你马上组织我们的编辑还有记者对相关部门进行情况核实，一定要发出权威的声音啊！还有，组织我们网站的粉丝对贴吧还有自媒体上的一些不实的言论进行回击。好。就是我现在拍的这辆车，家人们。 沪 AG789S， 我们现在一直跟着这辆车。我想了想，他们车上这批酒很有可能有问题。现在是早上的5点40，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哎，家人们，如果说他们车上这批酒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要一大早，街上连个人都没有，还偷偷摸摸的？一定有问题，一定是栽赃陷害的。可是这个直播是连续的，人家都看到了，车从酒庄出来，然后就被查。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并没有一直连续。是连续的呀，也没剪辑过的痕迹啊。我明白了，虽然没有剪辑过的痕迹，但是那个主播在说天的时候把镜头移开了。对。哦，怎么会这么巧？可不就是嘛！这工商部门前脚刚到，媒体紧随其后，紧接着就闹得沸沸扬扬。 听你这么一说，这件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感觉像是早有预谋的。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整个产区的声誉。你这样，你抓紧时间去一趟工商部门。对了，再联系一下交警队，查一查那辆车。好，我现在就去。秦局长，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要急死了。我的那批酒是发往澳洲的，现在对方已经打电话过来说要暂缓了。邱总啊，您先稍安勿躁，我们已经会同交警还有工商部门，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可以基本确定，您是被诬陷的。第一，那辆车根本就不是物流公司车，它是个套牌车。我们调取了高速公路路口的监控录像，真正物流公司的车已经上了高速。第二。 网红啊，媒体还有工商部门在抵达现场之前，都接到了同一个人的电话。通过公安部门的追查，发现这个号码的所属人和打电话的人不相符。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打电话的人，一切就能够水落石出了。好，打电话的人。哎，对了，秦局长，那在我酒庄门口直播的那个人呢？能查到吗？公安部门正在努力，只不过。 他使用的是虚拟服务器，查起来比较困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了。如果说我们之前还只是怀疑视频里的那辆车有问题，那刚才一涵姐打来的电话就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她说警方查出来了，那辆车是个套牌车，而真正物流公司的车明天就能到上海。而我们产区这次要拉来上海的酒。 都是刘董拜托同一个要前往宁夏送货的物流公司拉回来的，所以这些物流公司掌握了我们的信息以后，那背后的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掌握我们的发货时间、车牌号，包括路线。那对我们的蹲点和栽赃就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只要找到，看来我们要去一趟物流公司了。 你听我说啊，你别着急，一定会把事情弄明白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刘董合作，
如果搞砸了，没机会了。金局长不是说了吗？这个中间应该有人栽赃陷害。人家刘董什么人？他能不明白吗？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对手一方面在向我们低价销售，企图一举攻占华南市场；另一方面呢，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手段，阻止中国的葡萄酒出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害怕了，他们害怕失去中国的市场，更加的害怕我们的产品打过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见招拆招。对，刘董。交警方面呢，会帮咱们出具书面说明书，证明那辆车不是物流公司的车。这就对了，他们陷害爱德堡酒庄的目的就是抹黑整个产区的声誉。到你这儿，咱们已经有3批货出了问题，不是被海关扣了，就是被媒体曝光。客户们现在像惊弓之鸟，纷纷处于观望状态。之前观望的客户，现在都在打退堂鼓了。刘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抓紧时间了，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那银川这边就交给我吧。你打算怎么做？我想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我那批真酒。物流公司如果没有内应，外面的人也不会掐得这么准。做套牌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要尽快找到我那批真酒。只要找到了我的酒，我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好，事情有任何进展，咱们随时联系。好。哎呀，欧阳庄主，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司机确实从爱德堡拉的货，我们还冤得慌呢。至于您的货，那是海关扣下来的，您要找也得找船运公司啊。这是我们签的合同和收据，我调查过了，你给这次发货的酒庄都是这个价格，发货价比散客的还要高。定价是市场行为，你情我愿的，您不能拿这个说事儿啊！什么叫你情我愿？这个事情如果刘董知道，他会怎么做？产区的其他庄主知道，他们又会怎么做？不过说来也巧，给爱德堡拉货的那个车正好也拉了被海关查扣的那批货，司机是同一个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星星酒庄的监控截图，还有爱德堡酒庄的监控截图，很明显司机是同一个人。要不就是物流公司的问题，要不就是沪 AG789S 货车司机的问题。如果你继续装糊涂呢，我们只能把这个资料交给秦局长和公安部门。欧阳庄主，您不能这么做呀！这个事儿和物流公司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物流公司没有关系，那是谁指使的？我只是把发货时间告诉了一个客户。什么样的客户？对方来头很大，跟我签了3年的运输合同，出的价也很高。外国人？中国人，大概1.8米，长得白白净净的，年纪嘛，跟你们差不多。哦，对了，左眼角还有一个痦子。慌什么？他们只是查到了那辆套牌车，司机早就逃跑了。只要找不到那批真货，他们浑身是罪，也说不清楚的。那你打算把那批真货怎么办？放心吧，我自有安排。你连我也瞒着？好吧。那批货现在还在银川。那些车明明已经在上海了。车回来，并不等于货也回来。你把货扣下了。物流公司那边联系上了吗？物流公司的车已经回到了上海，司机说把货卸到产区的中转站了。他们怎么能把货随便的给别人呢？因为收货方改变了送货的地址，司机也给了补偿。一心那边查到的是于汉，秦局长那边通过网红查到的是徐总身边的人。于汉、徐总都是刘董的老部下。邱总，您是怀疑于汉指使了徐总，扣下了咱们那批货吗？
低价的吸引力不小啊。这种摆在眼前的利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拒绝这样诱惑的。秦局长。哎，秦局长。好。我们也通过物流公司查到了于汉那边，麻烦您了。秦局长说，他们通过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已经查清楚了，确认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现在就剩下被海关扣下的那批货了。那如果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就得找到于汉了。对不起啊，又把你卷进来。你跟我说什么呢？这本来就是我们两个一起面对的，好吗？只是没有想到，于汉走了这么远。一起把他拉回来吧。小心台阶啊！现在我们康阳小镇啊，已经出郡出行了。我们日后呢，会陆续引进葡萄酒文化活动。郑副主任，哎，麻烦你带着大家去康养医院转一转。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失陪了。那大家先跟我来。Mr. Lionel, you don't have the resolution. 打扰一下。李女士，连我一个小小的小受伤都不敢见。莱诺，吃饭的地方在里面，你走错地方了。我去里面？我们是老朋友了，不用这么见外的吧？朋友？不是吧？真正的朋友是交心的，咱们不见得吧？好吧，我来就是要给你透个消息，我手里有便宜又好买的进口葡萄酒，要多少有多少。谢谢，我不想要。你知道吗？在我来这里之前，我已经拿下了外滩大部分西餐厅的酒水供应合同。莱诺，是于汉帮你的吧？于汉？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谢谢秦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于汉找出来，顺利的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好的，好的。谢谢您提供的线索，很关键。好，再见。小英，咱俩见一面吧。秦局长，这回的事情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千万别谢我，你要谢的话，应该好好谢谢公安部门。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协调沟通的工作。秦局长，现在货呢是找着了，但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弄清楚，所以我担心。你这担心在媒体那边解释不清楚是吗？对。我记得那个徐总好像跟你的助理高玉洁挺能聊得来的。他们的确是很投缘，也都是爱酒的人。你的意思是说，让高玉洁把徐总给找出来？不，是找他谈的。因为公安部门已经通过网络追踪，查到了他的住处。Hello. Yeah, I'm looking for Miss Days. Hey. Hi. It's Leno. Yay. Yeah, remember me? We met last year in the wine tasting? Yeah. How are you? Yeah. I have a proposal. If we join with another manufacturer, or depends on borrow. Yeah. Of course.
we can keep the price high up.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In that way, we can wait slowly until these manufacturers get bankruptcy. Yeah. Yes. 我承认，货是我掉的包，那又能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这么做呢？道义。道义。这些年，我跟着刘丽君鞍前马后，到最后，我又是什么下场呢？他不想用我了，一脚踢开。玉洁呀，我也劝劝你，趁早替自己想想。那个邱一涵，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是在利用你，丝毫不会为你考虑的。邱总说了，只要你能澄清酒庄的关系，之前的事他既往不咎。你信他？我信。徐总，咱们两个都是爱酒之人，我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了。如果今天我们见面，你是这个目的的话，那么不好意思了。怎么样？我承认，货是我掉的包，那又能怎么样呢？海关那边我已经解决了，货明天就出关。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海外经销商和一个为情所困的中国人，给咱们中国葡萄酒啊添了个堵。咱们要进军海外市场，以后难免会遇到类似的事儿。我有这个心理准备，进军海外市场无异于是虎口夺食，可一旦成功了，我们中国葡萄酒产业就真正站起来了。你有这个认知，我特别欣慰。莱诺那边我会给他一个教训。至于于汉这边，您刚刚把齐路支走，是想跟我说于汉的事情吗？是的，于汉这小子啊，跟过我一段日子。他本性不坏，直性子。他能干出这事儿啊，就是为情所困，被人利用了。我解不了这个疙瘩，小英也解不开。这事儿就得靠你了。我明白，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如果你那么做的话，你心肠怎么可以这么软呢？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一行、齐路、刘丽君，你心软，但是他们不会心软，只会把你当成软柿子。你说的对，我自然不能让他们随意拿捏我。那个邱一涵他也来了，从他那里打开缺口。所以你要我怎么做？用整个华南市场作为诱饵。嗯。邱总，既然你已经愿意出来跟我见面了，还是不想跟我合作，难道你真的想要和刘丽君他们一起等着沉船吗？于汉，做人呢，不要太自信。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够威胁到我们吗？是，我是想进入华南市场，但是我这个人。我会为了达到目的出卖良知。一切向利益看齐的邱一涵邱总，你跟我谈良知？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你不用笑话我，我邱一涵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大家看得明白。我今天答应出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你和莱诺。跟我来往的所有电话录音和邮件，我都已经交给公安局和秦局长。
这些东西都将作为调查的关键证据。你真的认为我于汉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吗？这么跟你说吧，政府评定的2级庄没你的份儿，刘丽君的前2次合作酒庄也没你的份儿，你的融资计划也失败了。你真的要为了你那所谓的良知，让自己的酒庄没落了也无所谓？所以呢，我就应该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吗？于汉，我邱一涵是爱钱，我曾经的梦想是宁夏第一，中国第一。但是我生在贺兰山，我长在贺兰山，我是喝着黄河水，听着黄河谣长大的。我的生命属于这片土地。我不建议在商场上面使用任何的手段，但是我唯一不敢的，就是背叛这片土地。我不想若干年之后，人们经过我的墓碑的时候，朝着我的名字狠狠地啐上一口唾沫。但是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你图的是什么？你又真的得到了什么呢？该好好想想的人，不是我，是你。我能得到什么用不着你来管，倒是你，面包和良知你都分不清楚。你不是说所有的经销商都在你的掌控中吗？你不是也说可以阻止他们查到我的吗？邱一涵这颗棋子，你打算怎么去使用？爆雷！我要在贺兰山下爆一颗雷。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有条件？你有什么条件？我要吕小英的餐厅。一个星星酒庄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他现在可是2级庄，很值钱的。来诺，你给我听着，我不在乎钱。你要怎么去做？邱一涵已经拒绝你了。我们把全上海最著名的餐厅、酒店的老板都请过来，办一个冷餐会。难道你想用这块大蛋糕让邱一涵动心吗 ？Right。既然画的饼他不动心，那我们就把饼送到他的嘴边。我就不信他邱一涵动动手指签个字就能数钱的机会还能拒绝。即便他想做个好人，但他背后的投资商能答应吗？哎，关于于汉的邀请，你打算怎么应对？我假装答应他，然后我想让一心去。我也是这么想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希望这几个年轻人早一点把这个事儿给掰扯明白。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来这儿的目的一样，一起发财。所以我提议，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大家一起举杯。想必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笔账，酒水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菜品，而进口葡萄酒的利润又大于国产白酒。甭管它是澳洲的、法国的，还是新西兰的，大家认识吗？标签。那上面的洋文就是金钥匙，让人掏钱的钥匙。有了这个，就有钱赚。至于那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只要我们能提前抢占市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还有第二点，大部分人不了解葡萄酒，是事实。只要给他一个好故事，稍加一引导，赶都赶不走。我已经跟澳洲那边聊完了，他们会给我们提供正宗的澳洲葡萄酒，品质一流，
重点是价格非常便宜。还是那句话，跟我于汉合作，大家一起挣钱，一起发财。秦局长，国外那边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莱诺不仅背叛了中国市场，也背叛了他的国家。他为了利益，长期打着国外的旗号，暗自向中国低价销售多个国家的葡萄酒。这和我们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只不过证据方面，我这里有莱诺的销售数据，还有他在国外的发货底单。这个太好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证人证言，我已经上报给相关部门，准备启动调查。对了，海关那边已经放行了，还有，巴尔那边觉得莱诺的行为伤害了咱们两地葡萄酒行业的感情，有意派一个代表团过来，一是考察，二是有意修复关系。好啊，我们双手欢迎。你们来了。你做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把我们找来，衬托出你已经成功了吗？约翰，听说过乐极生悲吗？哎，乐极生悲一定不是我于汉的结局，但是很可能，你们还没有乐的机会，却要一直悲下去了。诸位，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澳洲的葡萄酒，正巧，我们的会场呢，今天来了一位国产葡萄酒酿酒大师，我请他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为什么我们的国产葡萄酒既没什么影响力，定价还那么高，好不好？没错，我呢是一名中国葡萄酒的酿酒师。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齐禄。在回答各位问题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前几天啊，我碰到了一位根本不会说法语，但却非要用法语在另外一位女士面前卖弄的男士。他呀，张口巴黎，闭口凡尔赛。后来我走过去跟他一聊，问他，才发现他根本都没有出过国。各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一样，觉得这位男士既无知又可笑。但是细思极恐啊，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国外的东西来包装自己？没有自信是因为东西不够好，拿不出手。而且你到底在说什么？大家关心的是售价，关心的是利润，并不想听你在这儿讲故事煲鸡汤。我没有在跟大家煲鸡汤，我在阐述一个血淋淋的现实，这就是我们国产葡萄酒所面临的困境。好，你们刚刚聊的是利润，那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利润。进口酒利润高，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放在眼前不动心的那全都是圣人，不是商人。可你们想过吗？为什么他们偏偏要在我们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葡萄酒行业的时候大幅降价，把手中握着的高昂利润让给你们？因为他们怕了。主编，你快看，齐禄上热搜了。没错，他们怕了，他们害怕我们中国葡萄酒崛起，所以要在我们羽翼未丰的时候折断我们的翅膀，把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彻底扼杀在摇篮里，甚至让我们永远得不到葡萄酒的定价权。各位试想一下，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商人还会把高昂的利润让给大家吗？不会，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随意定价。到时候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这些利润，还有我们的自尊。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亲手帮助这些外人，把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掐死了，是我们自己亲手折断并且破坏了我们可以与之对抗的尖矛利盾。好，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干得漂亮！不愧是我儿子呀。好，
就算你说的都对，我只问你一个问题：酒呢？你们酒庄年产量有多少？供得起那么大一个市场吗？如果供不起的话，你现在是不是就在喊口号？而外国的葡萄酒，要多少有多少，利润也是实打实的放在我们的面前。刚才我跟大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我是一名酿酒师。现在，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我是一名师承酿酒大师巴尔博士，却一心只想要酿造我们中国自己的葡萄酒，并且在贺兰山东路产区工作了10年的中国葡萄酒酿酒师。他是巴尔博士的弟子啊。那他怎么不留在波尔多，还在贺兰山下待了10年？各位，不仅仅是我，在贺兰山产区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葡萄酒酿酒师，他们本着发展并且壮大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的信念，在那里艰苦奋斗了30多年。中国的葡萄酒，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能喝得起的真材实料的葡萄酒。中国的葡萄酒，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对，中国的葡萄酒早已不逊于其他产区的葡萄酒。我是贺兰山东路产区酒庄的庄主，我叫欧阳一新。在我们那里呢，酒庄都不大，但是这正是我们的特色。因为我们是大产区小酒庄，只做精品酒。各位，你们都是上海葡萄酒界的前辈，我知道我们的产区只是一个新兴产区，可是近10年，我亲眼见证了产区从弱到强，从只有10几家酒庄发展到现在有上百家酒庄。在我们那里，每年有长达3300小时的日照，昼夜温差大，天然的沙石地，透水透气，富含矿物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拿到了近1000个国际葡萄酒行业的大奖。近1000个大奖，各位，今天我把我们产区的酒，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葡萄酒，给大家拿来了。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将何去何从？决定权交给你们。来都来了，尝尝吧。走，那尝尝呗，是吧？Amazing，这酒真不错呀。果然是我们自己的酒，这个味道实在是太棒了。看起来真不错。我对这个酒很有信心啊。没错，我们国产的葡萄酒，自己的产业必须支持。没错，绝对不能让他们压在我们头上。各位，让我们一起举杯。敬祖国，敬我们最强大的向心力和团结力，敬我们的民族自信，敬民族自信，干杯！好样的，齐路，厉害啊，齐路！这是哪来的？微博上一个大 V 的直播，刚发出来就引起轰动了。有完整版视频吗？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一看到就录屏了。完整视频怕是要联系。那赶紧，小薇，先通知大家不要下班啊。对了，你赶紧联系一下那个博主，看能否让他提供完整版的素材过来。还有，让编辑部的同事根据这个视频进行文稿撰写，他们写好了拿给我，要快。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我一定要将这个完整版发到我们的官网上，要上头条。标题写什么？标题：恶意销售，令人不齿。中国酿酒师义愤填膺。
这样啊，下面由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女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华南经销公司前分销商徐强，在华南公司前助理于汉的授意之下，假借华南经销公司的名义扣下了我们酒庄的货，然后组织网红利用套牌车上面的问题产品蓄意的抹黑我们，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葡萄酒进军海外市场。所以我们爱德堡酒庄的酒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我们愿意继续接受市场的监督。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做这些得不偿失的事情吗？得不偿失。你说的没错。可你有没有想过，我这是为了什么？这么多年，你问过我一句吗？我为什么放弃音乐？我为什么回国来做葡萄酒？我放弃一切，从零开始，只是为了一步一步再次进入你的生活。我要你知道，只有我能为你付出一切，也只有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雨涵，曾经的你是那么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人，我真的不希望我们会一直敌对下去。一星，是你一步步把我逼到了你的对立面。你说曾经的我温暖，那是因为过去的你愿意看着我，愿意接受我。可是现在呢，我做再多，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我只不过是想回到从前。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希望你能够学着往前看，不要再执念于我了。困在从前，你不会快乐，我们都不会快乐。我的快乐就是你，难道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了。莱诺他已经败了，他这辈子都回不去。但是你不一样，你的根在这里。不管是曾经的音乐才子也好，现在的葡萄酒经销商也好，你可以有很美好的未来。我真的希望，我们都希望你可以回头，找回曾经的自己。一涵，说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不太喜欢你。那个时候的你过于有心机，而且浮躁。我的经验告诉我，对葡萄酒一定要有热爱，一定要用心，要有耐心，才可以酿出好的葡萄酒。这也是我一直不跟你合作的原因。这回呢，你寄了一批品鉴酒给我，1分钱不挣。我还听说你冒着资方的压力，坚持盲品给我供货，这令我很意外。我对你有了改观，我答应你，只要你这次评上2级酒庄，我立刻跟你签合同。刘董，谢谢你。局长，好像到了。Welcome, Dr. Barr。钱局长，你好，我是巴尔。欢迎来到宁夏，请，请。现在咱们所有的计划都被他们一个一个解决了，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为你花呢，
他们这些人把咱们逼到这个地步，要是咱们不想想办法的话，那么咱们的努力就都白费了。莱诺，你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团结？这是一场战争，别看他们现在团结，等到最后咱们彻底失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斗起来的。我觉得不一定。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到底是哪一边的，约翰？我们现在一条船上，如果你上了这条船，就别想轻易下去，懂吗？是。但是莱诺，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我看到他们全力以赴为了保护产区所做出的努力，也看到他们毫无嫌隙的互相合作。我想到我自己，就是因为内心的不满，和你做的这些事情，我越来越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过，你先听我说完。我知道你不服气，可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艺兴和齐路跟我说的话。齐路问我，如果我原本就是一个无赖，艺兴又怎么会喜欢我呢？艺兴也说，曾经的那个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是因为对于艺兴的不甘心，我就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莱诺，我真的累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就这么解决了？不然呢？邱总的公司是被陷害的，都已经进行网络直播了。我的老师巴尔博士也和我们达成了合作共识，现在已经回去了。于汉和莱诺计划都失败了，还能怎么样呢？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真实。你们看啊，莱诺、于汉费了这么大的劲要搞我们，现在说没动静就没动静了。我是真怕之后再出点什么问题。莱诺不好说，至于于汉，我真心希望他能够放下对产区的敌对。不错。好啊，厉教授，我们的面膜呀，数据检测完全达标，我们成功了。好。这样的话，以后产区的废渣问题啊，就得到彻底的解决了。这个葡萄籽啊、葡萄皮啊，真的就变废为宝了。能得到您的肯定呀，那我以后更有信心。哎，这话不能这么说，事情啊是你们做的，你们是功臣。哎，对了，李教授，昨天晚上跟巴尔博士谈的怎么样啊？结果还是不错的，巴尔博士已经明确的表态了。这次的负面事件呢，是莱诺的自作主张，我们之间的葡萄酒业的交流啊，不应该受到影响。那太好了，只要巴尔博士愿意出面替咱们说话，咱们产区啊，那也松了口气呀。真没想到，现在的石头村这么漂亮。哎，刚才那片向日葵，太美了。真的很美。以前种向日葵呢，就是为了榨油，现在它吸引的旅游的收入都超过葵花油的收入了。全新的钓鱼空间建成了以后呢，农村就会越来越好看。石头村的村民们呢，又可以多一个就业的机会。你知道吗？昨天二婶还在说呢，说葡萄小镇建成了之后啊，她要把民宿建起来，用传统的手抓豆腐来吸引游客。这个想法很好啊。哎呀，好想飞到天上去啊，看一看我们这个美丽的大家园。那我帮你圆梦吧。送我翅膀啊？送你对翅膀。别开玩笑。没跟你开玩笑。我爷爷和我说过，钓鱼空间呢什么都好，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的文化。那里原先就是种黄河稻的，所以我爷爷啊想在稻田里面画一幅巨大的稻田画，把岩画还有民族画的元素全融里面。到时候想要看清楚这幅画，就得到天上去了。你跟我说的是真的那种大飞机啊？我跟你说的就是真的那种大飞机。
我都跟老支书商量过了，想要发展旅游，必须得有点真东西。其实啊，是咱们集资买飞机，所以飞机已经定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求，我们这次国际葡萄酒品鉴邀请赛一定要参照国际最高的水准来筹备，力争把邀请赛打造成一次国际葡萄酒领域的顶级赛事，还要连续的、持久的办下去。下面，我来分配一下每个小组的工作任务。贺兰山东路产区首届葡萄酒品鉴国际邀请赛，哪来的？葡萄酒局下发的，希望咱们产区的酒庄都去参加，你怎么看？肯定要去。这个呀，就是向世界证明咱们产区的好机会。那咱们酒庄这个新的奖杯就要靠7口你了。你放心吧，这2天啊，我先选几款酒出来，咱们内部先品评一下，再选一款最合适的。就这么办。一涵姐，喂，一涵姐。喂，艺兴，你也收到了比赛邀请函了吧？收到了，你也收到了吧？对，我也收到了。我就想问问你，你们酒庄出什么酒参加比赛呀？呀，这还没开始比赛，你就跟我打探情报呢？你说什么呢？这可是国际比赛，咱们是一个团体，是集体荣誉啊！我知道，我跟你开玩笑呢。齐路说呀，先再看一看，然后再定。行，那我等你们挑选出来，我这边呢也挑选一部分，咱们2家人一起做一个盲评，怎么样？那好啊，没问题。好，那我等你电话。大概猜到了，这些目前不重要。走，带你看看好东西。啊？一星，这就给买来了。齐路，你看这直升机多漂亮啊！这是咱们自己买的飞机哦，这就是咱村里集资买的那个飞机啊，就是这个。哎呀，咱自己的飞机。哎，你们谁先上飞机？咱试一圈。不，你胆大，我啥胆大？我不敢。窦元叔，你上。对，坐上去。你。哎呀，我谁？哎呀，你可走了吧你！花，村子里面你胆子最大。我不想，我胆儿再大，我也不敢上天呐。哎呦！我说你们呀，关键的时候就掉队了。要我说呀，叫宜兴和齐路先打个样。哎，对，上！你们去。那我们俩先上去转一圈，给大家看看。转一圈。哎，齐路，小心着点儿。好嘞，爷爷，放心吧。走。哎呀，胆儿大。曾尚书啊，哎呀，我这谁都不服，我就服您呀！这个古人把这个画刻在了石头上啊，您老绝了嘛，能把这个画给咱干到这个稻田里了，太牛了啊！哎，我们宁夏是大西北最早种黄河稻的地方。现如今呢，这年轻人把这段历史早就忘了，大家总觉得，水稻是南方的农作物。我就用这稻田话提醒年轻人，不要忘了我们的历史，要懂得感恩，感恩土地，感恩先辈。对。
还真快啊！李想，能看见。这是什么？我和莱诺的通话录音，还有微信聊天记录。这个里面记录了我们策划调包、聘请网红做直播的全部过程。你们把它交给有关部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突然想通了。其实看到你和齐路那么努力的说服经销商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赢不了你们。有趣的是，当时我居然觉得你们是那么的般配。也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那么多年，只是为了一个执念，而那个执念让我帮莱诺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愚蠢。对不起，一星，我现在也不敢奢求你们还能再原谅我。很高兴认识你，约翰。欢迎回来。备受关注的中国葡萄酒出海受阻风波尘埃落定。经有关部门调查，此次风波系某境外经销商破坏市场规则，与我国葡萄酒进行恶意竞争的恶意炒作行为。据悉，在本次调查中，一位来自西部某省区的葡萄酒经销商提供了关键证据。各位乘客，由上海飞往香港的 CA732次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携带好您的行李，前往13号登机口进行登机。各位乘客，由上海飞往香港的 CA732次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携带好您的行李，前往13号登机口进行登机。进。早。早。吃过早饭了吗？你呢？吃了。昨天李老说的话，真是让人豁然开朗啊。我看了几个最火的直播平台，我觉得他的建议真的可行。你觉得我拉大提琴做直播怎么样？什么表情啊？你觉得我上不了台面啊？不是这个意思。开玩笑，你是怕我适应不了直播间的氛围，对不对？我是想跟你一起分担。你也拉大提琴？好。不开玩笑了。来，给你看这个，这个是大家都在沙龙聊创新的时候，我设计出来的，目前只是个草图。水落石出，天天想你。这个是为你设计的限量款，不上市销售。齐心路，这个名字我喜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产区内的民营酒庄和国有酒厂联手创新，立足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创新研发，为迎接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新时代而努力。看看吧，怎么样？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灌装生产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才要联手啊！厂里啊有设备有技术，你们年轻人呀脑子活，有创意，点子多呀。齐路啊，其实你是我们一厂从法国引进的人才，当年没能把你留下来呀，是我们的损失。不过，我知道，也不怪你。事实呢，那个时候也不能完全怪刘厂长，毕竟我们一厂是大厂，很多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呀。希望你能理解啊。我肯定能理解，魏厂长，当年也是我操之过急了，所以我真的没有怪任何人。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而且我相信，今后我们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合作。你看，一厂产业链齐全，酒庄灵活度高，咱们携手共度难关，优势互补，把咱们的产区真正做大做强。好，齐路，我看好你啊，也请你相信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创新啊，我们一厂啊也脱胎换骨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些年，因为你在我身边，我越来越觉得酿红酒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美好的事情。我跟你说件事情。10几年前，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巴尔博士给了我2瓶酒。说一定要让我给最重要的人当做见面礼。你猜怎么着？怎么着？我这第1瓶红酒，在机场的时候就送给你了。说明我是最重要的人。都过去10几年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到现在还记仇呢？这仇啊，我可得记一辈子啊。嗯。等会儿，苏莎，你说什么？我妈住院了，怎么回事？好，我立刻回去。阿姨怎么住院了？说是肝上有阴影，要穿刺排查。那我订票，我陪你一块儿回去。不用了，酒庄现在新品发售的时候最重要，你得在这儿。不过我觉得咱们也不用想得太坏，医生不说做完检查确认没问题了就能出院吗？在我的记忆中，我妈就没进过医院。平时感冒什么的，喝点水她就好了，这次怎么会这么严重？妈，你怎么样了妈？妈没事儿，你放心啊。这不医生护士都在吗？过2天妈就出院了。儿子，等妈出院，妈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一说，咱娘俩好好聊一聊啊。好妈，那我等你，我等你啊。拜拜。老欧，这是齐路酿的新酒，给你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小瓶装的。齐路说呀，他对你的承诺都在这酒里，只要你尝了它，就能感受到他的承诺。想喝吗？等着。只能喝一点点哦，嘿，给你润一下。怎么样？他的承诺味道如何？满意吧？我知道，你一定能感受到，对吗？
啊，是我找城西的老中医开的，清肝补气。等阿姨出院了，你好好给她调理一下。还有啊，一涵姐帮我介绍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大夫，我咨询过了，阿姨的这个情况呢，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了，你别太担心了啊。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在酒庄加班到很晚，可这段时间我却不能在你的身边。你人不在我身边，但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呢吗？酒庄这里呢，有我，不用操心。知道了，晚安。晚安。来这，坐。这么着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跟你说个好消息，在李老的建议下，自然资源部出台了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意见。这个意见的出台，对于咱们自治区发展葡萄酒产业和建设葡萄康养小镇都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鼓励我们先试先行。这太好了！我回去之后立刻召集管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学习。还有啊，我刚刚呢已经跟自治区几位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由葡萄酒管委会牵头，拟定出一份针对酒庄的财政补贴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审定。好，我回去之后立刻对各个酒庄进行一次摸底调研，弄清楚现存的实际困难之后，再针对性的拟定条款，一定把财政资金用好用活。谢老，你要去新疆？对，新疆，我呀要跟老石、老邱他们一起，在咱们的梦想之路上努力，再一次发光。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拦你了。老石在新疆干得不错，他的第一枪已经打下，当地老百姓啊现在热情非常高涨啊。我打算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谢老，虽然您退下来了，可还是医厂的人啊。今天请您来啊，本来是想谈一谈返聘的事儿。既然你主意已定，我也不再勉强。只要您想回来，这里啊永远都是您的家。在新疆遇到任何困难，需要任何支持，厂里啊都会全力以赴的。谢谢了，魏厂长。看着厂里越来越好，甭管我在哪儿，这脸上啊都有光啊。我呢也有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你说。咱们啊，帮着石头村建酒庄这事儿，做得好啊！咱们发展产业，那说到底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引进人才也好，技术设备也好，心里啊要有一根弦。厂里几万名的老职工，还有啊跟着一厂几十年一路走来的种植户，我们一个都不能忘。他们是我们的根呐！谢老，您说的太对了。石头村这条路子摸索成功以后啊，我们准备再找一批热情高、基础好的村庄，建设一批精品小酒庄，由厂里啊出人、出钱、出设备，带着产区的老百姓啊一起走。好啊，产业兴旺，乡村想不振兴都难呐。齐洛啊，妈。哎呦，这2天让儿子操心了啊！我想死你了，妈。你怎么样？没事儿，这不都好好的吗？我还等你来接我呢，你怎么不来呀？我忙着给你准备惊喜呢。惊喜？什么惊喜？进去看了就知道了。好，先进门吧。看看儿子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嚯，做了这么大一桌菜呀！哎呀，我看看，哇，真香！哎，你什么时候会做这么多好吃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在法国呀，吃什么都吃不惯啊，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行行行，我自己来。哎呀，这几天在医院呀，吃的我实在是没有胃口，早就想吃家里的菜了。哎，太好了。怎么样？好吃好吃。妈，你多取点菜，饼刚好。真香。
您知道，您在医院的这些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后悔。我后悔没有跟您好好沟通。你也说了，您之前为了我好，给我安排这个，给我安排那个，这种掌控，让我更加的去向往自由，让我想要独自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毕竟我有您的基因嘛，您是个女强人，我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忽略了一点，您啊，在上海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成年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离开你，让你伤心了，妈，对不起。干嘛呀？好了好了，不哭，来，哎呀，我这好不容易吃一顿我儿子做的饭，来，谢谢你啊，儿子。您少喝点儿。没事儿。可以了。我今天呀，我要好好的、慢慢的享受一下我儿子给我做的饭啊。吃菜，医生怎么说的？今天在座的呀，有全国各省葡萄酒产区的负责人，也有全国主要省份商务厅的负责人。受商务部的委托，我们今天在这里呀，在上海这个葡萄酒消费的重镇，召开这个协调会。议题只有一个，把我们国家的葡萄酒产业啊发展壮大。说起啊，我们国家的葡萄酒产业，我国的西部有它的产地产品，东部有市场，有出海口，这就要求我们团结一心，各自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来。有句话说得好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只要我们积极的携起手来，我相信我们葡萄酒产业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来。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我代表贺兰山东路产区表个态，我们产区一定会给出大家最优惠的折扣，而且在未来的10年间，我们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让利给经销商，推动中国葡萄酒走向普惠性消费，让中国普通老百姓喜欢葡萄酒，爱上葡萄酒。一涵，你这真是实实在在给我们村里办了大实事，我们都记在心里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二婶。一涵，你看咱们这个新村是你出钱设计的，哎，也是你出钱给修的，所以今天这个彩啊，就得你来接。对，你接。叶涵姐，你就上去吧。一星，你跟我一起。好，走。来。老支书爷爷，我们一块儿吧，一起，爷爷。好。好，1、2、3。好。行吧。哎呦，先生，你安排太周到了吧？那必须的。那行，我今天就在易大庄主带领下领略一下银川大好风光。好，你从那儿上。好。
看这边能看到整个我们银川的全貌。既许一人以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好浪漫啊！哎呦，这是写给谁的呀？这么用心良苦呢？是齐路啊？我不知道，我约好的呀。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我带你来玩呢，原来你们一起诓我。哎呀，这不是给你一个 surprise 吗？哎呀，齐路这2年有长进啊。你看这一圈都是贺兰山，在上头看还是很漂亮的哈。对。哎，那个是那叫什么？那个66号公路，66号公路可有名了，好多人过来打卡拍照。是吧？嗯，回头可以带阿姨一块儿，好呀，出来拍照。嗯。一星，你先别说话。求婚，我想了很久，但是一直不知道该给你怎么样的惊喜才好。今天我做了这些，你可能会觉得我特别傻气，但是一星，不想再等了。我们10多年前在机场那次相遇，可能不是那么美好，可是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们命中注定的缘分。从我进入酒庄，有过快乐，有过痛苦，我们也有过携手并肩，有过争执吵闹，可那些全部都是我们相伴的岁月。而我非常庆幸，这些岁月里面，你全部都在。我们因他相识了，所以我把专门为你酿制的七星露放在了里面。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我此生最重要决定的见证。我想这一辈子都在你身边守着你，护着你。一星，这是我全部的心意。此时此刻，我想要你的答案。一星，我的余生可愿笑纳？不愿意。银河里，星星点缀苍穹。我在凝望茫茫天幕心动，思念随着你的脚
脚步声过。曾经彩霞飘动万里晴空，阳光唤醒了春天的梦，山川大地变得郁郁葱葱，眼前处处都是风情万种。仰望神秘的星空，爱恋故乡繁华不再懵懂，心儿飞向那多彩的世界，在黄河古道边寻梦逐梦。曾经彩霞飘动万里晴空，阳光唤醒了春天的梦，山川大地变得郁郁葱葱，眼前处处都是风情万种。阳光神秘的星空，爱恋故乡繁华不再懵懂，心儿飞向那多彩的世界，在黄河古道边寻梦逐梦。不是小米，这酒庄是咋回事啊？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这个啊是产区送给咱们石头村的礼物。哦，我明白了。那前段时间你这村里又是集资，又是翻修这葡萄园呢，原来是给咱这酒庄做准备的呀。对，这个酒庄啊，咱们村里面占1半的股份，其余的资金呢，由咱们第一酿酒厂，还有我妈妈的爱德堡酒庄和艺兴阿姨的星星酒庄，还有建民叔叔的建民酒庄共同投资建立起来的。我们大家呀都商量好了，所有参与投资的酒庄，在实现盈利以后，只拿前3年的分红。收回投资本金，后续的经营跟收益归咱们石头村集体所有。哎呀，集体，这个好！小米，那这个就是电视上所说的那个共同富裕吧？对，实现盈利之后啊，咱们村每年都有分红。哎呀，小米，这个好！乡亲们，要不然进酒庄参观参观咋样？走，今儿个这大喜的日子，我们大伙儿拍个合影，留个纪念。拍个合影。起来，注意点啊！听我的口令，1、2、3，茄子啊！来，1、2、3，茄子。齐老爷爷，孩子们来给您祝寿了。好。祝老爷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哎，给孩子们拿点糖吃。齐老爷爷，啊，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谢谢小米，谢谢。爷爷，啊，我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哦，还有礼物。您看看，哎呦，这个好。哎呀，丽香，你这照片从哪找出来的？在我爸的办公室里找到的，找到的时候照片都已经发霉了，我专门找人修复的。
当年呢，我们从西海固搬到石头村儿，大伙儿嘴上同意，可这心里头终归舍不得。扶贫的干部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说拍个照吧，给留个念想。临搬迁走的时候啊，专门找照相的师傅给拍的。玉香，这是你爷爷。欧阳爷爷。这是一涵的爷爷。哦。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哎呀，说年轻时候说呀，帅小伙。还是一心有心呐！看到这些老照片，再看看今天的好日子，我齐老头谢谢父老乡亲们了。谢谢，坐。爷爷，您先坐。今天啊，我也给您准备了个生日礼物。我知道您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岩画了，您看，特地给您准备的世界岩画画册，这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岩画，您打开看看。看，这个是印度的岩画。印度的。后边还有啊，这儿，非洲岩画。好，爷爷，您以后想看了，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翻翻啊。你看看我这大孙子多孝顺呐！好，先给我拿着。好，好啊，好啊！借着今天这个好日子呢，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以后咱们石头村60岁以上的老人，村里都帮着过生日，这个钱村里出。哎呀，好。我亲手给您做的寿面，您最喜欢的蒿子面，尝尝。你吃一口，香不香？香。不但面香啊，往后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香啊！越来越香，日子更香。你们俩身体都比我强，我这腰跟折了似的。我也觉着累，但是心里开心。哎呦，行啊，真不容易啊！这2000亩葡萄，总算是都活了。是啊，咱们老哥3个人再加把劲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咱们再弄它2000亩出来。好，再干它2000亩。对，哎，小伙子，来，给我们照张相。来，来，咱们看这。现在我宣布，奠基仪式现在开始。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你爸的流食可以慢慢加量了，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了。谢谢你。不用谢，我先走了。走。齐路有话要跟你说。爸，星星答应我的求婚了。按照我们石头村的风俗，
我必须得先来经得您老人家的同意。但我跟你保证啊，我会一辈子守着她，护着她。当然了，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争吵的，但我一定是挨骂的那一个，这个您放心。我呢，会像热爱我自己生命一样爱着她。我会用我的爱，我的诚意，我的双手和我的心，和星星一起酿造生活的美酒。老欧，你听见了吗？放心吧，我知道从小到大你最疼我了，但是从今往后，齐如会代替你，继续疼我，爱我。星星，给咱爸看看给他准备的礼物。老欧，来，感受一下。爸，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最幸福的样子。收起来吧。东西都装好了哈，装好了，这衣服好看。这上北京了，你说这我们好好看看天安门啊，还有这人民大会堂哦，值得。哎，你看我就说吧，那整个那个锣鼓队加上我们这些人，热热闹闹的，真是啊！这一行人家是去开会，又不是逛街去了。再说了，这个党中央提倡节约，咱们都是党员嘛，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是，又跑偏了。节约节约，那一星是代表我们基层党员群众戒严献策去了。哎呀，行了，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的。快回去工作吧啊！你们放心，我一定啊把咱们产区的发展建议递交上去，把党中央的精神呢给带回来。好，一车来了，这来了。秦主席，一心，哎呦，大家都在呢，大家就放心吧啊，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心声带到北京去的。好，那我们走吧。走吧。哎，行，我们走了，快回去吧，回去吧。哎，再见啊。再见。再见！老师，我刚刚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误会，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不然我会寝食难安的。我理解你，但是抱歉。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ar Winer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World Wine Forum will now begin. Firstly, let's welcome our friend come from Barossa Valley, dear Dr. Emile.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ight party. Come on.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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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郑主任他们来了。郑主任，邱总，等着急了吧？没有。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刘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您应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好派车去机场接您。这不，郑主任亲自去机场接的我，我还受宠若惊呢。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呐是咱们产区的大功臣，天经地义嘛。一涵，我昨天从英国一回来就听说了你的好消息，你可是全产区的头一份啊！我比你还高兴呢，所以赶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一是祝贺你，二是给你带来一份新合同。您是拿下了英国市场的订单？伦敦海悦酒店的3年订购合同。那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那咱们今天就是双喜临门。那还等什么？接盘吧。郑主任请，刘董事长里面请。刘董，请。玉洁，咱们一起。我数1、2、3啊。1、2、3。如果让我个人来评价，中国的葡萄酒很特别，品质提升的也很快，可以说是超乎想象。设备也很先进，而且没有一种是多余的。老师，我特别感谢您的评价。可是傲慢与偏见，它仍然存在啊。是啊，这是100年以来就有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但我相信啊，你的热情、你的诚意，和无数中国葡萄酒人的多年坚持和传承，一定可以融化坚冰。贺兰山产区有最好的葡萄、最好的设备，还有最好的工人和技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中国会是一个亮丽的存在。这也正是论坛的意义。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上，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在波尔多这样传统的葡萄酒产区，人们对中国的葡萄酒很陌生，但陌生的另一面是好奇。这第一杯酒啊，老婆，我敬你。你坚持了那么多年的事业，终于结出了硕果，我真为你开心啊！祝贺你！谢谢老公，祝贺老妈，谢谢女儿。老妈，以前我不理解您，总是惹您生气，在这里，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您说声抱歉。你知道吗？我以前总是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心里面，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我每次得出的结论呢，都是钱比我重要。但我现在大了，也参加工作了，我突然之间开始理解您了。您身上呢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一个女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这2年看着您在艰难的环境下为酒庄四处奔波的样子，为了给工人按时发工资而愁得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其实挺心疼您的。当我看到你收到酒庄获评1级庄园时开心的样子，我懂了，这是你的追求跟梦想，
同时也倾注着您跟姥爷2代人的心血，还关系着数百个家庭的生计，所以您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您背负了所有人的希望，也终于给了自己一个交代。老妈，这杯酒我敬您。女儿长大。谢谢女儿。谢谢老妈。怎么样？今天累不累啊？不累，一点都不累。这次来开会啊，收获特别大。每天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思路还可以再打开一点。光顾着说我，你那儿怎么样？波尔多还顺不顺利啊？我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偏见。别泄气嘛。中国葡萄酒是新兴产物，那咱们产区又是新兴产业的后起之秀，别人有一些偏见很正常啊。不过既然郑主任派我们酒庄代表产区去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就应该要发声，告诉那些不理解我们的国际同行。可是我没有发声机会啊。我听说这个论坛会有一个游戏环节啊。游戏环节？对呀，有游戏环节，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的主要目标是发声，不一定要在正式的论坛上面。游戏环节，同样的人，同样的场景，而且这样的状态，大家都更放松，更容易能够接受。那你加油哦。等我的好消息。你先挂。你先挂。爱你。游戏环节。今天啊，把大家请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产区会记着每一个为梦想而拼搏的人，我们会记着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现在还在为我们产区默默奉献的人。为此，我特别邀请到了咱们葡萄酒产业的第1代奠基人，中国酒业协会中国葡萄酒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李国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李教授，您呢，就给大家讲2句吧。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葡萄酒产业啊？虽然我们的专业背景啊各不相同，路走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改变这里的面貌。李教授，你看看这葡萄还没种出来，藤先冻死了。李教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大家伙好，想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致富。可是这里冬天年年都这么冷，这葡萄怎么越冬嘛？这不白费力气吗？是啊，不会白费力气的。我们辛辛苦苦花了3年时间，好不容易把它们种活了，我们不能放弃。相信我，他们一定会结果的。行，我们信您，我们接着跟您干。对，我们接着跟您干。经过这几10年的努力，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各位的默默奉献。我们产业形成规模呀，仅仅只有15年，是一个年轻的产业。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15年当中，我们有近1000种葡萄酒啊，其中就拿下了包括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等国际顶级赛事的奖项。现在我们的葡萄酒啊，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了欧洲，摆在了大洋彼岸的橱窗里，给世界葡萄酒爱好者啊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们，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宁夏葡萄酒啊，这就是中国创造，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join in the annual wine smelling contest. It's widely open, no matter if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an observer, a staff member here, or even a cleaner, feel free to join us.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et started. Now everyone has a card. Please smell and identify the item in the plate and write your answer on the card. We will reveal the correct answers later. If your answer is wrong, you will be out directly. Let's begin. 产区最佳合作伙伴：刘丽君女士、安南先生。恭喜啊，刘董！恭喜！下面颁发获得产区首席酿酒大师荣誉称号的是来自爱德堡酒庄的高玉铁女士。恭喜！最后呢，我要宣布一个特别大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为了我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抛洒汗水，无怨无悔。他们就是咱们产区里面数十万产业工人。大家鼓掌。 你们谁上来说两句？ 3 challengers are shortlisted after fierce competition. Here's the breathtaking moment, the ultimate challenge round. Card 1. Wow. I don't think. Wow. It's good. Next, card 2. 我首先就说谢谢呗。
那谢谢咱们石头村大伙儿一起种下的葡萄藤，谢谢带咱挣钱致富的酒庄，那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第二，我就说一说这么多年咱石头村的变化。我记得刚嫁过来的时候啊，那住的就是小土坯房啊，那房子真的是冬天啊它就漏风，你说冬天冷它更冷，夏天热它更热。那要是想吃口水啊，咱家东阳就一大早带着我去5里地以外那水井去挑水喝。那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干啥呀？咱石头村人都知道，第一件事就是扫土。那真的是满炕、满窗户、满屋子，咱们满头满脸都是沙子。媳妇儿，让你受罪了。受啥罪呀？嫁你俺乐意。欧阳大哥和邱老庄主带领我们大伙种了葡萄藤，又栽了防风林。沙尘暴？啥叫沙尘暴？多少时间没见过了？没有沙尘暴了。现在走哪儿还能听到鸟叫声。现在住的那房子，那可是冬暖夏凉了。家里家用电器用啥有啥，是不是？哎呀，我跟你们说，去年我跟俺家东阳都买车了，那面包车4个轮的跑老快了。我跟你说，哎呀，可好了。那个咱大伙儿坐一起开玩笑说，那原来吃口水得到几里地以外去。现在家里咱那厕所那马桶都是冲水的。那真是2个字啊，很幸福啊。啥字儿？齐路 ，Grand Slam。Japanese? No, Chinese. Why did you say that? Do you have wine in your country? Sure. Look, I am a Chinese winemaker. Wow. I haven't heard your speech yet. Unfortunately, we are still not a member of the forum. We are from a young age production area, which only has 30-year history. I'm curious because why do you want to stay in this industry right now? Because I believe we will be the best production area in the world. Dr. Barr, I propose this one. Young man, he can introduce everything for you of the place. And you know, today I'm just sparking my interest for you. Thank you. All right, let's welcome Qi Lu to tell us about Chinese wine.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a Chinese winemaker.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 production area. We locate at the Helan Mountains in western China.
which has 3,300 hours of annual average sunshine, permeable soil rich in minerals, and annual average rainfall of 200 millimet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Chinese wine from our production area. Welcome to try. Guys, come try Chinese wine. It smells good. This wine is good. Yeah, it just won first prize in the Brazil's competition. Very good. Not bad. First prize. Really impressive. It's kind of I can tell you. But Chinese wine so good. Yes, guys. Yeah. Very good. Chinese wine so good, really. Wow. Wow. I propose, let's have a toast for our new friend.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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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rs.人生会在我们绝望之际赐予一线曙光，也会在我们孤立无援之时给予一份温暖。或许在陷入低谷的那一刻，我们会困惑、无助，甚至为命运的不公而叹息。但历尽千帆，回首过往，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一群人会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风雨无阻，携手前行。我坚信这个世界是有奇迹的，无论何时，只要心存希望，梦想就不会辜负你。它会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与努力都变得更有意义，而我们的不放弃，都将迎来最珍贵的奖励。爸，你怎么来了？爸爸想啊，陪你一起去。那你工作怎么办？你请到假了？爸爸把年假都请了，这次绝对陪你完成梦想。我就是学着呀，这么些年，亏欠你太多太多了。爸，可是我一点爱都没有缺失，我这不是快快乐乐的长大了吗？所以爸爸决定啊，以后每年都找时间，好好陪你。可是我每天骑行，我怕您身体吃不消。有什么好担心的呀？爸爸身体好着呢。你就说吧，你们目的地是哪儿？我们打算骑到黄河源头去。黄河源头啊，太近了。那你想去哪儿？到了黄河源头，往西，
咱们再往西去。往西，那得到罗马了吧？罗马？那我们就去罗马。去罗马，那可要1年时间。那等爸爸退休以后，我就陪你去罗马。走，出发。爸。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呀？哇，这个葡萄藤好大呀！大吧？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个呀，是我们宁夏的第一棵葡萄藤，我们就是用它呀，酿造出了我们宁夏第一瓶红葡萄酒。这棵葡萄藤的年龄啊，有40多岁了哦。这是他的家吗？是的，它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孩子们，来看看它的躯干。怎么皱巴巴的呀？是啊，这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它身上每一道褶皱，都记录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啊。当年啊，为了保护这棵珍贵的葡萄藤，工人叔叔啊，用水打湿棉被，包裹起来保湿。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荒滩变绿洲的传奇。这个传奇的缔造者呀，有可能是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且深深热爱这片土地的每一位普通人。他们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地想要改变咱们的家乡面貌。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葡萄酒产业走过了近40年历程，一代又一代葡萄酒人，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开拓进取，不言放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创新之路。中国葡萄酒人用他们的创业精神，迈着坚实的脚步，打破了葡萄酒属于西方的神话，书写了崭新的中国葡萄酒篇章，朝着当今世界书的伟大目标一往无前。这片一望无际的绿色，是希望，是未来，是一代又一代人们汗水的结晶。中国葡萄酒人团结在一起，成为了闪耀世界的璀璨星河。